砰！一个药篮子狠狠砸在洛安的脸上，不疼，但侮辱性极强。你这废物，马上就是宗门比试了，还不滚去伺候李师兄的药草，活腻了！几株刚采下的灵草滚了出来，沾满了尘土。洛安抬起头，冲着眼前身材高大的外门弟子，脸上习惯性堆起笑，腰也卑微地弯了下去。他扶正药篮子，小心吹掉灵草上的土，捡了回去。张师兄说的是，我这就去。张狂冷哼一声，抬腿又是一脚踹在洛安的药篮上。刚刚收拾好的灵草又一次散落一地，有几株被踩进了泥里。狗东西，搞快点！李师兄等着用，耽误了他的事，你这条小命够赔吗？洛安再次蹲下身，一声不吭地收拾着残局，低着头，死死咬着后槽牙，直到张狂骂骂咧咧地离去，那背影消失在小路尽头，洛安才缓缓直起身。他收起了笑，眼神也冷了下来。穿越过来整整3年，他依旧是个连灵气都无法感应到的凡人，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这穿越者的身份算是白给了，给狗都不要。就像刚才张狂那一脚踹过来，他连躲闪的念头都不敢有，因为张狂是炼气3层的修士，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他。洛安提起破烂的药篮，转身走向药田。青云宗最偏僻的角落，灵气稀薄的可怜，只有他一个杂役看管着这片药田。夕阳的余晖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充满了孤寂与落寞。他熟练地将灵草分类、浇灌、除虫，动作麻木。没几天就是宗门比试了，那是所有外门弟子展示自己，期望被内门长老看中的日子。而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他的人生似乎已经能看到尽头，在这片药田里伺候别人的草，挨着别人的打，直到老死，此生无望。就在他心灰意冷，准备收拾工具回茅屋之际，轰！天穹之上，一道璀璨的紫金色流光以无视一切规则的姿态撕开了一道空间裂缝。他没有触发青云宗的护山大阵，而是精准空投，直冲这片药田。过程悄无声息，整个青云宗无人察觉，唯有洛安呆呆地抬起头，看着那道越来越近的流光。他能感觉到这道流光的目标是自己脚下这片药田，或者说是自己。无命休矣，这是洛安脑海中闪过的最后一个念头。他连眼睛都来不及闭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团紫金色的流光朝着他砸了下来。轰隆！刹那间地动山摇，洛安被狂暴的气浪掀飞出去，狠狠撞在远处的山壁上，眼前一黑，差点原地去世。整个药田区域被砸出了一个巨坑，泥土翻飞，烟尘弥漫。过了许久，当那股毁灭性的冲击波渐渐平息，洛安才撑着剧痛的身体挣扎着爬起来。他咳出一口血，望着眼前的一切，没死，他居然没死。那道流光似乎在最后关头避开了他，只砸在了药田中央。劫后余生的庆幸之后，强烈的好奇心涌上心头，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洛安一瘸一拐地朝着烟尘滚滚的巨坑挪去。随着距离拉近，奇异的幽香钻入鼻孔，仅仅闻上一口，就让他浑身的疼痛都减轻了几分。坑底似乎有光，洛安趴在坑边，小心翼翼地探头望去，只见深坑底部并非什么法宝神器，而是一个人，一个女人。她静静地躺在那里，一袭白裙早已被鲜血染红，破烂不堪，露出凝脂般的肌肤，3000青丝如瀑般散开，沾染着泥土，却依旧难掩其绝世的风华。她的五官精致的不似凡人，仿佛是上苍最完美的杰作，即便此刻双眸紧闭，面无血色，依旧美得让人窒息。洛安活了2辈子，也没见过这种级别的颜值，只是他此刻的状态极差，气息微弱，胸口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就在洛安震撼失神之际，一道宛如天籁般的机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叮！检测到濒死的天命神体瑶光女帝。宿主，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你了。鸿蒙万道多子多福系统正式激活，正在为宿主生成最佳选择。洛安整个人都僵住了。系统，我的金手指。穿越3年，苦等3年，在他最绝望的时候，他终于来了。狂喜瞬间冲垮了理智，让他浑身微微颤抖。系统，姓名瑶光，状态濒死，神魂破碎，记忆全失，本源流失中。体质太阴仙体，受损。气运紫金，衰弱。道侣契合度100%。而在女子信息的下方是3个散发着不同光芒的选项，选择1，立刻上报宗门，宿主可获得奖励3枚聚气丹。选择2，趁人之危，先爽了再说，获得称号卑鄙小人。选择3，救下他，与他缔结道侣关系，并努力诞下子嗣。洛安的呼吸变得无比粗重，双眼因为兴奋而变得通红，他的目光再次落向深坑之中，
那个美得不像话的绝色女子。洛安不再犹豫，直接在心中对着系统默念：我选3，必须是3。宿主成功与瑶光女帝缔结道侣关系，可以继承其3成根基，并以此为基础，为宿主角醒诸天万界最强体质混沌道体初级。轰！当看到混沌道体4个字时，洛安的大脑一片空白，仿佛有亿万道惊雷同时炸响。虽然他无法修仙，但这3年来他可没少看宗门内的各种典籍。混沌道体，那是指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无上圣体，传闻乃是大道之始，万法之源。拥有此体者，生而为圣，未来注定正道称帝，俯瞰万古。现在，这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体质，竟然作为奖励摆在了他的面前，而条件是娶她，和他生孩子。还有这种好事？他看着坑底那清澈的容颜，咽了口唾沫，眼中是狼看到羊一般的灼热光芒。姑娘，你可别怪我碰瓷，是你先砸到我的。深坑底部那道绝美的身影，就是他未来一切的根基，是他摆脱废物身份登临绝顶的唯一希望。洛安不再有半分迟疑，手脚并用地滑下深坑。他绕过女子身下蔓延开的血泊，来到她身边。近距离看，她的容颜更具冲击力，每一寸肌肤都完美无瑕，仿佛汇聚了天地间所有的灵秀。只是那道横贯了他整个胸腹的伤口，狰狞可怖。得罪了，姑娘。洛安低语一句，随后弯下腰，用尽全身的力气将她横抱起来。他毕竟只是个凡人，刚才又被冲击波震伤，每走一步五脏六腑都火辣辣的疼。他咬着牙，一步一个血脚印，艰难地爬出了深坑。回到他那四面漏风的茅草屋，洛安将女子轻轻放在了自己那由木板搭成的简陋床铺上。床板发出吱呀一声呻吟，似乎随时都会散架。女子的白裙已经被鲜血浸透，紧紧贴在身上，根本无法处理伤口，必须脱掉。洛安的脸颊有些发烫，但心中没有半分旖旎。救人要紧，不是救老婆要紧。他笨拙地解开女子的衣带，当那血污的衣裙和内衣被剥离时，一具完美无瑕的玉体呈现在眼前时，洛安还是感觉口干舌燥。非礼勿视，非礼勿视，他心中默念，视线却无法从那具动人心魄的身体上移开分毫。那道恐怖的伤口，边缘血肉外翻，甚至能看到森森白骨和破碎的内脏，丝丝缕缕的黑色魔气缠绕其上，不断侵蚀着他的生机。洛安从床下翻出一个破旧的木盒，这是他这3年积攒下的所有家当，几瓶最低级的疗伤药粉。他拧开瓶塞，将药粉倒在女子的伤口上，滋啦，药粉接触到那黑色魔气，立刻冒起一阵黑烟。女子的眉头痛苦的蹙起，发出一声呻吟。这药效根本不够啊！洛安心中焦急万分。系统有没有办法救他？宿主无需担忧，只要完成道侣缔结仪式，宿主便可觉醒混沌道体。届时，宿主的道侣也将拥有初步的混沌之气，此气乃万法之源，可轻易驱除伤口上的复古魔气，并稳固其本源。原来关键在这里。洛安看着床上昏迷不醒的绝色女子，这3年来，他见过宗门里高高在上的师姐，她们确实美丽，但那种美丽在这张脸面前不过是凡尘俗粉。而现在，这个神仙般的女人就躺在他的床上。一想到系统说的他将成为自己的道侣，洛安的心又控制不住的加速。他强迫自己继续手上的动作，擦拭着他的脖颈、香肩。最后，洛安脱下里衣，撕成布条，为他将伤口简单包扎好。做完这一切，他累得满头大汗，直接瘫坐在了地上。夜色渐深，洛安就这么守在床边，一瞬不瞬地盯着他，生怕他一口气上不来，自己的泼天富贵就飞了。不知过了多久，女子的眼睫毛轻轻颤动了一下，她缓缓睁开了眼睛。洛安立马凑上前，声音不自觉地放得极轻：你醒了，感觉怎么样？女子乌黑的睫毛颤了颤，茫然地看着他，嘴唇翕动，却发不出半点声音。她好像连怎么说话都忘了，只是就这么看着洛安，那清澈的眸子里流露出一丝依赖。洛安的心彻底放了下来，一股从未有过的责任感和保护欲涌上心头。他指了指自己的鼻子，用最柔和的声音说道：我叫洛安。他又指了指床上的他，斟酌了一下：你叫灵儿好不好？女子似懂非懂，眸子里清晰地映出了他的倒影。洛安。他忽然开口，声音空灵清脆，却带着初学言语的生涩和沙哑。这是他醒来后说的第一个词。洛安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撞了一下，一股暖流瞬间涌上心头。对，我是洛安。他伸出手，轻轻握住他冰凉的手指。灵儿，别怕，有我在。灵儿似乎很喜欢这种被照顾的感觉，脑袋一歪，很自然地靠在了洛安的肩膀上。肩膀上传来温软的触感，鼻尖是淡淡的幽香。洛安这3年来积攒的所有委屈和不甘，在这一刻都他妈值了。可这难得的温馨却被一道踹门声打破。砰！木门被一脚踹得四分五裂，木屑纷飞。
张狂那高大的身影堵在了门口。废物！外面的药田怎么了？李师兄要是知……他的叫骂声说到一半戛然而止，他的视线死死地定在了洛安怀里的灵儿身上。那一瞬间，张狂的眼睛都直了，呼吸变得粗重，脸上露出来淫邪之色。好美的女人，他从未见过如此绝色的女子。宗门里那些所谓的美女师姐，在他面前连提鞋都不配。洛安，你这狗东西，从哪拐来的这等货色？张狂的声音打破了屋内的温馨，灵儿被吓得浑身一抖，往洛安怀里钻得更深了。洛安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以示安抚，然后抬起头，他的眼神前所未有的冰冷。滚出去！你说什么？张狂掏了掏耳朵，走进屋里，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灵儿。我说让你滚出去！洛安的声音带着一股狠劲，这是他穿越3年来第一次用这种语气和修士说话。张狂愣了一下，随即勃然大怒：反了你了！一个废物，敢跟老子这么说话！他伸手指着洛安怀里的灵儿：洛安，你这废物走了什么狗屎运，竟能捡到这等仙子般的人物？识相的把他献给李师兄，李师兄一高兴，赏你几枚丹药，你这辈子都吃不完。洛安笑了，他将灵儿护在身后，站起身，直面比自己高出一个头的张狂。她是我的妻子。哈，你妻子？张狂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就凭你，一个连狗都不如的杂役，你也配有妻子？还是这等角色？他脸上的笑容变得凶狠。老子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他给我，然后滚，否则我现在就打断你的四肢，让你亲眼看着老子是怎么疼爱你的妻子的。话音未落，一股属于炼气3层的威压朝着洛安压了过来。洛安的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双腿发软，几乎要跪下去。这就是修士与凡人的差距。他死死咬着牙，撑着没有倒下，因为他的身后是灵儿。看到洛安竟然敢反抗，张狂彻底失去了耐心。敬酒不吃罚酒，找死！他怒吼一声，抬手就是一掌，带着劲风朝着洛安的脑袋狠狠拍来。这一掌足以将洛安的头盖骨直接拍碎。不，我不能死，我死了灵儿怎么办？我的混沌道体怎么办？他对着身后的灵儿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咆哮。灵儿，可愿意做我道侣？你若点头，我洛安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开局一个老婆，敌人全靠秒。时间在这一刻被拉长，灵儿被吓得小脸煞白，但她没有躲闪，只是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的背影。这个背影并不高大，在修士的威压下还在微微颤抖，却像一座山，将所有的风雨都挡在了他的身前。他不懂什么是道侣，也不懂发生了什么，但他能看懂他眼中的决绝与期待。他能感觉到洛安是他在这个陌生世界里唯一的依靠。出于本能，灵儿用力地点了点头，很坚定。就在他点头的瞬间，洛安的脑海中系统机械音响起，叮！与天命神体瑶光女帝缔结道侣成功，正在为宿主发放新手大礼包。恭喜宿主获得修为灌顶，直达炼气9层巅峰。恭喜宿主获得诸天万界最强体质混沌道体初级。轰！一股磅礴伟力如9天银河道观从虚无中诞生，疯狂涌入洛安的全身。痛！难以想象的剧痛。洛安感觉自己全身的骨头都在一瞬间被敲碎，然后又以一种玄奥的方式重组。经脉像是干涸的河道被汹涌的洪水冲刷、拓宽，发出呻吟。他的皮肤下仿佛有无数条小龙在游走，灼热的气流席卷全身，将他体内积攒了3年的杂质瞬间焚烧殆尽。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刹那。在外界，张狂那致命的一掌距离洛安的头顶已不足3寸。死吧，废物！张狂的脸上是狰狞的狂笑，然而下一刻，他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原本在他威压下连站都站不稳的洛安，身体只是随意的向旁边一侧，一个简单的动作，却快得不可思议。张狂只觉得眼前一花，自己势在必得的一掌竟擦着洛安的耳边拍在了空气中。掌风吹乱了洛安的头发，也吹走了他身上最后的卑微。张狂一愣，满脸的不可思议。躲过去了？怎么可能？一个凡人怎么可能躲得开他炼气3层修士的全力一击？一定是巧合，是这废物走了狗屎运。我看你这次还怎么躲！羞辱感涌上心头，张狂怒吼一声，收回手掌，转而握拳，拳头上亮起微弱的灵光，以更快的速度、更狠的力道朝着洛安的胸口轰了过来。这一次洛安没有躲，他缓缓抬起头，一双眼睛已经和刚才判若两人。如果说之前的洛安眼中是隐忍和绝望，那么现在这双眸子里只剩下杀。他能看到张狂拳头上稀薄的灵气运转轨迹，在他眼中全是破绽。这就是力量的感觉吗？
洛安抬起手臂，五指张开，轻描淡写地迎向了张狂的拳头。砰！拳掌相交，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张狂预想中的洛安手臂断裂，骨肉横飞的场面并没有出现，他只感觉自己的拳头像是砸在了一块万年玄铁之上，一股根本无法抗拒的恐怖力量从洛安的手掌上传来，震散了他拳头上的灵气，然后狠狠地反震回来。咔嚓！一声清脆的骨裂声响起。啊！张狂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整个人像是被一头巨兽撞中，倒飞出去，狠狠砸在了茅屋的墙壁上。本就破败的墙壁轰然倒塌，张狂摔在屋外，抱着自己那已经扭曲变形的手腕，满地打滚，痛苦哀嚎。他看向屋内的洛安，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骇然。你不是废物吗？你不是连灵气都感应不到吗？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力量？刚才那一瞬间，他甚至感觉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无法撼动的太古神山。屋内的洛安没有理会他的叫嚷，他正低着头，痴迷地看着自己的双手。一股股精纯至极的力量在体内奔腾不息，前所未有的强大之感让他几乎想要放声长啸。炼气9层巅峰，混沌道体，仅仅是一个新手礼包，就让他从一个任人欺凌的凡人一步登天。他甚至有一种感觉，就算是内门那些所谓的精英弟子，在他面前也不过是土鸡瓦狗。这就是和女帝老婆绑定的好处。那要是再深入交流一下，嘿嘿，爱了。洛安活动了一下手腕，骨节发出一连串清脆的声音。他抬起眼，目光穿过倒塌的墙壁，落在地上哀嚎的张狂身上。现在该你死了。张狂脸上的痛苦被恐惧取代，他顾不上断掉的手腕，手脚并用地向后退。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我可是李师兄的人，你敢动我，李师兄不会放过你的。洛安笑了。以前他听到李师兄这3个字或许还会吓得发抖，但现在他只觉得可笑。他没有再废话，一步步朝着张狂走去。身后的灵儿不知何时已经起来了，他扶着床沿，一双美眸一眨不眨地看着洛安的背影，眸子里没有了之前的恐惧和茫然，换了一种异样的光彩。那是崇拜，是依赖，是安全感。感受到身后传来的目光，洛安的脚步更加坚定。这是他穿越3年来第一次主动出击，也是他作为洛安，作为灵儿的道侣，第一次为了守护自己的家而战。走到张狂面前，洛安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神中再无波澜。洛安没有任何花哨的动作，他是握紧了拳头，对着张狂的脸简简单单的一拳挥出。嗡！这一拳甚至没有使用一丝一毫的灵力波动，拳头所过之处，空气被极限压缩，发出了一声沉闷的爆鸣。张狂想躲，但他的身体却被一种无形的气机锁定，根本动弹不得。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只拳头在他眼中无限放大。砰！一声闷响，西瓜爆裂。张狂的叫嚣、惊恐、求饶，所有的一切都戛然而止。鲜血溅在洛安的脸上，他却毫不在意，只是收回拳头，轻声叹了口气。哎，小日子过得好好的，何必呢？非要逼我动手。解决了张狂，洛安还没来得及感受力量，脑海中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新手任务发布，请宿主在1个月内让道侣成功受孕，奖励母凭子贵，瑶光女帝的本源神魂得到鸿蒙之气的淬炼。洛安的身体僵在原地，刚刚那一拳的快感瞬间被冲得烟消云散。受孕1个月内，系统你是不是有点太抽象了？他缓缓回头看向身后，灵儿正坐在床沿，在他获得力量的同时，他体内的混沌之气也让他恢复了些许，小脸红润，不再那般苍白，让他和这样一个刚失忆的姑娘在1个月内上强度。洛安的拳头无声地攥紧，他渴望力量，做梦都想，但如果代价是强迫这个将自己视为唯一依靠的女人，那他得到再强的力量，跟地上那坨烂肉又有什么区别？妈的！洛安低骂一句，满是烦躁。去他娘的天道抹杀！大不了老子用真心追他一次。想通了这一点，心里那股子邪火反而顺了。眼下还有正事要干。他走到屋外，看了一眼地上那具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的尸体。杀人就要专业。他弯下腰，像拎小鸡一样，单手提起了张狂的尸体。炼气9层叠加上混沌道体，主打的就是一个遥遥领先。他朝茅屋的方向压低声音：灵儿，乖乖在屋里待着，我出去丢个垃圾，马上回来。屋里传来灵儿似懂非懂的洛安不再耽搁，几个闪身便消失在夜色笼罩的山林里。半个时辰后，洛安回到茅屋，身上沾了些泥土，眼神却格外明亮。尸体已经被他扔进了后山乱葬岗，那地方妖兽多的是，用不了半天就会被啃得骨头都不剩。回到破败的茅屋，看着那被踹烂的木门和倒塌的半边墙壁，洛安叹了口气，这破地方
确实配不上他仙女似的老婆。他看向床上正好奇打量他的灵儿，脸上换上柔和的笑。灵儿，饿不饿？带你吃点好的，再洗个澡。灵儿眨了眨眼，虽然没完全听懂，但吃这个字他是刻进骨子里的。他摸了摸自己平坦的小腹，看着洛安，轻轻点头。那乖巧的模样让洛安心都化了。他走过去，再次将灵儿横抱起来，动作稳健，气息沉稳。抱稳了。他轻嘱一句，脚下发力，身形如风，朝着后山一处他早就标记好的地方奔去。那是个隐秘山谷，谷中有一汪温泉，是他当杂役时摸鱼发现的宝地，灵气稀薄，但主打的就是一个僻静。将灵儿轻轻放在温泉边的青石上，洛安柔声道：“你先在这玩会儿水，我去就回。”安顿好灵儿，洛安的身影再次消失。不出片刻，他就提着2只处理干净的肥硕山鸡回来了。以他如今的实力，拿捏这种不入街的野味，简直是降维打击。升起篝火，架上山鸡，油脂滴落，发出滋滋的声响，肉香很快弥漫开来。温泉里，灵儿正用白嫩的小手拨弄着水花，听到动静，他回过头，一双美眸亮晶晶地盯着那被烤得金黄流油的山鸡，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洛安看着他这可爱的馋猫样，笑了。他撕下一只肥美的鸡腿，用干净的树叶包好递到他面前。来，尝尝哥的手艺。灵儿小心翼翼地接过，吹了吹热气，小口咬下。下一秒，他眼睛瞪得溜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美妙感觉在味蕾炸开。他不再顾忌，小口小口地吃着，腮帮子鼓鼓囊囊。看着他满足的吃相，洛安心里也填得满满的。这感觉比系统发什么奖励都带劲。洛安，做我的男人。灵儿忽然抬起头，嘴里还嚼着肉，含糊不清地开口：“好。”洛安怔住了，感觉有什么东西在他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轰然炸开。夜色更深，山谷里篝火摇曳，两人并肩坐在篝火边，沉默许久，洛安终于决定发起进攻。他挨着灵儿坐下，看着他那张在火光映照下美得有些不真实的侧脸。灵儿，我想和你做真正的夫妻。洛安的声音有些干涩，他换了一种他能理解的方式，半真半假的解释。天上的神仙告诉我，我们必须成为真正的夫妻，才能永远在一起，不会再有坏人来欺负我们。你愿意吗？他说完，心脏狂跳，手心里全是汗。灵儿歪着头，眸子里满是困惑，显然不理解真正的夫妻是什么意思。但他能看懂洛安眼中的紧张、期待以及那份尊重。他能感觉到这个男人不会伤害他。沉默了片刻，在洛安几乎要放弃，准备说开个玩笑的时候，灵儿忽然伸出手，主动拉住了他那只冰凉又满是汗水的手。他的手很暖，然后他看着他，重重地点了点头。洛安的大脑一片空白。夜风吹过，篝火摇曳，山谷里只剩下两人交织的呼吸。这是一个笨拙的吻，带着试探，却也带着洛安从未有过的认真。灵儿的身体僵了一下，但很快就放松下来。他不懂这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这个男人的气息让他感到无比心安。他学着洛安的样子，声色的回应。气氛逐渐升温，泉水叮咚声都成了点缀。情意如赤，洛安感到与灵儿之间无形的羁绊瞬间绷紧到了极致，仿佛灵魂都要彼此吸引融合。然而就在这心神相连、气息相通的至深一刻，异变突生，一股极致的冰寒突然从灵儿体内爆发。洛安如坠冰窟，浑身的血液仿佛都要被冻结，嘴唇瞬间变得青紫，眉毛上都凝结出了一层白霜。警告！检测到道侣天命神体触发无意识自我保护机制，此为太阴绝脉的本源寒气，正自动排斥一切雄性生灵的靠近，请宿主立刻运转混沌道体，以混沌之气安抚，否则将在10息之内被冻结神魂而亡。洛安不敢犹豫，强忍着刺骨的寒意，立刻运转起混沌道体。温润霸道的暖流自他丹田升起，流遍全身。这股气息正是万法之源的混沌之气。灵儿，别怕。他将这股温暖的气息通过两人紧握的手渡入灵儿体内，那股寒气在接触到混沌之气的瞬间迅速消融。灵儿嘤咛一声，身体变得更加柔软，主动地靠在了洛安怀里。这一个动作胜过千言万语。洛安再无迟疑，将他轻轻放倒在铺着干净兽皮的草地上。洛安体内的混沌道体与灵儿身上的天命神体在这一刻产生了共鸣。刹那间，灵儿体内璀璨的金色气运之力随之共鸣，化作缕缕金辉，流转于洛安周身，洗炼着他的经络。修仙不如生娃，古人诚不欺我。洛安调整好了山谷之内，篝火噼啪作响，泉水叮咚，夜色温柔，一切尽在不言中。大约1个时辰之后，洛安为怀中沉睡的灵儿掖好衣角，他看着她恬静安详的睡颜，心中一片柔软。这是我女人，不是什么瑶光女帝，更不是任务工具。
谁敢动他一根头发，神魂都要给他扬了。就在这时，系统面板弹了出来，叮，鸿蒙道种与天命神体初次交融，瑶光女帝本源得到修复，宿主根基得到淬炼。因道侣体质特殊，且宿主为万法之源的混沌道体，受云几率极高，请宿主提前做好当爹的心理准备。看到这条提示，洛安笑了，这才对嘛。翌日，天光乍破，山谷里晨雾弥漫，篝火已化作一堆尚有余温的灰烬。洛安睁开眼，怀里温香软玉，触感真实，灵儿还在睡，像只小猫一样蜷在他怀里，长长的睫毛上挂着露珠，呼吸平稳。洛安下意识地伸手抚过他胸口的位置，那里光洁一片，肌肤细腻，昨夜那道足以致命的恐怖伤口连一丝疤痕都没留下。他心中一动，低头在他光洁的额头上亲了一口，这一下似乎弄醒了他。灵儿的睫毛颤了颤，睁开眼，眸子清澈，还带着刚睡醒的迷蒙。他动了动身子，似乎想坐起来，却忽然停住，秀眉微蹙，从喉咙里发出一声细微的呜咽。怎么了？洛安立马问。灵儿不吭声，就那么用水汪汪的眸子看着他，小脸泛红，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洛安顺着他的动作一想，立刻就明白了，老脸一热，看来昨夜确实是有点超纲了。他干咳一声，掩饰尴尬，声音放得极柔，别动，我来。说着，他手臂一用力，轻松将灵儿背到自己身后。我们回家。他脚步又快又稳，朝着药田方向走去。路上，灵儿把脸埋在他的后背，安安静静的，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快到药田时，一双小手从后面环住了他的脖子，抱得紧紧的。紧接着，一个温热柔软的触感贴在了他的背上，是他的脸。一个带着奶音又有些羞赧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气息像羽毛扫过。洛安，还想要？声音很小，洛安却听得一清二楚。他脚下一个趔趄，差点把背上的人给摔了出去。好家伙！洛安赶紧稳住身形，哭笑不得。姑娘，你这是在玩火啊？他吸了口气，压下心里乱窜的火气，低声笑道：好，都听你的，不过得先回家，把咱们的新家盖好。他再次加快脚步，很快那片药田和破败的茅屋就出现在眼前。隔着老远，洛安的眉头就拧成了一个疙瘩。那还能叫屋子吗？半边墙都塌了，门更是碎成了木条，风一吹，呼呼作响。自己住无所谓，可灵儿跟着他住这儿不行。他抱着灵儿，快步走到附近一处干燥隐蔽的山洞，将她轻轻放下。灵儿，你先在这歇会儿，千万别乱跑。灵儿乖巧的点点头。洛安拍了拍他的脑袋，转身走向那堆废墟，心里已经有了盘算。以前没本事，只能搭个茅草屋，现在不一样了，炼气9层，开山伐木，平整土地，不过是动动手的事。必须给老婆盖个带院子的新房，要大，要亮，最好再挖个池塘养鱼。他正规划着未来的蓝图，准备先徒手把废墟清理了。远处一个瘦削的身影就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洛安，洛安，不好了，出大事了！来人是杂医院的管事林峰，一个40来岁、身材微胖的中年人，也是这3年里少数没给过洛安白眼的。此刻，他那张憨厚的脸上写满了焦急，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洛安心中一凛，面上却不动声色。林管事，怎么了？这么慌张？林峰抹了把汗，压低了声音：张狂生魂灯灭了，外门的执事长老马上就要亲自带人过来调查了。生魂灯，灯在人在，灯灭人亡。洛安倒没想到，张狂那种货色在宗门里居然还有这待遇。洛安，你小子怎么还在这里发呆？快跑啊！昨天张狂来药田，大家伙可是都看到的。虽然不信洛安有能力杀人，但早点跑路也可免受皮肉之苦。林峰一把抓住洛安的胳膊，做事就要把他往后扇拖。张狂那家伙虽然不是个东西，可他有个当外门执事的远房表哥，现在他的生魂灯灭了，他表哥周执事肯定要彻查。你被他撞见，有理都说不清。洛安心中一暖，反手扶住林峰，将他按在一旁的石凳上。林管事，你先歇口气。他的声音平静。林峰一愣，看着眼前这个和昨天判若两人的杂役，有些发懵。歇什么气？火烧眉毛了？周执事那人心眼小又护短。你，洛安没有慌乱，现在跑路才是最愚蠢的选择。一旦跑了，就等于不打自招，坐实了罪名。届时，整个青云宗都将再无他的容身之地。他感谢地看了一眼林峰，管事的好意，洛安记下了，但跑解决不了问题。说完，他不再解释，转身迅速行动起来。他先是一脚踹翻了门前的水桶，浑浊的泥水流了一地。随后，他抓起地上几块破碎的木板，在墙壁和地面上用力划出几道杂乱的交错痕迹，
伪造成碰撞的假象。做完这些，他又扯了扯自己的衣服，撕开一道口子，再往脸上抹了把泥。一套操作行云流水，看得林峰目瞪口呆。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洛安吗？洛安走进山洞，灵儿坐在一处石墩上，正好奇地望着外面。经过一夜的滋养，她气色好了许多，那张绝美的脸上，眼角的一颗泪痣更添几分楚楚动人之姿。灵儿，别怕。洛安走到她身边，柔声嘱咐：待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能出来，好吗？灵儿似懂非懂，但她能感受到洛安话语里的郑重。她用力点了点头，伸出小手紧紧抓住了洛安的衣角。安顿好灵儿，洛安走出山洞，看着一脸呆滞的林峰。林管事，你我都是杂役，在这青云纵活得像条狗，平日里受了多少气，你比我清楚。今天这事，若是我能扛过去，以后我洛安绝不会忘了你的情分。林峰看着洛安那双平静的眼睛，那里面没有半点畏缩与恐惧。他鬼使神差地点了下头。就在这时，几道强横的气息由远及近，迅速降临在这片偏僻的药田。为首的是一个山羊湖的中年男人，身穿青云宗执事长袍，眼神阴鸷，盛气凌人。他正是张狂的表哥周通。周通身后还跟着几个狗腿子般的外门弟子，一个个都想在新来的执事面前好好表现。周通的目光扫过一片狼藉的现场，最后死死地定在了洛安的身上。当他看到洛安身后从山洞口探出的灵儿时，眼中闪过贪婪和了然。他瞬间就为自己堂弟的死找到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你就是洛安？周通的声音冰冷，带着杀意。是你杀了张狂？一开口就直接给洛安定了罪。一股属于炼气7层的威压朝着洛安压了过来。若是昨天，洛安恐怕已经跪在地上开始讲解投降的艺术了，但现在这股威压落在身上也就那么回事。他的身体却恰到好处地晃了晃，脸上血色尽失，表情惊恐又无辜。执事大人明鉴，我没有杀人啊，是张狂师兄，他昨夜闯进我的屋子，看到我的妻子就要用强，我为了保护妻子才跟他拼了命。洛安声泪俱下，演技堪称炸裂。他指着地上的狼藉，悲愤地控诉：这些都是打斗的痕迹，我只是个凡人，哪里是张狂师兄的对手，只能拼死抵抗。最后他脚下没站稳，自己摔倒，头撞在了石头上，然后就不动了。我当时吓坏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周通身后的几个外门弟子听到这话都忍不住想笑。一个炼气3层的修士会被一个凡人逼得脚下不稳，自己摔死，这谎话也太抽象了。周通压下心头的杀意，嘴角扯出讥笑。好一个拼死抵抗，好一个失足摔死。他声音阴冷：那尸体呢？他向前一步，气势再次凌厉起来。洛安，我再问你一遍，张狂的尸体在哪？林峰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手心里全是冷汗。完了，这下要怎么圆？洛安的脸上适时地露出了慌乱，像是被戳中了要害，眼神躲闪，身体都开始发抖。是尸体。他支支吾吾，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我害怕，执事大人，我就是个凡人，哪里见过死人，我怕事情败露，宗门会怪罪我，所以我趁着天黑就把张狂师兄的尸体给什么了？周通厉声喝问。扔到后山乱葬岗了。洛安一口气喊了出来，喊完就肩膀一耸一耸地，像是在哭。乱葬岗。此话一出，周通先是一愣，随即放声狂笑起来，笑声中充满了鄙夷和狠毒。哈哈哈哈！好一个乱葬岗！他指着地上的洛安，对着周围所有人大声道：你们都听到了，此子将同门的尸骨扔进乱葬岗，任由妖兽啃食，此等行径歹毒至极，简直丧心病狂。就在周通准备下令将洛安就地格杀时，地上的洛安却抬起了头，他脸上挂着泪痕，眼神里满是茫然，就像一个做错了事却完全不知道错在哪的孩子。执事大人，乱葬岗不就是扔死人的地方吗？我只是个杂役，我以为那地方就是咱们宗门处理垃圾的地方。我错了吗？难道要把张狂师兄的尸体一直摆在我家里吗？洛安说着，还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那破败的茅屋。他都臭了啊！周通的脸色阴沉，他怒喝一声：来人，给我把他拿下，带回执法堂严刑拷打。是。2个外门弟子立刻上前，狞笑着伸手抓向洛安。洛安连连后退，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一声呐喊：我说的都是真的，张狂师兄不仅想欺辱我的妻子，他还说……洛安的话说到一半，突然像意识到说错了什么，猛地捂住嘴，眼神里满是惶恐。这个小动作成功把所有人的好奇心都吊了起来。周通眉头一皱，他还做什么了？
洛安支支吾吾，一副打死我也不说的样子。说！周通不耐烦地喝道。洛安这才颤抖着，用蚊子般的声音小声嘀咕。他还说他每个月课扣下来的那些杂役阅历，有一半都孝敬给了宗门上层，让我在宗门里识香点。此话一出，全场死寂。周围不知何时已经聚集了不少闻讯赶来的杂役弟子，他们听到克扣阅历4个字，眼神立马就不对劲了。早就觉得每个月的灵米和碎灵石对不上数，原来是被张狂这狗东西给贪了，而且背后还有人撑腰。至于这个上层是谁嘛，似乎也不需要解释了。一时间，所有杂役弟子看向周通的目光都带上了怀疑和愤恨。周通的脸色变了又变，他想杀人，这个废物竟然敢当众给他上强度。你血口喷人！周通气得浑身发抖。就在这时，一个憨厚的声音从人群中响起：周执事，洛安他说的或许是真的。众人循声望去，只见杂役管事林峰从人群里走了出来。他对着周通拱了拱手，然后转向众人，声音大了几分：我可以作证，张狂平日在杂役院就横行霸道，克扣阅历，欺辱同门，早已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林峰豁出去了。他看着被逼到绝境的洛安，想起了他刚才那番话，一股热血涌上心头。反正烂命一条，今天就赌一把。对，我也能作证，上个月我的灵米就少了2斤，还有他上次还抢了我刚领的疗伤药。一个人的出头点燃了所有被压迫已久的杂役弟子的怒火。一时间，群情激愤，对张狂的控诉声此起彼伏。周通彻底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他眼中的蝼蚁，3言2语竟然就煽动了众怒，把局面搅成了这样。周围那些杂役的眼神看得他后背发麻。现在他要是再强行偏袒张狂，抓走洛安，恐怕会立刻激起哗变。克扣阅历，这事可大可小，如果只是张狂一人所为，那是小事，可一旦和他扯上关系，那就是执事监守自盗。这罪名就算他是外门执事也吃罪不起。他死死盯着洛安，恨不得用眼神将这个满嘴喷粪的废物千刀万剐。但他知道现在不能动手，越是愤怒他越要冷静。周通胸口剧烈起伏，最终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此事定性为意外。说完，他剐了洛安一眼，带着他的人拂袖而去。一场足以致命的危机就这么被洛安兵不血刃地化解了。众人散去后，林峰擦了把额头的冷汗，走到洛安面前，脸上还带着后怕。洛安没有多言，只是对着林峰深深一拜：多谢林管事仗义直言，今日之恩，洛安没齿难忘。哎，算了，我也是赌一把。林峰摆摆手，看着洛安，眼神复杂：你小子以后好自为之吧，这件事不会这么轻易了结的。洛安没有多言，只是将这份情谊记在心里。目送林峰离开，洛安转身看向山洞的方向，那里有道身影正紧紧抓着洞口的岩石，担忧地望着他。洛安的眼神柔和下来，露出笑容。他走到洞口，很自然地牵起他冰凉的小手，将他从山洞里拉了出来。没事了，坏人被我骂跑了。洛安抬起另一只手，用拇指轻轻摩挲着他光洁的脸颊，感受着那细腻与滑嫩。吓坏了吧？看看我们灵儿，脸都白了。灵儿被他亲昵的动作弄得有些无措，脸颊上飞起一抹红霞，长长的睫毛轻颤，却并未躲闪，只是小声地嗯了一下。洛安看着他这副任君采撷的娇羞模样，心中豪情万丈。哎，小日子过得好好的，总有苍蝇来打扰，看来这破茅屋是住不了了。灵儿，等老公给你盖个大豪私住住。几日后，林间深处一座崭新的木屋拔地而起，屋前用削尖的木头围起了篱笆小院，院里甚至被洛安挖出了一个蓄水坑，只待雨季来临，便能引水成池，主打一个未来可期。此刻，洛安盘膝坐在木床上，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他体内的灵力已经充盈到了一个离谱的程度，浑厚磅礴。可那道通往筑基期的壁垒，无论他的灵力如何冲刷，都纹丝不动，甚至连涟漪都不曾泛起。他妈的，再来！洛安一咬牙，灵力再次凝成一股螺旋，对着那层看不见的屏障狠狠撞了过去。轰！体内一声闷响，他整个人浑身巨震，眼前一黑，喉头涌上一股腥甜，凝聚的灵力瞬间溃散，又变回一盘散沙，重新回到经脉里。又失败了，这几天里不知道是第18次还是第28次了。系统，你最好给我个解释。洛安在心里咆哮，我这灵力储备结合金丹都绰绰有余了吧，为什么连个筑基的门都摸不到？你给的混沌道体是拼夕夕版本吗？宿主为鸿蒙道种，自身无法独立结果。系统的机械音响起，洛安直接懵逼，什么叫无法独立结果？你搁这儿跟我玩什么哲学呢？
说人话。宿主需借助神级土壤道侣才能开花结果，诞育子嗣。每次结果，道种将获得反哺，实现质的飞跃。洛安听完傻了，他呆坐在床上，脑子里嗡嗡的，半天没吱声。感情我就是个播种的，我的变强方式不是闭关，不是顿悟，不是嗑药，是生娃。这是什么修仙？他不用像小说主角那样山洞闭关几百年，出山就是龙傲天。他的变强之路从一开始就和女人和家庭焊得死死的。这特么是不是有点爽的没边了？他下意识地看向院子，灵儿正蹲在地上，用一根小木棍聚精会神地戳蚂蚁窝。一想到自己的未来全压在他以及未来可能更多他的肚子上，洛安就一阵心焦。他的道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人的道。灵儿似乎察觉到他的视线，也可能是蚂蚁窝不好玩了，他丢掉木棍，哒哒哒跑进屋。他看见洛安坐在床边，拧着眉，满脸的 emo。他不懂发生了什么，但他学着洛安安慰他时的样子，走到他身边，伸出小手，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洛安，不高兴？声音软软糯糯，带着点担忧。洛安摇了摇头，嘴角扯出一个难看的笑。灵儿歪了歪脑袋，他似乎在很认真的思考，要用什么方法才能让洛安重新高兴起来。下一刻，在洛安错愕的注视下，他小小的身子带着馨香，爬到他身前，然后笨拙地跨坐在了他的腿上。紧密相贴的温软与惊人的弹性，让他整个人都僵了一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张绝美脸蛋就在眼前放大。他微微扬起下巴，柔软的唇瓣印在了洛安的嘴唇上。洛安看着他的小脸，破防了。之前所有的烦躁、不安、对未来的焦虑全都烟消云散。我真是钻牛角尖了。一个人苦修有什么意思？就算天下无敌，孤家寡人一个又有什么意思？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不比什么大道独行要顶10000倍。既然一个人卷不动，那就让家这个整体一起变强。他的路不是修仙，是经营，经营一个遥遥领先的无敌家族。去他的个人英雄主义，老子要当的是这个无敌家族的话事人，是所有天骄和女帝的爹。谢谢你，灵儿。他伸出臂膀，一把将腿上的娇小人拥入怀中，然后低下头，狠狠地吻了回去。既然路已经如此明确，还等什么呢？正事得抓紧办了。夜色渐深，月光透过窗棂洒下一地清辉，木屋内的烛火摇曳，将2道交叠的身影拉得长长的。一夜春色满屋。次日清晨，洛安不再纠结个人突破，开始仔细研究自己的混沌道体。他发现这体质除了能打，还附带隐藏功能。他呼出的气息，散发的体温都蕴含着微弱的混沌之气。这股气息对周围的生命环境竟有着潜移默化的改造神效。洛安走到院子角落，那里有一株快要枯萎的小草，是灵儿坠落那天幸存的半生植物，被他顺手移栽了过来。他蹲下身，对着小草吐出一口浊气。奇迹发生了，那一口灰蒙蒙的混沌之气融入了小草体内，原本枯黄卷曲的叶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舒展开来，重新变得翠绿欲滴，充满了生机。更神奇的是，在草叶顶端，一片全新的嫩芽破土而出，那嫩芽竟是奇异的淡金色，一股若有若无的能让人心神安宁的香气从嫩芽上散发出来。洛安小心翼翼地摘下金色叶子，回到屋里，找个干净的木碗，倒上清水，将叶子泡了进去。很快，整碗水都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灵儿，来喝口神仙水。洛安把碗递到灵儿面前，灵儿很听话，接过碗，咕咚咕咚几口就喝完了，还可爱地咂了咂嘴，似乎味道相当不错。喝完水没多久，一股倦意袭来，他打了个哈欠，靠在洛安身边，睡得格外香甜。洛安能感觉到他身上那股偶尔会因自我保护而溢出的寒气似乎彻底消失了。检测到道侣神魂得到滋养，体质优化，受孕环境大幅改善。因宿主混沌道体的滋养，道侣体质特殊，胎儿发育将远超常人，请宿主提前做好准备。预计第一个蕴含混沌道体与天命神体的子嗣即将诞生。系统的提示音让洛安露出了老父亲般的微笑，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几日之后，洛安刚打完一套自创的混沌王八拳，就看到灵儿捂着嘴从屋里冲了出来，蹲在院子边上干呕。他的脸色有些苍白，身体也看着虚弱了不少。洛安先是一愣，随即心中狂喜，但很快喜悦就被担忧取代。孕吐，这是有反应了。可问题也来了，普通食物里的能量已经完全无法满足他和腹中那个混沌道种2代的营养需求了。他需要灵药，真正的天才地宝。不行，得想办法搞点好东西补补。洛安看着院子里无精打采的灵儿，眼神愈发坚定。可他翻遍全身，除了几块在张狂尸体上摸出来的碎灵石，再无他物。去哪儿弄灵药？
灵儿的孕吐越来越严重，一开始只是干呕，现在是看到油腻的东西就犯恶心，整个人都清瘦了一圈。洛安用自己那点可怜的混沌之气催生出来的金色嫩芽泡水，也只能勉强维持他的精神，补充营养是别想了。他算是看明白了，他老婆肚子里怀的根本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这哪是孩子，这分明是个行走的灵气黑洞，普通食物的能量塞牙缝都不够。再这么下去，孩子没生出来，老婆先给吸干了。青云宗主峰之巅，此处名为揽月崖，是宗门灵气最为浓郁的圣地之一。平日里哪怕是内门弟子没有师长传召，也绝不敢靠近崖顶100丈之内。崖边云海翻腾，松涛阵阵，一道白衣身影静静盘坐，气质清冷的不似凡尘中人。他有一张足以让天地失色的绝美容颜，眉目如画，肌肤胜雪，一头乌黑如瀑的长发直至那挺翘的臀峰才堪堪停住。他身着一袭素净的白色宗门长袍，这种为了方便弟子修行的服饰本该是禁欲而清冷的款式，可穿在他身上却愣是被那傲人的身段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度。宽大的衣袍在其胸前被撑起2座巍峨圣洁的雪山，轮廓饱满的惊人，仿佛稍有动作便会裂衣而出。随着他平稳悠长的呼吸，那片令人不敢直视却又忍不住用余光偷瞄的绝美风景，她便是青云宗所有男弟子心中只可远观的白月光，内门大师姐柳若曦。此刻她那双眸子正微微蹙起。奇怪，她轻声自语，声音清冽如泉。就在刚才，她修炼之时察觉到宗门内的天地灵气出现了极其微弱却又无比纯粹的异常流动，这股流动很隐蔽，若非他天生对灵气敏感，根本无法察觉。它不像是强者修炼引发的灵气漩涡，倒像是一块海绵在持续不断地吸收着游离的灵气，源头似乎在后山杂役弟子居住的方向。柳若曦心生好奇，杂役院那种灵气稀薄之地能出什么人物？是哪位前辈高人在此隐居，还是有什么天才地宝即将出世？出于对大道的探求之心，他站起身，身影一晃便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后山方向掠去。不多时，他便悬停在一片山林的上方，收敛了所有气息，目光落向下方一处新建的木屋。让他感到好奇的灵气源头正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他本以为会看到什么惊天动地的场面，结果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幅让他有些错愕的画面。木屋前的小院里，一个身穿粗布麻衣的青年正蹲在地上，手里端着一个粗糙的木碗，像是在哄孩子一样，对着一个绝美的女子柔声细语：乖，灵儿，再喝一口，你看你这几天都瘦了，这灵米粥最有营养，对宝宝好。洛安满脸写着为父不易，碗里是他用最后几块碎灵石换来的灵米熬成的粥。灵儿皱着小鼻子，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显然对这清汤寡水的东西没什么兴趣，水灵灵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洛安身后挂着的一块风干肉，那小模样又可怜又好笑。洛安叹了口气，心里把肚子里那个未成型的娃骂了800遍。小祖宗，你妈怀你之前给啥吃啥，好养活得很，怎么一有你口味就这么刁了？你爹我上辈子是刨了你家祖坟吗？一口粥。洛安伸出一根手指，表情严肃，换晚上给你烤一整只鸡腿，怎么样？听到鸡腿2个字，灵儿的耳朵动了动，但她依旧不为所动。2只。洛安加码。灵儿终于转过身来，漂亮的大眼睛里写满了纠结。她看看洛安手里的粥，又看看他，最后还是不情不愿地凑了过去，樱桃小嘴小小的抿了一口。洛安顿时如释重负，脸上笑开了花，替他擦去嘴角的米粒，动作温柔。忽然他动作一顿，灵儿竟是微微偏头，用那柔软温热的唇瓣将他的指尖轻轻含了进去，小巧的舌尖湿润有力，轻轻舔舐了起来。那酥麻的触感让洛安身体微微一哆嗦。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2人身上，岁月静好，连时间都慢了下来。隐藏在云层后的柳若曦彻底愣住了，他认得那个青年，洛安，宗门里出了名的修仙绝缘体，守了3年药田都无法引气入体的废物。传闻他走了狗屎运，不知从哪捡了个痴傻的美貌凡女当媳妇，终日厮混，不思进取，早已是宗门上下公认的笑柄。可眼前的景象却与传闻大相径庭。那个被所有人嘲笑的废物，眼神清澈，举止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沉稳。他看着那女子的目光里没有丝毫欲望，只有纯粹的宠溺和温柔。而那个女子柳若曦的目光落在灵儿身上，心神微微一震，好美，那是一种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美。肌肤银白如玉，五官精致的像是神明最完美的杰作，尤其是那双眼睛干净的像一汪清泉，倒映着整个天空。更让他心惊的是，这女子身上隐隐流淌着一种让他都感到心悸的尊贵气息。这绝不是什么凡女，可她偏偏又没有一丝修为在身，一个传闻中的废物，一个身份神秘的绝色女子。
一幅与这个弱肉强食的修仙界格格不入的温馨画面。柳若曦感觉自己的认知受到了冲击，传闻到底有几分是真的？这个洛安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就在他思绪万千之际，下方那个正温柔笑着的青年像是感应到了什么，忽然抬起头，朝着他隐藏的方向看了一眼，那眼神平静如深潭，一扫而过，仿佛只是无意间的一瞥。随后他又低下头，继续哄着他的妻子。可柳若曦的心脏却猛地一跳，他引以为傲的脸悉数成了一个笑话。他感觉自己从里到外都被那道目光看了个通透。柳若曦却再也无法平静，他脑中闪过无数念头，一个看似最荒谬却也最合理的解释浮现心头。这洛安或许根本不是什么废物杂役，而是一位来宗门体验红尘磨砺道心的隐士高人后代。他不是不争，而是不屑于争。想通了这一切，柳若曦再看下方那平凡的炊烟生活，顿时觉得处处透着玄机，充满了大道的韵味。一个实力强大却甘于平凡、温柔照顾家人的男人，这与他见过的所有为了名利打生打死的天骄截然不同。这个洛安身上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柳若曦美眸中闪过一丝异彩，他决定要将此事上报师尊。不，还是算了，这等游戏红尘的高人最忌打扰，自己还是悄悄观察，或许能从中领悟一二。他收回目光，悄然离去，只是那道平静深邃的眼神却已在他心湖中留下了一圈圈久久不散的涟漪。实际上洛安并没有关注到柳若曦，他的注意力都在灵儿身上。刚才的回头是系统来了提示，叮，检测到优质道侣候选人，姓名柳若曦，体质青云灵体，极品灵体，可2次觉醒为神体。气运青色华盖，伴有凤鸣之音，乃一宗气运所中。综合评价优良，建议纳入后宫，为鸿蒙祖龙气运增添护道分支，大幅提升整个家族的悟道属性。洛安的眼角抽了抽，心里忍不住吐槽，好家伙，这大师姐身材是真顶，隔着这么远都感觉压迫感十足。不过这偷窥的习惯可不好啊。他看了一眼系统面板上对柳若曦的分析，摸了摸下巴。青云灵体听起来就很厉害的样子，系统连下一代的天赋都规划好了，真是专业的家族规划师。为了家族的未来，看来有必要找个时间跟这位尊敬的大师姐好好地深入的切磋一下剑法了。这天洛安在青云山下的镇上采买的生活用品后，天色已渐黑。推开篱笆院的门，一股焦味扑面而来。院子里灵儿正撅着小屁股蹲在火堆前，小脸被火光映得通红，手里拿着一根烧得黢黑的树枝，正翻动着火里的一块黑炭。那块黑炭正是洛安早上出门前特意挂在屋檐下风干的上好瘦肉。看到洛安回来，他眼睛一亮，连忙丢掉手里的树枝，一头扎进他怀里，小脑袋蹭了蹭。洛安，声音软软糯糯，带着一点委屈和邀功。洛安哭笑不得，揉了揉他的脑袋，然后把他从怀里拉出来，走到火堆前。他用树枝扒拉出那块已经被烤成黑炭的肉，拿起来闻了闻。手艺有进步，外面虽然焦了，但闻起来里面应该还是生的，了不起。灵儿眨巴着大眼睛，不太明白这是夸奖还是批评，只是仰着小脸看着他。饿了？洛安问。灵儿点点头，白嫩的小手还摸了摸自己平坦的小腹，那里正孕育着两人共同的秘密。走进屋。洛安牵着他回到屋里，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打开一层又一层的油纸，里面是一只还冒着热气的烧鸡，这是他特意在山下镇子里买的。灵儿的眼睛亮了，所有的注意力都被烧鸡吸引了过去。洛安笑着撕下一只肥美的鸡腿递给他，看着他小口小口吃得满嘴是油的幸福模样，心里那点烦躁顿时烟消云散。夜深了，木屋外噼啪作响的篝火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吃饱喝足的灵儿心满意足，像只慵懒的小猫，整个人都挂在了洛安身上。他很喜欢洛安身上的味道，小脑袋在他胸膛上蹭来蹭去，温热的呼吸隔着薄薄的衣衫，吹得洛安有些心猿意马。洛安身子一僵，想把他稍微推开一点。这小妖精是真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魅力。他身上有一种天然的馨香，比任何灵药都好闻。此刻混着少女的体温，像一根羽毛，在他心尖上轻轻的挠。灵儿，坐好。洛安清了清嗓子，试图维持自己一家之长的威严。不要。灵儿嘟囔着，非但没松开，反而抱得更紧了。柔软的娇躯贴着他，一双小手还不老实地顺着他的腹部，带着好奇。灵儿想玩以前晚上玩的游戏。晚上的游戏就是自己在他身上拱来拱去，让他发出小猫般呜咽的那种。洛安身体绷直，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一把攥住了那只作乱的小手，入手滑腻温润，让他心脏又是一阵狂跳。洛安，他歪了歪头，语气里满是疑惑。为什么？你这里和我的不一样呀？洛安抬头，
对上灵儿那双纯洁无瑕的眼睛。他好像真的只是在进行一场学术探讨，研究小哥为何与他的身体构造截然不同。可那个灵儿，洛安的声音都有些变调了。为什么？灵儿歪着脑袋，满脸都是求知欲。为什么？这问题直接把洛安给干沉默了。他能怎么解释？说那里是家族传承的圣地，是未来鸿蒙祖龙气运的龙脉之源，是关系到万千子嗣能不能赢在起跑线上的禁区，未经许可不得擅闯。看着他那纯净的眼神，洛安感觉自己要是再多想1秒，都是对这份纯洁的亵渎。他是个血气方刚的正常男人，不是什么清心寡欲的圣人。更要命的是，灵儿身上那件朴素的麻布衣，因为他的动作，领口微微敞开，借着火光，洛安的视线不经意间一瞥，只看到一片晃眼的雪白和阴影。罪过，罪过！洛安赶紧移开目光，心里默念清心诀。不行，他肚子里还有娃呢，现在才刚怀上，万一动了胎气，自己找谁说理去？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的未来，我必须忍住。他正准备强行把这只粘人的小猫从身上扒拉下来，脑海里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警告：检测到宿主阳气浮动，心神不稳。洛安脸一黑，要你管！经检测，道侣体质为万古罕见的女帝神体，根基雄厚，孕育鸿蒙道种后，胎息稳如磐石，非外力不可伤。洛安愣了一下，啥意思？适度的阴阳调和可助道侣吸收宿主体内的混沌之气，反哺胎儿，有益于子嗣的早期发育，能有效提升后代出生时的初始根骨。系统的声音依旧是那么机械，但洛安听着却觉得这简直是天籁之音，还能有这种好事？他看向怀里还在蹭来蹭去的灵儿，他有些不满洛安的走神，抬起小脸，水汪汪的眸子凝视着他，嘴巴也嘟着，那纯真又诱人的模样，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洛安之前那点为人父的矜持和担忧，被系统这番科学严谨的解释给冲得一干二净。他紧绷的表情变成一个有些狡黠的笑容。灵儿啊，他伸出手捏住他小巧的下巴，让他看着自己。你知不知道你在玩火？灵儿歪了歪脑袋，清澈的眸子里写满了疑惑，显然没听懂这句暗示的话。洛安低笑一声，不再废话，拦腰将他一把抱起，大步走向那张铺着柔软兽皮的木床。哎，小日子过得好好的，何必逼我呢？既然你这么主动，为了我们孩子的健康成长，今晚为夫就勉为其难，亲自给你上一堂最高规格的胎教课。木床上的兽皮柔软而温暖，当洛安将灵儿放下时，他没有丝毫抗拒，只是睁着清澈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他。屋外的火光透过窗缝，将小屋内的一切都染上了一层暧昧的暖色。洛安俯下身，鼻尖几乎要触碰到他的，声音沙哑：课程现在开始。灵儿似懂非懂，本能地伸出双臂环住了他的脖颈。这个无声的邀请彻底点燃了洛安，他低头吻了下去。最初的触感柔软冰凉，但很快便被滚烫的热情融化。灵儿身体微微一颤，环在他脖子上的手却收得更紧。他不懂这陌生的感觉，只觉得一股酥麻的暖流由下至上传遍全身。衣衫被轻易褪去，露出那具在火光下银白如玉的娇躯。灵儿发出嘤咛，眉头轻轻蹙起。洛安动作停止，灵儿立马摇了摇头，鼓励的眸子里蒙上一层水雾，迷离而动人。嘎吱吱呀！洛安亲手搭建的木屋里，那张木床正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洛安脑门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系统诚不欺我。这哪里是阴阳调和，这分明是混沌开天。他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混沌之气正通过一种玄之又玄的连接，源源不断地涌入灵儿体内。而灵儿那深不可测的神体，就像一个饥渴了亿万年的黑洞，贪婪地吸收着这一切。更离谱的是，这些被吸收的混沌之气，在他的体内经过一番奇妙的转化后，又有一股更加精纯的生命能量反哺回他的身体，滋养着他。叮！检测到鸿蒙道种正在吸收纯粹混沌之气，子嗣根骨获得微量提升，宿主混沌道体与道侣神体产生深度共鸣，灵力淬炼度提升，肉身强度微量提升。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让洛安差点没绷住，嘴都快咧到耳根子了。这双人修炼效率比他一个人打坐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去他的大道独行，去他的苦修万年，这才是修仙的真谛啊！一夜酣战，不，一夜高强度的胎教过后，洛安只觉得神清气爽，浑身都充满了力量。他舒展了一下身体，浑身骨节便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脆响。这并非劳累过度的酸痛，而是一种力量满溢、筋骨重塑后的舒畅。他能感觉到经脉中奔腾的灵力比昨日凝实了不止1分，混沌道体的每一寸肌理都在那场与神体的深度交融中变得更加坚韧。双修，古人诚不我欺啊！老婆孩子热炕头，实力还能嗖嗖往上涨，这才是人间正道。他转过头看向身侧，
柔软的兽皮上，灵儿睡得正香，如瀑的青丝散乱铺开，衬得那张精致无瑕的小脸愈发诱人。许是昨夜太过投入，她的小脸此刻还带着一抹醉人的酡红，长长的睫毛如同蝶翼，随着呼吸微微颤动。薄薄的兽皮被子被她不安分地踢开了一角，恰好滑落至腰际，露出了大片银白如玉的肌肤。洛安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俯身在她光洁的额头上轻轻啄了一下。灵儿被他弄得有些痒，小鼻子皱了皱，从沉睡中悠悠转醒。他睁开那双水气氤氲的眸子，看见是洛安，便很自然地伸出2条雪白滑腻的藕臂，环住了他的脖颈，小脑袋在他结实的胸口蹭了蹭。声音软糯，带着刚睡醒的沙哑，像小猫的爪子，挠得洛安心尖发痒。好，我这就给你去做灵米粥。洛安笑着，大手顺势滑下，在那挺翘的曲线上轻轻拍了一下，手感惊人。可怀里的灵儿却摇了摇头，小手抓得更紧了。不吃那个。他嘟着樱桃小嘴，显然对寡淡的灵米粥产生了抗拒。他歪着小脑袋，像是在努力回忆什么，然后伸出一根白嫩纤细的手指，在洛安的胸口有一下没一下的画着圈圈，带来阵阵酥麻。想吃红色的，圆圆的，外面亮晶晶，里面酸酸甜甜的那个。他描述的断断续续，词不达意，但洛安却瞬间明白了。红色的，圆圆的，亮晶晶，酸酸甜甜，这描述不就是冰糖葫芦吗？俗话说酸儿辣女，自家这还没出世的小祖宗，看来是个带把的。灵儿见他发愣，又用小脑袋拱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要吃那个，就要吃那个吗？好好好，吃那个，吃那个。洛安被他磨得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举手投降。看着他满是期盼的清澈模样，洛安的心都快化了。别说只是区区冰糖葫芦，他就是要天上的月亮，自己也得想办法给他捅下来。乖乖在家里等我，哪儿也别去，知道吗？洛安安抚好灵儿，这才转身朝着山下小镇的方向走去。他不知道，就在他离开后山那片区域，进入外门弟子活动范围时，一双阴鸷的眼睛已经锁定了他。外门执事堂内空气压抑，周通的脸色阴沉。自从那天在洛安的破茅屋前吃了大亏，他体恤下属、坚守自盗的名声已经在整个外门传开，甚至内门都有所耳闻。现在那些平日里对他毕恭毕敬的外门弟子，看他的表情都变得有些古怪。这一切都是拜那个叫洛安的废物所赐，一个杂役竟敢当众给他上眼药，让他威严扫地。每当他闭上眼睛，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洛安那张看似无辜实则可恶的脸，以及那个美得不像话的女人。一想到那个女人的容貌，周通就感觉腹中升起一股燥热的邪火。那羊脂白玉般的肌肤，那玲珑起伏的身段，尤其是那副不谙世事、人人采撷的纯真模样，简直是男人最完美的玩物。凭什么？他心中怒吼，一个连气感都没有的废物，凭什么能夜夜享用那样的角色？他好几次都想直接冲到后山，将洛安的四肢一寸寸打断，再把那个女人抢回自己的洞府，让她在身下哭泣求饶。可一想到那天杂役们群情激愤的场面，他又强行把这股冲动压了下去。在宗门里，他不能明着动手。周执事，那小子下山了。一个跟班弟子匆匆跑进屋，一脸谄媚的禀报。哦。周通的身体微微前倾，脸上浮现出扭曲的笑意。机会终于来了。宗门之内有规矩束缚，可一旦出了宗门，那便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死一个毫无背景的杂役，尤其是在宗门外的荒山野岭里被妖兽啃了，或是不慎失足跌落山崖，谁会去追查？他一个人。周通问道，声音因兴奋而有些沙哑。就他一个？看方向是去山下的凡人镇子了。很好。周通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袍，脸上的笑容愈发森然。召集几个人，我们也下山逛逛。他要让那个废物在绝望和痛苦中死去。青云山下的方士人声鼎沸，充满了与山上清冷截然不同的烟火气。洛安熟门熟路地穿过几条街，最终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个卖糖葫芦的老伯。红彤彤的山楂裹着晶莹剔透的糖衣，在阳光下闪着诱人的光。洛安直接包圆了老伯剩下的所有糖葫芦，用一张巨大的荷叶包好，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做完这一切，他没有多做停留，转身便朝着回山的路走去。他能感觉到，从他进入方室开始，就有几道不怀好意的气息不远不近地追着他。他不用猜也知道是谁。洛安的脸上没有任何变化，依旧是一副急着回家给老婆送零食的寻常模样，只是他抱着糖葫芦的手更稳了。山路逐渐变得偏僻，周围的行人也越来越少。当他走到一处林木幽深的隘口时，前方的路上出现了3道身影，挡住了他的去路。为首之人正是周通，他双手抱胸，一脸戏谑，身旁2个练气5、6层的外门弟子也是满脸狞笑，摩拳擦掌。洛安，
我们又见面了。周通的声音带着一种猫捉老鼠的快意。洛安停下脚步，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先低下头，调整了一下怀里糖葫芦的位置，确保那脆弱的糖衣不会被压坏。做完这个动作，他才缓缓抬起头，目光平静地扫过挡在面前的三人，最后落在周通那张满是得意的脸上。他轻轻叹了口气，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唉，何必呢？好好修行不行吗？今天你们全是活到头了，死到临头还敢嘴硬。周通身边一个尖嘴猴腮的弟子怒喝一声，想要在执事面前表现，一个废物也敢跟周执事这么说话，我先废了你。话音未落，他身形一晃，炼气5层的灵力鼓荡，一爪带着破空声直取洛安的咽喉。周通抱着双臂，脸上露出残忍的笑容，等着看好戏。然而下一刻，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面对这凶狠的一爪，洛安甚至连怀里的糖葫芦都没放下，他只是随意地抬起了另一只空着的手，后发却先至。啪！一声清脆到极点的耳光声响彻了整个山林。那名气势汹汹的弟子整个人身体在半空中旋转了720度，伴随着满口牙齿的飞溅，横着飞出了10几米远。轰的一声撞在一棵需要2人合抱的大树上，软软的滑了下来，身体抽搐了2下便再无声息。整个隘口刹那间陷入了一片死寂。周通和剩下那名弟子脸上的狞笑还凝固着，瞳孔里却充满了无边的惊骇。洛安收回手，像是掸了掸灰尘，依旧用那平静的目光看着周通，缓缓开口：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你打算怎么死了吗？周通和他仅剩的那名心腹脸上的表情彻底僵硬，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同伴的身体如同一个破麻袋从粗壮的树干上无力地滑落，脖子以一个诡异角度扭曲着，生机断绝。一个炼气5层修士就这么被一巴掌扇没了，这死法简直离谱。洛安站在原地，连脚步都没有挪动半分，甚至呼吸的频率都没有丝毫改变。他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赶走一只嗡嗡叫的苍蝇。他低下头，检查了一下怀里用荷叶包好的糖葫芦，调整了一下更稳固的姿势，生怕刚才的动作会把糖葫芦脆弱的糖衣给震碎了。唉，他轻轻叹了口气，像是为打扰了这份宁静而感到惋惜。他抬起头，目光重新落回周通的身上，眼神平静。周通脸上肌肉抽搐，惊恐迅速被狗急跳墙的暴怒所取代。他无法接受自己堂堂执事竟然会被一个传闻中的废物吓住。你根本不是杂役，你隐藏了修为。周通的声音嘶哑尖利，状若疯魔。你究竟是谁？他不再有任何保留，体内炼气7层的灵力轰然爆发，衣袍无风自动，强大的灵压卷起地上的枯叶，疯狂地朝着洛安席卷而去。我不管你是谁，今天你都必须死在这里。他单手掐诀，一柄青光闪烁的短剑从他的储物袋中飞出，悬停在他身前。下品灵器追风剑，这是他积攒了数年功绩才换来的宝贝，锋利无比，是他最大的倚仗。去！随着他一声厉喝，追风剑发出一声轻鸣，化作一道刺目的青色电光，撕裂空气，带着一股斩断一切的气势，直刺洛安的眉心。剑锋位置激起的劲风已经吹得地上的落叶疯狂卷动，洛安的眉头终于皱了起来。他不是因为那柄气势汹汹的飞剑，而是因为那股剑风吹得他怀里包裹糖葫芦的荷叶边缘哗啦啦的作响。万一吹跑了，灵儿还在家巴巴的等着呢。就在追风剑即将触碰到他额前发丝的刹那，洛安的身影在原地变得模糊起来，一道残影还维持着抱着糖葫芦的姿态留在了原地。噗！追风剑穿透了那道残影，凌厉的剑气去势不减，狠狠地斩在了后方的地面上，离开了一道深达数尺的狰狞沟壑。一击落空，周通的心脏猛地一缩，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寒意淹没了他。他还没来得及召回飞剑，一道平淡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说了，别吵到我。洛安不知何时已经鬼魅般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近在咫尺。他甚至能从洛安的身上闻到一股淡淡的酸甜气息，死亡的威胁与食物的香气如此诡异地交织在一起。他想后退，想呼喊，想召回飞剑护体，但身体的反应完全跟不上思维的速度。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洛安伸出了右手，食指和中指并拢，随意地迎向他那柄去而复返斩向洛安脖颈的追风剑，用手指去接灵气。他疯了吗？这个念头刚刚在周通脑海中闪过。叮！一声金铁交鸣的脆响，周通引以为傲的追风剑被2根手指稳稳地夹住了。剑身剧烈地震颤，发出不甘的嗡鸣，却无法再前进分毫。周通的下巴都快要惊掉了，这怎么可能？这可是灵气，削铁如泥的灵气，他的肉身是什么做的？玄铁吗？没等他想明白，咔嚓，又是一声更加清脆的声响。在周通骇然欲绝的注视下，
追风剑的剑身从被夹住的地方应声而断。洛安松开手，任由那半截断剑无力地掉落在地，他手里只剩下了一个光秃秃的剑柄。他将断柄在手里掂了掂，然后拿着那个断裂的剑柄，在周通已经完全失去血色的额头上轻轻地敲了一下，动作轻柔的，像是在敲一个熟透的西瓜。想听听声音。咚一声闷响，周通身体猛地一震，他双目圆瞪，眼中的神采迅速消散，换来一片死寂的灰白，直挺挺地向后倒去。至死，周通脸上都保持着那副活见鬼的表情，不明白自己到底招惹了一个什么样的存在。饶命，前辈饶命啊！只剩下最后一个跟班弟子，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身体筛糠般抖动，一股骚臭的液体从他的裤裆下迅速蔓延开来，在地面上留下深色的印记。洛安瞥了他一眼，都懒得动手。数百丈之上的云层之中，柳若曦一袭白衣静静悬浮，她那张清冷绝美的容颜上此刻写满了震撼。道心巨震，他原本只是出于对大道韵味的好奇，想看看这个隐世高人洛安到底有什么秘密，结果他看到了一场颠覆他三观的大戏。一巴掌扇死炼气5层，2根手指折断下品灵气，最后用断掉的剑柄轻轻一敲，就让一名炼气7层的外门执事生机断绝。那不是普通的杀人手法。在柳若曦看来，洛安最后那一下没有动用任何灵力，却蕴含着一种他无法理解的道语理。那轻轻一敲，竟是隔着皮肉与骨骼，直接震散了周通的神魂。一个甘愿在杂役院蹉跎3年，温柔体贴照顾一个痴傻凡女的男人，实力深不可测，杀人却只用最简单最直接方式的高人。他不是不屑于争，他根本就是站在另一个维度，俯瞰着宗门里这些幼稚的争斗。柳若曦忽然觉得宗门里那些被誉为天骄的师兄弟，他们为了资源，为了名声打生打死的模样，在洛安面前就像是一群争抢糖果的孩童。柳若曦感觉自己的心跳不受控制的加快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在他心湖中漾开。就在他心潮起伏之际，下方那个刚刚清理完垃圾的青年正弯下腰，将2具尸体上的储物袋摘了下来，挨个掂了掂分量，满意的点了点头。他甚至还顺手撕下周通衣袍的一角，擦了擦自己那2根折断飞溅的手指。做完这一切，他忽然抬起头，目光投向了柳若曦藏身的这片云层，那眼神平静无波，却像2把无形的利剑，刺破了云层的遮掩和他的脸悉数。柳若曦浑身一僵，一股被看穿的窘迫感让她白皙的脸颊泛起一抹微红。被发现了。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在这里也是，自己这点微末道行，在他眼中恐怕和一个站在面前的3岁孩童无异，再躲藏下去已经毫无意义，反而显得小家子气。柳若曦深吸一口气，强行平复下激荡的心绪，散去了脸悉数。他身形一动，如同一片洁白的羽毛从云端缓缓飘落，白衣胜雪，裙摆飞扬，那本就宽大的宗门长袍根本无法掩盖住他胸前的饱满，随着他下落的动作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他轻盈地落在洛安与那3具尸体之间，空气再一次变得微妙起来。一个是亲眼目睹杀人夺宝的内门大师姐，一个是刚刚行凶完毕，手上还沾着血的人形凶器。洛安看着眼前这个突然出现的绝美女子，脸上没有任何意外，心里暗道一声：嚯，未来老婆来了，这身材，真材实料。他歪了歪头，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从怀里的荷叶包中抽出了一串糖葫芦。他将糖葫芦举到女子面前，脸上露出一个温和无害的笑容。大师姐，来得正好，这刚出炉的糖葫芦，您是想尝尝咸的还是甜的？咸的还是甜的？这个问题让柳若曦的身体僵了一下。她，青云宗内门大师姐，宗主寄予厚望的亲传弟子，天资卓越的筑基后期修士，青云宗无数弟子心目中圣洁不可侵犯的女神，何时何地曾被人用这种如此接地气的方式问过话？眼前这个男人明明做着最血腥的事，语气却像是菜市场的大叔在问你要不要加点葱花。这种极致的反差让他那颗因见证了绝世手段而剧烈跳动的心一时间竟有些错乱。大师姐，救我，救我啊！他是魔头，那唯一幸存的弟子此刻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连滚带爬的朝着柳若曦的方向挪动，脸上涕泗横流。他以为大师姐的出现是正道的光，是来制裁这个杀人凶徒的。柳若曦秀眉微蹙，心中念头急转，思考着该如何应对，是该遵循宗门规矩，还是他还没来得及开口，洛安却先皱起了眉头。他只是想早点处理完现场，回家陪老婆吃糖葫芦，怎么总有人这么聒噪，还打扰他跟优质道侣候选人，不打扰他跟大师姐交流感情。他甚至没回头，只是反手随意的一挥，嗖，一道破空声响起，一枚被他从荷叶上撕下的一个小角
裹挟着一灰色气流撕裂空气。那名正在哭喊求救的弟子声音戛然而止，他的眉心多出了一个细小的血洞，整个人直挺挺地向后倒去，脸上还凝固着求生的渴望。至死他都没看清是什么东西杀了他，那是一片被洛安用巧劲弹出的荷叶碎片。整个隘口现在只剩下洛安和柳若曦2个活人以及一地的尸体，空气安静的可怕。柳若曦看着那具新添的尸体，心头再度掀起波澜。好快的速度，好精准的控制力，这已经不是修为高低的问题了，这是一种对力量的掌控，已经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他是在点醒我。柳若曦的脑中灵光一闪，他懂了。他杀人是行贤事，用的是雷霆手段，这是入世法。可他问我，却又带着甜的选择，这是出世心。他不是在问我想吃什么，他是在问我，面对眼前的杀戮与因果，我的道心作何选择？想通了这一层，柳若曦看向洛安的眼神变得愈发深邃和敬畏。不愧是游戏红尘的高人，一言一行皆含大道至理。他深吸一口气，胸前那2座圣洁雪山随着他心绪的激荡而微微颤动。他对着洛安郑重的躬身，行了一个90度大礼。多谢前辈指点。他的声音清冷，却带着明悟后的喜悦。红尘炼心，杀伐为表，本心为理，咸甜皆是味道，皆为世间法。弟子受教了。洛安，他拿着糖葫芦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他看着面前这个一本正经、满脸我悟了表情的绝美大师姐，脑子里打出一个问号。啥玩意儿？前辈指点，这都什么跟什么？我就是客气一下，问你要不要来一串，你怎么还给我上升到哲学高度了？他看着柳若曦那认真的模样，再看看他那因为激动而微微泛红的绝美脸蛋，心里忍不住嘀咕，文化人就是不一样，脑回路都这么清奇。洛安清了清嗓子，决定把话题拉回正常轨道。所以大师姐，你到底要不要？他晃了晃手里的糖葫芦，再不吃糖衣都要化了。柳若曦一怔，他看到洛安那清澈的眼神里面没有高深莫测，只有纯粹的催促。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好像想多了，前辈的意思可能真的只是在问自己要不要吃糖葫芦。一股窘迫感涌上心头，让他那雪白的耳根都染上了一层好看的粉色。他竟然当着前辈的面进行了一番自以为是的解读，太丢人了，这岂不是显得自己道心不稳，心性浮躁？为了掩饰尴尬，他伸出纤纤玉手，从那一大包糖葫芦里小心翼翼地取走了一串。那就要一串吧。他的声音比蚊子大不了多少。这就对了嘛。洛安满意的点点头，将剩下的糖葫芦重新包好，宝贝似的抱在怀里。然后他当着柳若曦的面开始熟练地处理现场。他没用什么惊天动地的法术，只是走到那几具尸体旁，不知用了什么法子，尸体和血迹就像被橡皮擦抹过一样迅速消融，连带着那股血腥味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在原地留下了几个干净的储物袋。他弯腰将储物袋捡起来，吹了吹上面的灰，随手丢进了自己的口袋。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熟练得令人可怕。柳若曦站在一旁，手里捏着那串红艳艳的糖葫芦，看得目瞪口呆。毁尸灭迹还能这么环保的吗，大师姐？洛安处理完一切，拍了拍手，转过身来。今天这事你就当没看见，怎么样？柳若曦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别说看见了，他现在甚至觉得周通这些人死得其所，能成为前辈道心之路上的垫脚石，是他们的荣幸。那就好。洛安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我得回家给我家灵儿送糖葫芦了，他还等着呢。大师姐你也早点回吧，这山里晚上不安全。说完，他抱着那包糖葫芦转身就走，步履轻快，像个完成采购任务急着回家的普通丈夫。只留下柳若曦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糖葫芦，红彤彤的山楂上裹着晶莹的糖衣，在夕阳的余晖下散发着甜甜的香气。他试探性地伸出丁香小舌，轻轻舔了一下，好甜。可他的心却比这糖葫芦还要甜上100倍。他脑海中不断回放着洛安离去前说的那句话，这山里晚上不安全，他是在关心我。柳若曦的心如同被投入了一颗石子的小鹿，砰砰乱跳，再也无法平静。夕阳染红了山道，给归途镀上了一层金色。洛安抱着一大包糖葫芦，脚步轻快，他脑子里全是自家那个小娇妻的身影，脚步也跟着快了几分。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一道娇小的身影从床榻上弹起。灵儿赤着雪白的小脚丫，鞋子都忘了穿，直直扑进他怀里。你回来了。声音闷闷的，带着委屈，小脑袋在他胸口拱了拱。洛安的心头一暖，空出手环住他纤细的腰，另一只手稳稳托着糖葫芦，在他柔顺的秀发上蹭了蹭。回来了，看给你带了什么。他低下头，灵儿仰着精致的小脸，
好奇地盯着他怀里用荷叶包着的大家伙，小巧的琼鼻轻轻翕动，好香，甜甜的。洛安被他这副馋猫模样逗乐了，他把灵儿带到床边坐好，自己半跪在他身前，小心翼翼地打开荷叶包，红艳艳的山楂果一串串整齐码放着，展现在灵儿眼前。哇！灵儿的眼睛亮了，她伸出小手，眼巴巴地看着洛安。洛安笑着抽出一串，递到他的唇边。灵儿伸出粉嫩的舌尖，在糖衣上轻轻舔了一下，甜意化开，她幸福地眯起眼睛，长长的睫毛颤动。甜，她含糊地说了一句，张开樱桃小嘴，啊呜一口咬下整颗山楂，酸甜的滋味在口腔中炸开，她满足地发出一声喟叹，小脑袋幸福地靠在洛安的肩膀上，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洛安静静看着她吃，什么女帝，什么神体，此刻在他怀里的只是他洛安的小妻子。灵儿很快吃完一整串，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角，水汽氤氲的眸子又望向了洛安。还想吃？洛安笑着问。灵儿点头，柔软的身体扭了扭，小手攀上他的脖颈，温热的身体主动地贴了上来。你喂我吃。声音软糯，带着撒娇的尾音，温热的呼吸喷在他的耳廓，痒痒的。他温软的胸脯有意无意地挨蹭着他结实的手臂。洛安身体一僵，一股热流从小腹窜起。这个小妖精，他喉结滚动，看着他红润的阴唇，那唇瓣因为刚吃过东西显得格外水润，还沾着点点晶莹的糖渍，在油灯下散发着诱惑。好，我喂你。他的声音带上了一丝沙哑。他拿起另一串糖葫芦，自己先咬下一颗。在灵儿纯净又疑惑的注视下，洛安低下头，擒住了那片柔软的唇瓣。灵儿的眼睛瞪圆了。下一刻，一颗山楂果带着他的体温被渡进他口中，唇齿纠缠，气息交融，霸道的男性气息混合着糖葫芦的甜香，攻占了他的所有感官。这比自己吃糖葫芦刺激太多了。灵儿的小脸肉眼可见地红到了耳根，再蔓延至雪白的脖颈。他的小手抓紧了洛安的衣襟，浑身发软，无力地依偎在他怀里。一串糖葫芦，两人用这种方式分食殆尽。茅屋内的温度节节攀升，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腻暧昧的味道。洛安的手顺着纤腰向上游移，正要攀上那座挺翘的山峰时，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骤然打破了满室的旖旎。洛安的动作停住，心里涌起一阵不悦。谁这么没眼力见？怀里的灵儿也受惊般的抬起头，从他怀里挣脱，迷离的眸子里还带着未退的水光。有人，他小声说，慌乱地整理着自己凌乱的衣襟。没事，乖乖待着。洛安在他唇上又啄了一下，安抚好他，才不情愿地起身开门。门外站着的正是杂役院管事林峰，满脸焦急。洛安兄弟，你可算回来了。一见到洛安，林峰松了口气。林管事，什么事这么急？洛安让开身子。林峰一脚踏进屋，就看到了床榻上的灵儿。只见少女青丝微乱，衣衫不整，一张倾国倾城的小脸绯红如霞，阴唇更是红肿水润，此刻正怯生生地看着他。林峰是个过来人，哪能看不出这是什么状况？一张老脸涨得通红，连忙尴尬地移开视线，嘴里不停地念叨：罪过，我啥也没看见，老林我眼瞎，啥也没看见。兄弟，你没事就好。林峰总算回过神来，他压低了声音，从怀里掏出几个油纸包好的馒头和一小袋灵米。这是这个月的月例，我给你送来了。洛安接过东西，看林峰那副坐立不安的模样，心里已经猜到了7、8分。出事了。林峰凑近了些，声音压得极低。周执事还有他那几个狗腿子，今天下午下山后就再也没回来。宗门里的生魂灯就在刚才全灭了。他说完，紧张地看着洛安。洛安没什么表情，只是淡淡的哦了一声，随手将那袋灵米放在桌上。山下妖兽那么多，说不定是他们运气不好，做了哪个畜生的夜宵。他随口说道，风轻云淡。林峰看他这副模样，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兄弟，这事没那么简单。林峰急得搓手，现在外门都传疯了，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信你，但别人不信。总之，你最近千万别下山，就在这后山待着，要什么我给你送来。多谢林管事。洛安笑了笑，这份情他记下了。他话锋一转，对了，林管事，我这灵米快吃完了，你也看到了，我那人他有了身孕，胃口不好，就想吃点有灵气的东西。宗门里有没有路子能弄到些好东西？林峰一听，面露难色。好东西，那都是要用上品灵石换的，是内门真传弟子才能享用的，咱们杂役院哪有那家底啊？他叹了口气，随即林峰一拍大腿，唉，对了，我想起来了，再过半个月就是宗门3年一度的青云大比了。青云大比，洛安挑了挑眉，
是啊，林峰激动起来，这可是咱们青云宗最大的盛事，不问出身，不问修为，只要是宗门弟子都能参加，是我等底层弟子一步登天的唯一机会。他越说越兴奋，唾沫横飞。而且这次的奖励听说丰厚到吓人，就说咱们外门比试前10名每人都能得100块中品灵石和1瓶聚气丹，要是能进前3，奖励翻倍。第1名据说能拿到1枚筑基丹和1株100年份的紫云草。紫云草这3个字让洛安的心动了，这可是绝佳的养胎圣品。至于那枚筑基丹，拿来换成灵石买其他天才地宝也是极好的。他抹撒着下巴，心里有了计较。林管事，这大比内门弟子也参加吗？那当然。林峰一脸向往，内门弟子的比试那才叫龙争虎斗，奖励更恐怖，听说前3名能直接获得进入剑种秘境参悟的资格。剑种秘境，大道碎片，好家伙，这不就是上门送温暖吗？洛安拍了拍林峰的肩膀，认真道：林管事，多谢了，这消息对我很有用。这青云大比他参加定了，不但要参加，所有的奖励他要打包带走。青云宗外门演武场，人声鼎沸，锣鼓喧天。1年1度的外门大比是所有外门弟子鲤鱼跃龙门的机会，也是宗门里难得的盛事。演武场边缘，临时搭建的报名处被挤得水泄不通。下一个，负责登记的弟子喊道。洛安从人群中挤了过去，递上自己的杂役身份牌。那弟子瞥了一眼木牌，再抬头看看洛安那身洗的发白的杂役服，脸上露出了讥笑。我没看错吧？一个管药田的杂役也想参加大比？他的声音不大不小，却足以让周围排队的弟子都听得一清二楚。噗嗤，这哥们儿是睡糊涂了吧？他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洛安，哦，我想起来了，听说前阵子他走了狗屎运，捡了个漂亮媳妇，想靠媳妇的枕边风吹进内门吗？哈哈，嘲讽声此起彼伏。洛安神色平静，淡淡的说道：宗门规矩，凡是宗门弟子皆可参加。还是说你的规矩比宗门还大？那弟子被噎了一下，脸色涨红，不情不愿地给洛安做了登记，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嘟囔：不知死活的东西，上去也是一轮游，浪费名额。洛安懒得理会这些人，拿回牌子，转身走向演武场。就在这时，人群中忽然起了一阵骚动。快看，是李晨师兄和柳若曦师姐。只见一男一女并肩而来，男的一身锦衣，面如冠玉，正是执法堂首席弟子李晨。他身旁的便是让无数弟子魂牵梦绕的内门大师姐柳若曦。李晨脸上挂着温文尔雅的笑容，刻意与柳若曦保持着一个极近的距离，柔声道：若曦师妹，今日这种小场面，没想到也惊动了你。柳若曦今日依旧是一身素白长袍，未施粉黛的绝美脸庞清冷如月，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便自成一道风景，让周围的喧嚣都安静了几分。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被她吸引，尤其是她胸前那惊心动魄的隆起。宽大的衣袍在她胸前被撑起了2座巍峨的山峰，轮廓饱满挺拔，仿佛衣袍下的不是血肉之躯，而是即将挣脱束缚的神皇。随着她平稳悠长的呼吸，那片圣洁之地微微起伏，那节律，那风景，让无数偷瞄的男弟子瞬间感觉口干舌燥，气血上冲，连忙低下头，心中默念冰心诀，嘴上却在呐喊：大师姐天下第一风。他对李晨的示好只是淡然地点了点头，清冷的凤眸却在下方攒动的人头中搜寻着什么。前辈，他会来吗？这种凡俗的争斗，他应该不屑于参加吧。突然，柳若曦眼前一亮，他看见了穿着洗得发白的杂役服，双手枕在脑后，一步3晃，吊儿郎当地走向擂台的身影，不是前辈又是谁？李晨顺着柳若曦的目光看去，正好看到那个穿着杂役服的洛安的背影。他眉头一皱，眼底掠过一抹阴翳，嘴上却轻笑道：若曦师妹，那种连灵气都感应不到的杂役，也值得你多看一眼，真是污了你的眼睛。柳若曦没有回应，径直走向高台的长老席落座。他自从那日窥见洛安的杀人手段后，回去苦思冥想了好几天，越想越觉得那位前辈高深莫测。而李晨这种流于表面的天才，与前辈相比，简直是萤火与皓月。李晨见状，眼中的嫉妒之火一闪而过，也跟着走上了高台，坐在柳若曦身旁。当一声钟鸣响彻全场，主持比试的执事清了清嗓子，运足了丹田气，高声宣布：肃静，外门大比初赛现在开始，规则不变，100人混战，最终能站在这擂台上的10个人晋级。话音刚落，上百名弟子嗷嗷叫着冲上了那座巨大的青石擂台。瞬间，擂台上灵光四射，刀光剑影，喊杀声震天。
吃我一记火球术，旋风斩下无火口。师兄我错了，别打脸。擂台之上乱成了一锅粥。洛安混在人群中，低调地走上台，然后就在所有人都往中心挤的时候，他一个人溜达到了擂台最偏僻的角落，找了根柱子一靠。他那身洗得发白的杂役服，在这群劲装打扮的弟子中格格不入。那不是药田的洛安吗？他上来干什么？估计是想近距离观摩一下吧。每年都有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别管他了，一个连引气入体都做不到的废物，等会儿随便一个法术的余波都能把他送回他该待的茅房里。洛安对周围的议论充耳不闻，他现在满脑子都是灵儿那张没什么血色的小脸，以及出门前他眼巴巴望着自己的可怜模样。他心里盘算着大赛的奖励，得速战速决，赶紧拿了奖励回家给老婆熬灵药汤。这胎教，哦不，这孕期营养可不能落下。战斗很快就进入了白热化，法术的光芒与刀剑的寒光四处飞溅，惨叫声、兵器碰撞声还有求饶声不绝于耳。洛安所在的角落却出奇的安静，所有的攻击都完美的避开了他。一颗人头大的火球呼啸着朝他飞来，眼看就要砸到脸上，旁边一个弟子被人一脚踹飞，身体刚好挡在洛安面前，用自己的脸接下了这发火球，惨叫着冒着黑烟滚下台去。一道剑气擦着他的头皮扫过，没等洛安动弹，另一个弟子失足滑倒，长剑脱手，叮的一声将那道剑气磕飞。洛安还抽空打了个哈欠。高台上几位长老看得直皱眉，这杂役什么运气？天道签子吗？李晨则是不屑地冷哼一声，哼，不过是投机取巧罢了，这种货色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不堪一击，终究是小道。唯有柳若曦那双清冷的凤眸中异彩连连，呼吸都微微急促了几分，带动着胸前的圣山也随之起伏，看得旁边的李晨内心直呼过瘾。运气？不，那不是运气。在他的临时感知中，洛安看似随意的站位，微不足道的侧身，昏昏欲睡的点头，都妙到毫巅，与整个混乱的战场融为了一体。他不是在躲避，他是在引导。他提前预知了所有攻击的轨迹和能量的流动，然后用最小的动作，借助周围的混乱，将一切威胁都引向别处，化解于无形。这哪里是运气，这分明是对战局、对力量、对因果的掌控力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入微级别。大道至简，返璞归真。这位前辈是在用这种方式向我等凡夫俗子展示着真正的道。擂台上的混乱终于波及到了角落里的咸鱼。一个身材壮硕、满脸横肉的弟子被人打得节节败退，正好退到了洛安附近。他看见洛安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眼中凶光一闪，打不过那些硬茬子，我还捏不死你这个软柿子。今天受的气正好在你身上找回来，听说你就是那个吃软饭的货。铁牛狞笑着，唾沫星子横飞，你老婆滋味不错吧？等老子把你打残了，就去替你好好照顾照顾她。铁牛怒吼一声，砂锅大的拳头带着劲风，狠狠砸向洛安的脸。周围不少人都注意到了这一幕，纷纷露出看好戏的表情。洛安眼皮都没抬一下，死！他轻轻吐出一个字。就在那拳头即将集体的时候，他才抬起手，反手一巴掌抽了过去。啪！一声清脆响亮的，让整个演武场都为之一惊的耳光声响起。下一秒，在所有人惊掉下巴的注视中，那个200多斤的壮汉铁牛，像一个高速驱动的陀螺，双脚离地，原地完成了720度托马斯拳旋。在他飞出去的瞬间，大家甚至能看到他嘴里飞出的几颗带血的牙齿。最终，他飞出了擂台，扑通一声砸在台下的石板上，脑袋也转了好几圈。整个演武场鸦雀无声，所有打斗都停了下来，上百双眼睛全都汇聚在那个依旧靠着柱子缓缓收回手掌的杂役弟子身上。他仿佛只是做了一件拍死蚊子般微不足道的小事。高台上，李晨脸上的冷笑僵住了，柳若曦则是美眸圆睁，红唇微张，胸前的圣山因激动而剧烈起伏着他这一巴掌，没有丝毫杀气。这是何等的境界？这是将杀伐融入了日常，将道法归于了平凡。我悟了，前辈又在点化我。柳若曦的脸颊因激动和崇拜泛起了一层醉人的酡红。全场死寂，所有打斗都停了下来，上百道目光汇聚在好像什么都没做的杂役身上。高台上几位长老的下巴差点掉下来。刚才那是什么？老夫是不是老眼昏花了？巧合，一定是巧合。那个叫铁牛的弟子下盘不稳，自己用力过猛，不小心摔下去了。一位长老强行解释道，但连他自己都不信。柳若曦的美眸中光芒愈发璀璨，他看得清清楚楚，洛安那一巴掌看似随意，却蕴含着凝练到极致的力道，瞬间破开了对方的护体灵气，并将那股力量化为了旋转的冲力。这等举重若轻的手段，
就算是他这位筑基后期的内门大师姐，也做不到如此完美。短暂的死寂后，擂台上炸了锅。妈的，这小子在扮猪吃虎！一起上，弄死这个装神弄鬼的杂役！离洛安最近的几个弟子，感觉智商和尊严都受到了莫大的羞辱，一个个红着眼睛，怒吼着一拥而上，刀光剑影，法术灵光，将洛安笼罩。洛安叹了口气，终于从柱子上站直了身体。他看着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弟子，那人手持长剑，剑尖寒光闪闪。洛安伸出一根手指，对着对方刺来的剑尖轻轻一弹，叮一声悦耳的轻响。那弟子只觉得一股磅礴大力从剑身传来，虎口巨震，长剑脱手，以比来时更快的速度倒飞回去，扑哧一声将他身后一个准备放冷箭的同伴像串糖葫芦一样串了起来，两人惨叫着滚下了擂台。他又对着第二个弟子释放的藤蔓树轻轻吹了口气，那几根凶猛的藤蔓像是遇到了克星，瞬间枯萎，化作飞灰。最后他看着冲到面前满脸狰狞的第三个弟子，只是轻轻伸出手在那人额头上推了一下，那弟子脸上的表情凝固，整个人像是被施了定身术，然后双脚离地，笔直的向后倒去，砰的一声，后脑勺着地，摔下了擂台。洛安拍了拍手上的灰，环视四周，再次靠回了柱子上。他微微皱眉，看着这群愣在原地的家伙，轻声嘀咕了一句：哎，小日子过得好好的，何必呢？老婆孩子热炕头，他不香吗？赶时间，回家做饭。这一刻，整个擂台以洛安为中心，半径5丈之内成了一片真空地带，再也无人敢靠近。所有人都用看怪物的眼神看着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在疯狂咆哮：这他妈是杂役！你家杂役都这么猛的吗？这要是内门精英，岂不是能一指头戳死宗主？接下来的比试出现了极其滑稽的一幕，擂台的其他地方依旧打得热火朝天，人仰马翻，而洛安所在的角落岁月静好，春暖花开，让他无聊到开始数天上的云彩有几朵，顺便规划一下今晚的菜单。很快台上的人数就少于了10个。当中场的钟声响起，执事拿起名单，用一种便秘的表情高声宣布：初赛结束，晋级者王莽、李四、洛安。听到自己的名字，洛安没有丝毫停留，转身就走下了擂台，在无数道敬畏的目光中朝着后山的方向走去。对他来说，这场闹剧结束了，他得赶紧回家，老婆还等着他带好消息回去呢。直到他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山路尽头，整个演武场才彻底沸腾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杂役，竟然以横扫的姿态碾压晋级，这是青云宗100年未有之奇闻。高台上，当洛安的身影渐行渐远，柳若曦清冷的唇边悄然绽放出一抹倾国倾城的笑意。游戏红尘，返璞归真，这位前辈果然是来体验生活的。今年的宗门大比变得越来越有趣了。他看着洛安离去的方向，眼神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彩，一个念头在他心中悄然生根。前辈的道侣虽然容貌绝世，气息尊贵，但似乎心智不全，且身上并无灵力波动。柳若曦清冷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红晕。前辈这等高人，红尘炼心，身边固然需要一位不涉修行的凡俗女子以正本心，可漫漫仙途孤寂无边，他定然需要一位能与他并肩论道，共探大道玄妙的真正道侣。论天赋，他是青云宗100年不遇的奇才；论地位，他是内门大师姐，未来的宗主继承人之一；论容貌，柳若曦有着绝对的自信。至于其他方面，他低头，目光落在自己那被宽大长袍也无法掩盖的巍峨之上，他更是遥遥领先于所有女修。这位前辈已经有了一位道侣，或许并不介意多一位能在仙路上追随他的学生。对，就是学生。前辈高深莫测，定然不缺端茶送水的侍女，但一个天赋绝顶、虚心好学，还懂得体恤老师辛劳的学生，想必前辈是不会拒绝的。想到这里，柳若曦的心跳都快了几分，只觉得浑身都有些发热。若曦师妹今天的关注点为何一直在那个杂役身上？旁边李晨阴阳怪气的声音响起，打断了他的遐思。柳若曦瞥了他一眼，眼神冰冷，没有说话，径直起身离去。看着柳若曦离去的曼妙背影，再回想起他刚刚看那杂役的表情，是自己从未见过的娇羞与崇拜，李晨的脸庞慢慢变得扭曲。事业，外门弟子宿舍，公认的外门第一人王莽正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自己的宝剑，他心乱如麻，脑海中不断回放着白天擂台上洛安那风轻云淡的身影。就在这时，一道阴鸷的身影悄然走入王莽师弟，还在为白天的事烦心吗？来人正是李晨。王莽眉头一皱，停下手中的动作，冷冷地看着他。李师兄深夜到访，有何贵干？李晨凑到王莽身边，压低了声音：王师弟，难道你就能容忍一个杂役骑在所有外门弟子的头上拉屎撒尿吗？
他今天能羞辱铁牛，明天就能羞辱你这个外门第一，到时候你可就是整个宗门最大的笑话。王莽的脸色沉了下去，握着剑柄的手青筋暴起。李晨见状，知道火候到了，从怀里掏出一个黑色小瓷瓶，塞到王莽手中。这里面是禁药狂血燃寿丹，它能让你的修为在半个时辰内暴涨3成，代价是燃烧你10年寿元。李晨的眼神变得疯狂而恶毒。明日比赛之时，你服下它，不惜一切代价给我废了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杂役。我要你亲手打断他的4肢，碾碎他的丹田。只要你能废了他，我立刻就向我师父执法堂长老举荐你，让他老人家亲自收你为徒，传你上成功法。王莽感受着瓷瓶的冰冷，听到执法堂长老弟子这几个字，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犹豫，但很快就被无尽的贪婪和疯狂所取代。不就是10年寿命吗？等我成了内门弟子，拜入长老门下，有的是天才地宝能补回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他重重的点了点头，眼中凶光毕露。好。洛安走在路上，总觉得后背凉飕飕的，就像被什么不得了的东西给盯上了。他摇了摇头，把这种感觉归咎于今天打斗太少，没活动开筋骨。他加快脚步，只想赶紧回到自己的安乐窝。吱呀推开木门，一股淡淡的馨香扑面而来。你回来了，声音软糯，带着慵懒。洛安的心一下子就软了，走过去坐在床边，轻轻握住他的小手，将一缕混沌之气渡入他体内，温养着他和腹中的胎儿。灵儿坐起身，柔软的身子自然而然地靠近他怀里。他们没伤到你吧？他小声问，语气里满是担忧。伤我？洛安失笑，捏了捏他挺翘的穷鼻。你男人我站着让他们打，他们都得先把自己累趴下。那你赢了比赛，今晚有没有奖励啊？洛安的身体绷紧了，某个地方开始不听大脑的使唤，有了自己的想法。这个小妖精真是越来越会了。他一把将他横抱起来，声音沙哑。奖励当然有，这就给你好好上一堂关于生命起源和阴阳大道的深度胎教课。次日，外门大比复赛，演武场比昨天还要拥挤，人声鼎沸，热浪熏天。能站在这里的无一不是外门弟子中的佼佼者，不少内门弟子也跑来看热闹，就想亲眼瞧瞧那个一巴掌打死铁牛的杂役到底是什么来头。高台长老席的角落，柳若曦今日换了一身淡青色的长裙，云袖飘飘，更衬得肌肤赛雪，仙气盎然。她端坐不动，整个人便是一道风景。那袭素净的长裙，她胸口处绷得紧紧的，隆起2道山峰般的弧线。随着她平稳的呼吸，那片起伏的风景让旁边偷瞄的几个执事弟子口干舌燥，连忙转过头去。他的注意力全在擂台下那个正打着哈欠的身影上。前辈这松弛感真是迷人。柳若曦唇角浮现一抹浅笑。他身旁的李晨看到柳若曦的表情，心里那股无名火又腾地冒了起来。他整理了一下自己锦袍，凑近了些，用自以为最温柔的声音说：若曦师妹，洛安那种货色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今日必定原形毕露，终究是些上不得台面的货色，与我辈不可同日而语。柳若曦闻言，秀眉微蹙，清冷的嗓音直接回了过去：李师兄，你看不懂，不代表前辈走的路是错的。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记无形的耳光抽在李晨脸上。或许是你境界太低，根本无法理解前辈的修行。李晨脸上的温雅笑容彻底僵住。前辈，他竟然称呼那个杂役为前辈，还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境界太低。若曦师妹，你……李师兄，安静观战。柳若曦毫不客气地打断他，视线重新投向擂台下的那道身影，充满了敬畏。别打扰我舞蹈。李晨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难看到了极点。他能感觉到旁边几名执事投来的视线充满了戏谑，像是在看一个跳梁小丑。他攥紧了拳头，将这份羞辱与对洛安的滔天恨意尽数压进心底。复赛1对1淘汰战，现在开始。只是高亢的声音响彻全场。中央的巨大水镜上光芒流转，2个名字浮现出来：洛安 vs 王莽。哗！全场彻底炸锅。我靠！开局王炸！外门第一人对上那个神秘黑马，这下有好戏看了。这还用问？肯定是王莽师兄赢。那个洛安就是走了狗屎运，在真正的实力面前，他算个屁。喧嚣声中，王莽手持长剑，一步步走上擂台。他身材高大，面容冷峻，炼气9层巅峰的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压得擂台前排不少弟子都觉得胸口发闷。台下无数外门女弟子爆发出一阵阵尖叫。另一边，洛安伸了个懒腰，慢悠悠地晃了上去。2人遥遥相对，一个杀气腾腾，一个睡眼惺忪，这画面充满了诡异的喜感。擂台上，王莽看着对面一副没睡醒模样的洛安，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你的好运到头了。
今天我就当着全宗门的面，亲手把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杂役打回你该待的粪坑里去。洛安掏了掏耳朵，能快点吗？打完我还要回家给老婆炖汤。你找死！王莽被彻底激怒，怒吼一声，脚下的青石板轰然碎裂，他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手中长剑嗡嗡作响，剑身燃起熊熊烈焰，一出手便是他的最强杀招烈阳剑法。炙热的剑气扑面而来，台下众人只觉皮肤一阵灼痛，空气都扭曲了，纷纷惊骇后退。面对这狂暴的一击，洛安连脚步都没挪一下，他只是抬起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在所有人不可思议的注视下，对着那剑尖轻轻一夹，滋了，那足以熔金化铁的烈焰在洛安的两指间像是被水泼灭的烛火，噗的一声彻底熄灭。狂暴无匹的剑气更是消散得无影无踪，整个世界安静了。王莽脸上的狞笑僵住了，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想把剑抽回来，可那长剑就像长在了对方手指上，纹丝不动。洛安看着他涨得通红的脸，很是失望。就这？他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你这力道给我老婆捶背都嫌轻。你……王莽气得浑身发抖，一口滚烫的血涌上喉咙，又被他强行咽了下去。洛安松开手指，像是赶苍蝇一样，随手将王莽连人带剑推开，转身就想走下台。太弱了，没意思。对他来说，这场比试连热身都算不上，还不如早点回家研究怎么把昨天的鸡骨头熬成高汤。身后传来王莽失去理智的咆哮：死！死！死！王莽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他双手合十，将全身燃烧的生命与灵力尽数灌注于双掌之间。他模仿着内门弟子施展法术的模样，试图将灵力外放，凝聚成筑基期修士才能掌握的剑罡。然而这股力量他根本无法掌控。血、煞、魔、光，伴随着不似人声的嘶吼，一道粗大、扭曲、充满了暴虐与毁灭气息的血红色光柱从他掌心喷薄而出。这并非精纯的剑罡，而是一团混杂着血肉、怨念和狂暴灵力的能量聚合体。光柱所过之处，擂台的青石板被瞬间腐蚀、融化，拉出一条焦黑的沟壑，刺鼻的腥臭味弥漫开来。是狂血丹！他疯了！他竟然服用了宗门禁药！高台上有长老惊呼出声，猛地站了起来。柳若曦更是心头一紧，豁然起身。洛安停下脚步，头也没回。他再次叹了口气，声音里充满了无奈：哎，小日子过得好好的，何必呢？非要逼我出手。就在那道血色光柱即将触碰到他后背的刹那，洛安转身了。他没有惊天动地的气势，也没有华丽炫目的招式，只是简简单单的抬起右手，对着那道狂暴的血光轻轻一掌拍出。没有声音，没有碰撞，那道狂暴的血煞魔光在接触到洛安手掌的刹那，被无声无息的湮灭、分解、消散在空气中，仿佛他从未出现过。王莽赤红的双眼露出了恐惧。下一刻，洛安的身影在他瞳孔中急速放大。砰！一声轻响，洛安一个闪身，瞬间贴脸王莽，呼吸间打出数拳王莽狂暴的气势，烟消云散。他整个人以更快的速度倒飞出去，飞过整个擂台，重重地摔在石板上，身体抽搐了几下，嘴里喷出夹杂着内脏碎片的黑血。禁药的药力在他体内疯狂反噬，他全身的经脉寸寸断裂。外门第一人王莽废了，全场死寂，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傻愣愣地看着台上那个杂役，这是一个他们连仰望资格都没有的游戏人间的绝世大佬。洛安没理会这些震撼的目光，他又找了一处僻静的角落打盹去了，等待着下一轮。一处阴影里，李晨的指甲掐进手心的肉里，渗出血液，他却毫无知觉，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完了，王莽废了，他用来试探和消耗洛安的棋子就这么没了。就在这时，他脑中灵光一闪，脸上扭曲成一种病态的狞笑。对，他不是有个女人吗？一个整天护在手心里痴痴傻傻的宝贝疙瘩，你再强又怎么样？你的女人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李晨看着洛安离去的方向，面目淫笑，朝着后山那座小木屋走去。后山药田旁，茅屋的木门半开着，灵儿就坐在门槛上，两手抱着膝盖，下巴枕在上面，小巧的赤足在空中轻轻晃荡。山风吹过，拂动她素净的衣衫，衣角下一截白皙的小腿若隐若现，细腻的好像能掐出水来。他的手放在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上，温柔地抚摸着，嘴角挂着甜甜的笑意。山下演武场的方向很热闹，声音远远地传过来，他听不懂，也不想去懂。他只是望着那个方向，因为洛安的气息就在那里。只要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他的世界就是安宁的。不远处的树林阴影里，一个身影正压低了身子，鬼鬼祟祟地探出脑袋。正是李晨。
他满腔的怒火与嫉妒，在看到灵儿的瞬间，全数转化成了另一种更加丑陋的欲望。好一个绝色的女子，哪怕穿着最朴素的粗布衣，也掩盖不住那份倾倒众生的容颜。肌肤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一头青丝随意地披散着，几缕发丝被风吹到她小巧的耳垂边，更添了几分慵懒的妩媚。尤其是她此刻的姿态，抱着膝盖，让本就柔软的衣衫在胸口勾勒出饱满的轮廓，随着她清浅的呼吸微微起伏。李晨的呼吸变得粗重，喉咙发干。一个杂役，一个靠着旁门左道侥幸获胜的废物，凭什么能拥有如此角色？这简直是暴殄天物。李晨的心中一个恶毒的念头疯狂滋生。对，那小子一定不是靠自身实力，他肯定是在哪里走了狗屎运，得到了秘宝。现在他应该处于最虚弱的时候，只要我抓住这个女人，不怕她不交出自己的秘密，届时她的女人，她的奇遇都将是我的。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袍，换上一副自以为温文尔雅的笑容，从阴影里走了出来。这位姑娘一个人在这里不寂寞吗？突如其来的声音让灵儿受惊的小鹿一样猛地缩了一下身子。她抬起头，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正一步步朝她走来。你是谁？灵儿的声音带着惬意，向后挪了挪，想要躲回屋里。别怕，小美人。李晨的笑容愈发猥琐，他的视线肆无忌惮地在灵儿身上游走。我是青云宗的内门弟子李晨，你男人不过是个打杂的，配不上你。跟着我，我保你以后吃香的喝辣的，穿金戴银。灵儿被他看得浑身发毛，小脸煞白，一个劲地摇头。我不要，你走开。洛安会打你的。洛安李晨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那个废物，他现在正在擂台上被人当狗一样打呢，说不定这会儿四肢都断了，他自身都难保，还怎么来救你？他一步步逼近，距离木门只有几步之遥。小美人，别挣扎了，从了我，是你这辈子最大的福气。灵儿吓坏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手脚并用的往屋里爬。不要过来，你这个坏人！李晨看着他惊慌失措的模样，心中的施虐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舔了舔嘴唇，眼中充满了贪婪与淫邪。叫吧，你叫得越大声，我越兴奋。他狞笑着，伸出手朝着灵儿白皙的脚踝抓了过去。就在他即将触碰到的刹那，灵儿那双原本清澈懵懂、满是恐惧的眸子深处，一抹淡漠到极致的金色悄然亮起，那一种是万物为蝼蚁的，来自9天之上的威严。与此同时，演武场上气氛依旧狂热，王莽像条死狗一样被2个执法堂弟子拖了下去，他这辈子算是完了，竟要反噬，神仙难救。而那个始作俑者却像个没事人一样，在一轮比试结束后，又找了个僻静的角落，靠着柱子开始打盹。这副懒散的模样落在众人眼里，却成了深不可测的象征。高台之上，几位须发皆白的太上长老面色凝重到了极点。此子，我竟然完全看不透他的修为。一位身穿灰色道袍的长老沉声说道，语气里满是惊疑。他可是金丹后期的修为，距离元婴只有1步之遥，可在他神识探查下，那个叫洛安的杂役就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毫无波澜。返璞归真，大巧不工。另一位长老抚着长须，下了定论，莫非是哪位游戏红尘的前辈高人？不管他是谁，如此人物出现在我青云宗，是福是祸，尚未可知啊。执法堂的长老，也就是李晨的师傅，一个面容方正、不苟言笑的中年人，眉头紧锁，必须查清此人的底细。李晨呢？让李晨过来。他喊了一声，旁边的执事连忙躬身。回禀前长老，李师兄他刚才好像有急事先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混账东西！如此关键的时刻，他能有什么急事？前长老气得吹胡子瞪眼。等他回来，让他立刻去查，把这个洛安的祖宗18代都给我翻出来。擂台上的比试还在继续，很快内门弟子的比试也进入了尾声。最终获胜的几人，个个气宇轩昂，都是筑基期的修为，举手投足间凌厉鼓荡，引得台下阵阵喝彩。其中一个身穿蓝色劲装的弟子，是本次内门大比的魁首，名叫赵天恒。他站在台上，享受着众人的欢呼，无意间瞥到了角落里打盹的洛安，嘴角扯出一抹不屑。哼，一个杂役，侥幸赢了几场，就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他对身边的同伴低语，最多也就炼气巅峰的修为，靠着一些旁门左道的蛮力罢了。等会儿若是对上我一招就能让他跪地求饶，那是自然。赵师兄，你可是筑基中期的高手，那小子连给您提鞋都不配。旁边的跟班立刻吹捧起来。就在这时，天边一道流光划过，一座雕梁画栋的非洲法宝缓缓降下。为首的是一位看起来不过30许，身段丰腴、风韵绝代的宫装美妇。她一袭水蓝色宫装，将那饱满身姿包裹得淋漓尽致。走动间，腰肢款摆，
裙摆下的丰臀一步一扭，每一步都踩在了在场所有雄性生物的心尖上。她面若桃花，眼含春水，嘴角噙着似笑非笑的媚意，能勾走人的魂魄。在她身后跟着2名年轻女子，左边的白衣胜雪，冷若冰霜，右边的鹅黄罗裙，巧笑倩兮。3人一出现，便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力。青云宗宗主连忙从高台上起身，快步迎了上去，脸上堆满了笑容。哎呀，水月宗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来人正是附近百花谷的宗主水月真人，他身后的2位自然是他的亲传弟子，大弟子韩凌霜，二弟子颜如月。呵呵，云山宗主客气了。水月真人掩嘴轻笑，声音清脆悦耳。听闻贵宗今日大比，特带2个不成器的弟子前来观摩学习一番。2人寒暄之际，角落里正在闭目养神的洛安脑海中突然响起系统提示音，叮，检测到极品道侣适配者，目标1，百花谷宗主水月，体质先天水灵体，道侣契合度 92%， 综合评价极品，风韵犹存，经验丰富，若能诞下子嗣，必可觉醒碧海无量体，并有极大概率获得水系圣法。目标2，百花谷大弟子韩凌霜，体质玄冰剑骨，道侣契合度 95%， 综合评价极品，外冷内热，剑心通明，若能诞下子嗣，必可觉醒太阴剑体，并奖励地品飞剑1柄。目标3，百花谷二弟子颜如月，体质百花蜜体，道侣契合度 94%， 综合评价极品，活泼可爱，易于攻略，若能诞下子嗣，必可觉醒万药宝体，并奖励天品单方1张。洛安被这连续3道提示音炸得一个机灵，睡意全无。他猛地睁开眼，顺着感应的方向望去，正好看到那风情万种的少妇和他身边2个各有千秋的绝色女弟子。洛安嘴角一抽，搞什么飞机？他的目光在系统面板上停留了片刻，尤其是在水月宗主那条经验丰富的评语上。正经系统谁写这种评语啊？还特地加粗了，你这是在暗示我什么？洛安揉了揉眉心，感觉头疼。大师姐柳若曦那座天下第一峰还没来得及攀登，这又来一窝更要命的师徒姐妹花，这日子还让不让人清静了？可就在他头疼的这一刻，心头莫名一紧，一股极其微弱的不安从后山家的方向传来。洛安的脸色瞬间变了。演武场角落正靠着柱子打盹的洛安，心脏猛地一抽，那不是错觉，是一种源自血脉贯穿神魂的刺痛，是刻在他生命最深处的警报，是他与灵儿之间最紧密连接的疯狂冥想。嗡！洛安豁然睁眼，那双总是带着几分懒散的眼睛里，此刻只剩下冰冷的空洞。台上2名内门弟子正斗得法术横飞，裁判刚刚喊出胜负。台下无数弟子正为刚才的精彩对决欢呼呐喊。这一切洛安都听不见也看不见。他动了，没有预兆，没有蓄力，原地留下一道淡淡的残影。轰！一股磅礴蛮荒完全不属于这个世界灵力体系的恐怖气压以他为中心轰然炸开。这股压力沉重的像天塌了下来，整个演武场所有练气期的弟子腿肚子一软，成片成片的瘫倒在地。高台上的长老们还有百花谷众人全部骇然起身。在所有人惊骇的注视中，洛安双腿微屈，他脚下的青石板没能承受住那股力量，瞬间炸成漫天齑粉。砰！一声沉闷的爆响，洛安整个人不是飞，而是像一颗出膛的人间炮弹，用最野蛮的方式笔直的冲天而起，拉出一道白色气浪，朝着后山的方向爆射而去。半空中才传来他那裹挟着混沌气的怒吼，声音撼动整座青云山。哪个杂碎动了不该动的人？后山茅屋前，李晨那张挂着猥琐笑容的脸已经近在咫尺，他的手带着令人作呕的贪婪抓向了灵儿那白皙小巧因恐惧而蜷缩起来的脚踝。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的那一瞬，时间凝固了，风停了，鸟不叫了，李晨的手就那么僵在半空，距离那节细腻的肌肤只有分毫。他脸上的表情也定格在了那个丑陋的瞬间，他动不了，一根手指都动不了。他想尖叫，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一股无形无质却又凌驾于一切法则之上的力量将他彻底锁死。他的思维像掉进了万年玄冰，连转动一下都成了奢望。灵儿那双原本清澈懵懂满是恐惧的眸子，最深处一尊无法用言语形容俯瞰9天10地的金色神影缓缓睁开了眼睛。那不是注视，那仅仅是存在。可就是这份存在让李晨周围的一切都开始了枯萎。茅屋旁青翠的草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失去生机，
变黄、枯萎，最后化作最原始的尘埃，随风飘散。坚硬的土地也出现了细密的裂纹，周遭的空间扭曲。李晨的道心在这一刻被那无法理解的恐惧直接捏碎了。他终于明白，自己招惹的根本不是人，那是一个他连仰望资格都没有的无法理解的生命层次。那金色瞳孔仅仅是淡漠地看了一眼，就悄然隐去，周围的一切又恢复了正常。风又开始吹了，灵儿的眼中也恢复了懵懂与怯懦，泪珠顺着脸颊滚落，梨花带雨，看起来可怜极了。禁锢李晨的力量消失了。呼呼哈！李晨猛地瘫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都被冷汗浸透。他看着眼前那个还在抽泣的柔弱女子，心有余悸。幻觉，一定是幻觉，是自己太紧张，濒临绝境产生的幻觉。一个傻子怎么可能有那种力量？对，一定是这样。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心中的贪婪与恶念再次占据了上风。小美人，你还挺会吓唬人啊。他狞笑着准备再次动手。就在这时，轰隆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巨响从院子中央传来，整个地面都剧烈地颤抖了一下。一个人影带着狂暴的气流从天而降，重重砸落在院中，烟尘弥漫，地面上赫然出现了一个遍布皲裂的大坑。洛安的身影从坑中走出，他没看李晨，径直冲向门口的灵儿，脸上满是紧张和后怕。灵儿，你怎么样？他有没有碰到你？他一把将灵儿抱进怀里，手都在抖。洛安，灵儿感受到熟悉的怀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好怕，那个坏人，他要抓我。没事了，没事了，我回来了。洛安轻轻拍着他的后背，用最温柔的声音安抚着，确认灵儿只是受了惊吓，毫发无伤后，洛安那颗悬着的心才缓缓落下。然后无尽的杀意填满了他的胸膛，他缓缓站起身，转了过去。院子里汗如雨下的李晨，腿肚子抖得跟筛糠一样。他看着眼前的洛安，感觉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片尸山血海。洛安往前踏出一步，身影模糊了一下，直接出现在李晨面前。他看着这个已经吓破胆的天骄，叹了口气。刹那间，他一记看似缓慢的直拳倒向李晨的胸口。这一拳没有风声，没有灵光，平平无奇。李晨头皮发麻，脑中一片空白，所有引以为傲的法术剑诀都忘得一干二净，只剩下求生的本能。他骇然后退，将全身的灵力都灌注进自己的佩剑中，仓促间横剑格挡。那是他最珍爱的上品法器清风剑，拳头与剑身撞在了一起，当一声清脆的金铁哀鸣，李晨手中的清风剑发出一声悲鸣，剑身从中间的位置一寸寸电断裂，拳头去势不减。噗！李晨胸口塌陷下去一个拳印，喷出一大口混杂着内脏碎片的鲜血，倒飞出去，将茅屋的篱笆墙撞得粉碎。也就在这时，数道流光从天而降，落在了院子外。青云宗的几位太上长老，满脸焦急的柳若曦，还有百花谷师徒三人，所有人都赶到了。他们恰好看到了李晨吐血倒飞，像条死狗一样摔在地上的全过程。所有人都被眼前这一幕震得说不出话来。几位长老眼皮狂跳，他们感受不到洛安身上有任何灵力，可那一拳直接打碎了一件上品法器。这是什么肉身？妖兽化形都没这么离谱。柳若曦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紧接着一股更强烈的崇拜与爱慕涌上心头。她的小脸泛起醉人的红晕，呼吸变得急促，胸前那袭青色长裙被撑得更紧，那两座惊心动魄的圣山随之剧烈起伏，风景蔚为壮观。前辈的道返璞归真，竟是以最纯粹的力量破经万法，这等大道之美让他神魂都在悸动。他身旁百花谷宗主水月那含着春水的桃花眼从柳若曦那波澜壮阔的胸口扫过，随后便饶有兴致地落在了洛安身上。他看得更深，洛安那一瞬间爆发出的气血之磅礴，如烘炉大日，阳气之精纯，是他平生仅见。哼，这小家伙火气不小，身子骨倒是挺结实，就是不知道在别的方面是不是也这么结实。这等旺盛的本源，若能与我的先天水灵体交融一番，怕是能抵我100年苦修。李晨挣扎着从怀里掏出一张符文密布的金色小网，面目狰狞地嘶吼起来：杂种，你敢废我修为？这是我师父赐下的锁灵金网，金丹期之下触之成情，灵力尽锁，我看你这次怎么死。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将金网抛向空中。院外的大长老脸色大变，失声惊呼：住手！那是前长老的锁灵金网，原因不出，无人可挡。小友快退！那金色小网脱手而出，迎风暴涨，化作一张遮天蔽日的天罗地网，上面每一个符文都在发光，
带着一股封禁万物的恐怖气息，朝着洛安当头照下。院中那张由符文编织而成的金色小网，在李晨最后的疯狂催动下，化作一片流光，当头照下。网上的每一个符文都亮了起来，释放出一种封禁万物的气息，空气都变得凝滞起来。钱长老更是须发皆张，脸上带着得意的狞笑。金丹后期的威压毫无保留的轰然爆发，对着洛安怒喝数字：敢在老夫面前行凶，老夫看你如何破我法宝，还不给我束手就擒！这股威压让周遭的空气都变成了厚重的泥沼，实力稍弱的弟子直接被压得跪倒在地，面色惨白。然而处于威压中心的洛安却连衣角都没有动一下，他对那震天动地的怒喝恍若未闻，也懒得去看那遮天蔽日的金网。一层薄薄的毫不起眼的灰色气流从他体表浮现，湿了。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张号称能锁金丹的宝网在接触到灰色气流的刹那发出刺耳的声响，金光迅速暗淡，坚韧的丝线当场熔断，化作一滴滴滚烫的铁水滴落在地，将青石板烧出一个个小坑。一个呼吸间，那张威风凛凛的锁灵金网就这么没了，化了。李晨最后的依仗，他最后的希望就这么被轻描淡写的化解了。他心神彻底崩溃，所有的理智都被恐惧吞噬，连滚带爬的朝着人群中的钱长老凄厉大喊：师父救我，师父！洛安闲庭信步般穿过钱长老掀起的气浪，一步步走到瘫软如泥的李晨面前。他的动作不快，却让钱长老感觉有一座无法撼动的大山正在碾压过来，他甚至连出手阻拦的勇气都提不起来。高台之上，柳若曦一双美眸看得异彩连连，娇躯都有些微微颤抖。他看着那个男人挺拔的背影，只觉得那才是世间最坚实的依靠。为了守护自己的挚爱，什么宗门规矩，什么长老威严，皆可一拳破之。神佛难挡，规矩不存。原来这才是前辈的道，不只是返璞归真，还有守护。他只觉得自己的道心在这一刻得到了某种升华。胸口那两座本就巍峨的山峰，因为心绪的剧烈起伏而显得更加波澜壮阔，几乎要撑破那袭青色的长裙。洛安无视了钱长老那双块要喷出火的眼睛，也无视了周围所有人的惊骇，伸出手轻轻地按在了李晨的天灵盖上。他的动作很轻，像是在拂去一点灰尘，但他没有立刻下杀手，而是偏过头，那双古井无波的眼睛平静地看向脸色铁青的钱长老，问了一句：我杀他与你何干？平淡的4个字却像9天惊雷，在所有人心中炸响。狂，太狂了！当着人家师父的面问杀他徒弟跟你有什么关系？钱长老气到浑身发抖，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全身灵力彻底暴走，几乎要不顾一切的出手。可就在这时，一只苍老的手掌按在了他的肩膀上，一道柔和却不容抗拒的力量将他暴走的灵力强行压了回去。是青云宗大长老。钱师弟，冷静。大长老的声音很平淡。钱长老扭过头，眼睛血红。大师兄，他要杀我弟子。大长老只是对着他缓缓摇了摇头，一个眼神，钱长老就全明白了。宗门选择了放弃他和李晨，来平息这位神秘存在的怒火。也就在这一刻，洛安的话音落下，按在李晨头顶的手掌动了一下，一缕混沌气轻轻一吐。李晨的身体猛地一僵，眼中的神采迅速消散，连一声完整的惨叫都没能发出，整个人的神魂便被那霸道的力量从根源上彻底抹去。他软软地倒了下去，变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洛安做完这一切，就像随手踩死了一只碍眼的蚂蚁，看都没再看那具尸体一眼。他弯腰小心翼翼地将还在抽泣的灵儿横抱起来，用自己的衣襟为他挡住外面的风，转身走回了那间简陋的木屋，轻轻关上了门。砰！关门声不大，却像一记重锤敲在每个人的心上。全场一片死寂，直到大长老转身面对所有目瞪口呆的弟子和长老，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宣布道：内门弟子李晨心术不正，冒犯同宗家眷，死有余辜。此事到此为止。自今日起，后山化为禁地，任何人不得前往，违者按判宗处置。钱长老的脸色由此变黑，最后化为一片死灰。他踉跄了一下，仿佛瞬间苍老了几十岁。他明白自己完了。人群中，百花谷宗主水月真人那双能勾魂的桃花眼异彩连连。他看着那扇紧闭的木门，对身边的弟子用只有他们能听到的声音轻语道：哼，冲冠一怒为红颜，还是为了一个凡俗女子？这等阳气鼎盛又懂得护食的小男人，现在可真是世间罕有啊。他身边的颜如月，一张可爱的小脸涨得通红，用力地点着头。是啊，是啊，师父。刚才他从天而降的时候，简直太有安全感了，比我们谷里养的那些护山灵兽威风多了。
一向冰冷如霜、惜字如金的韩灵霜也罕见的开口，声音微不可闻，却带着一种独特的韵律。他的道很纯粹。水月真人掩嘴轻笑，目光在自己2个弟子身上转了一圈，最后又落回那扇木门上，眼中的魅意更浓了。就在这时，柳若曦排众而出，走到大长老面前，盈盈下拜。在所有人错愕的注视下，他朗声开口，声音清脆而坚定：“启禀大长老，弟子柳若曦自觉道心有亏，修为浅薄，特此自请迁居后山禁地，静心悟道。”他抬起头，绝美的脸上满是决然。不破金丹，誓不出关。大长老看着自己宗门里最得意的弟子，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最后还是点了点头。准了。他知道，这既是柳若曦自己的机缘，也是宗门能拿出的对那位神秘前辈最高的敬意与善意了。茅屋中，洛安将灵儿放在床上，用被子裹好，轻声安抚着她，直到怀中的小人儿停止了啜泣，呼吸变得平稳，沉沉睡去，他才松了口气。可就在他准备起身去收拾一下院子的时候，脑海中系统提示音响了起来。叮！检测到天命神胎因母体强行释放自愈保护，导致本源不稳，出现先天亏损，急需9窍琉璃心的纯净心头血进行温养。洛安心头一紧，目标人物百花谷宗主水月，体质评估完美无瑕的9窍琉璃心，心头血质纯至净，是当前最佳的补品。人物评价：极品，风韵犹存，经验丰富，媚骨天成，攻略难度极高，但一旦成功，回报丰厚。任务发布：请速主想办法，让百花谷宗主水月心甘情愿地为你挤出3滴心头血。洛安看着系统面板上那几个被特地加粗的字眼，嘴角狠狠地抽搐了一下。心甘情愿？从哪挤？正经人谁会用挤这个动词啊？这狗系统是越来越不正经了，难道还会有付费内容吗？心头血是修士的本源精粹，比命根子还重要，谁会心甘情愿地给别人？更何况是那个看起来就像个狐狸精、精于算计的女宗主。那场秒杀内门李师兄叫板了执法堂长老的闹剧，最终以一种极其滑稽的方式收场。主持比试的执事长老清了清嗓子，看着空无一人的擂台中央，以及台下那群依旧处于石化状态的弟子，用一种梦游般的语调高声宣布：外门大比决赛，因无人应战，获胜者洛安。话音落下，全场鸦雀无声。往年为了争夺这第一的宝座，外门弟子们哪个不是打得头破血流？今天倒好，冠军本人压根没上台，直接被保送了。奖品1枚筑基丹和1株100年份的紫云草，可这些东西就那么孤零零地摆在托盘上，连个来领的人都没有。那位大佬早回家抱老婆了。演武场的一角，百花谷的非洲静静悬浮着。哇，师姐，那个大哥哥好厉害啊，他都不用上台，别人就把第1名送给他了。鹅黄色罗裙的颜如月小脸兴奋的通红，抓着自家师姐的衣袖一个劲的摇晃。白衣胜雪的韩灵霜背负古剑，清冷的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只是轻轻嗯了一声，吐出2个字：纯粹。什么纯粹啊，师姐？颜如月好奇地凑过去。道心。韩灵霜惜字如金。呵呵，水月真人掩嘴轻笑，那双含着春水的桃花眼却一直望着后山茅屋的方向，充满了探究的意味。他这深水蓝色宫装本就将他那熟透了的饱满身段勾勒得令人想入非非，此刻一笑更是百媚横生，腰肢轻摆间，裙下的丰腴轮廓若隐若现，惹得旁边几个青云宗的弟子感觉口干舌燥，连忙低下头不敢再看。小月儿，那可不是威风，是霸道。水月真人柔声细语地纠正着自己的徒弟。这位洛安小哥，他呀是条潜水的真龙。他伸出纤纤玉指，点了点颜如月的额头。师父已经让人去打探过了，此人几天前还在后山药田当杂役，修为毫无寸进。你们说有不有趣？哇，扮猪吃老虎。颜如月眼睛更亮了，我最喜欢看这种故事了。那他一定是有什么天大的奇遇。水月真人淡笑不语。奇遇恐怕不止，那股瞬间爆发出的连他这个金丹后期都感到心悸的气血，精纯阳刚，简直像一颗人形大日。尤其是他护着怀里那个凡俗女子时，那种不惜与整个宗门为敌的姿态，这等既有本事又懂得护食的小男人，现在可真是越来越少了。师父，他这么厉害，只在这当杂役，我们去找他聊聊，让他加入我们百花谷吧。颜如月眨着大眼睛，一脸期待。不急。水月真人摇了摇头，眼波流转。青云宗那几个老家伙现在肯定比我们更急，我们先回去，等这条龙角的池水再浑一些，才是我们下网的最好时机。他说着，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高台的方向，那里柳若曦的身影刚刚离去。走吧，
好戏才刚刚开始呢。非洲化作一道流光，悄然离去。青云宗一时大殿，气氛压抑。都说说吧，此事该如何收场？大长老云山真人揉着眉心，率先开口。前长老枯坐在一旁，面如死灰，一言不发。禀告宗主，不必了，宗主闭关正在紧要关头，不得打扰。云和真人直接否决。执法堂的张烈长老瓮声瓮气地说道：此子，我完全看不透他的修为，肉身之强悍，简直闻所未闻。一拳击碎上品法器，硬汉前师弟的锁灵今往，这绝非炼气期能有的手段。可他的修为就只有炼气期巅峰，莫非是哪位化神期的前辈游戏红尘？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化神，那可是传说中的境界，整个赵国修仙界都数百年未曾出现过了。不管他是什么境界，一直闭目养神的丹堂之主孙长老睁开了眼睛。他今日出手，只为护其家眷，并未伤及我宗门根本。李晨之死是他咎由自取，此人是祸是福，全看我等如何应对。大长老点了点头，所言极是。此等真龙既然出现在我青云宗，若是交好，便是我宗门千年不遇的大机缘；若是交恶，后果不堪设想。那依大长老之见，是好。大长老斩钉截铁，必须拿出足够的诚意，让他感受到我青云宗的善意，让他明白，我们非但不是敌人，还可以成为他最坚实的后盾。可如何是好？寻常的丹药法宝，恐怕入不了他的法眼。大长老的目光投向了殿外，悠悠道：解铃还须系铃人，此事我看还得从若曦那丫头身上着手。众人恍然，没错，柳师直天资聪颖，心性纯良，看样子那位前辈对他的观感也不错，让他去，以闭关进修的名义住到后山去，一来可以近距离观察，探探那位前辈的口风，看看他到底想要什么。地位、资源，只要他开口，我青云宗倾尽所有，也要满足。二来，大长老府虚一笑，若曦那丫头是我宗门百年不遇的明珠，论容貌身段，哪一点不是顶尖？若是能与那位前辈结成道侣，那我青云宗何愁不能大兴？此话一出，众人脸上都露出了会意的笑容。妙啊，此计甚妙。只有前长老低着头，眼中闪过一丝无人察觉的怨毒。柳若曦的洞府云雾缭绕，仙气氤氲。当他接到宗主亲自传来的密令时，整个人都呆住了。让他去后山与前辈静心悟道，这是什么天大的好事？短暂的失神过后，巨大的喜悦涌上心头，他那张清丽的脸蛋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宗门这是在给他创造机会。他几乎是小跑着冲回自己的房间，连贴身侍女都打发了出去。前辈他喜欢返璞归真，我得穿得素雅一些。他兴奋地打开衣柜，里面挂满了流光溢彩的法衣，每一件都仙光闪烁。他先是取下一件云霞织成的雨衣，华美异常。不行，太扎眼了，前辈会觉得我俗气。他又换上一件宗门统一发放的青布道袍。他对着水晶转了一圈，好看的眉毛拧成了一团。不行，这也太素了，跟宗门发的校服差不多，显不出半点诚意。他低头看了一眼，这身青布道袍料子又硬又糙，胸前被撑得鼓鼓囊囊，将那两座山峰勒得死死的，完全没了那份柔软起伏的灵动，难受。前辈见了一定会觉得我这个人很死板，不懂变通。他纠结了快半个时辰，把整个衣柜都翻了个底朝天，最后终于从最底层摸出了一件压箱底的水蓝色贴身长裙。裙子的料子是极品的天蚕丝，摸起来滑溜溜的，又软又贴身，颜色清雅，却能在他转身时完美的将那曼妙玲珑的曲线勾勒出来，多一分则媚，少一分则寡，恰到好处。尤其是胸口的位置被饱满的轮廓高高撑起。他试着吸了口气，那片壮阔的风景便跟着微微颤动了一下，看得他自己都有些脸红。就这件了。他满意的拍了板，又随便拿了几件换洗的内衫，平日里视若珍宝的那些法器、丹药胡乱色进储物袋。夜色深了，月光洒在石板路上，凉飕飕的。柳若曦抱着个小小的包袱，里面装着宗门比试的奖品，一颗心在胸膛里扑通扑通的狂跳，走在通往后山的小路上，既紧张又充满了某种说不清的期待。他一步步走进那间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安静的茅屋，空气里有淡淡的草药清香，很好闻。院子的篱笆墙破了个大洞，柳若曦看着那个破洞，心里没有半点不适，反而觉得一阵热血上冲。霸道，这才是真正的大能风范。为了守护自己的女人，什么宗门规矩，什么长老威严，一拳轰开就是了。他走到那扇简陋的木门前，心脏跳动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响得他自己耳朵里都是轰鸣声。他用力吸了几口气，想让自己平静下来。
结果这一吸气，胸口那袭长裙下的巍峨轮廓起伏得更加剧烈，勒得他都有些喘不过气。他抬起手想敲门，可那只白皙的手就那么悬在半空，抖个不停，怎么也落不下去。前辈在里面做什么呢？是已经歇下了，还是在和那位道侣在？他会愿意见我吗？他会不会觉得我图谋不轨，是个坏女人？他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最后还是狠狠一咬牙，把心一横，鼓起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用指节在木门上轻轻敲了3下。嘟嘟嘟，声音不大，却在寂静的夜里传出老远。他屏住呼吸，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端庄平稳，可一开口，那声音却细得跟小猫叫差不多，还带着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颤音。前辈，弟子柳若曦有事求见，能进来吗？请收下我吧。哪怕是当暖床的厨房里，洛安还在专心处理着药材，院门外那道身影却让他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洛安眉头微挑，这都几点了，孤男寡女的，大师姐，你这是想干嘛？门没关，自己进来吧。洛安的声音平淡，手上的动作没停，继续用药杵盐磨着碗里的药草。得到许可，柳若曦这才松了口气，抱着储物袋走进了茅屋。屋子很小，一张木床，一张木桌，几把木椅，都是最粗糙的手工，简陋的让他有些错愕。可屋子里却打扫得一尘不染，空气中有着淡淡的草药清香，混杂着米饭香，形成了一种让他感到无比安心的家的味道。这和他那灵气充裕却永远冷冰冰的洞府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柳若曦有些窘迫地将怀里储物袋放在桌上。前辈，我是来跟你说一下后续安排的。他将话题引向了桌上的储物袋。按规矩，这次宗门大比的前3名可以获得进入剑种秘境的资格。洛安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那一处上古流传下来的小洞天，里面埋葬了历代先贤的法器与传承，每10年才开启一次。他说到这里，脸上浮现出一抹无奈。只是这次大比，外门除了你，内门除了我，其他有资格的弟子都放弃了。这话说得相当委婉。什么叫放弃了？分明是被洛安那非人的实力吓破了胆，觉得就算进去了也是当炮灰，白白浪费机缘，还不如老实在宗门修炼，所以这次剑种秘境的名额就落到了他和柳若曦头上。洛安听完没什么兴趣的哦了一声，继续捣药。什么剑种传承？有他混沌道体牛吗？有回家陪老婆孩子热炕头香吗？柳若曦看到他这副油盐不进的模样，心里又急又敬佩。前辈果然是前辈，连上古秘境都看不上眼。他只好又抛出一个重磅消息，而且这次剑种秘境并非只有我们青云宗参加，按惯例周边的几个宗门也会派遣弟子前来共同参悟，比如紫阳门、万毒门、星辰阁也都会派遣最顶尖的弟子前来共同参悟，也算是一场小型的交流会。不过这次来的宗门里，实力最强的应该是百花谷。当百花谷3个字从柳若曦口中说出时，洛安捣药的动作终于停了下来。他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出那个风韵动人的女宗主，还有系统那句经验丰富的评价，以及那关乎灵儿和胎儿安危的9窍琉璃心。瞌睡来了，送枕头。洛安转过身，第一次正眼看向这位局促不安的大师姐，脸上挂着人畜无害的笑容。大师姐，你说的这么热闹，我倒是有个问题。前辈请讲。柳若曦立刻坐直了身体，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洛安很是认真地问道，那什么剑种里有没有年份够久，药性温和，特别适合孕妇安胎养神的灵草仙药啊？柳若曦懵了，她准备了一肚子关于剑种凶险、机缘难得的说辞，准备用剑道传承、无上剑意来打动这位前辈。结果人家张口就问有没有孕妇保健品，这思路她完全跟不上啊。看着柳若曦那呆萌的表情，洛安叹了口气，唉，小日子过得好好的，打打杀杀多没意思。他走到桌边，提起那个储物袋掂了掂，然后看向柳若曦，好吧，这个什么剑种我去，不过我有个条件。前辈您说。柳若曦精神一振，进去以后你负责打架，我负责采药，找到的药材我9你1。洛安一脸理所当然地开出了条件。成交。柳若曦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只要前辈肯去，别说91分，就算全给他又何妨？能跟在前辈身边悟道，是多少灵石都换不来的天大机缘。那就这么说定了。洛安。里屋的门帘被掀开，灵儿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她许是被外面的动静吵醒了，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丝质寝衣，衣料很薄，贴合着少女出成的玲珑曲线，光着一双雪白小巧的脚丫。当她看到屋里多了个陌生女人时，也没多想，直接跑到了洛安身后，小手紧紧环住了他的腰，整个人都贴了上去，只探出一个小脑袋，用那双纯净无瑕的大眼睛打量着柳若曦。她看着那少女如此自然亲昵地抱着前辈，
感受着两人之间那种水乳交融的温馨气场。再想到自己方才在门外那点旖旎的心思，一张俏脸腾地一下红了，烫得厉害。他连忙从储物袋里取出一个温润的白玉佩，上面雕刻着凝神静气的符文，灵光内敛，一看就不是凡品。嫂夫人，柳若曦柔声问道，脸上带着善意的微笑。这枚暖玉佩有安神的效果，我看嫂夫人心神需要静养，这个正好合适。洛安还没说话，灵儿就从他身后探出小手，接过了那块玉佩。玉佩触手温润，他很喜欢，拿在手里开心地把玩着，还了柳若曦露一个甜甜的笑。谢谢姐姐。灵儿的声音软糯香甜，她的大眼睛眨了眨，好奇地指了指柳若曦那被长裙勾勒得异常雄伟的胸口。姐姐，你这里藏了什么好吃的吗？鼓鼓的。轰！柳若曦只觉得一股热气直冲天灵盖，她下意识的双臂交叉护在胸前，整个人都快熟透了。前辈的道侣怎么这么直白啊？洛安看着这一幕也是哭笑不得，不过他可不喜欢欠人情。他走到墙角，从一株长势极好的半生草上随手摘下了一片金色叶子。这半生草是系统奖励的，专门用来辅助灵药生长，本身也蕴含着极为纯净的灵气。他将叶子递给柳若曦，大师姐，这个你拿着，算是我替灵儿回的礼。柳若曦下意识地接过，有些不解，这是好东西。洛安言简意赅。柳若曦将信将疑地将那片金叶子握在掌心，下一刻她脸色一变，一股磅礴的纯净能量顺着她的掌心涌入经脉之中。这股能量不同于她吸收过的任何天地灵气，它像是一股清泉，洗去了她连日来因心绪不宁而产生的剑心尘埃，让她整个人的神魂都为之一清。她娇躯一颤，只觉得连日来所有的心绪不宁都被这股暖流抚平，神魂通透，念头澄澈，那困扰她许久的筑基后期的瓶颈竟然有了松动的迹象。仅仅只是放在掌心，效果竟比他服用一整瓶宗门最好的静心丹还要好上10倍100倍。这哪里是什么灵草叶子，这分明是一缕具象化的大道本源。他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再看向洛安时已然只剩下深深的震撼。这位绝对是游戏红尘的绝世前辈，这种蕴含着本源气息的灵物，他竟然像摘路边的野草一样随手送人。一瞬间，柳若曦的大脑一片空白，他握着那枚金叶子，感觉自己握住的不是一片叶子，而是一整个洞天福地，是一条通往无上大道的捷径。前辈这是在点化我。扑通，柳若曦双膝一软，竟直直地跪了下去。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洛安吓了一跳。哎，大师姐，你这是干什么地上凉？快起来！柳若曦却不肯起，她抬起头，那张平日里清冷如月的俏脸此刻涨得通红，不知是羞的还是急的。她咬着嘴唇，声音都带着颤音。前辈。若曦愚钝，还请前辈开恩，收留若曦在身边，哪怕是当个端茶倒水的婢女，或是暖床。他说到最后，声音细若文瑞，后面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了，但那双水汪汪的眼睛里写满了恳求。他想留下来，当妾当婢，只要能跟在这个男人身边，沐浴在他那深不可测的道运之中。洛安人都骂了，不是吧大姐，我就送了你片茶叶，你就要卖身给我？你们修仙界的女孩子都这么淳朴的吗？叮！傲娇大师姐道心崩溃了，检测到其强烈的追随请求，请宿主趁虚而入，答应他的请求，将其纳入家族羽翼之下。奖励：家族天赋树开启剑道分支，所有子嗣剑道感悟正100%，解锁家族建筑物件屏。洛安的眼角抽了抽，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转过身看向身后的灵儿。只见灵儿正拿着柳若曦送的暖玉佩贴在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上，脸上满是新奇和欢喜。那温润的玉佩似乎让他腹中的胎儿都感到很舒服。他见洛安看过来，又看了看跪在地上的柳若曦，眨了眨那双清澈的大眼睛。他不懂什么叫当妾当婢，但他知道眼前这个大姐姐对自己没有恶意，送的礼物也很暖和。于是在洛安询问的目光中，灵儿抱着玉佩轻轻地点了点头，还对着柳若曦露出了一个甜甜的笑。家里女主人发话了。洛安叹了口气，看着还跪在地上满脸紧张与期盼的柳若曦，摊了摊手。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就留下来吧。不过我事先声明，我家里可只有一张床。洛安那句轻飘飘的我家里可只有一张床，像一根羽毛轻轻搔刮在柳若曦那根绷紧到极致的心弦上，一股热气直冲天灵盖。柳若曦那张本就红得像晚霞的俏脸，此刻简直要滴出血来。她那刚刚被大道本源洗涤的清澈无比的道心，瞬间又被搅成了一团乱麻。什么意思？他这是什么意思？是考验，还是暗示？他跪在地上，裙摆铺散开来，衬得腰肢愈发纤细不堪一握。因为紧张，他双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胸前那座巍峨的圣山
随着急促的呼吸剧烈的起伏着，几乎要撑破长裙露出来。那波澜壮阔的景象让旁边的空气都燥热了几分。洛安看着他这副快要宕机的模样，心里乐开了花。让你一天到晚板着个脸，装什么高冷女神？现在还不是被一句话就给整不会了？他好整以暇地走到桌边，给自己倒了杯水，慢悠悠地品着，就是不说话，把尴尬的气氛拉满。柳若曦脑子里已经上演了800场大戏，她想站起来义正言辞地说：“若曦，但求勿到，睡地上即可。”可又怕显得自己不识抬举，悟性太差，错过了前辈更深层次的关于道侣双修的点化。他想顺水推舟，可那从小恪守的宗门戒律和女子的矜持，让他怎么也开不了这个口。就在他快要把自己的嘴唇咬破时，一个软糯的声音解救了他：“床很大的呀。”灵儿从洛安身后探出小脑袋，眨巴着那双纯净的大眼睛，一脸天真地看着柳若曦：“姐姐，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睡啊，洛安的怀里很暖和的。”噗，还可。洛安一口水直接喷了出来：“我的好灵儿，你这是神助攻啊！不愧是身怀天命神体的女人，一句话就直指大道核心。”夜很深，茅屋里一盏昏黄的油灯斗静静燃烧。最终柳若曦还是没走，她红着脸，用一种我这是为了就近感悟前辈的道运，一切为了修行的强大理由说服了自己，然后像一根木头桩子直挺挺地躺在了小木床的最外侧。中间是睡得香甜的灵儿，最里面是洛安。一张床，3个人，气氛诡异到了极点。柳若曦闭着眼，身体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连脚趾都蜷缩了起来。她不敢动，连呼吸都放得极轻，生怕发出一丁点声音打破这微妙的平衡。她能清晰地感觉到身边的灵儿呼吸平稳，身上散发着一股好闻的奶香。而隔着灵儿，从床的另一头传来一阵阵沉稳而有力的心跳声，那股磅礴的阳刚气血，即便隔着一个人也让她感觉脸颊发烫。静心，静心，心若冰清，天他不惊，我辈渐修，当斩断俗念，方可证的无上剑道。他开始在心中默念宗门的静心剑诀，试图摒除杂念。前半夜相安无事，后半夜就在柳若曦好不容易有了一丝睡意，神魂即将沉入空明之际，咯吱咯吱，一阵轻微却极富节奏感的摇晃从身下的小木床传来。柳若曦的身体猛地一僵，睡意全无。怎么回事？地震了？不对，这摇晃太有规律了，一下又一下，带动着整个床板都在轻微的共振。那震动顺着他的脊椎骨一路酥麻地传到了天灵盖。紧接着他听到了一些细碎的压抑的从灵儿那边传来的声音：“洛安，轻点，要满了。”那声音软糯中带着一丝急切，像是在梦中呓语，又像是在努力做什么事情。柳若曦的大脑妈了，她整个人像是被施了定身术，一动不敢动。作为青云宗冰清玉洁的大师姐，她并非对男女之事一无所知。宗门藏经阁里那些被列为禁书的双修图册，她也曾偷偷翻阅过几本。此刻那些册子上不堪入目的画面不受控制的在她脑海里翻江倒海。前辈，他竟然当着我的面。不，灵儿嫂夫人是他的道侣，这是人之常情，是天伦大道可我就在旁边啊，我能清晰地听到每一个声音，感受到每一次震动。难道这就是前辈的修行？在红尘欲海之中，以天地为鼎炉，阴阳为炭火，磨练那颗万古不动的无上道心。让我观摩，不是让我感受这一切，是为了点化我，让我勘破情关，斩断最后一丝心魔，从而达到剑心通明的至高境界。前辈的道果然高深莫测，用心良苦啊。想通了这一点，柳若曦非但没有平静，反而感觉自己快要走火入魔了。她拼命运转灵力，试图压下心头那股燥热，可那咯吱咯吱的声音就像最厉害的魔音，不断地钻进她的耳朵里，扰乱她的心神。床板的震动让她巨大的球体也跟着微微颤动，一种从未有过的酥麻的感觉从四肢涌向心头。她的一张俏脸在黑暗中红得能滴出血来，身体也开始微微发烫。而此刻在床的另一头，洛安一脸无奈地看着趴在自己身上，闭着眼睛像小猫拱食一样用力吸取混沌气的灵。这小妮子肚里的娃又饿了，她的混沌道体对于这个天命神胎而言就是世界上最顶级的口粮。灵儿在睡梦中感应到胎儿的需求，便会本能地靠近他，汲取他身上的本源气息来温养胎儿。这摇晃不过是灵儿在调整姿势，好让自己贴得更紧一点。那的声音也只是吃饱喝足后发出的舒服的呓语。可怜了这张老旧的小木床，更可怜了旁边那位道心快要崩成108块的大师姐。洛安能清楚地感觉到柳若曦的呼吸已经彻底乱了，心跳快得像肋骨。就在洛安犹豫着要不要开口解释一下，免得把人给憋坏了的时候，咯吱，随着一声稍显剧烈的摇晃，灵儿满足地咂了咂嘴，翻了个身，沉沉睡去。
床终于不晃了，屋子里陷入了一片死寂。就在这片死寂中，洛安感受到柳若曦那边传来一阵极度压抑的紊乱的气息。他玩心大起，故意压低了声音，用一种充满磁性的语调悠悠地开口：大师姐。柳若曦娇躯猛地一颤，差点从床上弹起来。只听洛安慢悠悠地问道：你也想试试？我……柳若曦的脑子嗡的一声彻底空白。他这是什么意思？试试是什么？难道是试试那种阴阳和合、颠鸾倒凤的无上修行法门吗？这一刻，什么心若冰清，什么剑心通明，全都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的俏脸烫得能煮熟鸡蛋，一股热流不受控制的向下腹冲去，让他双腿都有些发软。这是前辈对我的考验。对，一定是这样。他是在用这种方式试探我的道心，勘破我的情关。若是我拒绝，岂不是显得我道心不坚，是个连本心欲望都不敢直视的懦夫？可若是我答应，前辈真的会和我一起修行吗？就在柳若曦天人交战，几乎要被自己脑子里那些不堪入目的画面憋到走火入魔之际，突然一只温热的手轻轻地落在了他的胸前，不偏不倚，正好覆盖在了那最饱满的山峰上。柳若曦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头顶，眼前阵阵发黑，耳朵里只剩下嗡鸣，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想不了。是前辈的手，他等不及了，他这是要亲自下场点化我了吗？是考验，这一定是最终的考验。若是拒绝，就是道心不坚；若是接受，就在他天人交战几乎要咬破嘴唇的时候。那只手的主人似乎觉得触感不错，还轻轻抓了两下，然后翻了个身，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柳若曦僵硬的像块石头，一点点扭过头，借着窗外渗透进来的昏黄灯光，终于看清了，那只手是灵儿的。他只是睡熟了，翻了个身，无意识地把手搭了过来而已。柳若曦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整个人都快虚脱了。也就在这时，洛安娜带着几分慵懒和戏谑的声音在寂静的黑暗中悠悠响起：大师姐，大半夜的，心跳那么快做什么？安心睡吧，这床暂时还踏不了。一夜折磨，柳若曦身心俱疲，不知何时才沉沉睡去。然而这间小茅屋的动静却并未就此停歇。洛安正搂着灵儿睡觉，忽然感觉有些不对劲。他睁开眼，只见身旁的灵儿周身正萦绕着一缕缕肉眼可见的灵气，这些灵气像是受到了某种牵引，正朝着他平坦的小腹汇聚而去，形成了一个微小的灵气漩涡。洛安坐了起来，目光落在灵儿的肚子上，他感觉到腹中那个尚未成型的小生命气息正在节节攀升，炼气1层，炼气2层，炼气3层。娘的，这小家伙竟然把老子的混沌气当零食吃饱喝足后，开始自己修炼了。天光大亮，小木床最外侧的柳若曦眼皮颤动，缓缓睁开了眼睛。她感觉自己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精气神，浑身酸软无力，脑子里昨夜那富有节奏的咯吱声还在魔音绕梁，挥之不去。她僵硬地转动脖颈，看向床的内侧，只见洛安早已起身，正坐在床边，而灵儿手脚并用地缠在她身上，小脑袋枕着她的大腿，睡得正香，嘴角还挂着一串晶莹的口水。阳光透过窗棂洒进来，照在两人身上，画面宁静而美好，带着让人心安的温馨。可这画面落在柳若曦眼里，却让她又想起了昨夜那些不堪入目的脑补画面，一张俏脸瞬间又烧了起来。大师姐，醒了。洛安的声音懒洋洋地传来，他低头看了一眼柳若曦，脸上挂着几分揶揄的笑意。看你这眼圈乌青，香汗淋漓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昨晚一个人偷偷在被窝里练了一宿地功呢。轰！柳若曦的脑子嗡的一声，气血直冲头顶。什么叫一个人偷偷练功？前辈他怎么能用这种话来调侃我？他又羞又气，贝齿紧紧咬着下唇，胸前两团就因为趴着睡而备受压迫的圣山，此刻因为急促的呼吸起伏得更加剧烈。他我了半天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最后只能猛地从床上一跃而起。我去为剑冢之行做些准备。他胡乱地找了个借口，连头都不敢回，逃也似的冲出了茅屋。看着他那落荒而逃的背影，洛安嘴角的笑意更浓了。让你装高冷，小样，我还治不了你。他低下头，宠溺地刮了刮灵儿的鼻尖。小懒猫，太阳都晒屁股了，还睡呢。灵儿在他腿上蹭了蹭，睡眼惺忪地嘟囔道：洛安，我饿了，宝宝也饿了。茅屋前，柳若曦终究还是回来了。她俏脸依旧泛着红晕，身后还跟着一个怯生生的青衣小丫鬟，手里提着一个大大的食盒，另一只手还抱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裹。前辈。柳若曦的声音细若文瑞，不敢看洛安的眼睛。剑冢之行，短则3-5日，长则半月。我
我怕嫂夫人无人照料，便将我的贴身侍女小翠带了过来。她手脚勤快，心思也细。洛安打量了一眼那个叫小翠的丫鬟，见她虽然有些害怕，但眼神清澈，便点了点头。有心了。他转头对屋里喊道：“灵儿，出来认认人。”灵儿早就醒了，正坐在桌边小口小口的吃着洛安做的早饭，听到召唤，嘴里还嚼着东西，便含糊不清的跑了出来。姐姐。灵儿对这个昨晚送她暖玉佩的漂亮姐姐很有好感。柳若曦看到灵儿，神情总算自然了些，她蹲下身，柔声对灵儿说道：“嫂夫人，这是小翠，我不在的这几日，就由她来陪着你，好不好？”灵儿乖巧的点了点头。前辈，这些是宗门丹堂特意准备的一些灵药和食材。柳若曦将食盒打开，一股浓郁的灵气扑面而来。食盒里分了数层，摆放着玉盒封装的血玉餐、流光溢彩的百年何首乌，还有一块散发着异香的紫纹龙涎香。大长老说，这些都是温养元气，最适合给嫂夫人安胎的。柳若曦一脸诚恳，像个献宝的小女孩。洛安只是扫了一眼，便随口点评道：“东西是好东西，就是年份差了点，炮制手法也糙了些。”他随手拿起那根血玉餐，在指尖掂了掂，就说这玩意儿火气太重，药性刚猛，直接给孕妇吃，跟喂砒霜没两样。得用后山竹林的无根水浸泡749个时辰，滤去燥火，再以文火慢焙9个时辰，磨成粉末，配上甘草中和，方可入药。一番话说的行云流水，柳若曦当场就愣住了。丹堂的孙长老可是说过，这血玉餐乃是至宝，切片含服即可。怎么到了前辈这里就成了砒霜了？前辈，您还精通丹道？柳若曦的语气里充满了惊奇。谈不上精通，略懂，略懂。洛安摆了摆手，一脸的理所当然。我在这药田待了3年，天天跟这些花花草草打交道，看得多了，自然就懂了。柳若曦彻底说不出话了。天天看就能看出丹道宗师的水平，那丹堂那些长老们几百年的苦修，岂不是修到狗身上去了？前辈的略懂跟凡人的略懂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还有这个，洛安又指了指那个包裹，这是什么？看着挺沉。柳若曦回过神来，连忙打开包裹，里面是3柄用锦布包裹的兵器。这是大长老让我带来的几件上品法器，说是让您挑选一件趁手的，以备剑种之行。他小心翼翼地解开锦布，3道光华冲天而起。一柄是清风长剑，剑身如一泓秋水，寒气逼人；一柄是玄铁重剑，宽厚无锋，却透着一股能开山断岳的霸道。最后一柄是2把短刃，薄如蝉翼，灵动非常，每一件都是能让外门弟子抢破头的宝贝。洛安看都没看那3柄寒光闪闪的利刃，反而饶有兴致地捡起了那柄清风长剑的剑鞘，用手指在上面敲了敲，发出梆梆的闷响。这个结实吗？啊！柳若曦的脑子又一次宕机。前辈，这是剑鞘，剑在这里。我知道是剑鞘。洛安一脸认真地看着他。我就问这鞘结实不结实？剑有什么用？打打杀杀的，多不吉利。我这人爱好和平，不喜欢舞刀弄枪的。他把剑鞘拿在手里抡了2下，虎虎生风。你看这鞘就很好吗？够硬，够分量，遇到哪个不长眼的，抡起来直接往他脸上拍，既能解决问题，又不见血，多好！文明优雅。柳若曦张了张嘴，感觉自己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修仙观正在一寸寸的崩塌。用剑鞘拍脸，这叫文明，这叫优雅。你看这剑，洛安指着那柄清风长剑，一脸嫌弃。薄薄的一片，万一砍到什么硬骨头上，崩了口子，还得找地方磨，多麻烦。万一没拿稳，伤到自己怎么办？就算没伤到自己，伤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吗？屋里，灵儿听到动静，也好奇地跑了出来，看到那几把亮晶晶的兵器，大眼睛里全是好奇。洛安，这个亮晶晶的能用来切水果吗？不能。洛安想都没想就回答，这东西太锋利，会伤到手。我们用厨房的菜刀，那个我用着顺手。柳若曦，他感觉自己再待下去，道心可能真的要碎了。行了，就这个了。洛安很满意的把那柄清风长剑扔了，然后把剑鞘往腰间一别，动作熟练。什么时候出发？我得先给我家灵儿把午饭做好。53刻，在山门集合即可。柳若曦的声音都有点发飘。他看着洛安转身走进厨房，熟练的生火淘米，那挺拔的背影和腰间那柄打人闷棍，形成了一种极其诡异又异常和谐的画面。这位前辈的道，他真的看不懂，但他知道这一定是一条他从未见过的通往至高境界的无上大道。临走前，柳若曦看着洛安，终于还是鼓起勇气，问出了心中最大的困惑：前辈，您究竟是什么境界？为何您的道如此特别？洛安正往锅里下米，闻言头也不回地说道：境界
能当饭吃吗？他转过身擦了擦手，脸上带着一种让柳若曦看不懂的笑容。我的倒很简单，谁让我老婆孩子吃不好饭，我就让谁全家都吃不上饭。清晨的后山，空气里还带着露水的湿润。陆安正耐心地将一罐罐处理好的零食装进储物袋，嘴里还不停地对旁边的小丫鬟小翠交代着：这个是早饭，用灵泉水温一下就行，记住不能用明火，会破坏药性。这个是午后的点心，要是嫂夫人嘴馋了就拿出来，一天最多吃3块。还有这个是安神汤，睡前喝1碗，能睡得安稳些。他交代的细致入微，从食物的温度到每日的分量，比照顾刚出生的婴儿还要上心。站在一旁的柳若曦看着他那副居家好男人的模样，脑子里却不受控制地回荡着昨夜那咯吱咯吱的摇床声和那句轻飘飘的你也想试试。一个是为了道侣和腹中孩儿洗手做羹汤的温润前辈，一个是半夜3更用言语和行动撩拨的他道心不稳的坏胚。这2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在洛安身上重叠，让他本就乱成一锅粥的道心更加迷茫了。若曦，路上要多向前辈请教，把握机缘啊。传功堂内，大长老几乎是把宗门那艘云梭飞舟硬塞到洛安手里的。他又语重心长地拍了拍柳若曦的肩膀，话里有话。柳若曦俏脸一红，胡乱地点了点头。请教？请教什么？请教怎么在一张床上进行那种激烈的修行吗？他偷偷瞥了一眼旁边那个正打着哈欠一脸不耐烦的男人，心里的小鹿都快撞死了。云梭飞舟快如流光，穿梭在云海之上。飞舟内部空间并不大，勉强能容纳4、5人。此刻只有洛安和柳若曦2人，气氛就显得有些微妙。柳若曦正襟危坐，白裙胜雪，身段窈窕。她双腿并拢，双手放在膝上，目不斜视，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一尊没有感情的冰雕，心中疯狂默念着静心剑诀。可那袭长裙下包裹的巍峨曲线却随着飞舟的轻微颠簸微微晃动。洛安可是过足了眼瘾，他在小小的飞舟里东摸摸西看看，这飞舟减震不行啊，坐着颠屁股，回头得给他加个悬挂系统。他一边说，一边还伸手在飞舟的内壁上敲了敲，发出梆梆的声响。柳若曦的眼角抽了抽，悬挂系统，那是什么东西？就在他分神之际，飞舟猛地穿过一片狂暴的罡风带，整个船身剧烈的一颠。啊！柳若曦猝不及防，一声短促的惊呼，整个人失去了平衡，直直地朝着洛安的方向倒了过去。完了！他脑中一片空白，眼看就要摔个狗啃泥，丢进青云宗大师姐的脸面。预想中的疼痛没有传来，他撞进了一个坚实而温热的怀抱。洛安眼疾手快，长臂一伸，便将他整个人稳稳地揽在了怀里。柳若曦的脸颊不偏不倚，结结实实地贴在了他坚硬的胸膛上。隔着薄薄的衣料，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胸膛肌肉的轮廓，还有那沉稳有力的心跳声，一下又一下，像是肋骨一般敲在他的心坎上。一股浓郁的独属于男人的阳刚气息，混杂着淡淡的草药清香，霸道地钻进他的鼻腔。柳若曦的大脑麻木，浑身的血液都冲上了头顶，一张俏脸滚烫。他像一根木头，一动不敢动，连呼吸都忘了。洛安低头看着怀里这个僵硬的像块石头，脸颊通红的大师姐一本正经地开了口：大师姐，你这下盘不稳啊，核心力量太差。他的声音在他的头顶响起，带着热气，吹得他耳朵痒痒的。剑修讲究人剑合一，你连自己都稳不住，怎么控剑？回去得多练练马步，扎稳了根基才行。柳若曦羞得快要晕过去，他猛地从他怀里挣脱出来，连连后退了好几步，直到后背抵在了冰冷的船壁上。是罡风太强了。他满脸通红的辩解，声音都带着颤音。风强不是理由，是你太弱。洛安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然后走到非洲的阵法核心旁，抬手在上面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嗡！一声轻鸣，原本还在颠簸的云梭飞舟稳如泰山，连一丝晃动都感觉不到了。柳若曦，他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为了化解尴尬，他深吸一口气，强行把话题往正事上引。前辈，晚辈对无我剑境一直心存困惑，不知前辈对此有何高见？他摆出了一副虚心求教的姿态，试图用探讨大道来掩饰自己刚才的失态。洛安闻言摸着下巴，很认真地想了想。无我剑境听起来很厉害。柳若曦的脸上露出一丝期待。不过洛安话锋一转，练到那种境界还能尝出饭菜的味道吗？柳若曦一愣，这应该不能了吧？无我无物，七情六欲皆斩，口腹之欲自然也。那练了有什么意思？洛安一脸嫌弃地打断了他，连饭都吃不香了，这修仙还有什么乐趣？还不如回家种田。柳若曦再次语塞，她感觉自己几十年来建立的剑道信仰正在被这个男人的歪理邪说冲击得摇摇欲坠。剑冢入口位于一片广袤的苍凉高原之上，此地寸草不生，怪石嶙峋，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肃杀的剑意。当洛安和柳若曦的云梭飞舟慢悠悠降落时，高原上已经聚集了3拨人马，泾渭分明。东边是紫阳门的弟子，个个身穿赤色劲装，气息狂傲；西边是万毒门的修士，浑身笼罩在黑袍之中，散发着阴冷的气息；北边则是星辰阁的门人，衣袂飘飘，神情倨傲。洛安和柳若曦是最后一队抵达的，他们的出现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哼，青云宗是没落到这种地步了，就派了2个人来送死。紫阳门的为首弟子，一个名叫赤炎的红发青年，上下打量了他们一番，发出一声嗤笑。一个筑基后期的小妞，长得倒是不错，可惜了。另一个练气期。青云宗是让杂役来开眼界的吗？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了洛安腰间的剑鞘上，脸上的轻蔑更浓了。哟，这位道友，你腰上别的是根烧火棍吗？怎么，是怕进了剑种没柴烧？他身后的紫阳门弟子们顿时发出一阵哄笑。柳若曦的俏脸一寒，一股凌厉的剑意就要透体而出。他可以忍受别人说他，但绝不能忍受别人侮辱这位深不可测的前辈。然而一只手却轻轻按住了他的肩膀。洛安拦下了他，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伸了个懒腰，骨头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脆响。他转头对柳若曦说：大师姐，你看这天气多好，风和日丽的，何必跟狗吠计较呢？平白坏了心情。我们先找个地方坐会儿，等他们叫唤完了，秘境差不多也该开了。他的声音不大，却传到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赤炎脸上的笑容僵住了，然后长成了猪肝色。无视，这种彻头彻尾的无视，比任何恶毒的反击都更让他愤怒。你找死！赤炎怒吼一声，身上爆发出灼热的灵力，就要动手。就在这时，一股冰冷刺骨的剑意扫过全场。那剑意并不霸道，却锋锐到了极点，像一把刀架在了每个人的脖子上。所有人都打了个寒战，连赤炎那满腔的怒火都被这股寒意浇灭了大半。众人循着剑意的来源看去，只见不远处不知何时多了2道绝美的身影。为首的女子白衣胜雪，黑发如瀑，容颜绝美，气质却冷得像万载不化的玄冰。她就那么静静地站着，背负着一柄古朴长剑，仿佛与这片天地都隔绝了开来。是百花谷的大弟子，有冰剑仙子之称的韩凌霜，而在她身旁则是一个穿着鹅黄色罗裙的娇俏少女，正睁着一双黑宝石般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洛安，然后凑到韩凌霜耳边，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叽叽喳喳：师姐师姐，你看那个人，他就是师父说的那个扮猪吃老虎的真龙哎，没想到他也来了。这声音让在场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古怪起来。赤炎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不敢对韩凌霜发作，便将矛头转向了他们。哼，我当是谁？原来是百花谷的。怎么，你们百花谷也只来了2个娘们？看来这次的剑种之行，收获注定是我紫阳门的囊中之物了。韩凌霜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只是从那好看的嘴唇里淡淡的吐出了一个字：滚。赤炎的脸彻底黑了，而那个叫颜如月的黄裙少女却完全没理会他，蹦蹦跳跳的跑到了洛安和柳若曦面前。他先是绕着洛安转了一圈，像是在看什么稀世珍宝，然后自来熟的说道：喂，你们也是2个人，我们也是2个人，他们人多，我们结盟吧。他从怀里掏出一颗散发着诱人果香的丹药，递到洛安面前。作为盟友，我可以偷偷告诉你们，我师姐超能打的，一剑一个，嘎嘎快。洛安看着这个元气满满的少女，又低头看了看那颗丹药，来了兴趣。他没接丹药，而是问道：结盟可以，有什么好处？你这丹药管饱吗？颜如月一愣，然后拍着自己那还没怎么发育的胸脯，豪气干云的保证：管饱，我这还有好多呢。成交。洛安干脆利落的答应了。柳若曦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这就结盟了？就为了一颗丹药？前辈的行事风格果然高深莫测。就在几人交谈之际，高原中央那座古老的祭坛忽然亮了起来，开启秘境的时辰到了。高原中央的古老祭坛，石板上的符文烛一亮起，最终汇成一道刺目的光柱，冲天而起。光柱的中心，空间如同被投入石子的水面，剧烈的扭曲折叠，形成一个散发着灵力气息的漩涡。剑种开了，冲啊！里面的宝物都是我紫阳门的。赤炎暴喝一声，带着门下弟子化作一道道赤色流光，一头扎进了漩涡之中。万毒门和星辰阁的修士也不甘示弱，纷纷祭出护身法宝，紧随其后。一时间人影绰绰，灵光闪烁，唯恐落后半步。颜如月急得直跺脚，扯着韩凌霜的衣袖：师姐，快快快，他们都进去了，好东西要被抢光了。洛安却一把拉住了正欲跟上的柳若曦：急什么？他指了指那混乱的入口，赶着去投胎也没这么积极。
再说了，里面的好东西难道还能长腿跑了不成？柳若曦被他拉住手腕，只觉得一股温热传来，心头一跳，脸颊微烫，连那袭白裙下巍峨的曲线都跟着呼吸有了些许起伏。他低着头，小声应道：“前辈说的是。”等到所有人都消失在漩涡里，洛安才慢悠悠地领着3位风格迥异的大美人踱步走了进去。穿过空间通道的眩晕感一闪而逝，一股苍凉与肃杀的气息扑面而来。眼前是一片无垠的灰色平原，天空是铅灰色的，大地是焦黑的，唯一存在的只有剑。数以万计的断剑、残剑、锈剑，如同一座座墓碑，插满了整个大地，构成了一副剑的坟场。其中无形的剑气如刀，四处游弋，不时在地面上切割出新的沟壑，发出嗤嗤的声响。刚进来的几名弟子躲闪不及，护体灵光便被轻易撕裂，身上留下了深可见骨的伤口，惨叫声此起彼伏。这景象让柳若曦和颜如月都绷紧了身体，全神戒备。就连一向冷若冰霜的韩凌霜也握住了背后的剑柄。唯有洛安像是进了自家后花园，他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拎着那根文明的剑鞘，闲庭信步。一道刁钻的剑气从斜刺里射来，他头也没回，只是脚下随意地错开半步，剑气便擦着他的衣角飞过，将远处一块巨石斩为2半。这道剑气角度不错，可惜力道太散，差评。他又路过一柄斜插在地上的巨剑，这柄剑姿势挺别致，就是风水不太好，挡了财路，活该断在这里。他那副轻松写意的模样与周围步步惊心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跟在他身后的3女美目中都泛起了奇异的光彩，尤其是柳若曦，她看着洛安的背影，怎么也无法将这个评论剑气像品茶的男人和那个在他面前脸部红心不跳说浑话的家伙联系起来。就在这时，前方传来一阵激烈的打斗声和赤炎的怒吼。只见紫阳门的一群人正被数十个由剑气凝聚而成、通体透明的人形怪物围攻。那些剑魁没有神智，悍不畏死，攻击全是大开大合的剑招，逼得紫阳门弟子手忙脚乱，狼狈不堪。显然是那位急着投胎的赤炎道友，为抢夺一处闪烁着宝光的地方，一脚踹开了阎王殿的大门。洛安一行人慢悠悠地晃荡过去，准备绕道而行。那边的赤炎眼尖，瞧见了洛安，顿时又惊又怒。他觉得洛安就是故意来看他笑话的，心中妒火中烧，眼珠一转，计上心头。道友，救我！此地的剑魁我为你挡下，你快去取宝，事后必有重谢。他喊得情真意切，像是在为洛安着想。可在他转身的瞬间，一只手却在袖中悄然掐诀，一道凝练的火焰刀无声无息地朝着洛安的后心斩去，嘴上喊救命，手上要人命，好一手无耻的背刺。颜如月和柳若曦都惊呼出声，韩凌霜更是剑已出鞘半寸，寒光乍现。然而洛安只是侧了侧身子，那道火焰刀便贴着他的后背飞过，他的身影在原地留下一个残影，本人却鬼魅般出现在了赤炎的面前。赤炎瞳孔扩张，完全没看清洛安是怎么过来的，他只看到那根被他嘲笑为烧火棍的剑鞘在眼前急速放大，没有一丝灵力波动，没有半点杀气。啪！一声清脆响亮的耳光响彻洞窟，那声音比任何法术对轰都要悦耳。赤炎整个人都被抽得原地转了半圈，脸上迅速浮现出一道清晰的红印。他懵了，脸上火辣辣的疼，但更疼的是他的尊严，他的道心。这一击伤害性不大，侮辱性绝了。洛安收回剑鞘，然后看向赤炎，一脸痛心疾首地叹了口气。你看，我就说这玩意儿好用吧。声音又响，用着又安全。说完，他不再理会赤炎和乱成一团的紫阳门弟子，转身走回3女身边。哇！颜如月眼睛瞪得溜圆，兴奋的小脸通红，用力拍着手。师姐你看，这就是传说中的打脸吗？角度好精准，我也想学这个。韩凌霜的冰山脸上也有些微妙的松动，他背负长剑的手指动了动，像是在模拟刚才那个挥鞘的动作。而柳若曦一张俏脸红扑扑的，也不知道是羞的还是惊的。前辈，行事当真不拘一格，霸道又优雅。这时周围的环境发生了诡异的变化，原本四处游弋发出嗤嗤声的无形剑气消失了，插满大地的万千断剑停止了嗡鸣，整个剑冢平原陷入了一种死寂，一种连风都停止流动的令人窒息的沉寂。不对劲，韩凌霜的素手已经完全握住了背后的剑柄，俏脸上露出了凝重。颜如月也不再叽叽喳喳，她靠近了师姐，小手伸进怀里，摸着那些瓶瓶罐罐，小脸紧绷。柳若曦催动了护体灵光，那袭白裙下的饱满轮廓因紧张而微微起伏，她轻声提醒：前辈，这里的剑意在汇聚。洛安没说话，他只是将那根平平无奇的剑鞘换到了惯用的右手里。
下一刻，平原中央所有的断剑残骸都开始剧烈的颤抖，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灰色怨气从剑身上升腾而起，如百川归海，涌向中心的一点。一个由纯粹剑意和无尽怨念构筑而成的人形轮廓缓缓凝聚成型。他没有五官，身体虚幻扭曲，手中握着一柄由上百柄断剑碎片拼凑而成的巨剑，一股远超之前任何剑魁的狂暴、混乱，只为毁灭而生的气息轰然席卷全场。战！最先出手的是寒灵霜，人与剑仿佛化作一道撕裂黑暗的寒光，直刺那剑种之魂的胸口。当！刺耳的交击声震得人耳膜生疼。寒灵霜的剑精准而凌厉，但那剑种之魂的巨剑却硬生生将他连人带剑劈得倒飞出去。柳若曦见状，手中清风剑诀引动，娇喝一声：“青云剑阵，起！”数道剑光凭空生出，交织成网，试图困住剑种之魂。可那怪物只是横扫一圈，剑网便寸寸碎裂，狂暴的剑气反噬，震得柳若曦气血翻涌，俏脸一白。太强了，这根本不是一个层级的对手。嘻嘻，尝尝我的七彩琉璃屁。颜如月的小手一扬，一把五颜六色的粉末当头洒下。那怪物动作一滞，虚幻的身体扭曲了一下，显然这粉末有古怪，就是这个空档。冰块脸，他的右腿关节力道不协。大师姐，灵力别分散，凝成一点，照着他脑门轰。洛安没有硬汉，贴着那柄呼啸的巨剑侧身划过，手中的剑鞘不偏不倚，点在了巨剑的剑脊上。咚！一声闷响，狂暴的巨剑竟被这一点带得偏离了轨迹，重重地砸在地上，激起漫天烟尘。寒灵霜和柳若曦闻声而动，两道剑光一上一下，攻向洛安指出的破绽。吼！剑种之魂发出无声的咆哮，身上剑气暴涨，竟是硬生生受了两击，反手一剑再次横扫。这次的目标是所有人，这一剑避无可避。洛安的眉头皱了起来，他深吸一口气，双脚在地上一踏，整个人不退反进，迎着那毁灭性的剑光，将那根平平无奇的剑鞘横在了胸前。轰！剧烈的撞击声震的整个灰色平原都在颤抖。洛安整个人被巨大的力道震得向后滑出数丈，双脚在坚硬的地面上离出两道深深的沟壑。握着剑鞘的手臂肌肉奔张，青筋暴起，衣袖都被鼓胀的肌肉撑得紧绷。他挡下了，力气还真不小。洛安甩了甩有些发麻的手臂，心里却在嘀咕：麻烦，为了不把这地方打烂，还得收着力，真憋屈。哇！洛安，你流汗了。颜如月眼尖的叫了起来，声音里带着他自己都没察闻的紧张。洛安没空理他，他能感觉到这怪物的力量还在变强，他在吸收整个剑种平原上万千断剑的怨念与残存剑意。不能拖了，他低喝一声，声音沉稳：听我口令，准备拼命了。他的目光扫过三女，寒灵霜，你最强的一剑留着，等我信号。柳若曦，用你那招最华而不实的，动静越大越好，糊他脸上，给他挠痒痒。颜如月，把你身上所有能想能炸的，别心疼，全扔出去。三女一怔，尤其是柳若曦，听到最华而不实和挠痒痒这两个词，一张俏脸涨得通红，胸前那两团因为急促的呼吸起伏得更加剧烈。但出于对洛安的信任，他们立刻照办。知道了。柳若曦咬着银牙，强忍着羞意，一掐剑诀，云海生莲。一朵巨大的青色莲花凭空绽放，花瓣层层叠叠，带着飘渺而华丽的气势，将剑种之魂整个笼罩。看我的无敌霹雳弹，还有五彩迷魂烟。嘻嘻。颜如月小脸兴奋，从怀里掏出一大把五颜六色的豆子，天女散花般全撒了出去。噼里啪啦的爆炸声和各色烟雾瞬间淹没了怪物。吼！剑种之魂被这番骚扰彻底激怒，巨剑疯狂舞动，只几下便将华丽的剑帘和漫天烟火尽数撕碎。就是现在，在他力量爆发到极致，就力已尽心力未生的一瞬间，动手！洛安的声音如同惊雷。可就在这时，两道阴狠毒辣的赤色火光从侧后方一个极为刁钻的角度射向了正在专心施法的颜如月。哈哈哈！多谢各位替我们消耗这孽畜，现在你们可以去死了。是赤炎，他竟然带着仅剩的2名紫阳门弟子一直潜伏在侧，等待着这渔翁得利的机会。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先解决掉看起来最弱的辅助颜如月，再趁乱夺宝。小月，寒灵霜冰冷的声线里出现了急切，他蓄力待发的一剑本已锁定了剑种之魂的要害，此刻却不得不硬生生调转方向去斩那2道火光。可这样一来，攻击剑种之魂的最好时机便错过了。师姐不要管我！颜如月尖叫一声，身形狼狈地向一旁翻滚，躲开了一道火光，可另一道火光却如影随形。而另一名紫阳门的弟子则
则阴笑着扑向了柳若曦，手中长刀卷起炙热的刀浪，意图将她拖住。滚开！柳若曦又急又气，手中清风剑光芒大放，全力抵挡。凌厉的剧烈冲撞让她气血翻涌，身形被震得连连后退。那身洁白的衣裙下，饱满的轮廓愈发挺翘，汗水浸湿了她的后背，料紧紧贴合着那柔韧的腰线，勾勒出一段曲线。场面顷刻间陷入了绝境。洛安的眼神冷了下来，他没有去看扑向颜如月的攻击，也没有去看陷入苦战的柳若曦，甚至没有去看那重新汇聚力量准备发出致命一击的剑种之魂。他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哎，就不能让我安安稳稳地带个妹吗？话音落下的那个刹那，天地静止了，并非时间停止，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规则镇压。以洛安为中心，一种难以言喻的玄奥气息如涟漪般扩散开来。这片剑种平原中狂暴混乱，充满了毁灭意志的无主剑气，在接触到这股气息的瞬间，竟如同遇见帝王的臣子，瞬间温顺地垂下了高傲的头颅，发出了臣服的嗡鸣。那些充满了怨念的灰色气流不再攻击他，反而亲昵地环绕着他，像是在朝拜他们的君王。三女只觉得一股源自血脉与神魂深处的悸动传来，仿佛面对着天地未开时的那一点本源，让他们生不起一丝一毫的反抗之意，唯有仰望与敬畏。混沌道体，万法不侵，万道归宗。什么？正准备给颜如月致命一击的紫阳门弟子，忽然感觉自己的法术失控了。那道赤色的火光在距离颜如月仅有半尺的地方凭空分解，化作最精纯的火灵气，然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倒卷而回。噗！那名弟子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自己10成功力的法术轰在了胸口，整个人飞了出去，身体在半空中就变得焦黑。洛安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颜如月的身前，他没回头看那个偷袭者。另一边，正与柳若曦缠斗的弟子看到同伴的惨状，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想跑，可一道冰冷的剑光比他的念头还快。韩凌霜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在确认师妹安全后，便将那股被压抑的杀意宣泄在了最近的敌人身上。一剑封喉。那名弟子捂着脖子，眼中满是恐惧，无力地倒下。哼，蝼蚁。韩凌霜吐出2个字，惜字如金。现在只剩下赤炎一人了。他看着闲庭信步般走来的洛安，双腿筛糠般抖个不停，脸上哪还有半分之前的嚣张。前辈饶命，我错了，我是猪油蒙了心。洛安没说话，只是缓步走到他面前，举起了手中的剑鞘。不要用那个。赤炎看着那根带给他毕生耻辱的剑鞘，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洛安没有满足他最后的愿望。啪！又是一声清脆响亮的耳光，赤炎被抽得飞了出去，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死了过去。洛安收回剑鞘，看都没看他一眼，转身看向那重新锁定众人的剑种之魂，嘟囔了一句：打打杀杀多费劲。他掂了掂手中的剑鞘，重新将目光投向了那只被晾在一边的大家伙。好了，苍蝇赶跑了，咱们继续。他的声音平静，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个无伤大雅的插曲。可柳若曦、韩凌霜和惊魂未定的颜如月看向他的眼神已经彻底变了，那是一种混杂着敬畏、好奇以及深深震撼的复杂情绪。哎，小日子过得好好的，何必呢？洛安对着那咆哮的剑种之魂又一次发出了他那标志性的感叹，然后双手握住了剑鞘。这一次他不再保留，一缕缕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灰色混沌气流自虚空中渗出，缠绕在他的手臂上，手中的剑鞘瞬间变得重若星辰，仿佛承载了整片天地的初始重量。没有花哨的技巧，就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记重击。他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无声无息地绕到了剑种之魂的身后。那怪物还在疯狂地攻击着前方的空气，完全没有察觉。洛安高高举起剑鞘，携着万钧之力狠狠地砸在了剑种之魂的后脑之上。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只有一声轻微的如同瓷器碎裂的咔嚓声。啪！剑种之魂庞大的身躯僵在原地。紧接着诡异的一幕发生了，它并非被砸碎，而是以剑鞘接触点为中心，整个由怨念和剑意构成的身体开始返本归元。狂暴的剑意化作最纯粹的灵气，无尽的怨念消弭于无形，组成他身体的上百柄断剑碎片失去了力量的维系，叮叮当当的散落一地。短短一息之间，那不可一世的剑种之魂就如同被风化的沙雕，寸寸瓦解，化作漫天飞灰，彻底从这个世界上被抹去。在他消散的中心，一颗通体漆黑、散发着死亡与终结气息的灵珠静静地悬浮在空中，一股苍茫古老的气息从其身之上散发出来。哇，是宝物！颜如月立刻忘了害怕，眼睛闪闪发光。洛安却看着那珠子，眉头又一次皱了起来。嘿，这下麻烦了。
洛安捡起那颗悬浮在半空的漆黑灵珠，放在手心掂了掂，珠子入手冰凉，却又带着一股灼烧神魂的奇异感。哇，洛安，这是什么宝贝？颜如月凑了过来，一双大眼睛里闪烁着财迷的光芒，小鼻子还使劲嗅了嗅，闻起来好像不太好吃的样子。剑魂珠，洛安随口解释道，是这剑种李万千断剑的剑意和怨念的集合体。好东西是好东西，谁要是能炼化了，剑道修为一日千里。可惜也是个催命符。他把珠子抛了抛，又接住。这玩意儿里的怨念太重，心智不坚的人碰一下，立马就会变成只会杀戮的疯子。你看刚才那个大家伙，就是这珠子的雏形。柳若曦和韩凌霜闻言，俏脸上都露出了几分忌惮。尤其是柳若曦，想到自己刚才还想跟那怪物硬拼，背后就冒起一层细汗，胸前的两团柔软也跟着颤了颤。那怎么办？扔了吗？颜如月有些不舍地看着那颗珠子。扔了多浪费。洛安一脸理所当然地把剑魂珠揣进了怀里，回头找个石臼磨成粉，拌在花肥里，保证我后院那几颗大白菜长得又白又胖。三女用蕴含着无上剑意的至宝去种大白菜。柳若曦感觉自己的修仙观又一次被按在地上摩擦。韩凌霜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山脸上，眼角也忍不住抽动了一下。就在这时，他们进来的那个空间漩涡一阵剧烈的扭曲，然后啵的一声，像个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哎，我们怎么回去？颜如月叫了起来。洛安抬头看了看天色，那铅灰色的天空正变得愈发深沉。看来是这剑种的规矩，剑魂不死，出口不关。现在剑魂没了，出口也跟着没了。那我们今晚要在这里过夜？柳若曦环顾四周，这片插满断剑的荒原，怎么看都不像是个能安稳睡觉的地方。怕什么？洛安指了指远处一座被削去半边的山壁，那里有个山洞，看着还行，今晚就去那儿当个山顶洞人。走，我给你们露一手。山洞里，洛安等人一进去就闻到了空气中似乎有股极淡的甜香，还以为是洞中某种苔藓的味道，并没在意。一堆篝火很快烧得正旺，橘红色的火焰驱散了剑种的阴冷。洛安从柳若曦给的储物袋里摸出好些个食材，用铁条串着，在火上慢悠悠地烤着，还时不时撒上点自带的香料，一股肉香很快就弥漫开来。颜如月早就蹲在旁边，眼巴巴地等着，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柳若曦坐在火堆旁，双手抱着膝盖，白色的裙摆铺在地上，像一朵盛开的雪莲。她看着洛安娜熟练的动作，看着他专注地转动着烤串的侧脸，火光映在他的脸上，让他有些出神。这个男人明明拥有通天彻地的本领，却偏偏喜欢这种最平凡的人间烟火。正想着，他忽然觉得身体里升起一股莫名的燥热，如同一条火线从小腹处点燃，迅速向着四肢百骸蔓延。他发出一声压抑不住的轻吟，感觉自己的脸颊烫得惊人，连呼吸都带上了灼热的气息，吹在身前，激得肌肤起了一层细密的疙瘩。怎么了？洛安的声音传来。没什么。柳若曦摇了摇头，以为是离火堆太近的缘故，便往后挪了挪。可那股燥热非但没有减退，反而愈演愈烈，像是有无数只小蚂蚁在血脉里啃噬，让他坐立不安。他的皮肤泛起了一层诱人的粉色，原本清澈的眼眸也蒙上了一层水雾，变得迷离起来。那身洁白的衣裙下，玲珑有致的身体无意识地扭动着，巍峨曲线随着他愈发急促的呼吸起伏得让人心惊。好热！他神志不清地扯了扯自己的领口，露出一片雪腻滑润的肌肤，上面已经渗出了细密的香汗，在火光下闪烁着晶莹的光泽。不对劲！洛安眉头一皱，立刻放下烤蘑菇，两步跨到柳若曦面前，伸手搭在了她的手腕上，入手一片滚烫，一股驳杂混乱的气息在他体内乱窜，其中夹杂着极其阴毒的粉色雾气。万毒门的合欢散还是加了料的。洛安的脸色沉了下来，什么时候中的招？他话音刚落，旁边的颜如月也哼唧起来，小脸红扑扑的，抱着胳膊一个劲的蹭。师姐，我身上好痒，也好热啊。他说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就看向了洛安，眼神里充满了依赖和渴望。唯有韩凌霜依旧盘膝坐在原地一动不动，但他额角渗出的汗珠，紧握剑柄以致骨节泛白的手，以及玄冰剑气在他周身时而凝聚时而溃散的异状，都暴露了他正在进行着一场何其艰苦的对抗。他那张冰山般的俏脸，一半因压制毒性而苍白，一半因药力上冲而绯红，平添了几分破碎又妖异的美感。洛安瞬间明白了，是进来之前万毒门那帮人搞的鬼。这毒无色无味，潜伏期又长，直到灵力运转加速时才会爆发，而他自己混沌道体百毒不侵，这点小伎俩连给他挠痒痒都不配。前辈，柳若曦已经彻底失去了思考能力，他感觉浑身发软，只想找个清凉又坚实的东西靠着。
而眼前洛安的身体散发着让他安心的阳刚气息，成了他唯一的选择。他软软的倒了过来，整个人毫无保留地挂在了洛安的身上，温热的脸颊贴着他坚实的胸膛，吐气如兰，那饱满紧紧地压迫着他的手臂，触感惊人。洛安，我也要抱抱。颜如月见状，也丢掉了所有矜持，从另一边缠了上来，像只八爪鱼一样挂着不放，小脑袋还在他身上乱蹭，一左一右，软玉温香。洛安一手扶着一个，感受着两具滚烫又柔软的身体，脑门上青筋跳了跳，心里却在疯狂吐槽：冷静，冷静，我可是个正经人，这种考验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愉快了。他深吸一口气，看向唯一还保持着坐姿的韩凌霜，沉声道：韩仙子，还能撑住吗？需要运功逼毒，过程可能有点复杂。韩凌霜紧闭双眼，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汗珠，微微颤抖。他牙关紧咬，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说。洛安清了清嗓子，摆出一副得道高人的严肃表情，一本正经地解释道：可这毒很霸道，必须以至刚至阳之力游走全身经脉，从几处关键的药穴排出，所以为了保证疗效，得脱了衣服，我才好施针。什么针？什么疗伤要脱衣服呀？怀里的颜如月迷迷糊糊地抬起头，用天真无邪的语气问出了一个让山洞内空气瞬间凝固的问题。山洞内，颜如月天真烂漫的声音轻轻回荡，让本就燥热的空气霎时凝固。柳若曦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她感觉自己快要被烧着了，不是被火，而是被这无处不在的燥热和羞耻感。身体的异样让她全身发软，那袭白衣下的饱满胸脯随着愈发急促的起伏，仿佛下一刻就要挣脱束缚。就连一直靠着玄冰剑骨强撑的韩凌霜，也因为这句话心神一晃，好不容易压制下去的毒性找到了宣泄口，猛地反扑上来。他那张冰冷如霜的俏脸，绯红的区域迅速扩大，要将那最后一分苍白也吞噬殆尽，连平日里冷冽的眼眸都蒙上了一层水汽。洛安正要清清嗓子，用此乃上古秘法，讲究天人合一，你们不懂，很正常之类的鬼话糊弄过去，洞口却传来一阵阴恻恻的笑声。呵呵，好一个上古疗法，不知可否让老夫也来观摩一二。话音未落，三道人影堵住了唯一的洞口，将跳动的火光都压得暗淡了几分。为首的是个身穿墨绿长袍的干瘦老者，面容枯槁，正是万毒门的长老。他一双小眼睛在三女身上滴溜溜地转，满是淫邪。中了老夫的3日醉仙尘，便是贞洁烈女也要化作绕指柔。小子，便宜你了。他身边一个身材魁梧，浑身冒着腾腾热气的紫阳门长老瓮声瓮气地喝道：废什么话，小子，把剑魂珠交出来，再把这3个美人留下，老夫可以考虑给你留个全尸。最后一人手托着一个玄奥的星盘，眼神阴鸷，乃是星辰阁的长老。他鼻孔朝天，一副掌控一切的姿态。你们的命数早已注定，反抗只是徒增痛苦。他们显然已经潜伏了许久，就等着洛安等人和剑种之魂斗得两败俱伤，好出来坐收渔利。3日醉仙尘，洛安挑了挑眉，名字起得挺风雅，效果倒是挺下三滥的。他将已经站不稳的柳若曦和像八爪鱼一样缠着他的颜如月扶到墙边，让他们靠好。然后他才站直了身子，拍了拍手上的灰，表情变得有些不耐烦。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本来想给你们留条活路，现在看来是我想的太美好了。他看着洞口的3人，摇了摇头，非要跳出来找不痛快，何必呢？紫阳门长老脾气最是火爆，闻言怒喝：死到临头还敢嘴硬，老夫先送你上路，尝尝我的紫阳焚天掌。他双掌猛地向前推出，一轮磨盘大小的紫色烈阳凭空浮现，洞内的温度骤然拔高，连岩壁都开始发红，带着焚毁万物的恐怖高温，朝着洛安当头压下。与此同时，万毒门长老桀桀怪笑，张口吐出一片墨绿色的毒烟。那毒烟在半空中化作数不清的细小毒蛇，发出嘶嘶的声响，从四面八方朝着洛安缠绕而去，封锁了他所有的闪避空间。还有老夫。星辰阁长老催动手中的星盘，洞口上方的天空星光大作，交织成一张由星辰之力构成的天罗地网，从天而降，彻底断绝了洛安的退路。星锁囚笼，我看你这次往哪里逃？3位成名已久的长老3道配合默契的绝杀之招，将洛安置于一个必死的境地。面对这毁天灭地的攻击，洛安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哎，小日子过得好好的，何必呢？话音落下的那个刹那，他不再有任何掩饰，一股原始、古老、包容万物的气息从他体内弥漫开来。他整个人在这一刻仿佛成了这片天地的原点。他伸出右手，五指张开，一只由最纯粹的灰色混沌气流构成的巨手凭空凝聚，不带丝毫烟火气，迎向了那轮不可一世的紫色烈阳。
紫阳门长老的脸上还挂着残忍的笑容，可下一秒，他的笑容就僵住了。那只混沌之手一把就抓住了他引以为傲的紫色烈阳，咔嚓一声轻响，那蕴含着高温的火球被轻而易举地捏得粉碎，爆散的能量反而被那只灰色手掌全数吸收，连个火星都没剩下。紧接着，那只吸收了能量的混沌之手随意地反向一拍，呼，一股无形的劲风扫过，那漫天的毒蛇，那封锁天空的星光囚笼，就像是沙子堆成的堡垒遇到了浪头，被一掌拍得烟消云散，连点痕迹都没留下。三位长老脸上的得意与狞笑变成了呆滞与骇然。还没等他们从这颠覆认知的一幕中反应过来，洛安的身影消失了。下一刻，他出现在紫阳门长老的面前。在那老者圆睁的双目中，洛安抬起手，一记朴实无华的耳光抽了过去。啪，声音清脆，包裹着混沌气流的巴掌直接将对方的护体灵气和那颗惊恐的脑袋一并抽成了漫天血雾。洛安的身形没有片刻停留，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人已经出现在万毒门长老的身后。他并指如刀，对着那老者的后颈轻轻一划，没有鲜血，没有惨叫，万毒门长老的身体从头到脚被无形的力量分解，化作了最原始的能量粒子，消散在空气中。最后，洛安走到了唯一幸存的星辰阁长老面前。那老者已经吓得魂飞魄散，手中的星盘掉在地上，双膝一软，就要跪地求饶。钱，他只来得及吐出一个字。洛安已经抬起脚，轻轻踩下。轰！混沌之力自他脚下爆发，那明长老连同他那件珍贵的星盘法宝一起被震成了最细腻的齑粉，被晚风一吹就散了。解决完3个碍事的苍蝇，洛安拍了拍手，眉头却皱得更紧了。跟这几个杂鱼浪费了时间，他们的毒恐怕压不住了。他走回洞中，篝火的光芒跳跃着，将洞内的一切都染上了一层暖色。眼前的景象印证了他的猜测，三女的情况比刚才更糟糕了。柳若曦已经彻底陷入了昏迷，蜷缩在冰冷的石壁旁，汗水将她那身洁白的衣裙完全浸透，紧紧地贴合着她玲珑起伏的身体曲线。火光之下，那柔韧的腰肢与挺翘丰腴的臀线构成了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与她平日端庄圣洁的形象形成了剧烈的反差。另一边的颜如月还在哼哼唧唧地撕扯着自己的衣领，小脸通红，嘴里无意识地呢喃着师姐好热，帮我。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已经失去了焦距，充满了迷茫与无助。而变化最大的是意志力最强的韩灵霜，他手中的长剑掉在地上，整个人靠着石壁急促地喘息着。那张万年冰山般的脸上此刻只剩下诱人的绯红，他一直引以为傲的冰冷剑意被体内的燥热彻底冲垮，连那雪白修长的脖颈上都沁出了一层细腻的香汗。洛安看着这满洞春色，头疼地揉了揉眉心。他知道刚才那句半开玩笑的脱衣服疗伤，现在恐怕是唯一的选择了。山洞内篝火的光芒将三女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印在斑驳的石壁上，摇曳不定。噗！唯一还保持着清醒坐姿的韩灵霜身子猛地一颤，一口鲜血从嘴角溢出，滴落在她雪白的衣襟上，像一朵凄艳的梅花。她体内的玄冰剑气与那霸道的毒性进行了最激烈的冲撞，冰与火的对抗已经伤及了她的本源。毒入心脉了。她艰难地吐出几个字，那张向来冷若冰霜的脸上此刻写满了苍白。他看向洛安，连那份属于修士的孤高都出现了一丝裂痕。洛安的脸色凝重起来，他快步上前，从怀里掏出那颗漆黑如墨的剑魂珠。珠子在他掌心散发着让人心悸的古老剑意。打斗耽误了时间，毒素已经和你们的灵力彻底纠缠在了一起。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韩灵霜的耳中。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洛安拖着剑魂珠，用这颗珠子里霸道的剑意强行冲垮你们体内的毒素结构，再以我的纯阳体进行调和，引导他们排出体外。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已经昏迷的柳若曦和迷迷糊糊的颜如月，最后落回韩灵霜的脸上。这个过程需要我们进行最原始的生命本源交融。山洞里只剩下篝火燃烧时发出的噼啪声。最原始的生命本源交融。韩灵霜不是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她瞬间就明白了这几个字背后代表的含义。她沉默了，她看着软倒在一旁不省人事的师妹颜如月，又看了看自己那只正在不停颤抖的手。她知道洛安说的是实话，这是唯一的活路。可他的道是无情剑道，讲究的是心无外物，身如琉璃。一旦行了那等事，他的剑心还能保持纯粹吗？剑道、生命、师妹的安危，还有自己一直以来坚守的比生命还重要的贞洁与道心，这些念头在他脑海中激烈交锋，让他心乱如麻，娇躯抑制不住的轻颤。最终所有的挣扎都化作了一声悠悠的叹息。他缓缓闭上眼睛，长长的睫毛在颤抖，最后轻轻点了点头。那一个点头
仿佛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洛安不再犹豫，他抱起已经彻底失去意识的柳若曦，将她平放在早就铺好的干草堆上。柳若曦的身体滚烫的吓人，那身洁白的衣裙被汗水完全浸透，紧紧地贴合着她玲珑起伏的身体曲线。火光之下，那柔韧的腰肢与丰腴挺翘的弧度构成了一幅让人浮想联翩的画面。洛安深吸一口气，开始帮她褪去外衣。而另一边靠着石壁的韩凌霜虽然闭着眼，但颤抖的睫毛和耳根处浮现的一抹绯红暴露了她并未完全昏睡。她强撑着最后一丝意识，却控制不住地将目光从眼皮的缝隙间投向了那边的动静。她看到洛安的手掌贴在了柳若曦平坦的小腹上，两具散发着不同光晕的身体交叠在一起。她看到了，她甚至能看到一股至刚至阳的灰色气流涌入了柳若曦混乱的经脉中。凌霜感觉自己的脸颊烫得厉害，心脏不争气的狂跳。她想挪开视线，可那画面却像带着磁石，让她无法自拔。洛安将剑魂珠悬于两人之间，一手按在柳若曦的小腹上，另一手引导着混沌气流涌入剑魂珠。嗡！珠子剧烈震动，狂暴的剑意喷薄欲出，洛安的混沌气流却像一张温柔的大网，将这股剑意包裹、中和、驯服，化作一股奇异的能量洪流。随着他掌心纯阳之力的灌入，这股混合了混沌气与剑意的能量开始冲刷柳若曦体内的经脉。这是一个深度的灵肉合一的过程，混沌阳气如春风化雨，中和着奇毒的燥热，霸道的剑意则将与灵力纠缠的毒素剥离开来。柳若曦紧蹙的眉头渐渐舒展开，紧接着是颜如月。洛安将小丫头抱过来时，她还在半梦半醒之间，嘴里嘟囔着什么真香之类的梦话。当那股温和又霸道的能量进入她体内时，她甚至还发出了嘻嘻的笑声。小脸在洛安的胸膛上蹭了蹭，找到了一个舒服的姿势。整个过程因为她百花蜜体的亲和性出奇的顺利。最后轮到了韩凌霜，当洛安靠近时，能清楚地感觉到她紧绷的身体像一块万年不化的玄冰，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寒气。她虽然默许了，但身体的本能却在抗拒。洛安没有说话，只是用同样的方式贴了上去。就在混沌之力进入他体内的刹那，异变突生，韩凌霜体内的玄冰剑骨本能地产生了剧烈反抗，一股冰冷刺骨的剑气逆冲而出，几乎要将洛安整个身体都冻结。哼！洛安低喝一声，混沌道体全力运转。如果说之前对柳若曦和颜如月是春风化雨，那么此刻他的混沌之力便化作了吞噬天地的洪荒猛兽，一股更霸道的气息爆发开来，强行将那股反抗的寒气压制、包裹、撕碎、融合。冰与火的极致交融，阴与阳的剧烈碰撞。韩凌霜闷哼一声，身体剧烈的颤抖起来。那张万年冰山般的脸上终于流露出既痛苦又迷离的神情，眼角甚至沁出了一滴泪珠，顺着脸颊滑落。他的意识在冰与火的交织中彻底沉沦，时间在这一次次的灵力冲刷与本源交融中缓缓流逝。当最后一缕黑色的毒素被从三女的指尖排出，化作青烟消散后，他们终于沉沉地睡了过去。每个人的气息都变得悠长而平稳，甚至比之前更加强大。洛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自己比跟灵儿大战3天3夜还累。就在这时，他的脑海中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疯狂响起，像是开了锅。叮！检测到宿主首次完成1拖3模式的生命大和谐壮举，过程完美，结果喜人。借助剑魂珠能量催化，成功引导玄冰剑骨、百花蜜体、青云灵体的本源之力淬炼己身。混沌道体已从初级晋升为中级，解锁新能力，归墟领域小范围压制并分解法则能量，解锁新能力，混沌之手可徒手抓取并分解低阶法宝。山洞里第一缕晨光溜了进来，将空气中的尘埃照得清清楚楚。柳若曦长长的睫毛颤了颤，缓缓睁开了眼睛。她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里有冰冷的剑气，有灼人的热浪，还有一个宽厚温暖的怀抱，神清气爽，体内的灵力前所未有的充盈。这是怎么回事？坐起身，脑子还有些迷糊，可下一秒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体内的灵力前所未有的充盈，丹田之中一颗金灿灿的丹丸正在缓缓旋转，散发着强大的波动。金丹！柳若曦捂住嘴，眼中满是不可思议。她卡在筑基大圆满已经2年了，没想到胡闹了一晚上，竟然就突破了。可当她低头的一瞬间，整个人都僵住了。自己身上盖着一件宽大的黑色外袍，袍子下面空空荡荡的。昨夜那羞人又模糊的片段疯狂涌入脑海，她那张白皙如玉的俏脸腾的一下红得能滴出血来。目光慌乱的一扫，她看到不远处百花谷的颜如月和韩凌霜也是同样的状态，胡乱躺着，
身上都盖着外袍，凌乱的衣衫被丢在一旁。柳若曦手忙脚乱地抓紧外袍，想要把自己裹得更紧一些，可这动作反而让袍子下的曲线愈发明显。那两座本就傲人的山峰，随着急促的呼吸起伏着。好香啊！旁边颜如月揉着眼睛坐了起来，鼻子还可爱地抽动了2下，显然是被食物的香气唤醒的。她迷迷糊糊地看了看自己的情况，又看了看韩凌霜，大眼睛里充满了纯洁的困惑。她没有半点羞涩，反而光着身子凑到韩凌霜身边，伸出手指戳了戳她的胳膊，用蚊子哼哼般的声音小声问：师姐，我们是不是被那个了呀？感觉身体里暖洋洋的，好舒服哦。而且我也变成金丹高手了耶。韩凌霜的身体虽然僵硬，但她的心神早已沉入丹田。那里原本的玄冰剑胎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颗缭绕着寒气的完美金丹。她竟然也突破了。在经历了那般羞辱与道心动摇之后，非但没有修为倒退，反而破境了。这股让他晋升的力量中混杂着他最抗拒的阳刚气息，这让他对自己的剑道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震撼。此刻听到颜如月这句虎狼之词，他感觉自己的天灵盖都要被掀飞了，刚刚凝聚的金丹差点当场不稳。他循着香味和声音的来源扭过头去，洞口洛安正坐在一块石头上，嘴里哼着不知名的小调，手里正拿着一柄紫光流转，一看就不是凡品的宝剑，剑身上串着一只已经被烤得金黄流油的肥兔子，金黄的油滴落在下面的篝火里，发出滋啦滋啦的诱人声响。他还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小纸包，往兔子身上撒着什么粉末。小白兔白又白，撒上自然烤起来。这悠闲到近乎欠揍的模样，与洞内这尴尬到凝固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山洞内篝火的光芒将3道婀娜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映在斑驳的石壁上，摇曳不定。柳若吸气的胸口发闷，又羞又恼，恨不得抓起一块石头砸过去。另一边的韩凌霜也坐起身，发现身上盖着一件明显属于男子的宽大外袍，让他身体瞬间紧绷。昨夜那些羞人又模糊的片段疯狂涌入脑海，他用外袍将自己裹紧，目光落在洛安身上时，清冷的眸子里多了谁也看不懂的复杂。他没有质问，也没有尖叫，只是用一种带沙哑的嗓音冷冷地吐出几个字：此事不许外传。声音不大，却让洞内的温度都降了几分。洛安像是没听见他话里的寒气，反而撕下一条最肥美的兔腿，站起身笑嘻嘻地递了过来。放心，我嘴巴很严的，职业操守杠杠的。他挑了挑眉，不过嘛，封口费总得给点吧。也不多要，以后你们百花谷和青云宗的什么灵果，先淘熟了给我留点就行。他用这种插科打诨的方式，轻而易举地将那层冰给敲开了。哇，兔腿！颜如月眼睛一亮，早就把刚才的疑问抛到了九霄云外，连衣服都忘了穿，开心地接过兔腿，啊呜就是一大口，吃得满嘴是油。洛安的视线不自觉地往下一滑，看着那因为开心而微微起伏初具规模的小包子，老脸一热，赶紧拿起一件衣服递了过去。快穿上，小心着凉。柳若曦的脸颊泛着红晕，偷偷拉开外袍看了一眼里面，那宽大的尺寸让她很骄傲，心里小声嘀咕：一个顶他俩。韩凌霜只是用目光警告了洛安，示意他闭嘴，但飘来的肉香还是让他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咕噜声。他的脸颊染上了一层薄红。一顿气氛古怪的早餐过后，三女总算找回了自己的衣服，手忙脚乱地穿戴整齐。洛安拍了拍手上的油，站起身体一道：走，咱们再去里面逛逛。柳若曦正在整理自己有些褶皱的衣裙，闻言不解地抬起头：还去？剑冢的出口不是已经关闭了吗？而且里面我们不是已经搜刮过了？洛安晃了晃被他揣在怀里还带着体温的剑魂珠，嘿嘿一笑：此一时彼一时，之前这里有剑魂这个大 boss 当保安，现在嘛，他拍了拍胸口，保安被我揣兜里了，这地方就成了一个不设防的藏宝库，不进去多捡点破烂，都对不起我们昨晚那么辛苦的深入交流。深入交流4个字他说的格外重。柳若曦和韩凌霜的脸又不约而同的红了。4人再次踏入剑冢荒原，景象果然大不相同。之前那股阴森刺骨，仿佛要将人生魂都剥离的剑气和怨念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荒原除了看着荒凉了点，和外面的普通山谷没什么两样。哇，真的没危险了耶！颜如月像一只被放出笼子的小兔子，兴奋地在骸骨和断剑之间跑来跑去。洛安哥哥，快来快来！没一会儿，颜如月就有了发现，他指着一具巨大妖兽骸骨的眼眶里，那里长着一株通体晶莹、散发着淡淡光晕的奇特药草。药草周围有几缕微弱的剑气盘旋，不让外人靠近。他试了几次，都被那剑气弹开了小手，只好嘟着嘴向洛安撒娇。洛安慢悠悠地走过去，他刚伸出手，那几缕原本还挺倔强的守护剑气主动就消散了。
他轻轻松松地将药草摘下，在颜如月满是崇拜的小眼神中递给了他，还顺手揉了揉他的小脑袋。另一边，韩凌霜在一堆断剑中发现了一柄只露出剑柄的古剑，那剑柄古朴无华，却有一种剑意内敛的厚重感，显然是件宝贝。他握住剑柄，调动全身灵力，猛地向上一拔，古剑纹丝不动。他不信邪，用上了玄冰剑骨的力量，脸都憋得有些红了，那剑依旧像是长在了地里。洛安的声音从背后飘来：“我说韩大剑仙，你这是在拔剑，还是在拔萝卜？要用巧劲，懂吗？”韩凌霜回头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洛安也不在意，走过去，一只手握住了剑柄，混沌之气在掌心微微运转，刚刚晋升的混沌之手能力发动，一丝丝灰色的气流渗入剑身与大地的连接处，轻易瓦解了其中沉淀了千年的静止与地脉联系。只听噌的一声轻响，那柄让韩凌霜束手无策的古剑被他连同一截黑漆漆的剑鞘一同拔了出来。他看都没看那柄寒光闪闪的宝剑，随手就丢给了韩凌霜。韩凌霜握着手中的绝世宝剑，又看看那个男人，那张万年冰山脸上出现了生动的表情。一整个上午，四人收获颇丰，柳若曦的储物袋都快被塞满了。他看着时而指挥颜如月去刨坑，时而吐槽韩凌霜不懂寻宝，只有自己悠哉悠哉跟在后面的洛安。前辈总能在最危险的地方活出最悠闲的姿态，这种奇特的反差让他心跳莫名的快了几分。中午时分，剑冢出口的能量漩涡再次出现。在离开前，洛安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地对着三女说：“记住我们的约定，这是我们4个人之间不能说的秘密，谁要是敢说出去，会怎么样？”颜如月好奇地眨着大眼睛，洛安露出了一个坏笑：“谁说出去，我们就得找个时间再深入交流一下，巩固疗效。我这个人对售后服务一向很负责的。”柳若曦和韩凌霜的脸颊腾地一下又烧了起来。返回百花谷的路上，队伍的气氛发生了奇妙的变化。颜如月彻底化身为了洛安的小挂件，几乎是挂在他胳膊上，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分享着他储物袋里又多了什么亮晶晶的石头。柳若曦与洛安并肩而行，虽然话不多，但会很自然地伸手帮他整理被风吹乱的衣角。只有韩凌霜依旧保持着3步之外的距离，像个冷艳的保镖。但当洛安偶尔回头看他时，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移开视线，而是会与他对视一瞬，才缓缓转过头去。只是那雪白的耳根处却悄悄染上了一抹红晕。傍晚，一行人终于抵达了百花谷的山门。师傅！颜如月欢呼一声，朝着山门内一位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美妇人扑了过去。那妇人约莫30许，一身雍容华贵的宫装，将她那成熟饱满的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风韵天成，仿佛一颗熟透了的水蜜桃。面容秀美，眼角眉梢带着一股浑然天成的魅意，正是百花谷谷主水月真人。他含笑接住自己的小徒弟，目光在3个女孩身上轻轻一扫，原本温和的笑容陡然一凝。金丹境。水月真人的美眸中闪过一丝骇然，他发现柳若曦、颜如月、韩凌霜3人竟然全都突破到了金丹期，这怎么可能？尤其是他的2个徒弟，临走前是什么修为他一清二楚。他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在颜如月和韩凌霜的身上来回打量，秀眉微蹙，最终他的视线落在了最能隐藏心事的大徒弟韩凌霜身上。当他看到韩凌霜那虽然极力保持着冰冷，但气息流转间却多了一缕藏不住的纯阳之气，在联想到那匪夷所思的修为突破时，水月真人的表情变得极为古怪。韩凌霜和颜如月被师尊看得心虚不已，一个个都低下了头，不敢与他对视。凌霜、如月，你们先回去。这位洛安小友，还有若曦侄女，请留步，随我到谷中一叙。水月真人挥了挥手，声音听不出喜怒。在韩凌霜和颜如月忐忑不安的沉默中，水月真人莲步轻移，走到洛安面前。他那双勾魂的桃花眼上下打量着洛安，像是要把他从里到外看个通透。最后他悠悠地叹了口气，用一种既像是埋怨又像是惋惜，还带着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语气，轻声说出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当场石化的话：唉，真是可惜了，竟被我这2个傻徒弟先下了手。傍晚的百花谷，云雾缭绕，花香满溢，深处一座雅致的楼阁静静伫立，牌匾上书3个娟秀的字：水云轩。这是百花谷宗主水月真人的私人进士，寻常弟子连靠近的资格都没有。此刻进士之中只余洛安与水月2人，柳若曦早已被平退，而韩凌霜和颜如月那2个丫头则是被自家师傅赶回了房间，勒令闭门思过。进室里弥漫着一股奇特的甜香，似兰非兰，似麝非麝，正是水月真人身上独有的体香，与他那成熟妩媚的韵味交织在一起，能让任何心智不坚的男子乱了方寸。水月真人亲手为洛安沏了一杯灵茶，他的一举一动都带着浑然天成的风情，素手纤纤，
皓腕如玉倒茶时，手腕上的一串玉镯轻轻碰撞，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那深水蓝色的宫装随着他优雅的动作，引得胸前的饱满曲线微微晃动。洛安小友，请。他将茶杯推到洛安面前，一双勾魂的桃花眼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眼波流转，媚意天成。我这两个徒弟资质虽说不错，但离金丹境总归是差了那么临门一脚的火候。不知小友在剑种之中给了他们何等惊天的机缘，竟能让他们一步登天。他的声音柔媚入骨，轻轻搔刮着人的心间。洛安端起茶杯，像是完全没听懂他的话，内心却在疯狂吐槽。来了，兴师问罪的环节。这宗主的身段可比他那俩徒弟顶多了。这要是……他目光落在茶汤上，只见茶汤碧绿，灵气氤氲。他的脑海中闪过系统数据，检测到潜在道侣：水月，体质先天水灵体，特殊天赋九窍琉璃心，当前状态元阴瓶颈，气血即将衰败。原来是外强中干，快到保质期了。洛安心中了然，吹了吹热气，轻嗅了一下茶香，然后才抿了一口。好茶。他咂了咂嘴，一脸认真地评价道：就是这茶叶火气略重，失了些许温润，想来是培育的水土有些阳气不足。宗主若信得过我，改日我用独门秘法帮您浇灌培育一下，保管长出来的茶叶又嫩又水灵，绝对能上一个大档次。水月真人的笑容在脸上僵了一瞬，这小子竟敢如此直白地暗示要和自己双修。他非但没恼，脸上的媚意反而更浓了，整个人的气场都发生了变化。他身子微微前倾，那团饱满之物压在紫檀木桌的边缘，凑到洛安面前，吐气如兰。小友，你我都是明白人，就别绕圈子了。他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洛安。他们二人元阴已失，体内却多了一股至纯至阳的本源气息，这股气息与你同源。你倒是不挑食，大的小的，冷的闹的，竟想着一锅端了。这话已经近乎于撕破脸皮，带着挑逗的意味。洛安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慢条斯理地放下茶杯，表情变得严肃。他看着水月真人，眼神清澈。水月宗主，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只是看他们中了剧毒，情况万分危急，本着医者仁心，才不得已用我祖传的阴阳调和法疗法帮了他们一把。他的表情坦荡无比，说得理直气壮，仿佛自己真是救死扶伤的活菩萨。过程嘛，是复杂了点，但疗效显著。您看，不仅毒解了，还顺便突破了，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阴阳调和法。水月真人听完，先是一愣，随即扑哧一声，沿嘴角笑起来，笑得花枝乱颤，胸前的波澜看得人眼晕。哥哥喽，这等奇特的疗法，我倒是也想见识一二，只是不知为何这等天大的好事，就偏偏落在了我那两个傻徒弟头上。他笑声一收，眼神忽然变得有些幽怨，像是在责怪洛安不懂规矩，厚此薄彼，而不是先问问我这个当师傅的呢。洛安被他看得头皮发麻，但脸上依旧稳如老狗。他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主要是当时情况紧急，10万火急，来不及请示宗主您老人家。再说了，我这疗法对体质要求极高，我看两位仙子骨骼清奇，正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这才冒险一试。宗主您修为高深，根基稳固如山，恐怕不太适合这种霸道的疗法。哦，不适合。水月真人脸上的媚态瞬间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冰寒。他没有释放威压，但整个静室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桌上的烛火猛地一矮，光芒都暗淡了几分。小友是觉得我的这副身子不如我那两个徒弟金贵。洛安只觉得一阵微风拂面，体内的混沌之气自行流转，将那股寒意化解于无形。他心里清楚，这狐狸精是在逼他，再装傻下去就真没意思了。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摆出一副真拿你没办法的表情，身子往后一靠，摊了摊手。好吧，我摊牌了，其实是我有求于宗主。水月真人一愣，他没想到前一刻还处于绝对劣势，被他逼问的只能胡说八道的小子，下一刻竟会如此干脆地转换话题，而且是反过来求自己。他心中顿时来了兴趣，室内的寒意退去，烛火重新明亮。他好整以暇地靠回椅背，恢复了那副风情万种的模样，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说来听听，能让洛安小友你开口相求，想必不是什么小事吧？洛安的表情变得凝重，他直视着水月的眼睛，沉声道：我需要宗主的3滴心头血。心头血。水月真人脸上的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端着茶杯的手指猛然收紧，静室的温度再度降至冰点。他冷笑一声，声音里透着危险：洛安，你是在消遣我吗？你知道心头血对修士意味着什么？失去3滴心头血，修为倒退，本源大损。洛安没有被他的气势吓倒，反而迎着他冰冷的目光，
一字一句，缓缓道来。我当然知道，正因如此，我才只求于你。因为普天之下，唯有你这颗看似完美无瑕，实则已有残缺的九窍琉璃心，其心头血才能救我至亲之人的性命。九窍琉璃心5个字一出，如同9天惊雷，在水月真人的脑海中轰然炸响。他整个人如遭雷击，手里的茶杯掉在桌上，茶水溅湿了他的宫装，他却浑然不觉，下意识地用手死捂住了胸口。这是他此生最大的秘密，是他能以寻常资质修炼到金丹圆满，并保持容颜的根基所在，除了他自己，绝无第二个人知晓。他究竟是怎么知道的？洛安将他脸上所有的表情变化尽收眼底，继续加码，声音沉稳而有力。我的那位至亲身怀神胎，却因故导致本源亏损严重。若无九窍琉璃心的纯净心血温养，轻则神胎资质尽毁，沦为凡胎；重则母子俱亡，一尸两命。此事只有你能帮我。水月真人彻底沉默了，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他盯着洛安，脑中飞快地权衡着利弊。对方能一眼看穿他最大的秘密，其实力与来历绝对深不可测，而他口中的神胎更是让他心头狂跳。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但同样也是一个他做梦都想不到的天大机遇。能与这等神秘存在结下善缘，甚至更深层次的因果，其价值远非3滴心头血可比。许久，水月真人重新抬起头，眼中的震惊已经尽数化为了灼热的金光和疯狂的决断。他伸出舌尖，轻轻舔了舔自己红润的嘴唇，这个不经意的动作让他整个人散发出一种致命的诱惑。他的声音带着一丝磁性：心头血我可以给你，但这笔交易你拿什么来换？洛安笑了，就用你最需要的东西来换。你的先天水灵体已经到了极限，迟迟无法感悟元婴气机。我没算错的话，最多再过10年，你的容貌和修为便会开始不可逆转的衰退。洛安每说一句，水月真人的脸色便苍白一分。这正是他内心最深处的恐惧，是他每晚打坐时挥之不去的梦魇。我可以帮你破镜。洛安最后抛出了那个让他无法拒绝的筹码。水月真人的呼吸陡然急促起来，他盯着洛安。怎么帮？洛安身体微微前倾，凑到他的耳边轻声说了几个字。水月真人的脸颊从耳根一直红到了雪白的脖颈，眼神变得迷离，呼吸都乱了节奏。成交。他咬着银牙，从牙缝里挤出这2个字。下一刻，他忽然站起身，莲步轻移，走到洛安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他伸出纤纤玉指，指尖带着一丝微凉，轻轻点在了洛安的胸口。3滴心头血我可以给你，但我的条件是在取血之前，你得先让我验验货。他的指尖在洛安胸口不轻不重地画着圈，声音妖媚入骨，眼神如丝。看看你的本钱是否真如你所说的那般，阳气充足，物超所值。水云轩境室之内，空气仿佛凝固成了琥珀，将那撩人的香气和暧昧的氛围都封存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水月真人点在洛安胸口的手指，肌肤细腻，触感微凉，但洛安清楚，这片花瓣之下藏着的是试探的毒刺。他居高临下，成熟的身体曲线落在洛安的视野中。那件水蓝色的宫装也不知是何种绸缎，紧贴着他丰腴的身段，将那饱满的胸脯和圆润的臀线勾勒的诱惑至极。此刻他那双桃花眼水光潋滟，魅意几乎要溢出来，声音更是柔腻。小友可别动哦，姐姐我眼光向来很挑的，若是货不对版，我可是会很生气的。话音未落，一股阴柔至极的灵力顺着他的指尖钻向洛安的丹田气海。这是他先天水灵体独有的探查手段，如春雨润物，能悄无声息地探知对方的灵力深浅与本源虚实。他已经准备好，只要探查到对方的虚实，就引动他体内的阳气，让他当场面红耳赤，心神失守，好让他彻底拿捏主动。然而他预想中的画面完全没有出现。洛安依旧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连眉毛都没动一下。他还端起桌上那杯已经凉了的茶，又抿了一口，姿态悠闲。那几条探入他体内的水蛇非但没有探查到任何东西，反而像是投入了深不见底的灰色星云。他们连挣扎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就在接触的瞬间被那星云化作了最纯粹的养料。水月真人脸上的媚笑微微一滞，他不信邪，体内的灵力再次催动。这一次不再是试探的细流，而是化作了一道汹涌的深海暗流，裹挟着万钧之力再次顺着指尖冲了过去。可结果还是一样，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仿佛洛安的身体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他的任何探查都只能是有去无回的供奉。怎么，谷主的指法就这点力道？洛安放下了茶杯，抬起头，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光在外面蹭蹭，可验不出什么真材实料。要不再深入一点？
这句充满歧义的话，让水月真人的脸颊浮起一抹恼怒的红晕。被一个小子如此调侃，他还是头一遭。好，这可是你说的。水月真人银牙一咬，不再保留。他整个人的气势陡然一变，身后仿佛出现了一片烟波浩渺的汪洋。他将全身的灵力汇于一指，准备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就在这时，洛安也伸出了一只手，快如闪电地握住了那只正在他胸口作乱的玉手。两手相触的瞬间，水月真人只觉得一股磅礴的混沌气息从洛安的掌心反卷而来。这股气息并不狂暴，却带着一种规则层面的绝对压制。水月真人感觉自己引以为傲的先天水灵体，在这股气息面前，渺小的就像是溪流遇见了无垠星海。他体内的水行灵力非但没有半分抗拒，反而本能的颤抖、臣服，发出喜悦的嗡鸣，疯狂地想要主动融入对方的掌控之中。他的身体瞬间就软了，那股刚刚提起的浩瀚灵力顷刻间烟消云散，一股燥热从直冲下身，让他双腿发软，膝盖一弯，几乎要当场跪倒在地。原本只是为了演戏而装出来的媚态，此刻却成了他最真实的写照。他那张美艳的脸庞红霞满布，眼波中的魅意不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的迷离与悸动，呼吸都变得滚烫而急促。你，他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的声音竟变得沙哑而又勾人。都说了，验货要小心。洛安握着他柔软无骨的小手，另一只手却不老实地揽住了他那不堪一握的纤腰，微微用力，顺势将他带入怀中，让他坐在了自己的腿上。这个动作让水月真人的身体僵了一下，娇躯抑制不住的轻颤，但随即就彻底放松下来，温顺地靠在了洛安宽厚的胸膛上，感受着那具成熟饱满又带着惊人弹性的娇躯在怀。洛安在他耳边低语：谷主，现在感觉如何？我这本钱还算物超所值吧？温热的气息吹拂在耳垂上，让水月真人浑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此刻哪里还有半分百花谷谷主的威严，分明就是一个被彻底折服了的小女人。他将脸颊埋在洛安的颈窝，声音细若文瑞，带着一丝懊恼和无尽的震撼。你是个怪物。他原以为洛安只是身怀某种厉害的纯阳功法，可刚才那一瞬间的接触，他才明白那根本不是什么功法，而是一种凌驾于所有属性之上的本源之力，一种他闻所未闻，甚至连古籍中都从未记载过的至高无上的力量。怪不得凌霜和如月那两个丫头只是和他胡闹了一晚，就能双双破镜结丹。这哪里是双修，这分明就是天降神迹，是再造之恩。想通了这一点，水月真人心中的震撼被狂喜和贪婪所取代。他找到了，他苦苦追寻了一辈子，那个能让他打破桎梏更进一步的机缘就在眼前。可惜了，真是可惜了。他又把那句话念叨了一遍，但这一次语气里充满了不甘与浓烈的酸意。我怎么就没早点出手，竟被我那两个傻徒弟占了天大的先机。一想到自己最得意的两个弟子已经提前品尝过这等神物的滋味，水月真人的心里就跟有无数只小猫在挠一样，奇痒难耐。不行，一刻都不能再等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让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水月真人忽然抬起头，原本迷离的桃花眼中此刻亮得惊人。他双手勾住洛安的脖子，红润的嘴唇几乎要贴到他的脸上。洛安，心头血我可以现在就给你，但我的条件也得现在就兑现。洛安看着怀中这位从精明谷主切换到所求模式的御姐，有些哭笑不得。谷主，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他提醒道。我可还等着你的心头血去救我那位至亲呢。水月真人媚眼如丝地白了他一眼，那风情足以让任何男人骨头酥掉3两。急什么？他伸出舌尖轻轻舔了舔自己有些发干的嘴唇，吐气如兰。我们完全可以一边救人一边兑现承诺吗？他附在洛安耳边，用只有2人能听见的声音继续说道。竟是后面有一方引地脉灵泉而建的汤池，想要我的心头血，总得先把我的身子捂热了才行，不是吗？正好也让我看看你那所谓的阴阳调和法和我这先天水灵体到底哪个更能让对方食髓知味。话音刚落，洛安的脑海里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充满了欢欣鼓舞的味道。叮！超级道侣候选人水月已主动发起生命大和谐的深度绑定邀请，请宿主物必把握良机，深入浅出，满载而归。绑定奖励：宿主将激活混沌道体之水之本源，神魂之力大幅提升。洛安看着系统面板，再看看怀里这位已经开始不安分的扭动娇躯，眼神快要拉出丝来的美艳谷主，他脸上露出了既然你都这么主动了，我要是再拒绝就太不是人了的为难表情。既然谷主如此盛情难却，那我今天就只好舍命陪君子深入虎穴了。洛安一把将水月真人横抱而起，在那生娇媚的惊呼中朝着那水汽氤氲的净室后堂走去。净室后堂
水汽氤氲，暖玉铺就的汤池边，水波清漾，空气里满是灵气交融后的气味。水月真人斜倚在池边，秀发湿漉漉地贴在玉背上，水珠顺着优美脊线滑落。那件水蓝色宫装早已不知被丢到了何处的角落。他此刻的状态与1个时辰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眉眼间的魅意被浇灌绽放，举手投足间透着成熟的风情。他心念一动，周遭的水灵气便汇聚而来。这时的他已然冲破了困扰他整整数十年的瓶颈，迈入了元婴之境。而且他能感觉到自己这个元婴根基之扎实，灵力之精纯，远超正常突破。你这个小冤家还真是深不可测。水月真人轻喘着气，玉颊上残留着动人的红晕。他伸出线条优美的玉足，带着几分娇嗔，轻轻踢了踢旁边闭目养神的洛安。洛安睁开眼，感受着体内生生不息的全新力量，混沌道体中的水之本源已被成功点亮，让他对天地间的水行灵力有了一种亲切感。他反手握住那只温润滑腻的玉足，放在掌心轻轻摩挲着，笑道：“谷主过奖了，主要还是你的田地够肥沃，灌溉起来特别有成就感。”越来越贫嘴了。水月真人横了他一眼，风情万种，却没有把脚抽回来的意思，反而用脚趾轻轻勾了勾他的掌心。他缓缓坐直身子，让那饱满的曲线在水雾中若隐若现，神情在妩媚之余多了一份郑重。他并指如刀，没有丝毫犹豫，在自己心口饱满的肌肤上轻轻一划。3滴闪烁着九彩琉璃光晕的血液主动从伤口处飘飞而出，这3滴心头血晶莹剔透，散发着浓郁的生命本源气息。伤口在心头血离体的下一秒，便在灵光中自行愈合，光洁如初，不见半点疤痕。拿去吧。水月真人将心头血推到洛安面前，脸色白了几分，但因为破镜的巨大增益，气息反而比之前更加悠长稳固。记住你对我的承诺，以后得常来给我这块地浇浇水。放心，售后服务我一向很周到，包你满意。洛安取出一个上好的玉瓶，将3滴心头血收好，这才心满意足地站起身来，准备穿衣。这就走了。水月真人的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幽怨，不多留下来，帮我巩固一下境界。家里还有个嗷嗷待哺的，等不了。洛安穿好衣服，动作麻利又干脆。下次一定。他走到门口，像是想起了什么，又回过头。对了，忘了告诉你，我那阴阳调和法有个小小的后遗症。水月真人一愣，下意识地拢了拢湿润的秀发。什么后遗症？洛安的笑容变得坏坏的。用过之后，你会发现其他任何灵丹妙药都变得索然无味了。当洛安神清气爽地走出水云轩时，早已在外面焦急等待多时的柳若曦立刻迎了上来。前辈，他的话只说了一半，就死死卡在了喉咙里。他看见了跟在洛安身后一同走出来的水月真人，对方只是随意披了一件丝绸外袍，乌黑的发丝尚在滴水，面若桃花，眼含春水，浑身上下散发着我吃饱了的意味。更让他心神俱震的是，水月真人身上那股气息浩瀚如渊，让他完全无法看透。百花谷谷主竟然突破了。就在他和前辈单独相处了这一个时辰之后，柳若曦的脑子嗡嗡作响，那些关于阴阳调和的不堪画面再一次在他脑海里疯狂上演。原来那种修行效果真的如此霸道绝伦。云梭飞舟划破天际，朝着青云宗的方向疾驰。舟上气氛多少有点古怪。洛安靠在船舷边，手里把玩着那个盛放着心头血的温润玉瓶，心情那叫一个舒畅。混沌道体晋升终极，水之本源被成功点亮，这次出门血赚不亏。而他身边，柳若曦正襟危坐，身体紧绷得像块石头。他那张一向温柔婉约的俏脸，此刻红一阵白一阵，脑子里全是水云轩里那一个时辰的无限遐想，甚至开始带入自己是不是多让前辈阴阳调和几次，自己的修为呸。柳若曦，你可是正到栋梁，想什么呢？脸这么红，是不是非洲开太快，给你吹高潮了？洛安懒洋洋的声音飘了过来。没有。柳若曦猛地坐直了身体，连连摆手。他那本就极为丰满的胸脯因为这个剧烈的动作上下起伏。前辈，我只是在想，水月谷主他真的就这么突破了？他还是没忍住，用蚊子哼哼般的声音问出了心中的震撼。哦，你说那个啊？洛安一脸的理所当然。多大点事儿，帮他通了通下水道，堵了那么多年，大力出奇迹，一通不就顺畅了吗？噗，通下水道。柳若曦差点一口气没上来，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前辈，您能别用这么粗俗的比喻来形容那艰难的元婴大道突破吗？可偏偏他觉得这个比喻好他娘的形象啊。那种修行真的那么有效？柳若曦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眼神却带着好奇。当然。洛安斜了他一眼，语重心长地教育道。
小姑娘家家的，别整天想着打打杀杀。修仙的真谛在于生命的延续与和谐。你看，我帮了他，他也帮了我，双赢，懂吗？这叫资源互换，合作共赢。格局要打开。柳若曦，她懂了，她好像又悟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原来前辈和那些绝色女修剑立亲密关系，根本不是自己想的那么肤浅。他不是贪图美色，而是在布局，在进行一种更高层次的资源整合与大道修行。自己真是太浅薄了。看着柳若曦那副再次陷入自我攻略，眼神都变得呆萌的模样，洛安在心里偷笑，这姑娘真好忽悠，不愧是胸大无，嗨嗨，心胸宽广，道心纯粹。非洲很快抵达了青云宗山门。行了，我得回家给我老婆孩子做饭去了。洛安伸了个懒腰，从非洲上一跃而下。你该干嘛干嘛去吧，前辈。柳若曦连忙跟上。宗门那边，哦，你就跟他们说，剑冢里什么都没有，就是个破坟地，别惦记了。洛安摆摆手，头也不回地朝着后山杂医院的方向走去。对了，他忽然顿住脚步，回头看着他，神色认真了些。记得按时吃饭，修为再高，饿肚子也会没力气的。说完，他便哼着不知名的小曲，溜达着走了。柳若曦呆立在原地，将洛安最后那句话在心里反复咀嚼。按时吃饭，吃饭是凡人的根本，是生存的基石，前辈这是在点化我。修行之路也要回归本源，根基才是最重要的，不能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前辈的每一句话都蕴含着大道之理啊！柳若曦握紧了袖拳，再次被自己的脑补给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深吸一口气，整理好激荡的心神，转身朝着宗主大殿的方向飞去。后山茅草屋，洛安刚到院子门口，推开院门，一道娇小的身影立刻扑了过来。洛安，你回来了。灵儿紧紧地抱着洛安的腰，小脑袋在他胸口用力地蹭来蹭去。洛安一把将他搂进怀里，手掌贴上他的后背，一股温和的混沌之气渡了过去。他脸上的笑容已经不见，眉头紧锁，心疼地捏了捏他滑嫩却有些冰凉的脸蛋。怎么了？这是？小脸都白了，手也这么凉。宝宝，宝宝今天不乖，老是在肚子里闹，好像很饿很饿。灵儿撅着小嘴，声音里带委屈和疲惫。我把我们存的零食都吸收了，可他还是闹。洛安心里咯噔一下，心脏像是被一只大手攥紧。看来这小家伙对能量的需求已经超出了寻常零食能满足的范畴。他的眼神变得无比坚定，轻轻拍着灵儿的背，在他耳边柔声说：没事，别怕，我给你带好东西回来了。话音未落，他翻手取出那个装着3滴9彩心头血的玉瓶，瓶身温润，有我在，绝对不会让我们的宝宝饿着。洛安将灵儿抱进屋里，扶着她在床边坐下。他取出那个玉瓶，倒出那3滴流光溢彩的心头血，浓郁的生命本源气息瞬间充满了整个茅草屋，连屋角的杂草都肉眼可见的泛红了几分。张嘴，洛安用混沌之气包裹住一滴心头血，送到了灵儿的唇边。灵儿乖巧地张开小嘴，将那滴血液吞了下去。血液入口即化，化作一股温暖精纯的灵气，顺着她的喉咙滑入腹中。洛安不敢大意，立刻将手掌贴在灵儿隆起的小腹上，调动体内的混沌之气，引导着那股庞大的生命能量。这可是9窍琉璃心头血，能量太霸道，必须得他来中和引导，不然虚不受补，反而会出事。在他的引导下，那股能量被完美的输送给了腹中的胎儿。只见灵儿的腹部骤然亮起一团柔和的金色光晕，仿佛有一轮小太阳正在他的身体里缓缓升起。那个尚未成型的小生命贪婪地吸收着这股天降甘霖。灵儿脸上的苍白迅速褪去，换上了健康的红润。她舒服地眯起了眼睛，发出一声呻吟。叮！天命神胎成功吸收9窍琉璃心头血，子嗣潜力大幅提升，根基得到超级强化。反馈宿主，混沌道体水之本源得到巩固，神魂之力小幅度提升。系统的提示音在洛安脑海中响起。洛安感受着神魂中传来的一阵清凉，爽得差点叫出声。这买卖太值了。洛安，灵儿软绵绵地靠在洛安怀里，小手不老实地在他身上画着圈圈。宝宝说他还想要。要什么？洛安明知故问。要你身上的味道。灵儿的声音细若文瑞，小脸埋在他的胸口，滚烫滚烫的。宝宝说你的味道比刚才那个好吃多了。洛安听得心头一热，好家伙，这还没出生呢就知道给老爹助攻了，不愧是我的种。那可不行，你现在身子不方便。洛安嘴上义正言辞。可是宝宝说很想。灵儿抬起头，那双清澈无辜的大眼睛水汪汪地看着他，充满了最原始的渴求。这到底是谁想要啊？洛安的意志力土崩瓦解。嗨嗨，既然是孩子的需求，那作为父亲我必须满足。他宣布道，随即横抱起娇羞的灵儿，朝着床榻走去。春光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与此同时，青云宗宗主大殿气氛严肃，宗主青云子和大长老并排坐在上首，底下是个堂的长老，所有人的神情都带着几分凝重和期待。就在这时，一道白色身影从殿外进入，正是柳若曦。若曦，你回来了。大长老眼睛一亮，急切地开口，情况如何？剑冢之行可还顺利？柳若曦躬身行礼，将剑冢内发生的事情挑挑拣拣地汇报了一遍。当然，关于洛安秒杀3位长老和洞中疗伤那一段，他直接跳过了，只说是在洛安前辈的带领下，有惊无险地通过了考验。这么说，剑冢内的机缘都被其他宗门夺去了。一位长老皱眉，语气中满是失望。也不能这么说。柳若曦摇了摇头，神情有些复杂。哦，此话怎讲？宗主青云子也来了兴趣。柳若曦深吸一口气，他知道接下来的话将会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他缓缓催动体内的灵力，嗡，一股强大而圆融的气息从他体内扩散开来。那不再是筑基期的灵力波动，而是凝聚成丹金丹之威。什么？金丹？这怎么可能？若曦，你结丹了？所有长老都豁然起身，个个瞠目结舌，跟见了鬼一样。大长老更是释放出神识，在柳若曦身上探查了一遍又一遍。没错，金丹初期，而且根基稳固，灵力精纯，没有半点虚浮。天佑我青云宗，天佑我青云宗啊！大长老激动的老脸通红，胡子都在发抖。若曦，快说，你在剑冢里到底得了什么逆天机缘？是上古剑仙的传承，还是吃了什么神丹妙药？所有人的目光都灼热地汇聚在柳若曦身上。柳若曦被看得压力山大，脑子里一片混乱。我说什么？我说我被前辈上强渡了，然后就悟了。我怕不是要被当成走火入魔给关起来。电光火石之间，他想起了洛安送他的那片金叶子和那句按时吃饭的叮嘱。对，就这么说。回禀宗主，各位长老。柳若曦定了定神，脸上露出了无比崇敬的表情。弟子能由此突破，全赖洛安前辈的点化之恩。前辈他赐予我一片神业，又为我讲解了按时吃饭之中的大道之理。弟子茅塞顿开，这才侥幸破境。大殿内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长老面面相觑，脸上写满了你他娘的在逗我的表情。一片叶子，按时吃饭，然后你就从筑基后期蹦到金丹了，这比听天说还离谱。可柳若曦是他们看着长大的，品性纯良，绝不可能在这种大事上撒谎，唯一的解释就是那位洛安前辈的境界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他已经到了返璞归真、点石成金的境界。一片叶，一句话，揭示道，揭示法。想通了这一点，大长老只觉得头皮发麻。他看向柳若曦，眼神灼热。若曦，从今天起，宗门给你最高权限，灵石、丹药、法宝，你想要什么，宗门就给你什么。你只有一个任务，不惜一切代价留在洛安前辈的身边，务必与他建立最亲密的关系。你懂我的意思吗？柳若曦的心猛地一跳，白皙的脖颈瞬间染上了一层绯红。不惜一切代价最亲密的关系，这大长老不知道的是，这个任务我好像已经超额完成了。大殿之内，一名内门弟子连滚带爬地闯入，声音带着颤抖。禀告大长老，山门外3宗联军压境，青云宗山门之外，3艘巨大的战争飞舟遮天蔽日，黑压压的悬停在空中，投下大片阴影。飞舟之上，万毒门、紫阳门、星辰阁3大宗门的旗帜在罡风中猎猎作响，杀气冲天。上百名精英弟子列阵以待，为首的是3位金丹中期副门主，气势汹汹，威压汇聚在一起，让下方的护山大阵都泛起阵阵涟漪。青云宗的缩头乌龟们，给本座听好了！紫阳门副门主周岩声若洪钟，灵力滚荡。你们宗门弟子洛安在剑冢秘境内滥杀无辜，残害我3宗长老，夺取至宝。今日立刻交出凶手洛安，否则踏平你青云山门，血债血偿。声浪滚滚，传遍了整个青云宗。宗主大殿内，一众长老脸色都不太好看。大长老，这可如何是好？3宗联手，我们挡不住啊！一个长老急得满头大汗。怕什么？大长老云山真人一拍桌子，那3宗长老的死真假还未可知，但洛安前辈的实力，我们可是亲眼见过的。云山真人捻着胡须，眼神深邃。现在是3条疯狗堵在门口咬人，这大腿到底有多粗？能不能一脚踹死3条疯狗，他还真没底。万一踹不死，被反咬一口，青云宗几百年基业就没了。大长老的意思是？有人提问。开启护山大阵，先稳住他们。大长老嘿嘿一笑，眼角的皱纹里都藏着算计。然后
派人去后山请洛安前辈出面解决。这不正是个机会吗？正好看看前辈的底牌到底有多深。老狐狸，在场所有长老心里都冒出这3个字，这哪是请啊，这分明是想把洛安推出去当枪使，顺便验验货。柳若曦刚从大殿出来，就听到了外面的叫嚣声，点名道姓要洛安偿命。他心里咯噔一下，前辈，危险！他脑子里只剩下这4个字。柳若曦顾不上宗门命令，化作一道剑光冲向后山禁地，因速度太快，香汗浸湿了他的贴身衣物，白色的长裙紧紧贴合着曼妙的曲线。前辈正在过2人世界，可不能被这群人打扰了。后山茅草屋，洛安一脸温柔地抚摸着灵儿隆起的小腹，看样子不出1个月，他第1个孩子就该出世了。这神胎就是不一样，自从吸收了水月真人的3滴心头血，小家伙的生命力旺盛得很。这温馨的时刻却被山外震天的叫嚣声给破坏了。护山大阵的嗡鸣声让整个后山都跟着震动起来。灵儿被惊扰，秀气的眉头微微蹙起，洛安的表情冷了下来。妈的，吵到我老婆了！你们摊上事了，摊上大事了！就在这时，柳若曦拼死赶到，娇喘吁吁地落在院前。可她刚一落地，就看到一支由几十人组成的联军先锋队已经暴力破开了禁地外围的禁制，把小小的茅屋围了个水泄不通。为首的正是紫阳门副门主周岩。他看到柳若曦，先是一愣，随即又看到屋前美得不可方物的灵儿，眼神里露出贪婪和淫邪。哟，青云宗的大师姐也在这。周岩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目光在灵儿那仙姿玉貌上扫过。看来传闻不假，那叫洛安的废物就是个靠女人的采花贼，让他滚出来受死！你住口！柳若曦气得浑身发抖，胸脯起伏得更加厉害。他握紧长剑，挡在茅屋前，准备死战。洛安看都没看那群人一眼，用勺子舀起一勺羹，轻轻吹了吹。灵儿乖，先把这碗羹喝了，外面有几只苍蝇在叫，我让他们安静点。噗！周岩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苍蝇，老子金丹中期，在赵国能有几个比得过我？你他妈管我叫苍蝇，奇耻大辱，找死！周岩尊严扫地，瞬间暴怒，他直接祭出一件上品道器紫炎宝轮，宝轮迎风暴涨，化作一轮燃烧的太阳，散发出足以融金化铁的高温，砸向洛安的后脑勺。前辈小心！柳若曦惊呼出声，花容失色，想也不想就要催动剑诀抵挡。洛安却像是背后长了眼睛，伸出左手，轻轻将他拨到一旁，头都没回。就在那轮烈日即将砸到他身上的瞬间，以他为中心，一股灰色波纹猛地扩散开来。归墟领域，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毁天灭地的紫炎宝轮在靠近洛安身体3丈范围时，上面熊熊燃烧的紫色烈焰迅速熄灭，连一丝火星都没剩下。紧接着，宝轮本身璀璨的灵光如同被岁月侵蚀了万年的谷物，迅速暗淡斑驳，其上的符文一个个崩解湮灭。咔咔嚓，在所有人惊恐的注视下，那件威风凛凛的上品道器竟在空中寸寸瓦解，化作灰黑色的金属碎屑和粉末，速速地往下掉。哐当，最后剩下的一块焦黑铁坨就这么直挺挺地掉在地上，灵性全无，全场死寂。落针可闻，所有人都跟见了鬼一样，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周岩更是如遭雷击，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跌坐在地，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洛安仿佛什么都没做，专心地喂灵儿喝完了整碗安神羹，还细心地拿出一方手帕为他擦了擦嘴角。做完这一切，他才不耐烦地回过头，冰冷的视线扫过所有惊骇欲绝的敌人，从我眼前消失。他的声音很平淡，却带着霸道。就在洛安最后一个字落下的瞬间，嗡，一道极其隐晦却又恐怖的强大神念从遥远的天际投射而来。这道神念无视了空间与护山大阵，锁定了灵儿腹中的胎儿。这股窥探与眼前这些跳梁小丑完全不在一个层级。警告，检测到来自化神境界神念窥探，对方已标记地胎，请宿主尽快清除威胁，抹除一切因果痕迹。系统的警报声在洛安脑海中疯狂响起，洛安的脸色变得真正凝重起来。他缓缓抬头望向虚空，仿佛穿透了层层空间，与那道藏在未知深处的窥探神念在冥冥之中对视了一眼。他知道眼前这些蝼蚁不过是开胃小菜，真正的麻烦来了。后山茅屋前死一般的寂静，那件威名赫赫的上品道器紫阳门的紫炎宝轮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化作了一堆废铁。所有人大脑一片空白，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周岩瘫坐在地，看着那堆残骸，那是他的本命法宝，与他心神相连。此刻法宝被毁，他如遭重创，心神俱震，一口鲜血抑制不住地喷涌而出。我的宝轮！他喃喃自语，眼神空洞，只剩绝望和恐惧。
这怎么可能？对方甚至没有回头，没有结印，他仅仅是周身荡开一圈灰色波纹，就让一件上品道器归于虚无。这是什么道法？洛安缓缓起身，将空碗放在一边，回过头，那原本温润的眼眸，此刻已是一片冰冷。他的视线缓缓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我刚才说了，从我眼前消失。他的声音依旧平淡，却让在场所有人的灵魂都为之战栗。一起上！他一定是用了什么消耗巨大的禁术，在故弄玄虚。万毒门的副门主厉声尖笑，强行压下心中那股几乎要撑爆胸膛的恐惧。他不能退，他们三宗联军上百精英，若是被一个人吓退，宗门颜面何存？以后还怎么在赵国立足？星辰阁的副门主也反应过来，眼神一狠。没错，杀了他，他身上的秘密就是我们的。话音未落，两人同时出手，万毒噬心杖。万毒门副门主张口一喷，一股墨绿色的毒瘴铺天盖地而来，所过之处，草木枯萎，岩石都被腐蚀。毒瘴之中更有无数细小的蛊虫在蠕动，闻之欲呕，能直接侵蚀修士的元神七星陨杀阵。星辰阁副门主则是双手掐诀，他身后的7名金丹长老齐齐响应。天空中7颗璀璨的星辰光点骤然亮起，连成北斗之势，化作7道粗大的星光巨柱从天而降，封死了洛安所有躲避的路线。一个剧毒攻心，一个天降杀阵，两者配合的天衣无缝，将这片小小的山谷化作了绝死之地。柳若曦的脸煞白，她能感觉到任何一道攻击都足以让她当场殒命。前辈！她惊呼出声，几乎是本能的想要挡在洛安身前。然而洛安只是抬起一只手，按住了他的肩膀，将他稳在原地。面对这毁天灭地般的联手一击，他只是轻轻摇了摇头。他轻声叹息，仿佛在惋惜几条即将逝去的生命。下一刻，以他为中心，那无形的灰色波纹再度扩散开来，归墟领域扩张。诡异的一幕再次上演，那能腐蚀万物的万毒噬心杖在冲入领域范围的瞬间，墨绿色的毒雾剧烈翻滚，其内蕴含的剧毒法则被强行磨灭，里面的蛊虫连一声悲鸣都未发出，便被分解。与此同时，从天而降的7道星光巨柱带着无匹的威势轰然砸落。然而当他们接触到那灰色领域的边缘时，光柱疯狂闪烁，狂暴的能量被层层瓦解，最终化作7缕青烟，袅袅消散。整个过程悄无声息，却又令人窒息。这不可能！万毒门和星辰阁的2位副门主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脸上写满了惊骇。他们的最强杀招竟然连对方的衣角都碰不到，这已经超出了他们对修仙的所有认知。我不信！星辰阁副门主状若疯魔，他猛地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在一枚古朴的星辰罗盘上。以我300年寿元为计，星辰阁秘法天书陨落。他身后的7名长老同时喷出鲜血，瞬间苍老了下去。天空中那暗淡的7星骤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合而为一，化作一颗拖着长长尾焰的银色星辰，撕裂长空，刺向归墟领域的中心。这是他们压箱底的搏命一击。然而洛安皱了皱眉，他需要尽快解决这些苍蝇，因为他能感觉到那道化神神念虽然隐匿了下去，但被毒蛇盯上的感觉却始终萦绕在灵儿腹中的胎儿之上。混沌之手！洛安抬起右手，五指张开，对着虚空轻轻一握，他的手掌在这一刻化作了世间最恐怖的黑洞，一种更高维度的规则降临了。啊！万毒门副门主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他骇然发现自己体内的金丹竟然不受控制的剧烈震动，一股吸力正疯狂地将他的灵力、生机乃至神魂都从体内抽离出去。他想要挣扎，想要逃跑，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像是被亿万座大山压住，动弹不得。他只能看着自己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皮肤失去光泽，血肉化为飞灰，最后连那颗璀璨的金丹也化作一道流光，被洛安吸入掌心，轻轻一捏，消散无踪。一个金丹中期强者就这么在弹指间被活生生捏死了。魔鬼，你是魔鬼！星辰阁的副门主和瘫坐在地的周岩吓得魂飞魄散，肝胆俱裂。眼看那颗银色星辰也被归墟领域磨灭，他们再也没有战意，转身化作2道流光，拼了命地向山外逃窜。洛安的眼神依旧平静，他没有去追，只是反手握住了腰间的剑鞘。那是一柄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木质剑鞘，古朴无华，甚至有些磨损。他握住剑鞘，对着2人逃窜的方向随意地向前一挥。没有剑，只有剑鞘。一道细微的灰色细线从剑鞘的尖端迸发而出，划破长空。这道灰线仿佛不存在于这个世界，它无视了空间，无视了距离，无视了一切灵力与法则。它所过之处，一切都归于无。空气、光线、声音尽数湮灭。
那2名亡命奔逃的金丹强者，身体僵在半空，脸上的惊恐表情永远的凝固了。他们的眼中没有看到攻击，只看到自己的存在正在被从这个世界上擦除。下一秒，他们的身体从中间开始出现了一道整齐的灰色切口，只有虚无。一窍斩双丹，而那道灰线于是不减，继续向着天空延伸而去。悬停在青云宗山门之外，那3艘遮天蔽日的战争飞舟正准备调转船头接应败退的副门主。突然，船上的所有弟子都感到一阵心悸，他们看到一道灰色细线从后山的方向一闪而逝，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3艘由无数珍贵材料炼制而成，铭刻了重重阵法，足以抵挡元婴强者全力一击的战争飞舟从中间开始裂开，接着寸寸瓦解，崩解成粉尘，从天空中洒落。数千名3宗弟子连同飞舟一起化作了尘埃，天地之间一片死寂。后山，柳若曦呆立当场，娇躯不住地轻颤。他离得最近，他能感觉到刚才那一窍挥出是一种归于终极的寂灭，是一种让万物凋零的恐怖。他的大脑只剩下洛安娜随意挥动剑鞘的背影，那个背影此刻在他眼中与神明无异。前辈，您这一鞘怕是能把整个玄天大陆都给捅穿了。远处数道流光疾驰而来，正是以大长老云山真人为首的青云宗高层。他们刚刚赶到禁地边缘，脚步就像被钉死在地上，再也无法前进分毫。空气里飘荡着一种细微的灰色尘埃，有长老伸出手接住了一点，指尖碾过，神情巨变，是星辰铁晶的粉末。曾经遮天蔽日的战争飞舟就这么化成了灰。山门之外，那黑压压的3宗联军也没了。所有人都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人攥住，连呼吸都忘了。人群中，执法堂的前长老双眼圆瞪，脑子里像是被塞进了一团浆糊。他想起了自己不久前还叫嚣着要为徒弟报仇，现在看来，那念头简直就是一头猪在妄想挑衅神龙。他双腿一软，扑通一声，直挺挺地跪倒在地，面如死灰。前辈神威盖世。大长老云山真人不愧是老江湖，他强行压下快要跳出嗓子眼的心脏，脸上瞬间堆满了菊花般的谄媚笑容。他迈着小碎步，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跑到洛安身后，弯下腰，恨不得把头埋进地里。我等来迟，让前辈和夫人受惊了，此乃我青云宗之大过。然而洛安像是没听见，他看都未看这群青云宗的掌权者一眼。他走到灵儿身边，伸出修长的手指，帮他理了理被山风吹乱的鬓角发丝，那张仙姿玉貌上不该有半分杂乱。他柔声问道：吓到了吗？灵儿摇了摇头，小手紧紧攥着洛安的衣角，乖巧地靠在他身上，那熟悉的味道让他无比安心。外面的天塌下来都与他无关。确认灵儿无事后，洛安这才缓缓转身。他扫过眼前这群噤若寒蝉的青云宗高层，目光最后落在了地上那贪婪泥似的前长老身上。你有事？前长老浑身猛地一哆嗦，他疯狂地对着地面磕头，额头与碎石碰撞，发出砰砰的闷响，混着血水的泥土很快糊满了他的脸。前辈饶命！是晚辈有眼无珠，冒犯了天威。晚辈不是人，晚辈是畜生。前辈饶命啊！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充满了最原始的恐惧。洛安脸上没什么表情。你的徒弟是我杀的，他想动我的女人，所以他该死。你若想报仇，现在就可以动手，我站在这里不动。这句话比世上最恶毒的诅咒都更加令人胆寒。报仇？拿什么报？拿这颗已经磕烂了的头吗？人家随手一挥剑鞘，3宗联军连带着3艘战争飞舟都变成了灰。前长老身体剧烈地抽搐了一下，喉咙里发出意义不明的呵呵声，裤裆处传来一阵骚臭，竟是直接吓尿了。洛安不再理会这坨废物，将视线转向大长老，直入主题。我问你们，这方圆10万里，或者你们知道的地方，有没有化神境的？化神？听到这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境界，大长老和宗主青云子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脸上的骇然与一种毛骨悚然的明悟。前辈为何会问这个？难道刚才那毁天灭地的手段已经超越了元婴？或者有那种老怪物不长眼的招惹了前辈？大长老不敢多想，连忙躬身，姿态谦卑到了极点。回前辈，化神那只是传说。据说我们玄天大陆南部边域法则残缺，已有数千年未曾出过化神了。我等元婴在此地已是凡人眼中的天。洛安闻言，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数千年未出，不代表没有。刚才那道窥探胎儿的神念骗不了他。看来对方要么是个苟活了无数岁月的老东西，要么就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不再纠结于此，洛安看着一脸忐忑的大长老，像是交代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随口说道：山外那3宗的人
已经没了。他们宗门内现在应该空虚得很，剩下的老弱病残挡不住你们。去吧，他们的地盘、灵脉、资源，从现在起都是你们青云宗的了。此言一出，所有青云宗长老的呼吸都在这一刻被掐断了。吞并三宗，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青云宗将一跃成为赵国乃至周边属国的唯一霸主，这是他们过去连做梦都不敢想的泼天富贵。一瞬间，所有长老看向洛安的目光彻底变了，那里面原先的恐惧和敬畏还在，但更多的是一种近乎癫狂的崇拜。这位前辈哪里是什么杀神，这分明是宗门万年不遇的活菩萨，是行走在人间的无上机缘啊！扑通扑通，以大长老为首，所有长老齐刷刷地跪了一地，激动的老泪纵横。谢前辈再造之恩。交代完这些，洛安转身看向一旁兀自震撼的柳若曦。若曦，柳若曦娇躯一颤，猛地回过神来，她看到洛安那双认真的眼睛，心脏不争气的狂跳起来。她重重的点了点头，下意识地挺起自己本就雄伟傲人的胸脯，仿佛要用这惊心动魄的曲线来彰显自己守护的决心。前辈放心。他的声音清亮而坚定。若曦在此立誓，若曦在，灵儿嫂夫人便在。谁想动她，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洛安欣赏地看了他一眼。这姑娘不仅心胸宽广，觉悟也高，当真是内外兼修，表里如一。他抬头望向那道神念窥探消失的方向，那是赵国以东一片被无尽蛮荒妖兽山脉笼罩的未知之地。他要主动出击，将那个敢于觊觎他孩子的威胁，连同其背后的一切，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抹除。唉，一声轻叹，带着一丝不耐，一丝厌烦。他身形一动，没有御剑，没有飞行，只是向着前方轻轻地踏出了一步。洛安的身影在原地变得虚幻，如同水波中的倒影，下一瞬便出现在了100丈之外。再一闪，已经化作天边一个几乎看不见的黑点，消失无踪。这等神鬼莫测的手段，再次让大长老等人心神剧烈，浑身冰凉。他们对化神的存在再无半分怀疑。而柳若曦呆呆地望着洛安消失的方向，脑海里只回荡着他那最后的叹息。那声叹息里好像在说，好烦，又要出门丢垃圾了。前辈他连叹气都这么帅我，一定要变得更强，强到能为他挡下一丝一毫的风雨。柳若曦握紧了袖拳，道心前所未有的通明。洛安一步踏出，他脚下的山河并非在倒退，而是被一种无形的规则强行压缩，身影如一道残影，每一次闪烁便已是常人需要跋涉数日的距离。蛮荒山脉深处，一头修炼了近1000年，实力堪比金丹后期的嗜血魔猿，刚刚捶着胸膛宣告完自己对这片山岭的主权。下一刻，他山峦般巨大的身躯猛地僵住，浑身的血色鬃毛根根倒竖，一种源自血脉最深处的恐惧攫取了他的全部心神。他只感觉到一种凌驾于天地之上的至高规则从头顶轻描淡写的一扫而过。扑通，魔猿巨大的身躯五体投地，紧紧匍匐在地，筛糠般瑟瑟发抖。直到那股气息彻底远去，他才敢缓缓抬起头。巨大的兽瞳中只剩下劫后余生的茫然。洛安的身影已悄然出现在蛮荒山脉的核心禁区。他闭上了眼，混沌道体，万法清和。在他闭上眼的瞬间，整个世界在他感知中彻底变了样，不再是山石草木，不再是飞鸟走兽，整个天地化作了一张由亿万道法则丝线交织而成的精密大网。每一道风的轨迹，每一次灵气的流动，每一片树叶的脉络，都是这张大网上和谐而有序的音符。然而，就在这片完美的秩序之中，有一处地方留下了一道极其突兀且扭曲的痕迹。那道痕迹不属于这方天地，找到了，就是你了。洛安睁开眼，向着山脉最深处走去。此地是连赵国元婴老祖都视为绝地的死亡之谷，空气中弥漫着能将生灵石化的灰色雾气，地面下潜藏着能吞噬元婴修士的天然沙阵。然而，洛安所过之处，宛如神明巡视自己的庭院。他周身3丈之内自成一个无形的领域，那些恐怖的灰色雾气在触及领域边缘的刹那，便如冰雪遇见骄阳，自行消融，露出下方湿润的泥土。那些隐藏在地下的天然沙阵，在他踏足之前，其内部的法则结构便已自行崩溃，化作最纯粹的无主灵气。无数盘踞在此地的上古凶兽感受到了天敌的降临，发了疯似的向外逃窜，硬生生形成了一条宽达数里的真空带。洛安如履平地，最终他在一处被天然幻阵遮蔽的万丈深渊之下停下了脚步。源头就在这里。深渊底部没有洞府，没有生灵，只有一个巨大而诡异的祭坛。祭坛由无数森白的生灵骸骨搭建而成，有巨龙的头骨，有凤凰的翼骨，充满了对生命的亵渎与怨气。祭坛中央镶嵌着一颗早已暗淡无光、
布满裂纹的黑色晶石，四周的石壁上刻满了洛安闻所未闻的血色符文，那些符文仿佛是活的，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腐朽与邪恶气息。洛安伸出手，轻轻触摸了一下那颗破碎的黑色晶石，叮，检测到远古神念增幅阵窥天镜的残骸，可将使用者的神念强度增幅100倍，令其获得短暂跨越大境界进行窥探的能力。原来如此，洛安眼神平静，心中却是一片冰冷。搞了半天，不是什么化神老怪，而是一个最多只有元婴巅峰，甚至可能更弱的家伙，躲在阴沟里，用这种邪门歪道强行拔高自己的神念来窥探我的孩子。这家伙在感应到自己追来的瞬间，就果断引爆了阵法核心，宁愿神魂遭受永久性创伤，也要抹去绝大部分痕迹。这份果决与狠辣，倒也算个人物。想跑？洛安自语了一句，声音里带着几分嘲弄。礼尚往来嘛，你给我家宝宝盖了个戳，我给你灵魂开个光，这很合理。他伸出食指，指尖之上一缕比尘埃还要微小的灰色气流缓缓凝聚，混沌本源之气。他屈指一弹，这缕气息便融入了那堆破碎的阵法残骸之中，如同滴水入海，没有引起任何能量波动。这并非破坏，而是一个道标，一个用他的道刻下的永恒印记。你标记了我的孩子，那我就标记你的神魂，很公平。只要那个藏在暗处的老鼠下一次动用与这邪阵相关的力量，甚至只要他神魂的创伤发作，引动了残留在灵魂深处的法则反噬，这缕混沌之气就会被瞬间触发。届时无论他逃到天涯海角，洛安都能在一念之间锁定他的位置。做完这一切，洛安看着眼前这污秽不堪的深渊，有些嫌恶地皱了皱眉。这种肮脏的地方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轻轻挥了挥手，归墟领域无声扩张，整个深渊连同那座由无数神兽骸骨堆砌的祭坛，那些邪恶的符文都在这片灰色波纹的笼罩下开始被从根源上抹除。物质的结构被瓦解，法则的痕迹被抹平。一个呼吸之后，原地只剩下一个光滑如镜的巨大盆地，仿佛这里自开天辟地以来就是这副模样。洛安转身踏上归途，他心中已然明了，这个掌握了上古邪阵的家伙背后必然牵扯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古老势力。这个世界远比一个区区赵国要复杂得多，不过无所谓了，等孩子出生，拿到系统的奖励，再把那只老鼠揪出来，管他背后是圣地还是神朝，一并抹去便是。夜幕降临，月华如水。当洛安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后山茅屋前时，柳若曦正手持长剑，如一尊守护神，坚定地守在院外。她白衣胜雪，曼妙的身段在月光下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线，只是那张绝美的脸上写满了坚毅。看到洛安凭空出现，她脸上的冰冷瞬间融化，取而代之的是发自内心的安心与崇拜。她提着裙摆快步迎了上来，因跑得太急，胸前那惊人的饱满剧烈的起伏着，带起一阵处子的香风，声音都带着几分急切和颤抖。前辈，您可算回来了。柳若曦一双清澈的美目里满是焦急，她指着屋内语无伦次地说道：灵儿嫂夫人她好像要生了。轰隆，一道撕裂天穹的紫金色闪电将漆黑的雨夜照得如同白昼。茅屋之外，瓢泼大雨之中，柳若曦持剑伫立，雨水早已将她那身圣白衣打湿，贴合在玲珑有致的娇躯上，勾勒出的饱满让人想入非非。她身旁，丫鬟小翠抱着胳膊，牙齿都在打颤。师姐，这天象太吓人了，我们还是离远一点吧。闭嘴！柳若曦呵斥一声，清丽绝伦的脸庞上写满了担忧。前辈的夫人要生了，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守在这里，斩碎一切可能出现的意外。那雄伟的胸脯随着急促的呼吸起伏着。茅屋里，洛安的心跳比外面的雷声还要响，他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揪在了一起。灵儿，别怕，我在这里，我哪儿也不去。他的声音有些沙哑，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脸颊滑落。床榻上，灵儿紧紧抓着他的手，另一只攥着身下的床单。平日里总是带着甜美笑意的脸蛋，此刻因剧痛而扭曲，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他身上那件丝质寝衣早已被香汗彻底浸透，变得半透，紧紧贴合着身体。薄薄的布料下，山峦起伏的轮廓若隐若现，每一寸雪白细腻的肌肤都在轻轻颤抖。这种极致的痛苦与极致的诱惑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美感。洛安，他艰难地吐出2个字，那双纯净的眼眸里盛满了水汽。我在，我一直在。洛安俯下身，轻轻吻去他额角的汗珠，将自己体内的混沌之力源源不断地渡入他的身体。这哪是生孩子，这分明是在孕育一尊神祇。再加把劲，灵儿，我的好灵儿，想想我们的孩子，他马上就要出来了。洛安的声音带着颤抖，心疼得无以复加。茅屋中，啊！灵儿发出一声竭尽全力的呼喊，
所有的痛苦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也就在这一瞬，轰卡，一道水桶粗的紫金神雷从9天之上悍然劈落，不偏不倚，正中茅屋的屋顶。师姐小心！丫鬟吓得尖叫。柳若曦却纹丝不动，她能感觉到那神雷没有毁灭之意。果不其然，预想中污毁人亡的景象并未出现。那足以将一座山头夷为平地的神雷，在接触到茅屋的刹那，竟化作了最精纯的生命元能，尽数涌入了灵儿的体内。一切的痛苦烟消云散。屋外狂风暴雨戛然而止，屋内一声清亮无比的啼哭响彻云霄。哇！这声啼哭不似凡音，其中蕴含着一股道韵与威严，仿佛一尊沉睡的古神在此刻苏醒。随着这声啼哭，天地变色，笼罩青云宗的乌云在顷刻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撕得粉碎。一轮金色的太阳挣脱束缚，万丈光芒普照大地。紧接着，东方的天际涌起了3万里浩荡的紫色祥云，将整个天空都染成了一片梦幻的色彩。紫气东来3万里，神子降世天下之。青云宗内所有弟子，无论内外，无论修为高低，都在这股浩大而神圣的气息下，不受控制地跪伏在地，朝着后山药田的方向顶礼膜拜。天啊！发生了什么？是神迹，这是神迹啊！茅屋里，洛安已经完全呆住了。他看着被一层金色光晕包裹的小小婴儿，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抱了起来。小家伙不哭不闹，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瞳孔里仿佛映照着星辰大海。他伸出粉嫩的小手，抓住了洛安的一根手指，嘴角竟然还咧开，露出了一个无耻的笑容。洛安傻傻地笑着，用指腹轻轻碰了碰儿子柔软的脸颊。就在这时，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带着前所未有的激动，在他脑海中炸响。叮！恭喜宿主与天命神体瑶光女帝成功诞下第一位子嗣，综合评级神话级，检测到宿主成功诞下神话级子嗣，万古罕见，鸿蒙之始。系统开始发放超级奖励。来了来了，正戏来了！洛安心中狂喜，这波是富平子贵。奖励1，修为灌顶。检测到宿主根基雄厚，将直接助您凝聚完美混沌金丹。轰！一股磅礴能量凭空在他体内炸开，筑基的壁垒在他面前薄如蝉翼，一触即碎。能量继续疯狂攀升，气海之内所有的灵力被强行压缩、凝聚、旋转，最终化作一个缓缓旋转的灰色起点。那是一颗微缩的混沌星云，其内有亿万星点生灭，散发着包容万物又终结万物的至高气息。就在金丹成型的瞬间，一股远超寻常金丹真人的独特气势从茅屋中扩散开来。屋外，柳若曦的娇躯猛地一僵，她那双清澈的美眸中掀起了滔天巨浪，写满了无法理解的震撼与错愕。这股气息是金丹出成。她的大脑一片空白，无数矛盾的画面在脑海中疯狂冲撞。那个挥手间让上品道气化为飞灰的背影，那个一鞘斩出令3艘战争飞舟连同数千联军灰飞烟灭的神明，那样的伟力，那样的手段，他甚至觉得传说中的化神老祖都不过如此。可现在你告诉我，他才刚刚突破金丹。倘若让柳若曦知道，在这次突破之前，这位前辈的修为仅仅是炼气期巅峰，不知他的道心会不会当场碎裂成渣。茅屋里，这就金丹了。洛安感受着体内奔流不息的恐怖力量，内心疯狂吐槽：老婆生了孩子，我就直接保送了。这买卖血赚，这还只是开始。奖励2，天命道侣功法共享。瑶光女帝无上心法瑶光通天录开始与家族所有女性共享。奖励3，本命神物孕育。已将瑶光女帝的半生神器瑶光仙灵与宿主的混沌本源融合混沌龙纹附仙灵。注：此宝可随子嗣成长而进化。话音落下，一条触感温润如玉却又坚韧无比的灰色仙灵出现在洛安手中。仙灵之上有无数道模糊的龙形纹路在缓缓游动，散发着一股能捆缚万物的道韵。嘿，家庭模拟器，我喜欢。多种树，多结果，争取早日实现果园自由。洛安美滋滋地想。洛安，床榻上灵儿虚弱的声音将他从神游中唤了回来。他3步并作2步地回到床边，小心翼翼地将怀里这个温热的小家伙放在了他身旁。我在。他握住灵儿汗湿的手，心中酸酸的，长长的。他不再是那个孤身一人，在这陌生世界随波逐流的穿越者了。他有老婆了，现在连儿子都有了。灵儿侧过身子，将小家伙轻轻地搂在怀里，疲惫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安心的笑容，也跟着沉沉地睡了过去。夜终于静了下来，洛安就这么坐在床边，看着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人，心中一片平静与安宁。他伸出手，
想抚摸一下儿子柔嫩的脸颊，嘴里还念叨着：“来，让爹爹摸摸你的小脸蛋，我的好蛋儿。”本该在酣睡的婴儿忽然睁开了双眼，粉嫩的小嘴微微张开，他吐出了2个字：“父亲。”洛安伸出去的手猛地僵在了半空中。卧槽！我儿一出生就会说话了。洛安呆呆地看着襁褓里粉雕玉琢的小东西，这小家伙非但没有被他爹这副见了鬼的表情吓到，反而皱起了眉头，小嘴一撇，奶声奶气地抱怨道：“父亲，外界的灵气好驳杂，还没在娘胎里暖和。”这番话差点让洛安当场裂开，他哭笑不得，伸手捏了捏儿子肉嘟嘟的脸蛋，内心疯狂吐槽：“好家伙，我这是生了个什么玩意儿？别人家的孩子出生是落地哭，我家这个是落地就开始吐槽居住环境了是吧？”与此同时，茅屋之外那片被神雷净化过的土地上，柳若曦的身子猛地一颤，她那张因焦急和雨水浸泡而显得格外动人的脸蛋上瞬间被巨大的惊愕所占据，那身被雨水完全打湿的白衣紧紧地贴附在她傲人的曲线上。就在刚刚，一股庞杂到无法想象的玄奥信息毫无征兆地冲入了他的脑海。瑶光通天录仅仅是开篇的总纲，就让他感觉自己过去几十年修炼的功法简直就是路边的萌童读物，连给这仙点提鞋都不配。这是前辈的恩赐。柳若曦的心神掀起了滔天巨浪，他看向茅屋的眼神除了崇拜，更添了几分无法言说的炽热。同一时间，远在千里之外的百花谷，一处灵气最为富裕的洞府之内，水月真人正在打坐调息。他身穿一袭水蓝色宫装，丰腴成熟的娇躯曲线动人，哪怕只是静静地坐着，也散发着一股令人心猿意马的媚态。忽然，他紧闭的双目豁然睁开，这是感受着脑海中足以颠覆整个玄天大陆修炼体系的无上仙点，水月真人那保养得宜的玉手都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那成熟妩媚的脸庞上先是骇然，随即被无边的狂喜所取代。他喃喃自语，声音里带着几分战栗，几分庆幸，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娇嗔。这才是他真正的底牌嘛！我水月这一辈子做过最划算、最正确的投资，就是把自己押给了他。他舔了舔有些发干的红唇，又有些苦恼地皱起了好看的眉头。该死，以后怎么跟凌霜和如月那2个小丫头相处呢？各论各的。青云宗后山禁地，一道贯穿天地的紫气长河自东方天际而来，浩浩荡荡3万里，将整个宗门笼罩在一片神圣祥和的气氛之中。此等异象，非神子降世不可有。一声苍老而激动的声音自经的最深处响起，紧接着一股元婴中期的强大气势冲天而起，一道流光火速射向药田方向。青云宗宗主必死关已有50年的青云子破关而出了。青云子仙风道骨，白发白须，此刻却全无半点高人风范。然而当他火急火燎地赶到现场时，却看到了让他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的一幕。只见自己宗门内所有他叫得上名字的长老，包括平日里威严最重，连他都要给3分薄面的大长老云山真人，此刻全都像一群正在听先生讲课的小学生。他们一个个恭恭敬敬地站在一间破旧的茅屋前，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脸上全是崇敬与狂热。这是什么情况？我闭关的这些年，宗门换主人了。青云子脑门上冒出了一连串的问号。就在这时，茅屋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身穿朴素布衣，怀里还抱着一个襁褓的青年打着哈欠走了出来。前辈！大长老云山真人眼睛一亮，连忙激动地迎了上去，那姿态比见到亲爹还要亲。他完全没注意到自家宗主，大声汇报：启禀前辈，我等已遵您法旨，昨夜尽起精锐，将万毒门、紫阳门、星辰阁3宗连根拔起，其所有地盘、灵脉、库藏资源尽数收入我青云宗囊中。轰！青云子只觉得自己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万毒门、紫阳门、星辰阁，那3个跟自己勾心斗角、互相算计了300多年的老对头，就这么没了。一夜之间，他苦心孤诣，耗费数百年心血，才勉强维持住的脆弱平衡，就被眼前这个抱着娃的青年随手给掀了桌子。这到底是谁家的前辈啊？面对众人的崇拜和汇报，洛安只是调整了一下抱娃的姿势，随口挥了挥手：知道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已，都散了吧，一个个杵在这儿干嘛？声音那么大，吵到我老婆孩子睡觉了。噗！青云子感觉自己的道心被这句轻描淡写的话狠狠地捅了一刀，将颠覆赵国修仙界格局的灭门之战说成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洛安低头安抚着怀里有些不耐烦的儿子，襁褓中一条温润如玉的灰色仙灵不经意间滑落了一脚，仙灵上有无数道模糊的龙形纹路正在缓缓游动，仅仅是这么一脚泄露出的一丝道语。嗡！青云子腰间那柄他视若珍宝、祭炼了数百年的上品法宝青松剑发出一声恐惧的哀鸣，自动缩回了剑鞘之中，
剑柄还在剧烈的颤抖。青云子浑身一僵，看向那条灰色仙灵的眼神只剩下无尽的敬畏。就在众人准备噤若寒蝉的退下时，茅屋里一直沉睡的灵儿，那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了一下，她缓缓地睁开了双眼。生产的契机加上那道紫金神雷中蕴含的无上本源之力，如同两把钥匙同时插入了他识海最深处的那道枷锁。封印破碎，眼神变了，曾经那双如同小鹿般懵懂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睥睨九天、威压万古的冷漠与孤高。仿佛这世间万物在他眼中皆为蝼蚁他眼角的那颗泪痣，在这一刻不再是娇憨的点缀，而是蕴含了一个纪元的血与火，深邃得令人心悸。那双凤眸穿透了茅屋的墙壁，穿透了青云宗的护山大阵，穿透了玄天大陆厚重的戒壁，望向了那遥远未知、至高无上的九天仙域。在所有人惊疑不定的气氛中，他朱唇轻启，声音很轻，却冰冷到足以冻结神魂。那声音里带着滔天的恨意与凛冽到极致的杀机。九天仙域，那群背叛本地的蝼蚁，洗干净脖子，等着。洛安第一时间察觉到了身边人翻天覆地的巨变。他看着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绝美容颜，心脏猛地一紧，试探性的低声唤道：“灵儿。”恢复了记忆的瑶光女帝缓缓的一寸一寸的转过了头，那双冰冷的凤眸直直地对上了洛安。那双曾纯净如水的凤眸，此刻只剩下孤高与冷漠。一股恐怖威压以木床为中心轰然席卷全场。这并非单纯的灵力压迫，而是一种源自生命层次的绝对碾压，是神明对凡人的俯瞰。咔嚓，坚实的地面在这股威压下寸寸皲裂。院子外，青云子这位闭关50载的元婴中期大修士，脸上的惊愕还未散去，身体就先一步做出了最诚实的反应。扑通，他的双膝不受控制的一软，直接跪了下去，膝盖骨砸在碎石上，发出沉闷的响声。紧接着，大长老云山、宗门所有长老以及刚刚赶到的柳若曦，无一例外全都跪倒在地。他们体内的灵力被死死压制，连抬头都成了一种奢望。所有人的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这才是那位前辈真正的道侣，一尊无上女帝。洛安却像个没事人，他怀里的婴儿打了个哈欠，似乎对这股力量有些不满。洛安周身3尺之内，一层肉眼不可见的灰色波纹荡漾开来。归墟领域，所有侵入领域的恐怖威压都在触及领域的刹那消散于无形。他抱着儿子，顶着压力悠闲地向前走了一步，脸上挂着再熟悉不过的温柔笑容。灵儿，你醒了。他故意用以前的昵称轻声唤道：“昨晚累坏了吧？睡得好吗？”一句灵儿瞬间打开了记忆的洪流。他主动献上的香吻，他挂在他身上撒娇的蹭来蹭去。他红着脸用小手握住他的要害，满眼天真的进行学术探讨。他在他身下婉转承欢，发出小猫般呜咽的羞耻画面，一幕幕一帧帧在他脑海中疯狂回放。堂堂9天女帝威压一个纪元的瑶光，竟然做出如此不知廉耻的行径。无边的羞愤化作了杀机，他凤眸中杀意一闪而过。可就在他准备抬手的瞬间，他的视线落在了洛安怀里小小的襁褓上。那张粉雕玉琢的小脸，那眉眼，分明就是洛安的翻版，可那股与自己同出一源的血脉气息，那股源自神魂最深处的连接，都在告诉他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这是他的孩子，是他和这个男人共同的孩子。就在这时，洛安怀里的婴儿皱起了小小的眉头，他转头看着自己的母亲，奶声奶气地开了口：“母亲，你现在的样子好吓人，一点也不暖和。”小家伙顿了顿，似乎在回忆什么，然后继续抱怨道：“我还是喜欢你抱着父亲的胳膊，小声说洛安，我还要的样子。”此言一出，天地聚集，跪在地上的青云子等人差点把自己的舌头咬掉。他们听到了什么？刚出生的婴儿会说话？不，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说的是什么虎狼之词。洛安，我还要什么？不敢想，完全不敢想。瑶光冰封万古的绝美容颜，腾起2抹肉眼可见的绯红，那抹动人的红晕从他精致的脸颊一路蔓延到修长雪白的脖颈，连耳根都变成了粉色。他强行压下心中奔腾咆哮的羞耻感，连忙内视己身，道基破碎，神元枯竭，一身通天彻地的修为，如今不足全盛时期的1/1000。这是被那群叛徒围攻留下的道伤，几乎不可逆转。但下一刻，他就察觉到了另外一件事，他能感觉到洛安体内的灰色混沌之气，以及自己儿子体内至纯至圣的鸿蒙生命本源，对他这破碎的道基而言，是世间最顶级的神药，不，比任何神药的效果都要好上1000倍万倍。他在一瞬间就明悟了，想要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修为，杀回9天，向那群叛徒复仇，
他根本离不开眼前这对父子。瑶光缓缓吸了一口气，强行让自己恢复冰冷。他看着洛安，宣布道：“本地乃9天瑶光，你助本地诞下道种，有功。从今往后，你便是本地的后宫。待本地君临9天，必将赐予你无上荣耀与永恒的生命。”他试图重新定义两人的关系，将那段让他羞愤欲绝的感情彻底抹去，变成一场基于利益的公平交易。洛安听完笑了，他抱着儿子慢悠悠地走到瑶光面前，俯下身，在他耳边用只有2个人才能听见的声音轻声说道：“帝君，你是不是忘了是谁主动握住龙脉进行深度学术探讨的？”他顿了顿，嘴角的笑意更浓了。你的身体可比你的嘴诚实多了。瑶光的娇躯猛地一颤，那双刚刚恢复冰冷的凤眸又一次露出了羞愤。他银牙暗咬，却一个字都反驳不出来。最后他只能狠狠地拂袖，转身走回了茅屋，留给众人一个背影。行了，都散了吧。洛安转过身，对着还跪在地上的众人挥了挥手，语气轻松：“我老婆刚醒，有点起床气，大家多担待。”众人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站了起来，看向洛安的眼神除了敬畏，更多了几分崇拜，能把一尊如此恐怖的女帝收拾得服服帖帖。这位前辈是真正的大神。洛安没再理会他们，他走到同样呆若木鸡的柳若曦面前，将怀里的婴儿递了过去。若曦，他的声音很柔和。灵儿她情况有点特殊，今晚能麻烦你先帮忙照看一下宝宝吗？我和他有些夫妻私事要谈。柳若曦机械地点点头，晕乎乎地接过了襁褓，只觉得怀里这个小小的婴儿重若千钧。小家伙似乎很喜欢这位漂亮姨姨身上宁静温暖的气息，在他那饱满胸怀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满意地咂了咂嘴。夜深了，一间新搭建的木屋里，瑶光盘膝坐在床上，他紧闭双眼，试图运功疗伤，可那段修人的记忆总是不受控制的在脑海中翻腾，让他心乱如麻。吱呀，房门被推开，洛安走了进来，反手将门栓插上。瑶光豁然睁眼，凤眸中寒光一闪：“本地要修炼，你出去。”洛安坏笑一声，径直走到床边，然后在瑶光惊愕的注视下直接欺身而上。他没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便将这尊高高在上的女帝压在了身下那柔软的兽皮之上。温热的气息吹拂在瑶光的耳畔，阴阳调和才是这世间效率最高的修炼法门。他的手顺着身丝质轻昵的下摆探了进去，在那光滑细腻的肌肤上游走。白天在外面那么多人，不给我这个一家之主面子，现在为夫要好好惩罚一下不听话小妞了。放肆！瑶光又羞又怒，神念一动，就想用神力将他震开。可他绝望地发现，在洛安那混沌之气的笼罩下，他根本提不起半点力气，身体反而变得愈发酸软无力。随着洛安的动作，一股股精纯无比的能量正通过两人身体的接触涌入他体内，滋养着他那几近干涸的道基。那种感觉就像是久旱的土地迎来了甘霖的灌溉。理智告诉他必须推开这个胆大包天的男人，可身体的本能以及对恢复力量的无尽渴望却让他渐渐放弃了抵抗，身体的温度在节节攀升。洛安一边在他身上辛勤的耕耘，一边在他耳边低语，提出了更过分的要求：“叫夫君，叫一声，我给你渡更多的混沌之气，保证让你恢复得更快。”黑暗中，女帝紧咬的红唇在愈发剧烈的喘息中最终防线崩溃，一声带着哭腔和羞耻的低吟从她唇间溢出：“夫君。”次日清晨，阳光正好，洛安推开木屋的门，伸了个懒腰，骨头缝里都透着舒坦。经过一夜夫妻间的深入教学，他体内那颗混沌金丹愈发圆融，感觉自己现在一拳能打死昨天的自己。吱呀，身后的门也开了，瑶光走了出来，他已换上一身繁复华贵的宫装，仙姿玉貌，风华绝代。那张脸冷若冰霜，仿佛又变回了威压9天的孤高女帝。只是在瞥见洛安那副吃饱喝足、精神抖擞的德性时，他眼角还是控制不住地跳了一下，暗暗咬了咬牙。这个混蛋，昨晚竟然逼着自己洛安却像没事人一样，笑呵呵地凑了过去。早啊，我的女帝陛下，昨夜安寝，可还满意？瑶光娇躯微一僵，耳根处漫上一抹绯红。他很想一巴掌呼过去，再冷声纠正他本地道号瑶光，可话到嘴边又变成了一声冷哼，直接把头扭到了一边。这声冷哼里威严有，但更多的是藏不住的羞恼。洛安咧嘴一笑，懂了，嘴上说着不要，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嘛。就在这时，柳若曦抱着襁褓袅袅婷婷地走了过来，她眼下带着淡淡的黑眼圈，走路姿势都有些僵硬，显然是被这个刚出生就会说话的小祖宗折腾了一宿。当他看到院子里洛安和瑶光之间那种古怪的气氛时，连忙低下头。前辈，柳若曦的声音细若文瑞。小公子他
该取个名字了。瞧我这记性，正是要紧。洛安哈哈一笑，从柳若曦手中接过儿子，入手温香软玉，小家伙身上还带着柳若曦独有的体香，让他忍不住多闻了一下。洛安低头就在儿子脸上亲了一大口，然后抬头看向瑶光：“老婆，咱儿子叫什么好？你是一家之主，你说了算。”瑶光本来已经恢复了冰冷的表情，被他这句老婆和一家之主弄得又是一阵气血翻涌。他本想脱口而出几个曾经威震寰宇的神明，可看到孩子那张酷似洛安的脸，感受到那血脉亲情时，心中还是被触动了。他那冰冷的声线软化了些许，带着几分认命般的无奈：“你的子嗣，你来定。”“好嘞。”洛安高高的将襁褓举了起来，对着出生的朝阳意气风发：“我儿便叫洛长生，不求你以后君临天下，威压万古，爹只愿你这一生能平平安安，喜乐顺遂，万古长生。”话音刚落，襁褓中本该在酣睡的洛长生睁开了那双蕴含着星辰大海的眼睛。他看着洛安，小嘴一咧，奶声奶气的开了口：“谢父亲赐名。”柳若曦一个趔趄，差点没站稳。他看着那个一本正经道谢的婴儿，感觉自己几十年的修行都修到了狗身上。瑶光娇躯也是一震，那双凤眸之中掀起了滔天巨浪。长生这个名字在9天仙域是一个禁忌，是巧合还是宿命？就在这时，洛安忽然眉毛一挑：“哦，给你机会你不中用，还敢过来送死？”瑶光何等人物，立刻察觉到了虚空中一丝极其隐晦的杀意，他凤眸瞬间变得凌厉无比，杀机毕露。这是鬼影咒杀术。他语气冰冷，带着一丝凝重：“极其阴毒的上古邪术，无视肉身防御，直攻神魂本源。”柳若曦一听，吓得花容失色，连忙拔出长剑护在身前，紧张的四处张望：“在哪？敌人在哪？”洛安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话音刚落，洛安脚下的影子发生了诡异的变化，那片阴影无声的蠕动着，汇聚成一柄漆黑的匕首，无声无息的刺向洛安怀里打着饱嗝的洛长生。这一击阴险到了极点。然而就在影子匕首即将触碰到襁褓的刹那，正在洛安怀里昏昏欲睡的洛长生似乎是感觉有点冷，不满地皱了皱小鼻子，然后他张开粉嫩的小嘴，对着那柄漆黑的匕首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啊！一股灰蒙蒙的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气流从他嘴里轻轻地吐了出来。那柄上古邪术的影子匕首在接触到这口哈欠的刹那便彻底消融，归于虚无。万里之外的地宫之中，黑袍人面前的替死鬼偶化作齑粉，他如遭雷击，喷出一大口漆黑的逆血，脸上只剩下骇然与绝望。更让他崩溃的是，神魂中那缕灰色的混沌之气彻底激活，印记被永恒地烙印在了他的神魂最深处。他跑不掉了。青云宗后山，洛安掂了掂怀里的儿子，低头亲了一口：“干得漂亮，不愧是我儿子。”他抬起头，目光仿佛穿透了万里虚空，落在了那座阴森的地宫之中，脸上露出了一贯的温和笑容。瑶光看着这一幕，沉默了片刻，随即走到洛安身边：“这个咒术我认得，来自一个叫血脉猎手的古老势力，他们通过掠夺和移植他人血脉来使自己强大。”他看向洛安，语气虽然依旧冰冷：“躲是躲不掉的，青云宗太弱了，从今天起这里必须由我们来掌控。”他顿了顿说道：“你负责将宗门高层全部换成我们的人，我去一趟他们的藏经阁，看看这个世界的法则有何不同。攘外必先安内，我们要在这里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班底。”洛安看着他这副发号施令的模样，非但不恼，反而笑得更开心了。他一把将瑶光揽入怀中，在他惊愕的目光中低头在他耳边吹着热气：“老婆大人说的都对，不过攘外安内之前，是不是该先把那人安抚好？”他的手不老实地顺着那华贵宫装的腰线向下滑去，毕竟为夫昨晚耕耘了一夜，体力消耗甚大，急需补充能量啊。瑶光又羞又怒，却被抱得死死的，只能发出哼哼的抗议：“你放肆！”若曦还在看。洛安的目光转向柳若曦，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她被白衣紧紧包裹的曲线，坏笑着开口：“若曦啊，今晚你也过来，咱们3个一起进屋，好好研究一下这安内的至高法门人多，效率高吗？”一旁的柳若曦抱着已经睡着了的洛长生，直接实话当场。他听着洛安这番露骨的虎狼之词，只觉得脑子嗡嗡作响。前辈，他不但调戏女帝嫂夫人，现在还要拉上我一起。他抱着孩子的手臂开始发软。前辈，这就是能让修为1日千里的阴阳大道吗？他终于又要点化我了吗？面对洛安这番虎狼之词，以及柳若曦不敢反驳的羞红俏脸，瑶光的凤眸之中煞气凝聚。威压9天的女帝可以容忍这个男人在床子之间的放肆，
那是夫妻情趣，更是她恢复到伤的捷径。但她无法容忍自己的男人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当着自己的面调戏别的女人，而那个女人柳若曦看她那副娇羞的样子，竟然还默认了。地威开始弥漫，院中的空气温度都在下降。洛安，你是不是觉得本地的剑不利了？瑶光刚要发作，质问他究竟是何时与这青云宗的大师姐也勾搭到了一起。话音未落，院外一阵馥郁的香风袅袅而至，打断了他的话。哎呀，我当是何等惊天动地的神子降世，原来是府上天丁之喜，水月来迟，还望恕罪。声音娇媚入骨，带着成熟女子特有的从容。只见水月真人莲步轻移，款款而来，一袭水蓝色的宫装裹着她丰润匀称的身段，莲步轻移间纤腰微摆，那份浑然天成的妩媚令人心折。在她身后跟着2个绝色少女，白衣胜雪，背负古剑，正是韩凌霜。月白软缎长裙，裙摆绣着几只疏落的墨竹，活泼灵动的是颜如月。水月真人的视线在院内轻轻一扫，掠过瑶光柳若曦，最后落在了抱着孩子的洛安身上。他悠悠一叹，声音里带着几分说不清的幽怨。洛道友，看来你的播种范围比我想象的还要广阔一些啊。洛安脸皮一抽，干笑道。水月谷主说笑了，我这人就好交朋友。交朋友，广结善缘。水月真人掩嘴轻笑，桃花眼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随即他做出了一个让全场惊呆的动作。他那只保养得宜的玉手温抚上了自己紧致的小腹，恐怕不只是若曦侄女有了，我这2个不成器的徒弟，包括我本人，好像也都有了你的骨肉。轰！此言一出，全场死寂。柳若曦猛地抬头，那张布满红晕的脸上只剩下无法理解的呆滞。不只是我也怀了前辈的孩子。师叔凌霜、如月、都，他感觉自己的脑袋嗡嗡的一片空白。一旁的韩凌霜那万年不变的冰山脸上抖了一下，而颜如月则是瞪大了眼睛，小嘴张成了 O 型，看看自己的师傅，又看看洛安，最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满脸都是蛙。原来那天晚上不是做梦的惊奇表情。全场反应最大的是瑶光，此刻他冰封万古的表情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不是裂痕，是彻底的崩碎。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水月真人，又看了看他身后那2个，一个高冷一个活泼的少女。这种事情没人会拿来开玩笑，可这怎么可能？瑶光的神念在顷刻间笼罩了过去，他能看到水月真人成熟丰腴的娇躯深处，一点微弱但充满韧性的生命之火正在悄然孕育，其本源是精纯的水灵之气。韩凌霜的体内一点至寒的生命气息正在凝聚，与他的玄冰剑骨完美共鸣。天真无邪的颜如月体内那点生命气息则充满了百花的芬芳与甜蜜。最后他的神念落回柳若曦体内，是与青云宗功法相合的生命种子。4道生命气息虽然属性各异，但核心处都烙印着一道他再熟悉不过的印记，是属于洛安的混沌本源的气息。1、2、3、4个，一瞬间，是万古枭雄为蝼蚁的瑶光女帝竟也感到了荒谬与头疼。她感觉自己的太阳穴在突突直跳，自己辛辛苦苦为她诞下长子，结果一觉醒来，外面竟然已经排起了长队，而且看这架势，这几个恐怕还不会是全部。这叫什么事啊？本地的复仇大业还没开始，后院整个院子都起火了。瑶光深吸一口气，又缓缓吐出，胸前那雄伟的轮廓剧烈地起伏着。他强行压下心中翻江倒海的情绪，转过头死死地盯住了洛安。洛安抱着儿子，感受着四面八方投来的各种意味的视线，尤其是瑶光那几乎要吃人的眼神，头皮一阵发麻。他内心疯狂吐槽，好家伙，我这就是撒了一把种子，结果赶上大风收了是吧？系统，你这多子多福是不是有点太服过头了？眼看气氛已经尴尬到了冰点，洛安知道自己再不说话，今天这院子就得被瑶光的地位给掀了。他清了清嗓子，他先是对着水月真人点了点头，语气诚恳：水月还有凌霜、如月，一路辛苦，既然来了就是一家人，别站着了。接着他又看向已经石化的呆萌柳若曦，声音柔和：若曦，你也别紧张，都是自己姐妹。最后他抱着儿子走到瑶光面前，将怀里的骆长生往他面前递了递，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容：老婆你看咱家多热闹，这下好了，长生以后不愁没玩伴了。他顿了顿，说出了一句让全场女性都差点道心失守的话：来来来，都别愣着了，正好人齐了，咱们趁热打铁，开个家庭会议。第1项议程，关于骆氏家族未来100年发展规划纲要的讨论。第2项议程，
关于后宫和谐共处的重要性的试行办法第3项议程，排个班，今晚谁侍寝？眼看瑶光的眼神越来越危险，洛安清了清嗓子，正要开口，水月真人却抢先一步，主动向瑶光款行了一礼，姿态放得极低，语气更是诚恳无比。这位想必就是姐姐吧？妹妹水月，见过姐姐。夫君在外奔波，我等姐妹能为他开枝散叶，是我们的福气。如今我们都有了夫君的骨肉，外面又有强敌窥伺，我们理应团结一致，共扶夫君。不知姐姐意下如何？他这一番话，巧妙地将情敌关系转化为内部盟友，将矛盾点从争风吃醋转向了共御外敌，还顺带把洛安捧上了天。这一招釜底抽薪，让瑶光原本准备发作的地威卡在了嗓子里，不上不下，憋得他脸颊泛红。这个女人好厉害的嘴！师傅说的对。韩凌霜看着瑶光，难得多说了几个字，表达了自己的立场。颜如月则兴奋地拍手，跑到柳若曦身边，小声嘀咕：哇塞，若曦师姐，那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你的宝宝和我的宝宝可以一起玩泥巴了。柳若曦站在原地，脸上还挂着蒙圈的表情，显然还没从自己也怀孕了这个惊天消息中缓过神来。瑶光深深地看了水月一眼，心中念头飞转，他知道今天这事闹不起来了，一句话就化解了修罗场，还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就在气氛微妙的当口，洛安脑海中系统提示音响起，叮，检测到宿主同时与5位高品质道侣缔结关系，并成功播种，触发史诗级成就鸿蒙始祖，奖励开始发放，混沌道体终极能力进阶，解锁初级家族光环血脉共鸣，家族成员在一定范围内可共享感知，力量临时叠加 10%。 一股舒爽感从洛安体内爆发，他体内的混沌金丹在蜕变，本来灰蒙蒙的丹体上开始浮现出5色光华，水蓝色代表水月的先天水灵体，冰蓝色代表韩凌霜的玄冰剑骨，粉嫩色代表颜如月的百花蜜体，青色代表柳若曦的青云灵体，还有一抹淡紫色，那是瑶光9天地血的印记。爽！洛安叫出声来，又连忙咳嗽了一下掩饰。5个女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他身上。洛安尴尬地挠了挠头，那个，咱们先进屋，有话屋里说，外面风大，对孩子们不好。水月掩嘴轻笑，夫君考虑的周到。一行人鱼贯而入，洛安将还在酣睡的骆长生放到摇篮里，转过身面对着自己的太太团，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不管你们以前是什么身份，女帝也好，谷主也罢，进了这个家门就得守家里的规矩。洛安的语气柔和了些，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内部不许内斗，有什么事摆在桌面上谈，谁要是敢在背后搞小动作，别怪我不客气，本帝从不屑于那些下作手段。瑶光冷哼一声，把头扭向一边，算是默认。水月则笑盈盈的附和，自然，我们都是有身份的人，岂会做那种跌份的事。第2条，洛安继续说道，长幼有序，嫡庶分明。灵儿，你为我诞下长子，受苦最多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主内。瑶光娇躯微震，心中涌起一阵暖流。他本以为这个男人会为了所谓的和谐而委屈自己，没想到他还是给了他应有的名分和尊重。水月，洛安转向百花谷主，眼中带着鼓励，你精通人情世故，八面玲珑，负责咱们家对外的一切事务，主外以后青云宗、百花谷乃至这赵国修仙界都由你来交涉。水月眼中闪过一丝惊喜，这个安排正合他意。他本就善于交际，现在有了洛安这个强大的后台，百花谷的地位必然水涨船高。若曦、凌霜、如月，洛安看向3个相对年轻的女子，你们安心养胎，其他事不用操心，等孩子生下来再根据各自的特长分工。柳若曦红着脸点头，韩凌霜淡淡的嗯了一声，颜如月则兴奋的拍手，太好了，以后可以专心研究炼丹了。洛安摸了摸下巴，关于孩子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都跟长生一个辈分，男孩叫长字辈，女孩叫安字辈。为何？瑶光好奇地问道。长生久安辈。洛安咧嘴一笑，我这人没什么大志向，就希望家人都能平平安安，长长久久。简单的话语却让在场的女人们心中一暖。水月媚眼如丝，夫君真是个好男人呢。好了，规矩就这些。洛安拍了拍手，接下来说说实际问题。这小木屋住不下这么多人，若曦，你去跟宗主谈谈，让他给咱们换个大点的院子。另外，洛安的表情严肃起来，刚才那个鬼影咒杀术，说明咱们已经被人盯上了。灵儿身份特殊，怀着孩子的你们更是不能有闪失。从明天开始，没有我的同意，任何人都不许单独外出。瑶光点头，神色凝重。应该的，那群疯子确实麻烦，手段防不胜防。不过，洛安嘴角露出一抹危险的笑容。
既然他们敢来招惹我的家人，那就别怪我不讲江湖道义了。水月媚眼一挑，需要百花谷出手吗？暂时不用。洛安摆了摆手，杀鸡焉用牛刀，你们的任务是养胎，这件事我亲自处理。颜如月眨巴着好奇的大眼睛，举手提问。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洛安环视了一圈屋内环肥燕瘦各有千秋的角色们，坏笑了一下。为了家族和谐，咱们得先排个班啊。今晚该轮到谁侍寝了？此言一出，屋内瞬间安静。瑶光又想到自己研究小洛安的事，脸疼得红了。水月掩面轻笑，肩膀微微耸动，显然在强忍笑意。柳若曦低着头，耳根都红透了。韩林双面无表情，但眼角抽了一下。只有颜如月歪着脑袋，天真的看向自己的师傅。师傅，事情是什么意思啊？是和你一样陪洛安哥哥做羞羞的事吗？洛安，水月，洛安捂着额头，长叹一口气。看来这个家的家庭教育任重而道远啊。青云宗主殿，殿内一众长老齐聚，个个都面色红润，很是兴奋。主位上刚出关的宗主青云子身穿宗主法袍，精神抖擞。他扫视着下方情绪高涨的长老们，声音里满是豪情。诸位，万毒门、紫阳门、星辰阁三宗覆灭，是我青云宗数百年未有之大机缘。本座决定即日起广开山门，招收弟子，尽起宗门之力，将三宗灵脉资源尽数消化。100年之内，我青云宗必将成为赵国第一大宗。一番话说得众长老热血上头，恨不得现在就去开疆拓土。就在这时，咯吱，厚重的大殿门扉被一股力量缓缓推开。洛安悠哉地走了进来，瑶光跟在他身后。青云子眉头一皱，可当他看清来人是洛安时，连忙起身相迎。原来是前辈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要事。他话还没说完，瑶光只是瞥了他一眼。轰！一股恐怖威压降临，充斥了整座大殿。化神境！扑通扑通，大长老云山真人等一众长老第一时间熟练无比地跪了下去，动作整齐划一。唯有青云子这位元婴中期的宗主还在苦苦支撑，他全身骨骼都在呻吟，体内的元婴小脸煞白，瑟瑟发抖。洛安魂不在意，然后抬头看向面色惨白的青云子。宗主别紧张，我本是青云宗看管药田的杂役，勤勤恳恳干了3年，没功劳也有苦劳吧。所以经过我们夫妻俩的慎重考虑，他顿了顿，咧嘴一笑，这个青云宗宗主也该轮到我来当了吧。青云子，他要是说个不字，下一秒自己是不是就要从地图上被抹掉了？瑶光嫌洛安啰嗦，凤眸扫向青云子，朱唇轻启，臣服或者消失。没有威胁，只是陈述。可就是这平淡的陈述，让青云子浑身一颤，再也支撑不住。扑通，这位苦心经营宗门的元婴大修士双膝一软，跪了下去。他明白了，所谓的商量只是走个过场，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过青云子毕竟是老江湖，他强忍着屈辱与恐惧，抬起头颤声发问：若我让位，青云宗能得到什么？洛安笑了，他就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要好处。他走到青云子面前，低头看着他，我能让青云宗在10年之内成为这东荒妖域，是整个玄天大陆都无人敢惹的无上圣地，能让你在有生之年看到化神之上的风景。这个承诺够吗？青云子猛地抬头，呼吸都急促起来，野心与狂热压倒了恐惧。他不再迟疑，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古朴的青铜大印，双手高高举过头顶。青云宗第36代宗主青云子，愿率全宗上下奉前辈为主，从今往后您就是青云宗的宗主。洛安满意的点头，却没去接那宗主大印。他转头看向瑶光，夫人请。瑶光冷哼一声，别过头去，对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感兴趣。洛安无奈，只好自己伸手隔空一抓，归虚领域发动，一股力量直接将大印卷起，落入他的手中。他把玩着这枚大印，对着一脸肉痛的青云子发话：行了，以后你是宗门的大长老吧，有什么事我会让若曦吩咐你去做。青云子一听自己的徒弟一步登天成了宗主代言人，非但不气，反而大喜过望。宗门易主之事并未在次日清晨引起波澜，对普通弟子来说，不过是宗门里多了几位平日难得一见的仙子。新的宗主别院里，几位女主人间的气氛却不那么寻常。洛安排班侍寝的提议让院子里的空气都冷了几分，尤其是瑶光。洛安给他端来热茶，他只是冷着脸，看都不看一眼。嗨嗨，洛安清了清嗓子，打破了沉寂。他扫了一圈，水月真人悠闲品茶，韩灵霜擦拭着他的剑，颜如月在逗弄摇篮里的洛长生，
只有柳若曦坐立不安，手都不知道该往哪放。洛安叹了口气，神色郑重：“你们都误会了，你们觉得我说的事情就是为了那点事。”他走到姚光面前，不理会他冰冷的警告，直接拉起他的手，将自己的手掌贴上他的手背：“你感受一下。”姚光本能的想挣脱，可温润平和的气息从洛安掌心渡来，让他躁动的气血都顺畅不少。我的混沌之气对你们，特别是对你们腹中的胎儿有天大的好处。洛安对着众人解释：“你们的体质血脉都不寻常，孕育的子嗣潜力无穷。要是没有我的混沌本源日夜温养，稳固胎气，很容易出问题。”他松开姚光的手，转向其他人：“所以排班不是为了我，是我身为夫君和父亲的责任。我得轮流为你们梳理经脉，进行胎教，确保我们的孩子能以最完美的状态降生。”这番话说得义正言辞，感人肺腑。姚光依然板着脸，但周身的寒意散去不少，哼了一声，接过了那杯已经有些凉的茶。柳若曦紧绷的身体松弛下来，长出了一口气。原来是这样。水月真人放下茶杯，掩嘴轻笑：“哦，原来是疗伤固本。那夫君可得尽心尽力，千万不能厚此薄彼哦。”颜如月还在状况外，他好奇地举手：“洛安哥哥，那胎教的时候会像师傅那样发出奇奇怪怪的声音吗？”洛安捂住了额头，这孩子教育问题很严峻啊。当晚，洛安推开了柳若曦的房门。小院里只点了一盏灯，柳若曦正坐在石凳上，双手绞着衣角，听到开门声，整个人都绷紧了。这么晚了还不睡？洛安拎着一壶酒在他对面坐下，倒了2杯。前夫君。柳若曦连忙起身，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坐。洛安指了指对面的石凳，将一杯酒推了过去。别紧张，从今天起，你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之一，没人会欺负你。柳若曦小口抿着酒，温热的酒液下肚，身体暖和了些，紧绷的肩膀也松弛下来。我只是觉得一切都像做梦，那就当它是好梦。洛安轻笑，伸手握住他的手腕：“来，别多想，闭上眼睛，感受。”沛然而温和的力量从洛安的掌心渡入他的体内。柳若曦身体一颤，那股力量绕开他的经脉，直接涌向小腹。腹中那颗微弱的生命种子与他建立了血脉连接。许久，洛安才松开手。柳若曦睁开眼，满脸都是震撼：“感觉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孩子。”洛安看着他：“若曦，你和其他人不一样，瑶光他们是外来的，而你是这青云宗的大师姐，这里才是我们的根基。我需要一个人帮我管好这个家，管好青云宗。”瑶光不理俗物，水月心眼多，凌霜和如月又太小，想来想去，只有你最合适。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洛家的大管家，青云宗内部的事你说了算，缺钱缺资源，直接告诉我。柳若曦怔住了，洛安不仅没有忽视他，反而给了他这般重要的位置和信任。之前所有的不安和惶恐都消失了，他抬起头，水汽在眼中聚集。夫君，我什么都别说。洛安站起身，将他从石凳上拉起，顺势揽入怀中。怀中成熟丰腴的娇躯在颤抖，胸前的饱满紧紧贴着他。洛安低头在他耳边吹着热气，声音沙哑：“胎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该进行第2步，深入交流了。”柳若曦脸颊红透，浑身发软，嘤咛一声，任由洛安将她拦腰抱起，走向了床榻。屋内的灯火悄然熄灭，夜色渐深，万籁俱寂。屋内，柳若曦躺在洛安的臂弯里，脸颊上的红潮还未完全褪去。她一双美目望着身旁的男人，感受着他身上传来的温热，以及小腹中那股生命暖流，心中充满了踏实与安宁。夫君，我真的可以吗？他的声音带着不确定，像是梦呓。洛安低头在他光洁的额头上亲了一下，手指划过他精致的锁骨。我说你行，你就行。这个家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细心的人来打理，你是最合适的人选。这番话如同一股暖流，融化了柳若曦心中的忐忑。他主动凑上前，将红唇印在了洛安的嘴上，生涩而又热烈。次日清晨，洛安推开房门时神清气爽，柳若曦跟在他身后，走路的姿态还有些许僵硬，但整个人的精气神却焕然一新。她换上了一身淡青色的长裙，原本略显清冷的眉眼间此刻多了一抹动人的妩媚。她不再是只会紧张无措的大师姐，眉宇间带着淡淡的威仪，那是被赋予了责任后自然而然生出的自信。院子里的石桌旁，几位绝色佳人早已到齐。水月真人一身水蓝色宫装，正慢条斯理地品着香茗。他看到两人出来，尤其是注意到柳若曦眼角眉稍藏不住的风情时，桃花眼轻轻一眨，嘴角噙着笑意。看来夫君的胎教效果斐然啊。他特意加重了胎教2字，正好让院里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柳若曦的双颊霎时涨得通红，她慌忙垂下头，
心跳如鼓，胸口有了明显的起伏。韩凌霜依旧是清冷的模样，只是在擦拭古剑的动作有一刻的停顿。瑶光坐在主位，一身华贵的紫色宫装，衬得她肌肤胜雪，容颜绝世。她端着茶杯，那双凤眸从柳若曦身上一扫而过。哼，不过是一夜混沌本源的滋养，竟有这般洗精伐髓的功效。看来为了尽快恢复实力，本帝也得适当的配合她一下了。若曦师姐，颜如月最是天真，她蹦蹦跳跳的跑到柳若曦身边，拉着她的手，满眼都是好奇。洛安哥哥是不是给你讲了很好听的故事？我昨天晚上好像听到你房间里一直有奇怪的声音呢。柳若曦只觉得头顶冒烟，整个人都快要熟透了。她结结巴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洛安哈哈一笑，走过去揉了揉颜如月的脑袋。你若曦师姐脸皮薄，想知道是什么故事，今晚来我房间，我亲自讲给你听。颜如月眼睛一亮，真的吗？太好了。水月真人掩嘴轻笑，那丰润的娇躯微微颤动，风情万种地白了洛安一眼。夫君可真是偏心，我这徒儿年纪小不懂事，还是让为师先来替他探探路，也好知道这故事的深浅。瑶光冷哼一声，放下了茶杯，杯子与石桌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打断了这场愈发跑偏的对话。说正事。洛安见好就收，清了清嗓子，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若曦，从今天起，青云宗的大小事务都由你来统筹。待会儿你去趟库房，将宗门所有能用的资源都清点一遍，优先供应我们自家人。他转向水月，水月，你的百花谷消息灵通，帮我留意一下血脉猎手这个组织的动向，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告诉我。水月真人收起了玩笑的神色，郑重点头，夫君放心，此事交给我。至于凌霜和如月，洛安看着两位少女，你们的任务就是安心养胎，好好修炼，家里的事不用你们操心。就在这时，别院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新上任的大长老青云子在院门口恭敬地躬身行礼。启禀宗主，三宗的资源已经全部清点完毕，清单在此，请宗主过目。柳若曦下意识地看向洛安，洛安对他点了点头。你是大管家，你来处理。得到洛安的鼓励，柳若曦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紧张，缓步走到院门口，从青云子手中接过了一沓的玉简。他开始仔细地查阅玉简，眉宇间已经有了几分大管家的模样。青云子在一旁看着，心中感慨万千。这位新宗主虽然看着年轻，但这玉下之术却是炉火纯青。有这位化神境的女煞神镇场，又有手腕灵活的柳若曦主事，青云宗的未来或许真的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瑶光看着这一幕，没有说话。他起身独自走到了院子的一角，那里有一片刚刚开垦出来的药田。他伸出纤纤玉指，一缕紫色的地气从指尖溢出，没入土壤之中。原本普通的泥土瞬间变得灵气盎然，几株刚种下的灵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生长。洛安走到他身边，与他并肩而立。怎么，担心我处理不好？瑶光没有看他，只是淡淡的开口。你最好别让我失望，我的仇家不是青云宗这种小门小派能比的。我知道。洛安伸手将他揽入怀中，瑶光象征性的挣扎了一下，便任由他抱着。他感觉到这个男人的怀抱比昨天更加坚实有力。给我点时间。洛安在他耳边轻声说道，我会亲手为你扫平一切障碍，让你堂堂正正的以瑶光女帝的身份重返9天。他的话语让瑶光的心湖泛起了涟漪。他转过头，那双凤眸第一次认真地注视着洛安。记住你今天说的话。洛安咧嘴一笑，低头就要亲上去。嗨嗨，水月真人的咳嗽声不合时宜地响起。夫君，天色不早了，关于晚上的事情安排，我们是不是该讨论一下了？他看着洛安，媚眼如丝。姐姐身为女主人，理应第一个，但姐姐刚诞下长子，元气未复，不宜操劳。若曦妹妹昨夜又辛苦了，不如今晚就由妹妹来为夫君分忧解劳。瑶光缓缓转过身，淡淡的扫了水月一眼。按修为排，公平。说的掷地有声，差点让水月真人破了功。清晨的阳光透过灵雾，洒在后山那片被混沌气改造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挂着露珠。洛安正系着一条颇具生活气息的围裙，哼着不成调的地球曲儿，在宽敞的厨房里忙活。案板上是昨天刚从后山抓来的金翅灵鸡，旁边摆着1000年份的灵芝，还有一堆叫不出名字但灵气逼人的药草。洛安哥哥，今天早上吃什么呀？一具柔软的身体从后面贴了上来，颜如月巧声抱住洛安的腰，双手还不老实的在他结实的小腹上摸了摸。她那鹅黄色的罗裙衬得小脸愈发娇俏可爱，微微隆起的小腹顶着洛安的后背，依旧活力四射。小馋猫，鼻子倒是灵。洛安头也不回，手上动作不停，将灵鸡去骨，坏笑道：别乱动，小心点火。今天给你们炖锅十全大补凤凰汤，
保证咱们家未来的小家伙们个个根骨清奇。哇，凤凰汤！颜如月眼睛亮晶晶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院子里，石桌旁几道绝美的身影已经落座。瑶光女帝一袭素白宫裙，气质清冷如月，眼角那颗泪痣平添几分仙韵。韩凌霜依旧是一身白衣，长剑横放膝上，她端坐着一言不发，只是偶尔抚摸自己的小腹时，脸庞会有一闪而过的柔和。水月真人则是一身水蓝色宫装，她慵懒地靠在椅子上，手里端着一杯灵茶，看着厨房里忙碌的洛安。妹妹们，咱们夫君这居家好男人的模样，可真是百看不厌呢。水月真人轻笑一声，声音柔媚入骨。就在这时，已经能蹒跚学步的骆长生穿着个小肚兜，摇摇晃晃地从屋里跑了出来。他长得粉雕玉琢，一双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他跑到院子角落，那里堆着一些用来布阵的高阶灵矿。骆长生抓起一块玄铁晶石，这玩意儿坚硬无比，金丹修士都未必能留下划痕。接着，在颜如月目瞪口呆的注视下，他张开小嘴，嘎嘣一口咬下了一大块，然后咯吱咯吱地嚼得津津有味，好像那不是灵矿，而是嘎嘣脆的糖豆。哎，长生，那个不能吃！颜如月惊呼一声，就要冲过去。无妨。洛安端着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汤从厨房走出，浓郁的香气让所有人都精神一振。让他吃吧，就当是补钙了。颜如月用玄铁晶石补钙，夫君的教育方式总是这么别出心裁。此时，柳若曦迈着步子走了进来，她换上一身淡青色的长裙，剪裁得体，既显干练又不失柔美。那本就傲人的曲线，在合身长裙的包裹下更是精心，腰臀随着步伐微微摇曳。夫君，各位姐妹，柳若曦盈盈一礼，将一份玉简递给洛安。这是整合三宗资源后的最新清单，宗门已正式更名为鸿蒙圣地，山门牌匾也已更换。辛苦若曦了，我们家的大管家就是能干。洛安接过玉简，随手放在桌上，上前揽住他的纤腰，将他带到座位上。来，先喝汤，天大的事也得等夫君喂饱了再说。柳若曦身体一软，心中暖流涌动，脸颊绯红的顺从坐下。水月真人看着这一幕，掩嘴轻笑：夫君，你这鸿蒙圣地一出，怕是整个玄天大陆都要震动了。我这几天派人打探到，有不少鬼鬼祟祟的家伙在咱们地盘附近晃悠，气息古怪，像一群专嗅血腥味的猎犬。洛安舀了碗汤递给瑶光，浑不在意：一群见不得光的老鼠罢了，蹦跶不了几天。先让他们探清楚了，我才好一锅端。就在此时，院里玩耍的骆长生似乎是吃腻了矿石，摇摇晃晃地走到了药田中央。那里有一株瑶光都感到棘手的神药幼苗，因天地法则不全，已濒临死亡。几名看护药田的弟子看到小少主过去，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他把这唯一的希望给毁了。小少主！一名弟子刚要惊呼，只见骆长生伸出胖乎乎的小手，将那株枯萎的神药幼苗拔了出来，然后塞进了嘴里。那名弟子眼一黑，差点当场昏过去。完了，女帝陛下亲自滋养了这么多天的神药，就这么被小少主当草给吃了。青云子刚好巡视到此，看到这一幕也是胡子一抖，差点一口气没上来。然而下一秒，骆长生吧唧了一下小嘴，又把那株神药吐了出来。噗的一声，神药落在地上，一道璀璨的金光冲天而起。那原本枯萎的幼苗在落地的瞬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根、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前后不过眨眼功夫，一株流光溢彩的千年神药就这么立在众人面前。浓郁的药香弥漫开来，闻一口都让人修为精进。神迹啊！小少主是药神转世，天佑我鸿蒙圣地！所有目睹此景的弟子全都激动地跪伏在地，朝着骆长生的方向疯狂叩拜。青云子更是老泪纵横，喃喃自语：天道赐福，这是真正的天道赐福啊！骆家当心！院子里的女人们反应各异，瑶光凤眸中闪过一抹骄傲，嘴角微扬，不愧是本地的血脉。洛安笑着摇了摇头，正要说话，可就在那道神药金光冲天而起的刹那，一道阴冷影子在万里高空一闪而逝，遥远到不知多少万里之外的一处阴暗地宫中，一座由无数生灵骸骨搭建的祭坛上，一颗漆黑的水晶爆发出刺目的血光，一个沙哑而贪婪，带着无尽狂热的声音在地宫中回荡。找到了！寻觅了3个纪元，终于找到了。那并非神体圣体，那是传说中孕育一切血脉的源头，是禁忌中的禁忌。得到它，吾等便可吞噬诸天，成为永恒。传我血祖之令，血脉猎手最高等级捕猎任务原罪降临，启动。目标：玄天大陆，不惜一切代价将那原罪之种活捉回来。鸿蒙圣地之名伴随着神子图卜、
枯木逢春的奇迹迅速传遍了方圆数十万里。原本因为青云宗吞并三宗地盘而蠢蠢欲动的周边势力，一个个都偃旗息鼓，冷静了下来。开什么玩笑？新宗主洛安深不可测，宗主夫人瑶光是化神大能，现在连宗主刚会走路的儿子都能口水生神药，这还怎么打？拿自己的脑袋往铁板上撞吗？一时间，鸿蒙圣地山门外前来拜访、送礼、攀关系的宗门使者络绎不绝。柳若曦这位新上任的大管家，忙碌间腰肢款摆，自有一股动人的韵味，将这迎来送往的繁琐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但平静的表面下，暗流却愈发汹涌。主殿内，青云子面色凝重地向洛安汇报：宗主，近来窥探圣地的神秘势力越来越多了。青云子躬身道：他们手段极为高明，若非圣地有您和女帝陛下的气息镇压，恐怕早已被渗透。而且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后山。洛安正躺在瑶光富有弹性的美腿上，享受着女帝亲手包好的灵果，闻言只是抬了抬眼皮。一群藏头露尾的苍蝇罢了，不用理会。他张嘴接下瑶光递来的果肉，含糊不清地说道：他们喜欢看，就让他们看个够。这鱼啊，要养肥了再收网才有意思。可是宗主，青云子还想再劝。大长老安心。洛安摆了摆手，你现在的任务是把圣地内部给我理顺了，把那些送上门来的肥羊给我招待好了，外面的事我心里有数。青云子见洛安如此笃定，也不好再多言，只能躬身退下。他心中感叹，这位新宗主的行事风格真是让人看不透，明明拥有翻天覆地的力量，却偏偏喜欢过这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青云子走后，瑶光那双银白如玉的纤手轻轻按揉着洛安的太阳穴，声音中带着一丝担忧：夫君，那些人的来历恐怕不简单，我能感觉到其中有几道气息带着仙域独有的腐朽味道。我知道。洛安抓住他柔弱无骨的小手，放在嘴边亲了一口，坏笑道：所以才要等他们都到齐了再动手，省得打死一个又来一个，跟打地鼠似的麻烦。瑶光嗔怪地白了他一眼，那瞬间的风情让殿内的光线都明亮了几分。他了解自己这个夫君看着懒散，实际上比谁都精明，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与此同时，后山药田，骆长生又有了新玩具，他正迈着小短腿摇摇晃晃地追逐一只五彩的灵蝶。他发现了一片因为灵气属性冲突而变得枯败的领土，黑乎乎的，寸草不生。灵蝶恰好落在一株枯黄的草叶上，骆长生呀了一声，凑了过去，小鼻子在草叶上嗅了嗅，草叶上的绒毛挠得他鼻子痒痒的。啊阿嚏！骆长生打了一个大喷嚏，一小股灰蒙蒙气流随着这个喷嚏喷涌而出，瞬间覆盖了那片贫瘠的黑土地。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那片被鸿蒙祖气喷中的黑土仿佛被注入了创世的原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转化，黑色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润的五色土壤。土壤中一株株嫩绿的新芽破土而出，整片废土在短短几个呼吸间就化作了一片生机勃勃的顶级灵田。其土质赫然是传说中可以种植任何神药的九天息壤，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层，但也足够让所有看到这一幕的圣地弟子们下巴集体掉在地上。我的天！喷！一个喷嚏就把废土变成了息壤。少主，他到底是什么神仙下凡啊？我决定了，以后我就住在药田，谁也别拦我，每天对着少主呼吸，说不定哪天少主再打个喷嚏，我就能立地成仙了。弟子们再次陷入了狂热，看向骆长生的眼神比看自家祖宗还要虔诚。然而就在圣地上下都沉浸在喜悦时，遥远到不知多少万里之外的一处阴暗地宫中，一座由无数生灵骸骨搭建的祭坛上，一颗漆黑的水晶爆发出刺目的血光。找到了！一个沙哑而贪婪的声音在地宫中回荡，他面前跪着两道身影。鸿蒙祖气，绝对是鸿蒙祖气。那孩子不仅拥有至高原最血脉，还能溢散出鸿蒙祖气。血图，鬼影。沙哑声音的主人声音因狂喜而颤抖。属下在。两道身影齐声应道：本座命令你们。沙哑声音变得无比威严。即刻动身，携带锁魂血网与破戒神梭，务必将此子生擒回来。记住，是不惜一切代价。命令下达，整个地宫都为之震动。血图与鬼影，化神境中的顶尖猎手，竟然被同时派出，还带上了组织的镇派之宝，可见他们对骆长生的重视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后山小院里，洛安正抱走在瑶光怀里睡着了的骆长生，准备回屋。他突然停下脚步，目光穿透虚空，仿佛看到了几条无形的因果之线，带着浓浓的恶意。怎么了，夫君？柳若曦款款走来，身上带着淡淡的馨香，关切地问道。洛安收回目光，
低头看了看怀里睡得正香，嘴角还挂着一丝晶莹口水的儿子，笑了。那笑容很温和，却看得柳若曦心中莫名一寒。她转头对柳若曦用一种很平淡的语气说道：若曦，你说奇不奇怪？有些人啊，总惦记着别人碗里的东西。既然他们这么有探索精神，洛安的笑容里多了一抹冰冷的意味。不如就让我儿子把他们这些养料都吃得更彻底一些好了。柳若曦听得一头雾水，但她看到洛安那平静的笑容下隐藏着让她心悸的杀意。她知道有人要倒大霉了，而且是要倒血霉了。洛安抱着儿子转身回屋，瑶光、水月等女也跟了进去。他们都察觉到了洛安的情绪变化。这个男人平时再怎么咸鱼，再怎么没正形，一旦涉及到家人，尤其是他的宝贝儿子，那就会变成一头最可怕的洪荒猛兽。回到屋内，洛安将洛长生轻放在床上，掖好被角。他站在床边，看着儿子熟睡的脸庞，脸上的冰冷渐渐融化，换上了一片温柔。然后他伸出一根手指，对着空气轻轻一弹，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响，没有毁天灭地的气势，只有一道肉眼无法看见的混沌波动，以茅屋为中心，无声无息地扩散开去。这波动并非攻击，它不具备任何杀伤力，它只是在做一件事：瓦解。从最基础的法则层面，将一切物质与能量还原成最原始的虚无。千里之外，一处隐藏在深山峡谷中的秘密据点，这里是血脉猎手组织在玄天大陆南部边域最重要的一个分部，由一位金丹后期的长老坐镇，数十名筑基炼气期猎手常驻于此。他们刚刚收到了来自总部的最高指令，整个据点都陷入狂热的兴奋之中。至高原最血脉，只要能分到一滴血，老子就能突破元婴了。别做梦了，这种级别的猎物轮得到我们？我们顶多喝口汤，喝汤也行啊，那可是鸿蒙祖气，舔一口都延年益寿。据点内的猎手们正肆无忌惮地讨论着，幻想着美好的未来。突然，坐镇的据点长老，那位金丹后期的修士面色一变，不对，有……他话还没说完，整个据点连同周围的峡谷开始扭曲，不是空间扭曲，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融化。坚固的岩石、精密的阵法、锋利的兵器，甚至猎手们的身体，所有的一切都在分解。没有惨叫，没有挣扎，因为在法则被瓦解的那一刻，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被抹去了。前一秒，这里还是一个戒备森严的秘密据点，后一秒，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光滑如镜的巨大盆地，连战斗的痕迹都没有留下，仿佛那个据点，那些人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与此同时，鸿蒙圣地外围，几名伪装成散修的炼气期血脉猎手正躲在暗处，用血脉追踪秘法，远远地试探着。突然，他们七窍中同时喷出鲜血，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然后直挺挺地倒了下去。他们的肉身没有死，但神魂却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从天灵盖硬生生抽走，跨越了无尽空间，出现在了洛安的面前。洛安伸出手，几缕虚幻的灵魂在他掌心挣扎，混沌之气微微一扫，这些灵魂的所有记忆都化作信息流涌入他的脑海。血脉猎手总部在藏神渊。洛安愕然，他随手一挥，那几缕残魂被他打上了混沌烙印，重新送回了肉身。下一刻，那几个倒地的散修又重新站了起来，只是眼神空洞，变成了洛安最忠实的傀儡。做完这一切，洛安拍了拍手，好像只是碾死了几只蚂蚁。他转身走出房间，看到院子里几位夫人正关切地看着他。搞定了，洛安轻松地笑道。水月真人美眸中异彩连连。夫君，你这手段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透了。妾身刚才什么都没感觉到呢。他可是元婴修士，神念覆盖数百里，可刚才发生的一切，他竟然毫无察觉。基操，物六。洛安摆了摆手，一屁股坐下，拿起桌上凉了的汤，咕咚咕咚喝了起来。瑶光女帝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他缓缓开口，声音凝重：这不是此界的力量，你刚才动用的是直接抹除法则的归虚之力。这种力量就算在九天仙域，也只存在于传说中，是开天辟地之初混沌魔神才拥有的权柄。他顿了顿，凤眸复杂地看着洛安，你究竟是谁？这个问题让院子里的气氛瞬间凝固。洛安放下汤碗，看着瑶光，咧嘴一笑：我是你男人，是长生的爹，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其他的重要吗？简单的一句话让瑶光娇躯微颤，所有疑虑和震撼都化作了心底的暖流。他别过头，冷哼一声，嘴角却扬了起来。鸿蒙圣地内，那些新加入的弟子们也隐约感觉到了一丝不同。你们感觉到了吗？刚才好像天地间的灵气晃了一下。有吗？我怎么没感觉？我只感觉今天的灵气好像更浓郁了。
肯定是宗主又在修炼什么无上神通了。跟着宗主有肉吃。外界关于鸿蒙圣地的传闻越发离奇，有传言说鸿蒙圣地宗主洛安是个喜怒无常的杀神，弹指间就能灭人满门。也有传言说洛安宗主其实是个隐士大能，闲着没事就喜欢指点花花草草，他家后山的杂草都是千年灵药。更有甚者说洛安宗主其实是上古神明转世，他家的狗都是神兽级别的。这些传闻让所有对鸿蒙圣地有想法的势力一个个都变成了乖宝宝。而此时血脉猎手组织的总部藏神渊最高层的几位存在因为一个核心据点的凭空消失掀起了轩然大波。怎么可能？幽谷据点的魂灯全部熄灭了，连长老的魂灯都灭了，没有求援信号，没有阵法波动，就这么没了。是谁干的？玄天大陆有这种存在吗？就算是化神巅峰也不可能做到如此悄无声息。他们无法理解，只是感觉到这次的目标危险到了极点。计划不变，血屠、鬼影继续前往，但要更加谨慎。我怀疑那个家族拥有某种能克制我们血脉秘法，但同时也是我们最渴望的终极力量。就在血脉猎手高层紧急部署的时候，洛安的脑海里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叮，检测到新的高品质道侣候选人，姓名苏九，身份北元魔窟天魔宗圣女，体质太阴魅魔体，准地级，血脉价值，其血脉可与宿主混沌道体完美融合，大幅度提升家族子嗣对法则的天然亲和力，并有几率诞生天生魔子或法则宠。攻略建议：此女身负血脉诅咒，正被多方势力追杀，英雄救美，乃收服芳心之不二法门。洛安的眉毛挑了一下，北元魔窟魅魔圣女，听起来很有挑战性啊。他舔了舔嘴唇，心中有了决定。被动防御终究不是他的风格，等着敌人一个个送上门来太慢了。为了老婆孩子们的幸福生活，为了家族的长远发展，是时候主动出击，去广结善缘了，顺便把那些潜在的威胁扼杀在摇篮里。血脉猎手组织那边虽然损失了一个据点，但他们并没有退缩，反而像是被激怒的野兽，加快了行动的步伐。藏神渊一处连光线都会被吞噬的血色地宫内，两道身影单膝跪在骸骨王座之下，左边一人身材魁梧如铁塔，肩上扛着一柄门板式的血色巨斧，正是血屠；右边一人笼罩在漆黑的斗篷里，身形飘忽不定，仿佛一道鬼魅，是鬼影。幽谷据点被抹除了。王座上的沙哑声音不带任何感情，让整个地宫的温度都下降了几分。不是摧毁，是抹除，连法则的痕迹都没留下。血屠瓮声瓮气的开口：尊上，会不会是那片贫瘠大陆的土著动用了某种一次性的禁忌古堡？古堡？王座上的声音里带着嘲讽，能瞬间抹掉一个有金丹后期坐镇的据点，连求救讯息都发不出来的古堡，你当那是9天仙域的神器吗？鬼影的身形晃了晃，声音嘶哑的接话：属下认为目标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棘手，直接强攻风险太大。本座当然知道。王座上的声音提高了几分，所以给你们一个新任务。他话音一落，两件东西从王座上飘落下来，一件是闪烁着血光的渔网，由无数细小的符文交织而成，正是锁魂血网；另一件则是一枚古朴的令牌，上面刻着一个赵字。玄天大陆的土著贪婪且愚蠢，赵国的皇室最近为了皇储之位斗得你死我活。鬼影，你拿着这令牌去见大赵的三皇子赵无极，告诉他我们能助他登上皇位，甚至帮他突破元婴。血屠的眉头皱了起来：尊上，那等蝼蚁也配与我们合作？他不是合作者，是探路的石头。王座上的声音充满了算计，让他去鸿蒙圣地，用神朝的名义去拜访，让他替我们看清楚那圣地里究竟藏着什么怪物。至于你，血屠，沙哑的声音转向了魁梧的汉子，你带着锁魂血网潜伏在侧，一旦看清了虚实，你就立刻动手。记住，那孩子本座要活的。属下遵命。赵国帝都三皇子府邸的密室中，赵无极看着面前这个仿佛没有实体的黑袍人，手心全是冷汗。他身为大赵皇子，见过的奇人异事不知凡几，但眼前这位只是一眼，他感觉自己的神魂都在震颤。阁下的意思是，只要我派人去鸿蒙圣地探探路，你们就给我一滴真龙之血？赵无极的声音有些干涩，眼神里却透着贪婪与野心。鬼影从斗篷下伸出一只苍白的手，手中托着一个水晶瓶，瓶内一滴金色的血液正在缓缓游动，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威压。不只是探路，鬼影的声音带着诱惑，我们还需要你想办法接近那个孩子，只要你能在他身上留下这个。
一枚漆黑如墨的钉子出现在鬼影的另一只手中。鸿蒙圣地那位女帝可是化神大能，赵无极还在犹豫，一个受了道伤、实力大损的化神罢了。鬼影轻笑一声，将水晶瓶推了过去。三皇子，富贵险中求，你的大哥有大将君王支持，二哥有国师做靠山，你呢？赵无极死死盯着那滴真龙之血，呼吸变得急促。最终他一把抓过水晶瓶和那枚黑钉，眼中闪过一丝疯狂。好，我答应你。洛安召集了众女，开了一场家庭会议。我准备出去一趟。洛安开门见山，去北元魔窟。北元魔窟，水月真人第一个反应过来，他那双桃花眼闪烁着精明。夫君，那地方可不是什么善典，魔道宗门林立，杀人夺宝是家常便饭，比我们这里乱多了。乱才好，乱世才出英雄，也才出机缘。洛安的笑容别有深意，他将系统提示的魅魔圣女苏九儿的情况简单的跟几位夫人说了一下，当然隐去了系统的存在，只说是他通过秘法推演出来的。太阴魅魔体能提升子4对法则的亲和力。瑶光女帝听完，清冷的凤眸中闪过一丝兴趣。作为曾经的女帝，她比谁都清楚法则亲和力意味着什么，那代表着一个修士的上限。天生对法则亲和的孩子，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夫君，我支持你。瑶光女帝果断表态。正好，我也想去感受一下魔渊的法则，对我恢复实力有好处。而且，仙域的那些叛徒在魔道之中似乎也埋下了一些棋子。既然瑶光姐姐都同意了，我自然没意见。柳若曦温柔地笑道，她现在是洛安的大管家，对洛安的任何决定都无条件支持。她走到洛安身边，很自然地帮他整理了一下衣领，柔声说道：夫君尽管放心去，家里的事有我。那副贤内助的模样让旁边的水月真人都看得有些眼热。夫君既然要去那等龙潭虎穴，不如把妾身也带上。水月真人款摆腰肢，凑到洛安身边，吐气如兰。妾身早年游历时跟北元魔窟的几个老魔头打过交道，对那里的情况还算熟悉，可以为夫君提供一些情报支持。洛安看了看水月真人，这女人精明得很，她知道跟着自己才能捞到最大的好处。不过她说的也确实有道理。行，那就一起。洛安点头同意。洛安哥哥，还有我。颜如月举着小手，生怕被落下。我也要去，听说北元魔窟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好吃的。韩凌霜看了他一眼，默默地站起身，背好了他的剑，意思很明显，师父师妹去啊，我去啊。洛安看着这一大家子，有些头疼。你们俩还小，就别跟着瞎跑了，安心在家养胎。洛安揉了揉颜如月的脑袋，等我回来给你们带好吃的。不嘛。颜如月直接抱住洛安的胳膊，使劲摇晃。洛安哥哥，你偏心，我也能帮忙的，我能用丹药把那个魔女迷晕，直接打包带回来。洛安。最终在洛安的强硬态度下，颜如月和韩凌霜只能撅着嘴留守家中。洛安，一家之主，战力天花板。瑶光女帝实力开始恢复，地位渐显，高端战力兼顾问。水月真人，情报专家，负责带路和处理人际关系。对了，洛安忽然一拍大腿，把咱家的大杀器给忘了。他转身进屋，将还在酣睡的骆长生抱了出来。此去路途遥远，凶险未知，正所谓上阵父子兵。洛安一脸正色地对众人宣布，我决定带上长生。他天生就是个行走的机缘探测器和祥瑞，有他在，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看着洛安怀里正在扒着小嘴睡得香甜的儿子，瑶光和水月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2个字：绝了。临行前，洛安将一枚御检色到柳若曦手里，这是我新琢磨的护山大阵，你监督大长老务必弄好。至于材料和灵石，钱不够就让他自己想办法，他当了那么多年宗主，家底厚实得很。不远处捋着胡子假装路过的青云子听到这话，脚下一个趔趄，差点没把自己的胡子给揪下来。他老脸一抽，感觉自己的棺材本都快保不住了。目送着柳若曦那婀娜的背影离去，洛安满意的点了点头。家里有这么一位上的厅堂，入得卧房的贤惠大管家，他才能放心的在外面开疆拓土，为家族的伟大事业添砖加瓦。一艘由混沌气凝聚而成的，外表看起来就是一块巨大黑石头的非洲，从鸿蒙圣地后山悄然升空，没入云层，朝着北方的无尽魔土飞去。这非洲其貌不扬，但内部却别有洞天，空间被拓展的极大，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一应俱全。主卧、客房、炼丹室、修炼室，甚至还有一个专门给骆长生玩耍的儿童房，里面堆满了各种灵气充裕的玩具。水月真人赤着一双雪白玉足，踩在温润的玉石地板上，行走间水蓝色的宫装裙摆摇曳。他打量着这艘非洲的内部，一双桃花眼中波光流转。
夫君，你这手笔可真是让妾身大开眼界。外面看着是块破石头，里面却藏着个小天地。他莲步轻移，来到洛安身边，柔软的身体很自然地靠了过来，一股成熟女子的馨香钻入鼻腔。洛安正抱着儿子洛长生，小家伙抓着他一缕头发，玩得不亦乐乎。他笑着回应：那是自然，长途跋涉，咱们可不能委屈了自己和孩子们。那妾身今晚可就要叨扰夫君了。水月真人掩嘴轻笑，话语里带着不容拒绝的魅意。这去往北原魔窟路途遥远，其中关节颇多，妾身正好趁着晚上与夫君好好合计合计，免得到时出了岔子。他这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表现了自己对行程的重视，又顺理成章地提出了要和洛安同房的要求。话音刚落，一道清冷的气息便弥漫开来，周围的温度都似乎降了几分。瑶光款步走来，她今日换了一身月白色的长裙，不施粉黛，却更显仙姿玉貌。那双俯看过万古的凤眸，淡淡的落在水月真人身上。合计行程，白日里时间充裕，晚上是夫君休息的时候。水月脸上的笑容不变，她转过身，对着瑶光盈盈一礼，姿态放得极低，语气却绵里藏针。姐姐说的是，只是妹妹担心夫君一人操劳，想为他分忧罢了。毕竟我们都是夫君的人，理应同心同德，不是吗？好一个同心同德！瑶光心中微动，这个女人嘴上功夫确实厉害，三言两语就想把女主人该有的待遇给稀释掉。分忧之事不劳妹妹费心。瑶光走到洛安另一侧，很自然地挽住他的手臂，宣示着自己的主权。我是夫君的正妻，这主卧理应由我陪伴。姐姐此言差也。水月真人笑意更浓，玉手轻轻抚上自己已孕育着生命的小腹。妹妹如今身子不便，腹中胎儿尤其需要夫君的混沌本源滋养，这可关系到我们洛家未来的血脉根基。姐姐身为女主人，想必会以大局为重嘛。她直接把孩子抬了出来当挡箭牌，堵得瑶光无话可说。瑶光被他这话一噎，胸前抖动了一下，脸上覆盖了一层寒霜。眼看两位女主人之间电光火石，气氛微妙，洛安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他清了清嗓子，试图打圆场。可那个都是一家人，一个房间而已，不用争，不用争。夫君，你来评评理。水月真人立刻将皮球踢给了他。瑶光也转过头，凤眸注视着他，虽然没说话，但意思很明显。今天你必须给个说法。洛安抱着儿子，感受着左右两边传来的压力，脑子飞速运转。都别争了，晚上一起睡。他脸上露出一副严肃而又神圣的表情，沉声道：你们别误会，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修炼。修炼？两女都是一愣。没错。洛安一脸正气，我称此法为鸿蒙阴阳大循环秘法。我这艘非洲核心乃是我的一缕混沌本源，而你们都是此界顶尖的体质，水月腹中的胎儿更是与我血脉相连。他顿了顿，语气变得高深莫测。我们三人若能同处一室，以我为中心，地血为引，灵体为媒，混沌为基，构建一个阴阳相济的微型循环，不仅能让非洲的速度提升30%，更能让你们腹中的胎儿得到最大程度的滋养。此乃三才聚灵，武器朝元之无上妙法，对我们的孩子有天大的好处。一番话说的是义正言辞，高深莫测。瑶光和水月都听得有些发懵。三才聚灵，武器朝元，鸿蒙阴阳大循环，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瑶光蹙眉，他曾执掌9天，博览群书，却从未听过这等秘法。但洛安的混沌道体本就超脱常理，能开创出新的法门，似乎也说得通。水月真人则是媚眼闪烁，他看着洛安那张一本正经的脸，总觉得这番说辞里有猫腻，但又找不出反驳的理由。毕竟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既然是为了孩子，那本帝自无不可。瑶光冷着脸，算是勉强同意了。水月见状，也只能顺着台阶下，娇笑道：夫君真是深谋远虑，是妹妹想得左了。既然如此，那今晚就让我们姐妹来好好配合夫君，运转这无上秘法吧。洛安心中松了口气，脸上笑容更盛。这就对了嘛，家和万事兴。今晚我们一起深入探讨，共同进步。夜色降临，非洲穿行在厚厚的云海之中，周外罡风呼啸，周内却温暖如春。主卧内气氛逐渐升温，灵气浓郁。不知过了多久，水月带着几分喘息和挑衅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响起：姐姐，你这9天女帝的腰好像不怎么会扭呢。夫君的秘法精髓，你这样可领悟不到啊。随着非洲不断深入，眼前的景象也变得愈发荒凉和压抑。天空是诡异的暗红色，大地焦黑一片，连山脉都像是巨兽的骸骨。这里就是北原魔窟，一个没有秩序，只有弱肉强食的混乱之地。非洲降落在一处魔气冲天的山脉外围，化作一枚不起眼的黑色石子落入洛安手中。
刚一落地，一股混杂着硫磺与血腥的燥热空气便扑面而来。这地方的空气质量可真不怎么样。洛安抱着骆长生，扇了扇鼻子，一脸嫌弃。水月真人倒是适应良好，他一袭水蓝宫装，在这灰败的天地间显得格外惹眼。那成熟丰腴的娇躯轻轻一扭，腰肢款摆间自有万种风情。他凑到洛安身边，夫君，你可别小瞧了这魔气，对那些魔道修士来说，这可是比灵气还要滋补的好东西，又浓又烈，霸道的很。妾身倒是觉得和夫君你在某些时候有些像了。话音里带着钩子，听得洛安直挑眉，这女人随时随地都在开车。瑶光清冷地咳嗽了一声，打断了水月的虎狼之词。她一身素白宫裙，不染尘埃，只见一道微光闪过，一道屏障已将他们与污浊的魔气隔绝开来。她瞥了一眼四周，凤眸里满是鄙夷。法则混乱，灵机污秽，如此贫瘠之地，竟也能孕育出准地级的体质。姐姐此言差也。水月真人掩嘴轻笑，那饱满的胸脯随着笑声微微颤动，晃动的惊人。正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嘛，越是这样的地方，为了活下去，生灵的血脉就越会朝着极端强大的方向变异。那太阴魅魔体想必也是这片烂泥地里开出的最艳的一朵花。他说完，又朝洛安眨了眨眼，夫君，你可要小心了，别花没摘到，反被扎了一手的刺。放心，我不仅戴了手套，还穿了雨衣。洛安回了一句骚话，随后眉头皱起。他们一行人的出现，在这片混乱的魔土上，不亚于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瑶光、水月两位气质各异的绝色美人，任何一个放在外面都足以引起腥风血雨，更别说洛安怀里还抱着一个粉雕玉琢的奶娃娃。在这些魔修眼中，他们就是送上门的肥肉。嘿嘿，小子，把你身边的女人和孩子留下，自己滚，可以饶你一命。一个满脸横肉，扛着一柄鬼头大刀的魔修从山林里跳了出来，拦住了去路。他是附近黑风寨的寨主，金丹初期的修为，在这里也算是一方小霸主。水月莲步轻移，对着那寨主嫣然一笑：这位大王，你好凶哦，我们初来乍到，什么都不懂，您看能不能行个方便？若是您肯带路，小女子必有重谢。他这一笑，百媚横生，那寨主只觉得骨头都酥了半边，口水差点流下来。可还不等他回话，一股寒意陡然降临。瑶光只是瞥了他一眼，那眼神仿佛在看一只蝼蚁。那寨主便打了个冷战，那股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让他瞬间清醒，额头冒出冷汗。这个女人好可怕！寨主被吓了一跳，恼羞成怒，少他妈来这套！老子黑风寨王霸，什么美人没见过？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走，连你这个小白脸，老子也要抓回去当男宠！话音刚落，四面八方又跳出来10几个魔修，将洛安一行人团团围住，一个个目露凶光，贪婪地在两位美女凹凸有致的娇躯上来回扫视。就在这时，远处的天空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能量波动，轰！两拨人马正在半空中疯狂厮杀，一方是身穿血色长袍的血影宗弟子，另一方是浑身缠绕着黑色雾气的噬魂殿魔修。他们似乎是在争夺一处新发现的高级魔晶矿脉，打得天昏地暗，魔气翻涌。而在两派人马的围攻中心，有一道火红色的身影正在左冲右突，奋力抵抗。那是一个女子，那女子一袭红衣，色如烈火，剪裁贴体，裙摆下的婀娜曲线若隐若现，风姿绰约。一头乌黑的波浪长发随意地披散在身后，衬着一张妖娆绝美的脸蛋。她的眼角微微上挑，带着天生的魅意，一颦一笑都足以让男人为之疯狂。此刻她虽然嘴角挂着血迹，气息有些紊乱，但那双勾魂夺魄的眸子里却燃烧着不屈的火焰。苏九儿，乖乖交出你天魔宗的传承秘宝，我们可以给你个痛快。嘿嘿，血影宗主这么个绝色尤物，杀了多可惜，不如我们噬魂殿和你们血影宗共享此女如何？好主意，她的太阴魅魔体可是上好的炉鼎啊！污言秽语不绝于耳。被称为苏九儿的女子银牙紧咬，手中的一条黑色长鞭上下飞舞，将所有攻击都挡了下来。但她毕竟只有一人，面对两大宗门的围攻，落败只是时间问题。洛安站在下面，抬头看着半空中的战局。哦，原来她就是苏九儿。他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浑身散发着致命诱惑，又带着一股野性难驯的女子，正是系统提示的那个高品质道侣。不错，长相、身材、气质都符合他的审美，尤其是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洛安很喜欢。夫君，需要妾身出手吗？水月真人问道。不用。洛安摇了摇头，然后对着面前那群拦路的魔修露出了一个和善的笑容。各位，麻烦让一让，我要上去救个人。救人？小子你疯了吧？黑风寨主狂笑道。
你自身都难保了，还想英雄救美？看来你们是不打算让了。洛安叹了口气，他话音刚落，轻轻地挥了挥手，就是这么一个随意的动作，一道纯粹的混沌气流以他为中心横扫而出。这股气流既没有仙家的浩然正气，也没有魔道的阴森诡谲，它就是混沌。拦路的黑风寨主和他的一众手下脸上的狞笑还凝固着，下一秒他们的身体连同他们的法宝，他们的魔气都在这股混沌气流的冲刷下无声无息的分解消散在空气中，连一点灰烬都没有留下。这股混沌气流并没有停止，它继续向上席卷了整个战场。正在疯狂厮杀的血影宗和噬魂殿的魔修们突然感觉到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他们引以为傲的魔气在这股力量面前温顺的像只小猫，他们赖以成名的魔气在这股力量的冲刷下发出阵阵哀鸣，灵性大失。噗噗嗤，所有参战的魔修无论修为高低，都在同一时间被一股无可匹敌的力量震退，一些修为较低的直接口吐鲜血倒飞出去，当场重伤。整个战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魔修都用一种见了鬼的眼神看着下方那个抱着孩子的白衣青年，他们无法理解这是什么力量，竟然能在瞬间平息一场金丹元婴级别的大混战。这片魔土什么时候来了这么一尊大神？苏九儿也趁机脱困，他落在地上警惕地看着洛安，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他同样震惊，但与其他魔修不同的是，他从洛安身上还感觉到了一种亲切感，那是一种来自血脉深处的渴望。他能感觉到眼前这个男人体内蕴藏着一种可以彻底净化他血脉诅咒，让他摆脱宿命的力量，那是他，是整个天魔宗毕生所求的希望。你是苏九儿？水月上下打量着，身段倒是不错，就是野性了点，怕是不好驯服夫君，可有的你受了。瑶光则冷哼一声，凤眸微眯，花瓶罢了，中看不中用。苏九儿心中警惕万分，正琢磨着眼前这伙人路数，这几人强得离谱，尤其是那个抱着孩子的男人，完全看不透。就在这时，整个北原魔窟的大地猛地一颤，魔窟最深处，一股沉睡了不知多少岁月，充满了暴虐与贪婪的魔念轰然苏醒。结，太阴魅魔体，本王沉睡万年，终于等到了最完美的夺舍之躯。一道凝如实质的黑色虚影，裹挟着滔天魔气从地底爆射而出，目标正是惊魂未定的苏九。上古魔王残魂。水月真人脸上的媚笑瞬间收敛，面色凝重起来。苏九更是花容失色，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这就是他天魔宗代代相传的诅咒，也是他被无数势力追杀的根源。传闻中，他的太阴魅魔体是某位上古魔王为自己准备的复生容器。今天，他终于来了。小女娃，别怕，与本王融为一体，你将得到永生。魔王残魂发出刺耳的笑声，化作一只巨大的鬼手，朝着苏九儿的天灵盖抓去。完了！苏九儿妖娆的脸蛋霎时血色尽失，他拼命催动体内的魔元，却发现身体在对方的威压下动弹不得，只能看着那张巨口在视野里急速放大。然而，预想中的吞噬并未到来，那张足以吞下山岳的血盆大口，在距离苏九不到3尺的地方戛然而止，就好像撞上了一堵看不见的墙，任凭他如何咆哮挣扎，都无法再前进分毫。出手的是洛安，他都没有多看那魔王一眼，只是抱着儿子向前走了2步。仅仅是他身上散发出的混沌气息，就形成了一片绝对的领域，让这不可一世的魔王残魂陷入了停滞。魔王残魂的咆哮停了下来，他那双由魔气汇聚的眼睛里流露出人性化的惊疑。他这才注意到，除了太阴魅魔体，旁边还站着2个女人，一个气质清冷，容颜绝世，体内蕴含着让他都感到心悸的尊贵血脉；另一个风情万种，一举一动都散发着致命的诱惑，是极品的修炼鼎炉。好！魔王残魂不禁反喜，发出更加贪婪的狂笑。今天是什么好日子？不只有太阴魅魔体，还有2个极品炉鼎，本王都要了。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了洛安身上，以及他怀里那个粉雕玉琢的奶娃娃。至于你这个小白脸，还有那个奶娃娃，就当是本王复苏的开胃小菜吧。洛安看了看在他面前张牙舞爪的黑色虚影，又低头看了看怀里睡得正香的儿子，他撇了撇嘴，就这，区一道残魂，连个完整的身体都没有，也敢在我面前叫嚣。洛安抱着儿子往前走了一步，那不可一世的上古魔王残魂竟然被他这一个简单的动作吓得往后缩了一下。他能感觉到眼前这个男人比他见过的任何存在都要恐怖，那不是力量等级上的压制，而是一种生命层次上的碾压，就像是萤火虫遇到了太阳。不可能，区下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存在？
魔王残魂发出惊恐的尖叫，他想逃，但他发现周围的空间已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彻底封锁。觊觎我的女人，还想跑？洛安笑了，你不是喜欢吞噬吗？今天我就让你尝尝被吞噬的滋味。说完，洛安不再有任何保留，他张开了嘴，然后轻轻一吸，呼，一股无上的吞噬之力从他口中爆发，整个天地都为之失色，周围磅礴的魔气化作一道道黑色的龙卷风，疯狂涌入洛安的口中。那道上古魔王残魂更是首当其冲，他发出绝望到极点的哀嚎，拼命的挣扎，试图反抗。但在洛安这堪比黑洞的吞噬之力面前，他的一切努力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他那庞大的残魂肢体被硬生生的拉扯变形，最后化作一道最精纯的灵魂能量，被洛安一口吞下。哥，洛安打了个饱嗝，回味了一下，味道一般，不过能量还挺足的。他体内的混沌金丹在吸收了这股庞大的灵魂能量和魔气之后，光芒大盛，上面的道纹又清晰了几分。周围死一般的寂静，所有桃园躲在暗处偷看的魔修全都石化了。发生了什么？他们心中那传说中的不可战胜的上古魔王就这么被那个抱着孩子的男人一口给吞了。这他妈到底是什么怪物啊？是某个先帝下凡体验生活，还是哪个魔神闲着没事跑来溜达了？这一刻，所有魔修看向洛安的眼神已经不是恐惧，而是虔诚，发自灵魂深处的对至高存在的敬畏。苏九儿也呆呆地站在原地，他那双桃花眼此刻瞪得溜圆，红润的小嘴也微微张着。他感觉自己血脉中困扰他100年的诅咒，那道让他夜夜承受锥心之痛的枷锁，就在刚才被净化了。他的太阴魅魔体在这一刻才算是真正的圆满，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眼前这个男人。洛安转过身，微笑着走向苏九。哈喽啊，美女。这声音温和，却让苏九浑身一激灵，从震撼中清醒过来。他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护体魔气重新凝聚，手中的黑色长鞭握得更紧。眼前这个男人强得像个怪物，他一口吞掉上古魔王的操作，比魔还魔。这种存在怎么会出现在北原魔窟？他想干什么？你是谁？苏九的声音带着戒备，还有他自己都未察觉的颤抖。我。洛安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怀里睡得正香的洛长生，一个路过的奶爸，看到有不长眼的家伙想欺负美女，顺手清理一下罢了。信你个鬼！苏九心里大骂。水月真人摇曳着丰腴的身姿走了上来，他上下打量着苏九。哎呀，妹妹真是生的一副好皮囊，这身段，这脸蛋，难怪那些臭男人一个个都跟疯了似的。水月真人掩嘴轻笑，话锋一转，妹妹别怕，我们家夫君人很好的，就是胃口大了点。这番话让苏九更加警惕。胃口大，是指刚才吞魔王，还是指别的？他眼角的余光扫过瑶光和水月，心中已有了判断。这2个女人都是世间罕见的角色，却都跟在这个男人身边，这伙人绝对有问题。念头急转，苏九儿脚下魔光一闪，整个身体化作一道红印，就要冲天而起，先跑为敬。然而他刚飞起不到1丈，一只银白如玉的手出现在他的后颈处，轻轻一捏，咔一声脆响，苏九儿只觉得眼前一黑，浑身的力气瞬间被抽空，意识陷入黑暗。瑶光收回手，看着软倒下去的苏九儿，凤眸里没有半分波澜。麻烦。他吐出2个字，言简意赅。在苏九儿的娇躯落地之前，洛安一个箭步上前，顺势将他扛在了自己肩上。柔软而富有弹性的娇躯就这么像个米袋子一样搭在他的肩头，随着他的动作微微晃动，那火红的裙摆滑落，露出一截圆润修长、白得晃眼的大腿。哎，我说灵儿啊！洛安换了个肩膀，让肩上的娇躯趴得更稳当些。下次咱能温柔点吗？他掂了掂肩上的分量，这可是准地级的体质，万一给你一巴掌拍坏了，我们家基因库的多样性就少了一个重要分支，多可惜。瑶光瞥了他一眼，没说话，那眼神分明在说，坏了就再找一个更好的。水月看的是眼波流转，咯咯娇笑起来，身前饱满的衣襟随之颤动。姐姐果然是做大事的人，干净利落。这下好了，省了夫君一番唇舌，直接打包带走，效率就是高。远处那些侥幸存活的魔修们，一个个把脑袋深深埋进土里，恨不得自己从来没出现过。他们的认知在今天被彻底碾碎重塑了。那传说中杀人不眨眼的天魔宗妖女，就这么被人一巴掌拍晕扛走了。这家人到底是来干嘛的？洛安扛着苏九，领着自己的2位夫人和宝贝儿子，朝着来时的方向走去。他摇了摇头，为那个不开眼的上古魔王默哀了半秒钟。就在这时，系统的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叮！
恭喜宿主成功收编准地级道侣。苏九，奖励发放中，混沌道体强化，解锁魔道法则亲和。宿主对所有魔道功法法则的领悟力、掌控力提升100%。道侣天赋提升苏九的魅惑天赋，修行天赋提升100%。血脉诅咒根除，并转化为太阴魅或光环。洛安只觉得体内一股暖流涌过，对周围那驳杂的魔气有了全新的感悟。它们不再是污秽，而是一种可以被操控的能量。他怀里的洛长生也感受到了父亲的变化，兴奋地咿呀了一声。他小手一挥，一道微弱的鸿蒙祖气从他指尖溢散而出。周围那暴力的魔气在接触到这丝鸿蒙祖气后，竟然变得温顺了起来。扑通，扑通，周围的魔修们再也撑不住了，一个个全都跪了下来，五体投地。他们朝着洛安离去的方向疯狂叩拜，恭送魔神大人。他们已经自动把洛安当成了某个更古老的来此界体验生活的无上魔神。洛安将昏迷的苏九扛回非洲，直接抱进一间雅致的静室。瑶光和水月一前一后的跟了进来，一个清冷如月，一个媚态天成，把静室挤得暗香浮动。洛安将苏九平放在玉床上，回头看着自己两位夫人，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太阴魅魔体因那魔王残魂的长期侵蚀，经脉中魔元驳杂不纯，根基受损，留下了很深的道伤。为夫需要即刻用混沌本源为他正本清源，梳理经络。他痛心疾首地补充，这关乎我们洛家未来的多样性和优化问题，是头等大事。水月真人掩嘴轻笑，缓步上前，那成熟丰腴的娇躯贴在洛安身上。哦，既然是如此重要的学术研究，夫君不知妾身与瑶光姐姐可否有幸在一旁观摩学习一番，也好为日后家族添砖加瓦，积累些经验。洛安大手一挥，布下一道结界，一脸的义正言辞。此治疗过程凶险万分，需要绝对专注，岂能分心？你们在外为我护法即可。看着他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样子，瑶光和水月心里跟明镜似的，对视一眼，各自轻哼一声，退了出去。门外，水月真人靠在门边，侧耳倾听，对瑶光传音道：姐姐，你说夫君这混沌归元大挪移，需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姿势配合啊？瑶光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不知羞耻。说完便盘膝坐下，闭目养神。但那微微颤动的眼睫毛还是暴露了他并不平静的内心。静室内，洛安搓了搓手，伸出掌心悬于苏九小腹丹田之上，混沌气缓缓渡入，开始净化他体内狂暴而驳杂的魔气。这个过程极为霸道，两种截然不同的本源力量在他经脉中激烈冲撞。昏迷中的苏九娇躯剧烈颤抖，光洁的额头上香汗淋漓。他无意识地嘤咛着，一身红衣被热汗打透，紧附在玲珑浮凸的身体上，曲线毕露。洛安眉头微皱，这身衣服有点碍事。哎，我这都是为了救人啊。洛安一本正经的自语，为了保证治疗效果，达到最佳的临床表现，只能牺牲一下我的个人清誉了。我问心无愧。他伸出手，动作熟练地解开了苏九腰间的束带。火红色的长裙像是绽放到极致的烈焰玫瑰，随着他的动作，花瓣般层层褪去。当最后一层衣物被剥离，静室内的光线柔和了几分。洛安的呼吸停顿了。他自认也是阅尽人间春色，瑶光的仙姿玉骨，水月的风雨水润，柳若曦的波涛汹涌，各有千秋。但眼前这具娇躯却是一种充满野性张力的美。她的肌肤并非银白，而是带着健康光泽的小麦色，皮肤细腻。由于长期修炼魔功，她的身体线条充满了力量感，每一寸肌肉都恰到好处，既不过分夸张，又蕴含着惊人的爆发力。小腹上能看到马甲线轮廓，腰肢却又收束的极为纤细，向下延伸至那挺翘的丰盈，直至幽骨。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雪峰，只比天下第一峰的大师姐略微低一点海拔，形成了巨大的视觉冲击。那不仅是柔软，还充满了弹性与活力。洛安不由得伸出手比划了一下，这比例，这曲线，啧。他嘴里念念有词。这要是以后生个女儿，继承了这天赋，以后出门得多带几个保镖才行。他收回了胡思乱想的心神，重新将手掌悬于苏九儿的小腹之上。这一次没了衣物的阻隔，混沌本源的传导变得无比顺畅。精纯的混沌道气涌入他干涸受损的经脉之中，滋养着他每一寸血肉。那些狂暴驳杂的魔气在混沌气的冲刷下被净化，最终化作最纯粹的能量，反哺给苏九儿的身体。苏九儿紧蹙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无意识的英明也变成了舒服的梦呓。他的身体感受到了这股力量的好处，开始主动配合吸收，肌肤上泛起了粉色红晕。洛安满意的点了点头，治疗过程很顺利。昏迷中的苏九儿身体出于对这股舒适能量的渴望，无意识的翻了个身，一条修长圆润的大腿直接缠上了洛安的腰。突然
苏九那长长的睫毛颤动了一下，他猛地睁开了眼，那桃花眼先是充满了迷茫，随即当他看清自己赤条条的躺在浴床上，而一个陌生男人的手正悬在自己身体的歪处时，他整个人如遭雷击。你，苏九的脑子一片空白，紧接着是羞愤与杀意。她是谁？她可是北原魔窟天魔宗的圣女，是让无数魔道巨擘都为之倾倒的绝代妖女，何曾受过这等奇耻大辱？天魔乱神影。苏九连想都没想，神魂深处最强的攻击秘法瞬息发动，一道元神攻击刺向洛安的眉心。然而这道攻击在触及洛安的瞬间便如泥牛入海，一丝涟漪都未能激起。洛安反手之间，一缕混沌气已经包裹住了他因秘法反噬而剧痛的神魂，一股温暖与舒适感取代了刺骨的魔音反噬之痛。苏九猝不及防，一声娇媚的呻吟脱口而出，他瞬间涨红了脸，又羞又怒，可浑身的力气却像被抽干了一样，娇躯酥麻，瘫软在浴床上。洛安看着他这副模样，脸上是一副神疑表情，一本正经。不要紧张，这是混沌归元疗法的正常反应。你的神魂被侵蚀太久，刚才的反噬只是将道伤引爆了而已。他指了指苏角的小腹，你看，问题很严重，你体内道伤若不进行一次深度清除，未来别说问鼎大道，恐怕连星魔劫都过不去，必有大患。苏九又羞又怒，恨不得将眼前这个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男人撕成碎片，可身体最真实的感受却骗不了人。他能感知到血脉中折磨了他上百年的诅咒之力正在被飞速净化，那来自血脉深处的轻松与圆满之感，是他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这位威震北原的魔道圣女，一张妖娆绝美的脸蛋羞得通红，她死死咬着自己红润的嘴唇，想骂一句无耻，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断断续续的阴旎。身体的本能远比他的意志要诚实。别咬坏了，等会我还要用。洛安看着他那副又羞又愤的模样，没有停手，反而加大了混沌本源的输出。你中的是上古魔王留下的血脉道种，这东西与你的太阴魅魔体共生了数百年，早已根深蒂固，表层的清理已经完成，接下来才是最关键的一步。他俯下身与苏九四目相对，两人的鼻尖几乎要碰到一起。我需要用我的本源与你的本源进行最深层次的交融，进行地毯式的拔除与修复，这是唯一的根治之法。交融？不要！苏九的脑子嗡的一声，身体不受控制地站立起来。所有的理智告诉他应该立刻推开这个男人，可所有的本能却在渴望着让他去拥抱这股力量。这种诱惑比他见过的任何天才地宝都要致命10000倍。看着他眸中天人交战，洛安笑了笑，不再给他犹豫的机会。为了我们洛家的未来，委屈你了。话音落下，他不再只是用手掌传导，静室内两种截然不同的本源气息轰然碰撞，又以一种玄妙的方式开始融合。混沌气如浩瀚星海，包容一切；太阴魔气则像一朵在星海中绽放的妖异红莲，从抗拒再到最后的沉沦。苏九紧绷的身体软化，他感觉自己像是一叶扁舟，被抛入了狂暴的汪洋之中。每一次浪潮的冲击都将他灵魂深处的杂质冲刷得干干净净，每一次的沉浮都让他的神魂与肉身得到一次新生的洗礼。他放弃了抵抗，紧闭的双眼眼角，一滴晶莹的泪珠缓缓滑落，分不清是屈辱还是解脱。最终，这位威震北原的天魔宗圣女在意识被吞没之前，脑海里只剩下最后一个念头：坏了，好像有点上瘾了。静室门外，水月真人靠在门边，侧着耳朵用神念对一旁盘膝打坐的瑶光传音：姐姐，你听，夫君这独门的疗法听起来好耗费心神的样子呀。静室内那原本激烈对抗的能量波动，此刻已经变得绵长，而富有某种奇特的节奏感，还夹杂着压抑不住的一声高过一声的奇怪声音。瑶光面色清冷，眼皮都没抬一下，不知羞耻。说完便继续闭目养神，但耳根处悄然泛起的红晕和剧烈起伏的胸口暴露了这位他并不平静的内心。次日清晨，当静室的门再次打开，苏九神采奕奕地走了出来。他一身火红的长裙，但整个人的气质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昨天他是带刺的妖花，那今天他就是一团燃烧的烈火，妖娆之中更添了几分圆润自如的魅惑。太阴魅魔体在混沌本源的滋养下终于彻底圆满，他的修为也因此大进。非洲的餐厅内，洛安正悠闲地喝着粥，瑶光和水月分坐两侧，气氛宁静。苏九径直走到饭桌前，看都没看那两位绝色美人，毫不客气地从洛安的碗里抓走了最大的一块龙兽肉，然后当着瑶光和水月的面，他将兽肉放进自己嘴里，对着洛安抛了一个媚眼。他没有自己吃，将那块肉垫到了洛安嘴边，红唇轻启，对着洛安的耳朵吹了口气：夫君啊。
这一声夫君叫的是千回百转，媚意入骨。他故意瞟了瞟瑶光和水月，声音更是柔媚了几分。夫君，你这疗法真是神了，我们天魔宗可不止我一个有这毛病，我娘还有我那几个不成器的姐妹，体内的道伤都积攒了好几百年了，一个个都愁得不行。他伸出纤纤玉指，轻轻划过洛安的胸膛，语气里充满了的恳求。你看什么时候有空也随我回一趟宗门，帮他们也根治一下，我们天魔宗必有重险。你娘！洛安喝粥的动作一顿，差点没呛到。啪！瑶光手中的玉块被他硬生生捏成了齑粉。他凤眸微凝，一股杀气弥漫开来，餐厅的桌椅都开始发出吱呀声。水月真人则依旧笑意盈盈，他拿起手帕擦了擦嘴角，柔声说道：妹妹真是好福气，刚来就得了夫君的垂青。不过啊，凡事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姐姐我这肚子里的可还等着夫君的滋养呢。一场围绕着世请权和家庭地位的无声战争就此拉开序幕。苏九凭借着魔女从不按常理出牌的野路子，以及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泼辣劲，屡屡让瑶光和水月这两位前辈头疼不已。洛安则稳坐钓鱼台，乐见其成，甚至还觉得有些有趣。眼看气氛越来越焦灼，他放下碗筷，清了清嗓子，宣布道：我决定了，为了家庭和谐，为了公平公正，增进你们姐妹感情，今晚我们斗地主。就在洛安一行人回城的路上，北园魔窟深处一处古老的祭坛，血色的纹路亮起，又迅速暗淡下去。与此同时，一处不可知之地，骸骨王座上的身影动了动，整个空间的魔能都在颤抖。本座留在魔王残魂里的印记消失了。沙哑的声音响起，下方跪着的鬼影和血屠大气都不敢出。那道魔王残魂是尊上不下的一个重要棋子，用以定位和唤醒北园的某件东西。现在棋子没了，不是被封印，是彻底的湮灭，连本源都未曾逃逸。王座上的声音愈发低沉，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同源或者更高阶的力量。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兴奋与贪婪。鸿蒙原罪，他在北园。传令下去。王座上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威严。捕猎计划改变，所有小队收缩战线，全部向东域集结，暂时放弃其他目标，集中所有力量给本座撬开鸿蒙圣地的外壳。王座上的声音恢复了冰冷。赵无极出发了吗？让他先去探探路。回尊上，已经上路了。很好。血屠、鬼影，你们两个去北园寻找那个能吞噬魔王残魂的人，他的血脉或许比那孩子更有价值，记得带上那件东西。鸿蒙圣地山门外，三皇子赵无极整理了一下自己皇子袍，神情有些复杂。他望着眼前这片朴实无华的山谷，内心充满了荒诞感。没有冲霄的仙光，没有威严的牌坊，更没有巡山的神兽，只有几间错落有致的竹屋，屋前晒着几件女人的衣物。一阵风吹过，能闻到田笼里传来的灵骨清香，以及不远处圈养的灵兽粪便的味道。这里真的是让血脉猎手都忌惮不已的圣地，还住着一位化神女帝，养着一个逆天妖孽的地方。殿下，我们是不是找错地方了？跟在赵无极身后的是他的一名心腹大太监刘公公，此刻他正缩着脖子小声嘀咕。另一名身披重甲气息彪悍的将军则不以为然，他叫李莽，是大皇子派来保护赵无极的，实则为监视。哼，故弄玄虚罢了。李莽冷哼一声，中气十足。我等代表大赵神朝天威而来，区区一个隐世宗门，谅他们也不敢怠慢。赵无极没有说话，为了那真龙之血，刀山火海他也要闯一闯，那是他未来的希望。富贵险中求。他深吸一口气，运足灵力，朗声道：大赵皇子赵无极，奉国君之命前来拜见鸿蒙圣地之主，还望一见。声音滚滚传开，在山谷中回荡。等了半天，回应他的只有几声高亢的鸡叫，气氛一度非常尴尬。李莽的脸都黑了，正要发作，竹屋的门被推开，一个穿着鹅黄罗裙、梳着双压髻的少女探出头来，她的大眼睛扑闪扑闪，打量着他们，嘴里还叼着半块点心。你们是来买黄金屁股鸡的蛋吗？今天的已经卖完了，要买明天清早哦。颜如月含糊不清地说道。赵无极等人差点一个踉跄。黄金屁股鸡，这是什么玩意儿？放肆！我等乃大赵神朝使团，你是什么人？竟敢如此无礼！李莽感觉受到了侮辱，当即怒喝道。颜如月被他吼得一愣，随即小嘴一撇：师姐，有人凶我！他话音刚落，一道冰冷刺骨的杀气瞬间笼罩全场。韩凌霜一袭白衣，背负古剑，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颜如月身边。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呵斥颜如月的李莽：你想死？简简单单三个字，
却让李莽感觉自己被一柄利剑锁定，护体罡气都在发抖，冷汗瞬间浸透了铠甲。他内心惊骇，这是哪来的怪物？一个看起来像邻家妹妹的少女，竟然是一位金丹期的剑修。赵无极心脏狂跳，连忙上前一步，躬身行礼：“这位仙子息怒，是我这下人鲁莽了，口不择言，我等绝无恶意。”韩凌霜这才收回了破人的气机，吐出一个字：“说。”就在气氛僵持之时，一个温婉的声音传来：“两位妹妹，不得对客人无礼。”柳若曦一袭素雅的白裙从另一间竹屋走出，如今的她在混沌本源的滋养下修为日进，更因执掌家中庶务，平添了几分沉稳端庄的气度。妾身柳若曦，夫君他近日携家眷外出未归，不知皇子殿下有何贵干？赵无极看着眼前气质温婉、胸怀波澜壮阔的元清云宗大师姐，心中更是确定了传言：这家的男主人艳福不浅，就是不知道本事如何。他脸上堆起和煦的笑，原来是柳仙子，晚辈此来，一是代表我大赵与贵地结个善缘，二是听闻圣地小公子天纵奇才，特备了些薄礼，想来探望一二。他一边说，一边示意刘公公将礼盒奉上。柳若曦摇了摇头，声音柔和却坚定：“有心了，好意我们心领了，只是小公子也随夫君一同出门了，礼物请带回吧。”赵无极心中一急，鬼影的任务是要他将魔钉留在孩子身上，如今孩子见不到，他必须想办法把东西留在这里。仙子误会了。赵无极脸上露出万分诚恳的表情，此物乃万年暖玉，并无他用，只是想给小公子压一压床脚，图个吉利。既然小公子不在，晚辈将此玉放在门前，也算是全了一番心意。说着，他竟是不管不顾，捧着玉佩就朝竹屋门口走去。他带着玉扳指的拇指已经悄然蓄里，那里藏着鬼影给他的那枚追踪魔钉，只要靠近竹屋，将魔钉打入地基，任务也算完成一半。柳若曦的眼眸深处闪过一丝冷光，然而就在赵无极踏上台阶，距离竹门不到3尺，即将动手的那一瞬间，嗡，一道非金非木、非光非暗的灰色波纹以竹屋为中心扩散开来，那波纹中带着万物归虚道韵，正是洛安混沌道体的力量显化。在赵无极惊恐的目光中，他手中的暖玉连带着他拇指上的玉扳指以及藏在里面的追踪魔钉就被无声地抹去了。3件物品同时开始消散，最终归于虚无，连一粒尘埃都没有留下。赵无极整个人都僵住了，如同被施了定身咒。他低头看着自己还残留着一丝分解之力的手，又抬头看着那扇平平无奇的竹门，什么都没发生，又好像什么都发生了。这已经不是神通，这是规则，是神明才有的手段。柳若曦脸上的温婉笑容缓缓收敛，她那双温柔的眼眸此刻也变得清冷如冰。这就是你的薄脸？这玉佩里似乎藏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呢。一句话让赵无极的脸瞬间血色尽失，他感觉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抬头看去，只见那温婉的大师姐、高冷的剑仙，还有天真小师妹，3位绝色女子此刻都用一种看死人一般的眼神冰冷地注视着他。李莽和刘公公更是双腿一软，跪在了地上，瑟瑟发抖。这哪里是什么圣地，这分明是神魔的居所，而他们就是上门送死的蠢货。鸿蒙圣地山门前，面对柳若曦等人冰冷的注视，李莽心头一横，求生的本能被疯狂取代。区区几个女人，真以为我大赵无人吗？他金丹后期的灵力轰然爆发，灵力疯狂灌注到手中的虎头大刀之上，刀身嗡嗡作响，一道长达3丈的凝实血色刀罡吞吐不定，将周围的空气都灼烧的扭曲，散发出浓烈的血腥味。他将全部力量锁定在了他眼中最弱的柳若曦身上，先拿下这个波涛汹涌的女人，剩下2个小丫头不足为惧。给我死！虎头大刀裹挟着开山裂石之威，化作一道血色流光劈向柳若曦。然而韩凌霜只是用那双清冷的眸子瞥了李莽一眼，就是这一眼，一道无形的剑意仿佛跨越了空间与时间，瞬息而至。正全力冲刺的李莽身体猛然一僵，那柄凶悍的虎头大刀停在半空，刀罡瞬间溃散。他感觉自己的神魂被一柄无形的冰剑抵住，刺骨的寒意从灵魂深处升起，让他连动移动手指的念头都无法生出。啊！这声突兀的大吼把旁边看戏的颜如月吓了一跳，手里的桂花糕差点掉在地上。小姑娘顿时鼓起了腮帮，很生气。她从自己的储物袋里掏出一颗散发着香气的丹药，小嘴一撅，对着动弹不得的李莽轻轻一弹指哼：“师傅说了，不听话的坏人就要吃竹筒倒豆子丹。”那颗丹药弹进了李莽因惊骇而张开的嘴里，入口即化。李莽的眼神瞬间变得呆滞，如同一个木偶。然后他开始将所有秘密一五一十地抖露出来，语速飞快，不带半点感情。
我在三皇子最喜欢的酒楼里下过泻药，因为他上次克扣了我的军饷。你……赵无极的眼角一阵狂跳，他在心中疯狂咆哮：蠢货，蠢货！等本皇子脱身，必将你碎尸万段。我还偷偷把我队长最喜欢的战甲染成了绿色，因为他抢了我的功劳。我32岁了还尿床，我娘都不知道。说到这里，他的表情开始扭曲，似乎在回忆什么，继续说道：我们这次是奉血脉猎手组织鬼影大人的命令，前来此地，用追踪魔钉定位圣地之主洛安之子洛长生事成之后，三皇子的报酬是一滴真龙之血。血屠和鬼影2位大人已经算准了你们宗主的回城路线，去半路截杀了。听到计划彻底败露，连环环相扣的后续杀招都被抖了出来，赵无极的脸瞬间惨白如纸。完了，全完了！他眼中闪过一丝癫狂，猛地捏碎了袖中一枚古朴的玉佩，一股强大的空间之力爆发，将他与旁边的刘公公包裹，周围的空间开始剧烈扭曲，形成一个模糊的漩涡。这是大赵皇室赐予的保命底牌咫尺天涯符，一旦发动，可瞬息传送至万里之外。想走，我同意了吗？一直沉默的柳若曦轻声叹息，出手了。他的眸光冷了下来。这些人不仅想对夫君的孩子下手，还想半路截杀夫君。他们触碰了他心中唯一的逆鳞。他对着那片扭曲的空间素手轻轻一握，正在发动的空间传送，那狂暴的空间之力竟然被硬生生地从虚空中扯了出来，揉成一团光球。紧接着，在赵无极和刘公公惊恐欲绝的注视下，那片扭曲的空间连同他们在内，被一股无法理解的伟力像折纸一样被迅速的对折，最终化作一个巴掌大小的晶莹剔透的透明方块。赵无极写满了恐惧与不甘的脸和他的太监一起被封印在了方块之中，画面彻底定格。柳若曦拖着这枚新鲜出炉的空间琥珀，脸上恢复了温婉贤淑的笑容。她对另外2位妹妹柔声说：夫君快回来了，得把屋子打扫干净，这些碍眼的垃圾要处理掉才行。这个正好可以给夫君当个正职。她的话语依旧温柔，但被封在琥珀里的赵无极听的是魂飞魄散。与此同时，远在亿万里之外的混沌非洲内，非洲航线前方的一片死寂陨石带上，由无数冤魂和精血炼制而成的锁魂血网早已布下，与黑暗融为一体。血屠那魁梧的身影如同一座铁塔，潜伏在一颗巨大的陨石之后。他身旁的鬼影则仿佛一道没有实体的影子，气息与虚空几无分别。鬼影看着神石中那艘正慢悠悠晃过来的其貌不扬的黑色石头非洲，发出了沙哑的冷笑。来了，此王乃尊上亲赐，有99999个修士的怨魂炼制，连化神大能都能困住一时3刻。对付这等货色，简直是杀鸡用牛刀。非洲内却是另一番光景，一场激烈的斗地主刚刚结束，输了牌局的洛安正被水月和苏九2个赢家联手惩罚。夫君别动嘛，你这眉毛画得不够霸气。苏九娇笑着，拿着一根沾了特制墨汁的毛笔，骑在洛安身上，在他脸上比划，让妹妹给你添一对冲天眉，保证威风凛凛。水月真人则痴痴地笑着，丰腴的娇躯从身后紧紧抱住洛安，不让他乱动。妹妹手稳点，可别画歪了，夫君这张俊脸可金贵着呢。洛安一脸生无可恋，嘴里嘟囔着：愿赌服输，可你们这是公报私仇啊。巨石非洲毫不知情地穿过了前方的陨石带，即将触碰那张弥天血网。就是现在，鬼影狞笑，血网与非洲接触的刹那，连一丝涟漪都未能泛起。那由无数符文构成的坚韧血线被瞬间撕裂。怎么可能？陨石带后的血屠和鬼影脸上的狞笑还凝固着，这是他们最后的念头。一股无法言喻的领域已经将他们笼罩，非洲自带的归虚领域，他们的护体魔功和引以为傲的强大肉身，乃至他们藏于识海的神魂，都在这股领域的力量下被瓦解消散。没有惨叫，没有挣扎，2位让北原魔窟都闻风丧胆的血脉猎手，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被彻底抹除。非洲只是轻微地震动了一下，就穿过了那片区域。哎呀！非洲内，苏九一声惊呼，因为这一下颠簸，他手里的毛笔一歪，在洛安的鼻尖上画了一道黑线。洛安正闭着眼，任凭2个女人在他脸上胡闹，疑惑地问了一句：刚才是不是撞到什么东西了？感觉颠了一下。一旁正端着茶杯闭目养神的瑶光女帝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红唇轻启：可能是撞到乃至不长眼的星空巨兽了吧，不必理会。回去的路上，非洲主卧内的气氛颇为奇特，一场耗时良久的斗地主牌局刚刚落幕。洛安这位地主正靠在榻上，衣衫的领口被扯得大开，露出线条分明的胸膛，一条火红色的裙摆下，光滑修长的小腿不安分地在他腰间磨蹭，带着几分不服气的挑衅。夫君，你绝对实炸了。苏九整个人挂在了洛安身上，他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洛安的耳廓，带来一阵酥麻的痒意。那双勾魂的桃花眼此刻写满了娇嗔，
纤纤玉指在他的胸膛上画着圈圈。最后那对王炸，你怎么可能猜到就藏在水月姐姐的那里？他说到关键处，声音低了下去，脸颊飞起一抹诱人的红晕，既是羞恼也是回味。咯咯喽！一旁传来水月真人银铃般的娇笑。他身姿丰腴，此刻正从洛安身后环住他的脖颈，饱满的胸脯紧紧贴着他的后背。妹妹，这怎么能叫诈呢？水月真人的声音带着一丝媚意，这叫心有灵犀。再说了，兵不厌诈，赌桌上的事怎么能叫骗呢？夫君赢得越漂亮，我们姐妹俩联手施展的双龙出海，不也越是惊心动魄，回味无穷吗？他将惊心动魄4个字咬得极重，带着一种别有深意的暗示，听得苏九浑身一软，连最后一点力气都泄了，只能轻哼一声，将脸埋进洛安怀里。毕竟刚才那深入浅出的惩罚确实让他对混沌道体的奥妙有了从里到外的透彻理解，那是一种被征服后源自灵魂深处的沉沦。牌品太差。角落里传来瑶光清冷的声音，他正端坐着整理自己微乱的云长，动作优雅，面色如常。洛安左拥右抱，享受着这冰火2重天的极致体验，心中暗爽，嘴上却教育道：愿赌服输，不得不说，你们的舞姿越来越牛逼，也越来越好看了。下次好好配合，未必不能翻身当地主，到时候想怎么惩罚夫君，还不是你们说了算。此言一出，怀里的苏九和身后的水月呼吸都重了几分。就在这满是旖旎的氛围愈发浓烈之时，洛安心中一动，非洲轻微地震颤了一下，仿佛被某种无形的波纹扫过。洛安眉头微挑，这股波动带着浩瀚的妖力，却又与其他妖气都不同，其中还夹杂着魅惑众生的灵魂法则。好大的排场！水月真人也感受到了，他走到舷窗边，眼波流转，望向窗外，只见前方的空域，一支颇为壮观的飞行队伍正破云而来。为首的是一座由3条黑色蛟龙拉着的黄金战车，战车上站着一位头生龙角、身披黑金甲胄的青年，旁边一头体型庞大的黄金狮子迈步虚空，背上驮着一座小山般的宫殿，狮吼声震得云层翻滚。更远处还有驾驭着火焰战船的炎鸦族，乘坐着翠绿宝船的灵蛇族。这支队伍的中心是一座悬浮于云海之上的9层玉楼，玉楼通体由暖玉雕琢，9只活灵活现的虎尾缠绕楼身，散发着柔和的光晕，仙气与妖气完美融合，奢华到了极致。哼，华而不实，一群公孔雀在开屏，也不知是想吸引谁。苏九透过舷窗看着外面，不屑地撇了撇嘴，看样子都是冲着那玉楼里的人去的。水月真人眼波流转，分析道：能有这么大排场的，恐怕只有传说中青丘湖国的圣女了。他们的非洲只是一块不起眼的黑色石头，混在这支华丽的队伍中，显得格格不入。前面的破石头，给本太子滚开！别挡了道！黄金战车上，那黑甲青年注意到了慢悠悠的非洲，脸上露出厌恶，厉声呵斥。他乃是黑水蛟龙一族的太子焦三变，平日里骄横惯了，最是看不得这种没品位的飞行法器。非洲内，苏九柳眉一竖，就要发作，洛安却按住了他，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容，不紧不慢地操控着非洲从黄金战车旁擦身而过。他甚至还探出头，对着那焦太子挥了挥手：兄弟，赶着去投胎啊！焦三变何曾受过这等挑衅，脸色一下长成了猪肝色。你找死！他刚要下令让手下动手，一个清越女声从那9层玉楼中传出：焦三变，你若再敢喧哗，便不用跟着了。焦三变脸上的怒火瞬间熄灭，转而堆起谄媚的笑容，对着玉楼躬身道：青丘圣女息怒，是本太子失态了。玉楼的顶层，一扇雕花窗被推开，一道身影出现在窗边。那个女子身着一袭素白的广袖长裙，一头银丝长发随意披散，风华绝代。她五官精致，眼角天然带着一抹妩媚，却又被眸中那份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清冷所中和。当她的目光扫过下方，无意中与抬头望来的洛安对上时，微微一怔。这个男人他的眼神很奇怪，不像焦三变他们那样充满了占有和欲望，也没有敬畏和惊艳，就是很平静。就在这时，洛安体内的混沌道体竟也生出一丝微妙的悸动，那是一种本源上的吸引。洛安咧嘴一笑，用口型对他说了2个字：哈喽。青丘圣女的眉头蹙起，面纱下的嘴角撇了撇，放下了窗帘，隔绝了那道让他有些心烦意乱的视线。定，检测到新的高品质道侣候选人，地点东荒妖域，目标青丘9尾天狐圣女，血脉价值，其血脉可与宿主混沌道体完美融合，大幅度提升家族子嗣的妖族亲和与灵魂魅惑天赋，并有极高几率诞生天生灵子，可与万物通灵。洛安的眼中闪过一丝亮光，9尾天狐，这个好，这个好啊！下一站东荒妖域，非洲上
洛安做出了新的决定。刚刚品尝了魔道法则清河的甜头，他又对妖族清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家族的血脉必须多元化发展，人族、魔族、妖族，以后最好再来个神族、鬼族、精灵族什么的，集齐7种血脉，说不定能召唤神龙。话音刚落，苏九柔软的腰肢一扭，从他身上翻坐起来，面对着他问道：夫君，这就把人家吃干抹净，准备去寻新欢了？我那可怜的娘亲还有几个不成器的姐妹，可都还眼巴巴等着你的独门疗法去根治道伤呢。不急。洛安笑着将苏九儿揽入怀中，大手在他光滑的背脊上抚动。血脉猎手还在满世界找我们，咱们正好在外面溜达，让他们扑个空，这叫战略性转移。等夫君我刷够了经验，再回去给你那几个不成器的姐妹来个全套大疗程。他始终说不出给九儿他娘治疗，那画面太美，他不敢想。苏九儿听得媚眼如丝，在他怀里拱了拱，娇声道：夫君可说定了，他们可都盼着呢。角落里一直闭目养神的瑶光睁开凤眸。夫君说的有理。他清冷的声音响起，视线扫过窗外那支招摇的妖族队伍，眉头微蹙。而且这东荒妖域确实不对劲。哦，洛安来了兴趣，揉捏着怀中温香软玉的手都停了一下。瑶光眼中闪过一丝厌恶。我能感觉到那队伍里有几股气息，根基驳杂，充满了强行嫁接的暴力与不祥。他们像融合了不同妖族的血脉，拼凑出一种伪劣品，以此窥探更高的境界。人造高手。洛安撇了撇嘴，一群蠢货，正道不走，非要搞歪门邪道，想飞升何必那么麻烦？都跟紧我，将来包你们升天。一句话把满屋的夫人们都逗笑了。苏九更是直接缠了上来，温热的气息吐在洛安的脖颈上，声音酥媚入骨。夫君，那我们什么时候升天啊？妾身可是有些等不及了呢。嗨嗨，这个要循序渐进。洛安老脸一红，他做出决定，非洲调转方向，化作一道流光，朝着浩瀚的东方疾驰而去。非洲之外，妖族队伍中，黑水蛟龙族的太子蛟三变看到那块破石头模样的飞行法器，调转方向，不远不近地跟上了队伍，脸色阴沉。当着他的面调戏青丘圣女，现在还敢跟上来，这是挑衅，是对他蛟龙族的蔑视，不知死活的东西。蛟三变眼中杀机毕露，身旁一名元婴期的护卫统领凑上来低语：太子殿下不过是一个人族修士，法器破烂，想必没什么根脚，要不要属下带人过去将他们拿下？不必。蛟三变冷笑，脸上满是残忍，直接捏死，太便宜他们了。本太子要当着圣女的面，让他们连同那块破石头一起化为渣渣，也好让圣女看看低贱的人族在本太子面前是何等不堪。他从战车上抓起一杆通体漆黑的黑水龙枪，枪尖遥遥对准远处的非洲。传我命令，黄金战车退出主队序列，调整方位，给本太子启用旋水破阵炮。是。护卫统领眼中闪过兴奋，旋水破阵炮一炮足以轰平大山，重创元婴后期的大修，用来对付一个破烂法器，简直是拿屠龙刀切豆腐。黄金战车悄无声息地偏离航道，车头狰狞的蛟龙头张开巨口，一门闪烁幽光的炮口缓缓伸出，周围的天地灵气疯狂倒灌，炮口前方因能量凝聚而扭曲，一颗幽蓝能量球正在成型。那毁灭性的气息让远处舰队的妖族都感到心悸。非洲内，夫君，后面那条小泥鳅要动手了哦。水月真人斜倚在舷窗边，饶有兴致地看着，丝毫不见紧张。苏九更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正好，本圣女刚得夫君真传，体内魔元正澎湃着呢。夫君，让我去把他那破炮管给拧成麻花。他刚说完，就看到洛安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他抬起手，对着非洲后方的虚空随意地屈指一弹。就在他弹指的瞬间，黄金战车上蛟三变脸上挂着狰狞的狂笑，手臂猛然挥下，开炮，给本太子把他们轰成渣。轰！一道粗大的幽蓝光柱撕裂长空，带着恐怖的能量，瞬息跨越遥远的距离，轰向石头非洲。蛟三变的笑容愈发得意，他仿佛已经看到了那块破石头被光柱吞噬，化为尘埃的场景。然而下一刻，他无法理解的一幕发生了。只见那石头非洲周围100丈的空间忽然变得寂静，一个肉眼不可见的归墟领域悄然展开。那道毁灭性的幽蓝光柱一头撞入这片领域，没有爆炸，没有对撞。在蛟三变惊骇的注视下，光柱前端的能量粒子被抹去，分解成了原始灵气。接着是第2段、第3段，整道光柱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从头到尾凭空擦除，无声无息地归于虚无。安静，死一般的安静。这怎么可能？蛟三变脸上的狂笑僵住，眼珠子瞪得几乎要突出眼眶。
他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在颤抖，那不是力量被破解，而是自己的道在对方面前连存在的资格都没有。他引以为傲的旋水破阵炮攻击被吃了，还没等他从震撼中反应过来，一道比发丝还细的灰色气流，正是洛安刚才弹出的那缕混沌之气，顺着光柱轰来的轨迹逆流而上，以超越他神识感知的速度钻进了旋水破阵炮的炮口。咔嚓一声轻微的脆响从炮管内部传来，紧接着以炮管为中心，一道道灰色裂纹蔓延至整个蛟龙头颅，再到整个华丽的黄金战车。不好，太子快退！那是什么鬼东西？护卫统领终于反应过来，发出一声尖叫，想拉着焦三变逃离。晚了！轰隆一声比刚才炮击响亮100倍的爆炸猛然发生，那座由万年玄金融合黑水晶晶打造的黄金战车，连同那门大杀器被还未能发射的能量从内部引爆，金色的碎片与蓝色的电光交织成能量冲击波，混合着无数法宝碎片席卷四方。焦三便和他的护卫们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被这股源自他们自己的力量炸得人仰马翻，一个个浑身焦黑，口吐鲜血，如同下饺子一般从空中坠落。这惊天动地的自爆惊动了前方的主力舰队，所有妖族强者都望向那片爆炸的中心，以及那艘毫发无伤依旧在慢悠悠晃荡的破石头。9层玉楼之顶，那扇紧闭的雕花窗无声推开，青丘圣女立于窗前，一头银丝长发无风自动。她强大的9尾天狐血脉让她感知到比别人更多的东西。在她的灵觉中，刚才那一瞬间，非洲周围的空间化做了一片虚无的禁区，那是一种连他都无法理解的凌驾于万法之上的本源之力。他的视线落在了那艘其貌不扬的非洲之上，那究竟是什么力量？他甚至感觉到自己体内的9尾天狐血脉在感知到那股气息的刹那，竟产生了臣服与渴望。这让他美丽的眸子里除了震撼，更多了一些好奇。黄金战车自行引爆的能量烟花在虚空中绚烂绽放，能量波混和着碎片席卷四方，离得近的几艘妖族战船被冲击的护体光照狂闪，船上的妖兵腰仰马翻。快救太子殿下！蛟龙族的护卫们顶着能量乱流，手忙脚乱地从一堆战车残骸中捞出了漆黑的太子殿下。焦三便费力地睁开眼，口中涌出一股混着内脏碎片的黑血。他望着那艘依旧在虚空中晃荡的黑色石头非洲，屈辱惊骇涌上心头，让他眼前一黑，晕了过去。那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没看到任何法术波动，旋水破阵炮他自己炸膛了。一时间，所有的舰队都与那破石头拉开距离，生怕下一个自爆的就是自己。黄金狮子背上的宫殿中，一个狮头人身的老者脸色铁青，他看着手下用法术映照出的画面，喉咙发干。他捏碎了手中的玉杯，对着身边的侍从低吼：去查，不惜一切代价把那艘飞行法器的来历给我查清楚，此人必定大有来头。远处的火焰战船上，岩鸦族少主冷汗从额角滑落，低声自语：蛟龙族这次是踢到铁板了，此等存在绝不可惹。传令下去，全员收敛气息，关闭所有攻击法阵，我们是来观光的。对，观光。整个妖族队伍的气氛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自爆变得诡异，唯有那座悬浮于云海的9层玉楼依旧静谧。顶层窗边，胡千妹一双勾人心魄的美眸凝视着非洲，眸光中充满了震撼。她身旁一位老妪躬身开口：圣女需要老身去试探一下吗？不必了，婆婆。胡千妹轻轻摇头，声音清冷，却带着一丝颤音。这不是试探能解决的问题，他们若无恶意，我们便不必理会。她心中却翻江倒海，此人究竟是谁？就在刚才，当那古法则之力展开时，她体内9尾天狐血脉竟不受控制地沸腾起来，仿佛她毕生所求的道，其终点就在那个男人的身上。与外界的鸡飞狗跳不同，混沌非洲内暗香浮动。洛安品着摇光泡的灵茶，茶香清冽，混杂着身边女人的不同体香。苏九和水月真人一左一右，正在给他进行战后的揉肩捶腿服务，周到无比。哎，没劲。苏九撇了撇嘴，纤纤玉指不满地按压着洛安的肩膀，力道控制得刚刚好。夫君你也太小气了，刚才就该让妾身出去，把他那根又黑又粗的炮管给拧成18个圈，再从他嘴里灌进去。别胡闹。洛安碧着眼享受，开口：你是魔道圣女，不是街头打架的小混混，要有格调。他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对付那种货色，我一根手指头就行，你看这不都老实了？水月真人掩嘴轻笑，娇躯蹭着洛安的手臂，声音更是柔媚：夫君说的是。九儿妹妹，你可别小瞧了夫君的手指，那力道，那准头，那收放自如的控制力，妹妹要是没领教过那厉害之处，那可真是太遗憾了。他话锋一转，
望向舷窗外庞大的妖族舰队。不过啊，这东荒妖域可真够热闹的，看这阵仗，恐怕是冲着那万妖大会去的吧？万妖大会，洛安来了兴趣。哼，一群没开化的畜生凑在一起，有什么好看的？角落里一直静坐修行的瑶光淡淡开口，凤眸中带着不屑。苏九立刻接话，对着窗外努了努嘴，语气酸溜溜的：“可不是嘛，特别是那个狐狸精，搞得跟天仙下凡似的。论勾人，他能比得上我们姐妹。”水月继续补充道：“传闻那祖地内有妖族始祖留下的化龙池，能助妖族淬炼血脉，返祖归真。对我们人族修士虽无大用，但对妖族而言，不亚于鱼跃龙门。”洛安听懂了，这就是一场妖族版的高考，考上了就能进重点大学深造。而那位九尾天狐圣女，就是志在必得的状元种子。他摸了摸下巴，再联想到系统给出的道侣候选人提示，心中顿时有了计较。啧，九尾天狐，系统承不起我，这血脉品质绝对顶尖。这要是收进了房里，那9条毛茸茸、软乎乎的尾巴，是盖被子呢，还是缠在腰上呢？这画面，光是想想都觉得道心要不稳了。为了洛家血脉库的多元化发展，为了家族的长远战略布局，这一趟非去不可。这是伟大的事业，如此盛会，咱们不去凑凑热闹，岂不可惜？洛安脸上露出了笑容，一脸正气地说道：“正好，也让咱们家长生提前开开眼界，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妖孽，省得他以后眼界太高，看谁都像土鸡瓦狗，不利于心性成长。”正在玩着一个法宝陀螺的小长生听到这话，抬头看了父亲一眼，又低头继续玩自己的，似乎早已习惯了父亲的套路。苏九可不吃他这套，他媚眼一翻，腰肢一扭，直接从他身后翻坐到了洛安腿上，与他面对面。那火爆的曲线贴着他，手指轻轻划过他的喉结，娇声问道：“夫君，我看你不是想让长生见识妖孽，是想亲自去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狐狸精吧？”胡说！洛安义正言辞地搂住他挺翘的腰肢，捏了一把：“我这是为了深入研究不同种族的生命形态，你懂什么？夫君，我是那种肤浅的人吗？我这是在为家族的未来添砖加瓦。再说了，就算他是狐狸精，能有你这小妖精缠人？”角落里一直静坐的瑶光缓缓睁开了眼，他看向窗外，扫视着那华丽的玉楼，仿佛在评估着什么。许久，他收回目光，淡淡的回了一句：“那只狐狸精根骨不错，血脉也算纯净，收了吧。”非洲穿过一层厚重的妖气云障，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广袤无垠的原始森林在脚下蔓延，参天巨木的树冠遮蔽天日。这里就是东荒妖域。好了，到站了，咱们换身行头，下去体验体验风土人情。洛安拍了拍手，宣布道。非洲稳稳地悬停在一片密林上空，开启了隐秘阵法。瑶光正抱着洛长生，小家伙抓着他一缕发丝玩耍。他瞥了一眼下方那冲天的妖气，没什么兴趣。你们去，我陪长生。水月早就按捺不住了，他笑盈盈地为洛安整理着衣领。放心吧，姐姐，有我和九妹妹在，保证把夫君照顾得妥妥帖帖。苏九更是一脸兴奋，她本就是魔道妖女，对这种混乱无序的地方有种天然的亲切感。她换上了一身劲装，一走动，红色的发带在脑后飘扬，身体的线条在衣物的包裹下若隐若现。走，夫君，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妖。三人一番乔装，收敛了自身灵力波动，将自己的气息压制到炼气期，看起来就像是来东荒历练的普通修士。三人离开非洲，落入下方一座巨大的妖族市集。市集建在一片巨大的峡谷之中，热闹非凡。长着牛角的壮汉在和狼首人身的商贩为了一株灵草争得面红耳赤。体态婀娜的蛇女扭动着水蛇腰，向路过的妖修都售着五颜六色的毒药盒，他们自己褪下的蛇皮。更有甚者，一个巨大的摊位竟是用一头龙兽的完整头骨搭建而成。摊主是个矮小的鼠妖，正踩在龙兽的鼻骨上，大声吆喝着售卖一罐罐冒着泡的龙脑花。这地方有活力。洛安看得津津有味。路过一个烤串的摊位，摊主是一只岩雀，正烤着一种翅膀上还带着电光的怪鸟。洛安买了几串，递给两位夫人。水月兰花指捏着一串，嫌弃地看了看上面焦黑的部分，却还是小口尝了一下，眼睛一亮。苏九则毫无顾忌，张开红唇就是一大口，还故意凑到洛安面前，伸出舌尖舔了舔嘴角。夫君，好吃，就是有点干，缺了点滋润。他意有所指地说道。没个正形。洛安笑着摇摇头，在他挺翘的臀上拍了一下，领着他们走进一间酒肆。夫君聪明，打探消息，酒肆是最好的地方。水月找了个靠窗的角落，酒肆内更是龙蛇混杂，妖气冲天。三人刚落座，
水月便用2块零食让适应的屠妖上了几壶此地的特产猴醉。邻桌一个虎头妖修喝高了，正拍着桌子跟同伴吹牛。我跟你们说，这次万妖大会的魁首非青丘圣女莫属，但能不能拿到古玉掌控权就不好说了。嗨，谁不知道黑水蛟龙族的蛟三变早就放出话来，只要胡千妹肯嫁给他，他就帮青丘拿下古玉。这不，一路上跟苍蝇一样黏着人家。洛安端着酒杯，将这些信息一一记下。看来那位未来的道侣候选人胡千妹正面临着被逼婚的困境。就在这时，3个看起来吊儿郎当的妖族地痞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为首的是一个猪鼻子人，一双小眼睛色眯眯的在水月和苏九身上来回打转。水月真人身段丰腴，媚态天成，苏九则是野性火辣，妖娆魅惑。哟，2位小娘子，人族的。猪头地痞咧着嘴，露出满口黄牙，一股恶臭扑面而来。来我们东荒玩，怎么不找个本地妖哥带路啊？哥哥我对这万寿城熟得很，尤其对各种湿滑的洞府研究得更是透彻。他身后的2个跟班，一个猎狗头，一个蛤蟆脸，发出嘿嘿的淫笑。那猪头地痞一边说着，一边装作脚下不稳，竟直直地朝着水月真人的方向倒了过来。那双咸猪手更是对准了水月身前的雄伟。洛安眼皮都没抬，只是用脚尖在地面上轻轻一点，一缕微不可见的混沌气没入地面。哎呦！那猪头地痞脚第一滑，在水月面前摔了个狗吃屎，脸和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2颗黄牙当场崩飞。噗嗤！苏九给了洛安一个看我的眼神，随即媚眼一翻，竟主动起身。一旁端着酒杯的水月对洛安传音：“夫君，你瞧瞧，九儿妹妹这狐媚手段，怕不是得了你的真传。对付这种货色，还得做个前戏，不像我，向来喜欢直捣黄龙，一击致命呢。”洛安嘴角微扬，传音回去：“为夫倒觉得九这般开胃小菜刚刚好。至于你这道主菜嘛，咱们再好好研究，看看是你这龙厉害，还是为夫的枪更烈。”水月真人听得这赤裸裸的调戏，脸上飞起一抹红霞，红唇无声地动了动。等你。此刻苏九已经将那猪头扶了起来。这位大哥，你没事吧？怎么这么不小心啊？他扶着猪头，一双水汪汪的桃花眼看着他。看大哥你这气势，一定是这万寿城里响当当的人物吧？我们姐妹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正想找个像你这样威风的大哥打听点事儿呢。他这一番话，既是奉承又是引诱。那猪头只觉得一股销魂的香风钻入鼻孔，浑身骨头都酥了3节。被苏九这么一捧，鼻血混合着口水流了一地，眼神都直了。他听闻美人有求于他，更是挺起胸膛，拍得砰砰响。妹妹想知道什么？哥哥我上至500年，下至500载，这万寿城就没有我猪大肠不知道的。真的吗？那哥哥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才能参加那个万妖争霸啊？人家也想去见识见识呢。这个简单。猪头地痞被迷得7荤8素，全说了出来。只有大家族有推荐名额，元婴期以下的年轻一辈都可以报名，咱们散修就靠边站了。不过我知道一个内幕，大蛟三变为了明日的大会，专门从人族那边弄来了一批禁药，能激发血脉潜力，阴险得很。苏九笑得更甜了，他拍了拍猪头地痞的脸：“谢谢哥哥，你可真是好人。”话音刚落，他眼中闪过一丝魅惑的红光。猪头浑身一颤，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声，身体不受控制地跳上了桌子，摆出一个骚气的姿势，对着酒肆里的所有妖族喊道：“各位父老乡亲，我猪大肠喜欢隔壁卖豆腐的熊大娘，我还偷过我大哥的私房钱去买熊大娘的原味肚兜。”整个酒肆一片哗然，紧接着爆发出哄笑。那2个跟班吓得脸都绿了，连滚带爬的拖着还在爆料的猪大肠跑了。搞定！苏九得意的一甩秀发，对着洛安抛了个媚眼：“夫君，我厉害吧？”洛安笑着捏了捏他的脸蛋：“厉害，不愧是我家九，兵不血刃。”3人打听到想要的消息，便打算离开酒肆，回到非洲上。就在他们即将走出峡谷时，一阵骚动从前方传来：“青丘圣女的玉楼来了，快让开！”胡千妹站在玉楼最高处，一袭白衣，银发如瀑。虽然隔得远，但洛安能看到她那张清冷绝美的脸上写满了疲惫与忧虑。她应付着周围大献殷勤的各族天骄，姿态疏离，格格不入。啧啧，真是个可人儿。水月轻声感叹：“夫君你看，典型的外冷内热。这种女子一旦被攻破心房，怕是比九儿妹妹还要缠人呢。”哼，什么外冷内热，我看就是故作清高。苏九轻哼一声，抱住洛安的胳膊，用自己的丰满处使劲蹭了蹭。你看她那身段，还没水月姐姐一半有料呢。再说了，9条尾巴有什么用？能比我的腿更会缠。睡觉的时候也不怕打结。夫君肯定不会喜欢麻烦的女人的，对吧？洛安没有说话，
他只是看着那强撑着应付一切的清冷身影，一个念头在他心中升腾起来。这九尾天狐要是被逼到绝路，哭得梨花带雨，拉着自己的衣角，用颤抖的声音求自己帮忙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帮，肯定是要帮的，毕竟助人为乐是传统美德。至于这报酬嘛，到时候可得从头到脚，从血脉到神魂，对这位圣女来一次深入的根治才行。对，这很合理。三人回到非洲隐秘的密林时，洛安的眉头微微一挑，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还有能量溃散后留下的焦灼气息。林间空地上横七竖八的躺着十几具尸体。哟，挺热闹啊。苏九来了兴致，他上前踢了踢一具狼首人身的尸体，撇嘴，都是些杂鱼，修为最高的才金丹中期，不够我塞牙缝的。洛安走到一具被洞穿胸口的服役妖族尸体旁，蹲下身子，他伸出手指在伤口边缘轻轻拂过，一缕钝气从他指尖溢散开，感知着残留的法则。好霸道的太阴之力。洛安低声自语，眼中闪过一丝赞叹。那伤口中残留的气息是纯粹的太阴法则，直接抹杀了这些生灵的神魂，连惨叫的机会都没给。就在这时，非洲的舱门无声划开，瑶光抱着骆长生，俏生生地站在门口，仙姿玉貌，气质清冷如旧。有几只苍蝇，瑶光语气平淡，吵到长生午睡了。洛安笑了，站起身走到他面前，柔声道：辛苦你了。瑶光的眼睫微颤，没有说话，只是抱着孩子的手臂不自觉地又紧了几分。洛安转头从储物戒里掏出一堆东西，有拨浪鼓，有糖葫芦，还有一只能自己翻跟头的小木猴。来，长生，看爹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他自顾自地逗弄起儿子。小长生立刻被零食和玩具吸引，伸手去抓那根晶莹剔透的糖葫芦。谢谢父亲。苏九和水月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无奈的笑意。这个男人心是真的大，或者说在他心里，天大的事也大不过老婆孩子。夜深，非洲静静地悬浮在云层之上。水月和苏九回了各自的房间，骆长生也早已睡熟。主卧室内只剩下洛安和瑶光。瑶光坐在窗边，月光透过舷窗洒在他身上，让他整个人都笼上了一层清灰。但洛安能感觉到他今天的心情似乎不佳。自从下午解决了那些探子后，他的话就变得更少了，身上那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寒意也更重了。洛安走过去，从身后轻轻环住了他。灵儿。洛安将下巴搁在他的香肩上，瑶光娇躯微一颤。灵儿，这个称呼自从他恢复记忆后，洛安已经很久没有叫过了。那还是他失忆，整天只会黏着他的小丫头时取的专属昵称。无数个被尘封的画面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晚上怕黑，非要抱着他的胳膊才能睡着，甚至还有他被他骗着一起研究混沌道体和天命神体如何才能完美契合，做了许多羞人又大胆的尝试，浑身被汗水浸透，瘫软在他怀里的场景。别那么叫我。瑶光的耳根泛起红晕，声音慌乱。为什么不？洛安收紧了手臂，将他柔软的娇躯整个圈进怀里。他的手很不安分，顺着他的腰线缓缓上移。在9天之上，你是威震寰宇的瑶光女帝，在这里，你是我洛安的女人，是长生的娘，是我一个人的。他低下头，唇贴着他的耳垂，吐出最后2个字：灵儿。瑶光的呼吸乱了，他猛地转过身，那双曾睥睨9天的凤眸，此刻却水光潋滟，带着委屈和不安。他们会来的，对不对？他害怕的从来不是战斗，而是这些无穷无尽的敌人会威胁到他现在拥有的一切，威胁到他的夫君，他的孩子。洛安捧起他那张绝美的脸，拇指轻轻摩挲着他眼角那颗泪痣。就算你的仇家会找到这里。他看着瑶光的眼睛，一字一句郑重无比。但是灵儿，你记住，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一双我宰一双。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把你重新送回9天仙阙的帝座之上，我会站在你身边，杀到那漫天仙神，再无人敢动我的女人。瑶光再也绷不住了，他主动踮起脚尖，用自己微凉的红唇堵住了洛安接下来所有的话。这个吻从一开始就很激烈，卧房内的温度在不断攀升。衣衫褪尽，2具完美的身体在月光下紧紧相拥。洛安抱着他，将他放在柔软的玉榻之上。夫君。瑶光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他感觉自己体内的杀伐之气正在被那股温柔的混沌本源冲刷，滋养着他的神魂与肉身。我在。洛安一边在他额头印下一个吻。灵儿，放松，交给我。她不再是杀伐果断的女帝，而是一个在爱人怀中寻求慰藉的小女人。她仰起头，承受着洛安口中是断断续续的呢喃与呻吟。不知道过了多久，当一切归于平静，瑶光已经累得连一根手指都不想动。她浑身泛着诱人的粉色，
趴在洛安坚实的胸膛上，脸上还挂着未退的潮红。洛安抚摸着他光滑的背脊，感觉到他体内的杀伐道韵已经彻底平复，与他的混沌之力交融后，反而多了一丝灵动。夫君，他抬起头，凤眸中水雾朦胧。我还要。万妖城中心，巨兽骸骨堆砌的白骨广场上，妖气翻滚，喧哗声直冲云霄。一头巨大的黄金狮黄端坐于白骨王座，他维持着兽形，声音厚重，响彻广场。万妖古域是我族始祖沉眠之地，内藏血脉返祖之命。今日万妖争霸，3轮比试，胜者将得万妖古域100年掌控权。台下万妖鼎沸，若能得此机缘，我黑狼一族必能诞生新妖王。做什么梦？没看见那几大强族都来了吗？黄金狮族和蛟龙族都盯着呢。议论声中，第1轮修为测试开始。广场中央的黑色测妖石被激活，石面符文流转，散发出古老的气息。一个壮硕狼妖走上台，他把手掌按在测妖石上，黑石爆发出3丈高的浓郁黑光，光芒凝实，引来一阵喝彩。黑狼族少主巴图，血脉之力上等。接下来几个大族的子弟测试结果都相当不俗，光柱最低的也有2丈高。很快轮到了青丘一族，队伍中一个穿着淡粉色衣裙的年轻狐女，在周围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咬着唇走上前。她那张小脸上满是紧张，把白皙的手掌轻轻贴在测妖石上，一吸两吸，测妖石终于有了反应，慢吞吞地亮起一道微弱的白光，光芒晃晃悠悠，高度将过膝，色泽驳杂，还夹杂着几缕灰气。噗！不知是谁先笑出了声，紧接着嘲弄的议论声四起。这就是九尾天狐后裔，那光还没我族看门的小妖亮呢。光芒暗淡，青丘狐族是真的要完了，这一代连个像样的都挑不出来。听说他们圣女自己都不敢上，派个小丫头来丢人现眼，真是可笑。那些污言秽语让每一个青丘族人都攥紧了拳头，脸色难看。席位上，焦三便举起盛满血酒的杯子，妖力裹挟着声音扩散全场。方才青丘族人在测妖石前的狼狈，让焦三便彻底撕下了伪装。他曾经的追求只剩下赤裸裸的欲望，连演都懒得演了。胡千妹，你们青丘真是日薄西山了，你不如早点认命，嫁给本太子，我保你青丘一族100年安稳。他言语轻佻，露骨的羞辱引来一片哄笑。高台另一侧，胡千妹迎风而立，她攥紧了衣袖，指尖冰凉，清冷的脸庞不见波澜，但袖中的手却在发抖。人群角落，洛安一家子正嗑着灵瓜子，看得津津有味。哼，装模作样。苏九轻哼一声，不爽地抱紧洛安的胳膊。夫君，你看他那清汤寡水的样子，摆着一张冷脸，好像谁都欠他800万灵石似的。收进房里，怕不是个冰块。哪有我们姐妹会疼人？水月真人则掩嘴轻笑，身体挨静落。九儿妹妹此言差矣，你看她明明气得尾巴毛都快炸了，脸上还要强撑着，这叫外冷内骚，最是闷着一股劲儿。这种女人要是被夫君彻底征服了，那股子媚劲儿从骨子里透出来，怕是连夫君这杆神枪都被她给融化了呢。洛安听着两个女人的专业分析，只是笑了笑，没说话。此刻，远在密林非洲内的瑶光正抱着洛长生，透过与洛安的共享感知，也看到了广场上的一切小长生在他怀里睡得正香。他伸出纤长的手指，轻轻抚平儿子皱起的小眉头。洛安脑中响起了瑶光清冷的声音：血脉尚可，修为太弱，不堪一击。洛安收到瑶光的悦后感，心中一笑，回了一句：这不是正好等着我去开发吗？瑶光没有再回复，但洛安心里能感觉到他那边传来一声轻哼。很快，第2轮比试幻境新魔关开始。这一次，胡千妹亲自上场，她莲步轻移走到广场中央，盘膝坐下。幻境中，她站在青颓的青丘神殿前，脚下氏族人干枯的尸骨，无数先祖的虚影从废墟中升起，指着她厉声质问：不孝子孙，青丘的荣耀断绝在你手上。绝望与不甘的诅咒一声声冲击着胡千妹的神魂，一缕黑气自她心底生出，迅速壮大，化作另一个面目狰狞的自己，张开大嘴要将她吞噬。这心魔是她长久以来压抑的恐惧与无助所化。就是现在，广场角落，洛安看在眼里，手指轻轻一弹，一缕微不可见的混沌气混入纷乱的灵气中，没入高台上胡千妹的识海之中。幻境中，正被心魔折磨的神魂欲裂的胡千妹突然感觉到一股温暖纯净的力量涌入，那股力量一出现，狰狞的心魔就发出一声尖笑，随即烟消云散。胡千妹猛地睁开眼，大口喘息，后背的衣衫已被冷汗浸湿。她心头震动，扫视全场，试图找出那股力量的来源，却一无所获。
那感觉太奇怪了，是血脉深处最渴望的归宿，让他本能的想要亲近。他顺利过关了。焦三便看到这一幕，满脸不解与不甘，捏碎了手中的酒杯。洛安则收回了手，胡千妹的神魂深处已经被他种下了一颗混沌的种子，对那股混沌之力，他已然产生了本能的渴望。夫君，你刚出手帮他了。苏九凑过来，小鼻子皱了皱，语气酸溜溜的：“你是不是真要收了那只狐狸精了？”胡说。洛安一脸正气：“我这是一日行一善，积德行善。”苏九被他这番歪理说的一愣，随即掐了他一把：“歪理？我看你就是缠人家的尾巴。”水月在旁边笑得花枝乱颤，看向洛安的目光里满是赞许与了然。自家夫君这脸皮厚度，配上他那深不可测的实力，当真是天下女子的克星。随着最后一轮比试临近，广场的气氛愈发紧张。黄金狮皇再次开口，声音传遍全场：“最后一轮，稍后公布。”他顿了顿，金色的兽瞳扫过焦三遍，又看了一眼胡千妹。此战不经生死。话音落下，一股肃杀之气弥漫开来。焦三便站起身，扭了扭脖子，骨骼发出爆响。他舔了舔嘴唇，冲着胡千妹的方向喊道：“胡千妹，本太子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过来，跪在本太子面前，宣誓效忠于我，成为我的女人，我便让你青丘苟延残喘。否则，等下一轮，我不仅要当着所有妖族的面拔光你那9条尾巴，我还要将你炼成鼎炉，让我的3000护卫挨个品尝品尝9尾天狐的滋味。”他后面的话语越来越污秽，不堪入耳。胡千妹娇躯剧颤，一张俏脸血色尽退，那双清冷的眸子里流露出一丝绝望。青丘席位上，所有狐族都气得浑身发抖，却无一敢出声。黑水蛟龙族势大滔天，他们得罪不起。胡千妹的脸色一片惨白，她心里清楚自己与焦三变的实力差距太大，最后一轮毫无胜算。可若是不去，青丘一族将彻底沦为东荒的笑柄，再无立足之地。比试暂时告一段落，青丘一族靠着胡千妹在第2关的惊险通过，勉强保住了颜面。回到下榻的9层玉楼，气氛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夫君，这地方闻起来一股子骚味。苏九跟在洛安身后，两人如同散步，悠然地走进了9层玉楼的大门。门外2名狐族守卫正欲交叉长戟阻拦，他们的动作却诡异地停在了半空，脸上的警惕与厉色还未完全展现，眼神便已陷入一片茫然，一动不动。洛安的归墟领域在周身1丈范围内悄然展开，抹去了一切敌意与法则波动。大殿内，青丘族长一个须发皆白的老狐狸背着手在大殿内焦躁地来回踱步，最后长叹了口气：“妹儿，你也看到了我族的处境，与蛟龙族联姻，实在是无奈之举啊。”胡千妹垂着眼帘，长长的睫毛遮住了眸中的情绪。她立在殿中，像一朵即将被风雨摧残的白莲，孤立无援。角落的阴影里，洛安嗑着瓜子，将最后一粒瓜子仁送进嘴里，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他对身边的苏九努了努嘴：“九儿，走了，为夫带你去拜访一下你未来的邻居。”“呸！谁要跟他做邻居？”苏九儿嘴上不满，却还是扭动着腰肢跟了上去，还挺了挺胸脯，彰显着雄厚的资本。就在此时，一名长老面如死灰的从外面冲了进来：“族长，圣女，第3轮比试的规则公布了。”说。胡千妹的声音带着颤抖：“进入古妖遗迹，取回妖皇始祖当年留下的信物。”听到这个规则，所有青丘族人脸上都失去了血色。那名须发皆白的老族长身体猛地一僵，浑浊的老眼中光芒迅速暗淡，最后化作一片死寂。完了，他喃喃自语，声音沙哑：“天要亡我青丘啊！这哪里是比试，这分明就是一场针对他们青丘一族的阳谋，一个逼他们就范的死局。”古妖遗迹对所有妖族都有着血脉压制，唯独对拥有真龙血脉的分支影响最小。黑水蛟龙一族正是其中之一族长。我们怎么办啊？难道真要看着圣女去送死吗？哀求声此起彼伏，敲打着胡千妹最后的坚强。老族长猛地转身，双眼通红，冲上前一把抓住胡千妹的手臂：“妹儿！”他状若疯魔的咆哮：“答应焦三变，现在就去，用你的清白去换我全族上下的活路，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了。去啊！”胡千妹被这股巨力抓得生疼，更痛的是心。她被族人的哀求和族长的逼迫包围，娇躯剧颤，那张清冷的俏脸流露出无助感。就在这绝望的顶点，一个声音云淡风轻地压过了所有的嘈杂：“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天还没塌呢！”这突兀的声音让整个大殿的喧哗为之一静。所有狐族骇然回头，这才发现不知何时大殿中央竟多出了一对男女。男的一身布衣，面带微笑，正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殿内的梁柱，女的则是一身火红劲装，妖娆魅惑，
正斜靠在主位的椅子上，用涂着丹蔻的指甲踢着缝隙，轻蔑地扫视着他们。什么人，胆敢擅闯我青丘禁地？一名长老色厉内荏地喝道。洛安却恍若未闻，他背着手踱步回来，停在了被族长死死抓住、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的胡千妹面前。他的视线从他脸上扫过他紧绷的脖颈，最后落在了他微微颤抖的红唇上。狐狸小姐，你们青丘血脉中的噬魂之咒，想必不好受吧？洛安的声音像一道惊雷，炸响在场每个青丘族人的灵魂深处。噬魂之咒，这是青丘一族最高的核心机密，是他们传承万古的梦魇。他怎么会知道？胡千妹猛地抬头，那双勾魂的美眸中满是骇然，连哭泣都忘记了。怎么可能？这个人是谁？他眼中为何没有贪欲？又为何这声音让他血脉深处传来莫名的悸动？洛安没给他思考的时间，嘴角的笑意变得意味深长。他伸出一根手指，在他面前轻轻摇了摇。每逢月圆之夜，神魂便如万蚁啃噬，灵力倒灌，修为越高，痛苦越甚，对吗？胡千妹的呼吸一滞，身体不受控制地后退了半步，撞在了早已呆若木鸡的族长身上。洛安上前一步，淡淡的男子气息扑面而来，让胡千妹心神更乱。尤其是你，圣女殿下，你那条最引以为傲的第9条尾巴，每到深夜都会产生无法忍受的幻痛，让你想亲手把它扯下来，对吗？这句话彻底撕下了胡千妹所有的伪装。她娇躯巨颤，那张本就苍白的俏脸瞬间涨起一层血色，从脸颊一直蔓延到雪白的耳根。她感到身后一紧，那藏于虚空的9条尾巴仿佛被此人看得一清二楚，连那最私密的痛楚都被他拿在掌心肆意把玩。洛安缓缓俯身，凑到他的耳边。苏九见状，立刻从椅子上蹿起，快步走到洛安身边，伸出玉臂，占有性地抱紧了他的另一只胳膊，鼓着腮帮子瞪着胡千妹。洛安的气息吹拂在胡千妹的耳廓上。小狐狸，想活命吗？想让你青丘一族摆脱这枯骨之躯一样的诅咒吗？胡千妹的呼吸停滞了，她抬起头，迎上了那双近在咫尺却又深不见底的眼眸。洛安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笑容里带着温柔。很简单，他的声音轻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宣告，拿你的身体来换，从你的9条尾巴到你的神魂，从你的现在到你的未来，你的一切都归我，然后我给你一个新的活法。洛安的声音落在大殿，每个狐族都心头一紧。狂徒，你算什么东西，竟敢在此信口雌黄？一个脾气火爆的狐族长老站起，腰力激荡，指着洛安的鼻子呵斥，我青丘万古秘辛，岂容你这人族编排？来人，将这对擅闯的狗男女给我就地格杀！他话音未落，一名元婴初期的卫士长身形一晃，便已栖至洛安身后，骨毛直刺后心。那毛尖在距离洛安后背仅有3寸的地方停滞了。卫士长脸上的狰狞还未散去，身体就僵在半空。他发觉自己连同兵器都被禁锢，动弹不得，连妖力都凝固了。归墟领域早已覆盖了整个大殿。你看，洛安这才抬起头，看向那个满脸骇然的长老。天塌下来总得有个高个子顶着，但你们这些连天有多高都不知道的，连叫唤的资格都没有。他屈指一弹，砰！那名元婴卫士长连同他的骨毛在半空中化作光点飘散开去。大殿内落针可闻，所有狐族都感到胸口发闷，几个年轻的族人甚至腿软的站不稳。老族长脸上血色尽退，嘴唇哆嗦，颤抖地指着洛安：你到底想怎么样？老族长声音发干：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洛安松开苏九儿的头发，踱步到胡千妹面前，那股无形的压力也随之移开。他看着这个咬着下唇浑身发抖却还强撑着仪态的女子，很简单，我帮你解决所有麻烦，从你的血脉诅咒到外面那只泥鳅，再到什么古妖遗迹，我全包了。他停顿一下，伸出一根手指，无视胡千妹的闪躲，挑起她光洁的下巴，强迫她抬头。而你，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胡千妹的身体绷紧，屈辱与愤怒交织，血脉深处却又传来那股悸动与渴望。她闭上眼，一滴泪珠从眼角滑落。好，我答应你。夜深，胡千妹按照约定独自来到非洲所在的密林。她换下了圣女白衣，穿了件素雅的青色长裙，一头银发披散在肩上。非洲舱门打开，水月真人斜倚在门边，手上把玩着一方绣帕，朝她妩媚一笑：哟，妹妹可算来了，我们家夫君可是等的花儿都快谢了呢。苏九从里面探出个脑袋，上下打量着胡千妹，撇了撇嘴：磨磨蹭蹭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去上刑场呢。你可记住了，我家夫君手法好得很，保证不疼，就是有点累人，你可得挺住了，别半路就哭着求饶。胡千妹何曾听过这般话语，一张俏脸涨得通红，手指攥紧衣袖，僵在原地。
洛安从舱内走出来，对两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女人挥挥手：“行了，你们两个在外面看着，别让什么不长眼的苍蝇飞进来。”他领着步履沉重的胡千妹走进了最里面的静室。静室内陈设简单，只有一张暖玉床，散发着柔光。坐。洛安指了指玉床。胡千妹身体一颤，没有动。你们青丘的噬魂之咒，根源是远古血脉的断层与污染，驳杂不纯。洛安自顾自地坐下，语气平淡：想根治，就要返本归元，用最纯粹的本源之力，为你洗炼血脉，重塑道基。这个过程不能有任何外物阻隔。他看向他，我的力量会引导你，褪去凡尘的束缚。你只需放空心神，接纳便可。当然，你若抗拒，只会让你神魂撕裂，痛苦百倍。你无耻！胡千妹终于反应过来，又羞又怒。这是治疗，不是交易。洛安一脸坦然，在我这里，你只是一具蕴含着残缺法则的道体。信我，则生；不信，则万劫不复。说完，他不再言语，只是抬起手，一缕精纯的混沌气自他掌心溢出，飘向胡千妹。那缕气息触碰到她青色长裙的刹那，衣物便化作点点灵光散去，显露出她曼妙的身段。胡千妹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双手护在身前，却已无济于事。她看着洛安那副理所当然的模样，气得咬紧了嘴唇。洛安没再给她反应的时间，身形一晃便来到她身后，将她拦腰抱起，放在了玉床之上。他伸出一指，点在胡千妹的眉心，混沌本源之力涌入她的识海。胡千妹发出一声闷哼，神魂被一股暖流包裹，那困扰了她无数个日夜的刺痛正在被迅速抚平。紧接着，洛安宽厚的手掌贴上了她的小外，混沌之力奔涌而出，灌入她的身体，直冲血脉最深处的诅咒源头。啊！胡千妹再也忍不住，一声娇媚的吟哦从口中溢出，带着痛楚，却又夹杂着畅快。她感觉自己的血脉被点燃，那盘踞在血脉中的诅咒，在这混沌之力面前快速消融。嗡！他身后那隐藏的9条毛茸茸的狐尾不受控制的实体化，在空中摇曳。放松，守住心神，别抗拒，去渴望。洛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胡千妹已经无法思考，只能本能地跟随着洛安的引导。静室内的温度渐高，她的身体从僵硬抗拒变得柔软滚烫。她的意识在沉沦，身体却在渴望，肌肤泛起一层粉霞，9条狐尾无意识地舒展开来，一条条缠上了洛安的身体，将二人紧紧包裹。与此同时，非洲的另一间静室内，瑶光正抱着熟睡的洛长生，他睁开了眼。通过共享感知，他看到了另一间静室内发生的一切。他能感觉到全新的妖族血脉之力正在被洛安的混沌道体吞噬后融入他的本源之中。怀里的洛长生似乎也有所感应，皱了皱小鼻子，在睡梦中翻了个身，小手抓住了瑶光的一缕长发。瑶光低头轻轻抚摸着儿子的背。血脉尚可，对夫君的混沌道体是绝佳的养料。如此，长生的未来便又多了一重助力。他非但没有醋意，反而以一种上位者的姿态审视着这一切。随即，他一缕精纯的太阴仙力顺着那玄妙的感知链接渡了过去。正在与胡千妹神魂交融的洛安察觉到来自瑶光的问候，不禁失笑。自己这位女帝老婆还真是不忘宣示主权。而正在承受混沌之力洗礼的胡千妹突然感觉到一道高贵的仙灵之力，在那道力量面前，她引以为傲的9尾天狐血脉竟本能地颤抖起来。定，与青丘圣女胡千妹结合，成功根治其血脉诅咒。奖励1，宿主修为灌顶，提升至元婴。奖励2，混沌道体解锁星天赋灵魂魅惑与妖族亲和力。奖励3，家族光环血脉共鸣效果提升。家族成员在一定范围内，力量叠加 20%。不知过了多久，当一缕晨曦照入静室，一切才归于平息。胡千妹在一阵酥麻感中睁开眼，眸中水汽未散，清冷进去。至于风情体内的血脉圆融无缺，神魂之力前所未有的凝实，那困扰了青丘一族万年的噬魂之咒，在他这被彻底根除。他动了动身体，一阵酸软感袭来，让他忍不住发出一声嘤咛。这才发现自己正趴在一个坚实的胸膛上，身上寸缕不着，而那个男人的手还放在自己尾巴的根部，轻轻揉捏着。所有记忆涌回脑海，胡千妹的脸颊红得发烫。她猛地坐起，拉过颈背裹住自己。她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也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洛安打了个哈欠，坐起身，露出线条分明的上身。圣女殿下，感觉疗效如何？他看着胡千妹那又羞又恼，眼角眉梢却带着妩媚的模样，笑容更浓了。看你这精神焕发，血脉归元的样子，想必是要到病除了。他凑近了一些，在他耳边低语，要不要再来一个疗程，巩固一下。当胡千妹回到9层玉楼时，整个青丘族的鸦雀无声。守在门口的长老最先看到他，
刚要开口质问他为何彻夜不归，话语却死死哽在喉咙。眼前的圣女依旧是那张清丽绝伦的脸，可身上那股挥之不去的忧虑与疲惫已荡然无存，换来的是一种纯净的血脉气息。她的境界不再是金丹圆满，而是跳过元婴，直接化神。整个东荒妖族明面上的最强者黄金狮皇，亦不过是化神中期。这股源自血脉最深处的威压，让在场的每一个狐族都感到腰立战栗。那是下位者面对上位血脉时铭刻在灵魂中的臣服。妹儿，你的修为！老族长从殿内踉跄奔出，手指颤抖地指着胡千妹，一双老眼瞪得滚圆。胡千妹的身体微微绷紧，双腿下意识并拢收紧，身体似乎还残留着一丝异样的酸软感，让她站姿有些微妙。她没有答话，身后光华闪动，9条狐尾实体化舒展开来，每一根尾巴上的毛发都流淌着月华，再无半分驳杂晦暗。扑通扑通，玉楼内外所有青丘族人全都双膝一软跪在地上。天佑我青丘，天佑我青丘啊！老族长泪流满面，对着胡千妹的方向重重磕下头去，老泪纵横。片刻后，玉楼大殿，洛安坐在主位上，苏九腻歪地挂在他身上，将一颗灵果送到他嘴边。青丘老族长领着一众长老，将一箱箱流光溢彩的奇珍异宝摆在洛安面前。上仙，这是我族万年积攒的一点薄礼，不成敬意，还请上仙笑纳。有心了。洛安点点头，看都没看那些宝物。苏九扫过殿内那些双颊绯红、含情脉脉，恨不得把眼珠子粘在洛安身上的年轻狐女。他轻哼一声，故意扭头对洛安娇声埋怨：夫君，你闻闻你这身衣服，都沾上别的狐狸骚味了。蓝纹死了妾身，给你换一件，省得别人还以为咱们家亏待了救世主呢。他不由分说，从储物戒里翻出一件金光灿烂的华贵长袍，往洛安身上套。这件多气派，这才配得上您救世主的身份吗？看着洛安一身暴发户般的打扮，青丘众人眼角齐齐抽动，却没人敢表露半分不满，反而觉得这才是强者该有的气度。同一时间，万妖城中心黄金狮子宫殿，端坐于白骨王座的黄金狮皇，金色的兽瞳里闪动着凝重。皇，您在担忧什么？身旁的狮族亲卫低声询问。城中有一股力量一闪即逝，黄金狮皇的声音厚重如山岳，那股气息让本皇的皇者血脉都感到了压制，甚至被吞噬的恐惧。去查第3轮比试，本皇不希望有任何意外。是。白骨广场，万妖争霸最后一轮即将开始。胡千妹一袭白衣，飘然走上高台。全场先是一片寂静，随即爆发出惊天哗然。那是青丘圣女，她的气息怎么会如此纯粹？化神境，她居然一夜之间突破到了化神境。焦三变脸上的笑容凝固，胡千妹的身影在她瞳孔中急剧放大，那股纯净高贵的血脉威压，让她体内的蛟龙血脉都在战栗。极度的火焰在她心中燃起，可下1秒就被浇灭。她不是傻子，一夜之间从金丹到化神，这背后必然站着一个她连仰望资格都没有的恐怖存在。她脸上的狰狞迅速消退，换上一种谦卑到骨子里的苦笑。在全场所有妖族的注视下，焦三便对着胡千妹的方向弯下了腰。恭喜圣女殿下修为大进，得此天大机缘。是三便有眼不识泰山，之前多有得罪，还望圣女海涵。这万妖古域的掌控权，我黑水玄蛇一族心服口服，自当拱手相让。这番话让所有妖族都炸开了锅。焦三便心中却在咆哮：贱人，你等着，让你先得意一时，等进了万妖古域，那里隔绝内外，我看你背后的高人还怎么帮你。到时候我要把你这的灵魂抽出来，让你亲眼看着我是如何把你玩弄成最卑贱的玩物。第3轮开启，入万妖古域，寻回始祖信物万妖之心，实现3个时辰，出发。广场地面裂开，一座幽深的地下入口显现，古老苍茫的妖气扑面而来，所有参赛者鱼贯而入。一进入古域，几乎所有妖族都身体一沉，血脉被压制，步履维艰。唯独胡千妹如鱼得水，她非但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反而觉得此地的气息无比亲切。她身上被净化过的9尾天狐血脉与古域共鸣，每走一步都有无形的力量在托举她。古域边缘的虚空中，洛安一家子正悬浮在一片混沌气团上，面前的法术光幕映照出古域内的景象。哼，瞧他那得意的样子，要不是夫君你昨晚辛辛苦苦的给他疏通，他现在还在地上爬呢。苏九酸溜溜的抱怨，抱着洛安的胳膊不肯松手。水月真人掩嘴轻笑：九儿妹妹，话不能这么说，你看夫君多厉害啊，一晚上就让咱们家多了一位化神境的战力，这笔买卖划算的很呢。他话音刚落，苏九就不干了：
抱着洛安胳膊的手臂立刻加重了力道，掐得他直咧嘴。哼，什么划算？夫君你就是个偏心眼的大猪蹄子。那狐狸精才来多久，你就把人家喂成了化神？我和水月姐姐跟了你这么久，现在还都卡在元婴呢，不公平！我也要化神。水月非但没有劝解，反而在洛安耳边吹了口气，悠悠说道：“九儿妹妹说的对呢，夫君，雨露均沾才是好园丁呀，你可不能厚此薄彼，只浇灌新来的小狐狸，把我们这2朵娇花给冷落了。妾身这片灵田也等着夫君你来好。好，耕耘一番，助我突破呢。”洛安搂住2个活宝，我这是为了家族血脉的多元化发展进行的一次深入的战略布局，是伟大的事业。古域深处，胡千妹在一座残破祭坛前停下脚步，祭坛中央悬浮着一道由无数血色符文构成的封印，她能感觉到万妖之心就在封印之后。她尝试催动妖力，却发觉自己的力量一靠近封印，便消弭于无形。她虽已是化神，但底蕴尚浅，无法破解这道古老的血脉封印。就在她一筹莫展之际，嗡！她眉心处那枚洛安留下的混沌印记微微发热，一股让她身体产生一阵酥麻的力量悄然注入她的血脉。胡千妹浑身一震，再次抬手，一道纯白色的九尾狐虚影在她身后浮现，对着那血色封印发出一声咆哮。咔嚓，血色封印应声碎裂。成功了！胡千妹自己都愣住了，刚才那一击的力量远超自己的极限。她下意识抬头望向古域之外的天空，仿佛能看见那总是挂着坏笑的男人，那张脸上此刻是否也带着一丝赞许。眼看胡千妹就要取得信物，尾随而来的焦三变双目赤红。胡千妹，你休想！焦三变从怀中掏出一个漆黑的布满诡异魔纹的金属心脏，一口咬破舌尖，将精血喷了上去。以我蛟龙之血为祭，魔心开！那金属心脏猛地跳动，一股混乱、邪恶、充满污染性的力量轰然爆发，无数腥臭的黑色触手从心脏中喷涌而出，席卷了整个古域。跟在后方的几个妖族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身体就被黑色触手洞穿，被魔气污染，化作一滩滩脓血。古域内的法则开始紊乱，血脉威压变得狂暴。不好！洛安眉头一皱，这股力量竟在侵蚀胡千妹身上的混沌印记，试图污染。这下归墟领域不干了，根本无需洛安主动，为了保护自己的烙印，以胡千妹为中心，一片绝对的无知领域强行向外扩散开来。那片空间，时间仿佛静止了，所有的狂暴能量，所有的混乱法则，所有腥臭的黑色触手，在触及领域的刹那直接被抹除了。万妖城上空，黄金狮皇猛地从王座上站起，兽瞳中爆发出从未有过的惊骇。他盯着下方古域的方向，浑身的金色毛发根根倒竖，如同见到了天地间最恐怖的事物。那不是血脉之力，那是什么？黄金狮皇的声音带着颤抖，对着天空发出了嘶吼。古域之内，法则化作风暴，空间布满裂痕。焦三变的面容极度扭曲，他高举着黑色金属心脏，无数黑色触手从中喷涌。哈哈哈哈！胡千妹，就算你背后有高人又如何？这堕天魔心一旦激活，整片古域都会被污染成魔土，在本太子的杰作里化为脓水吧。黑色触手席卷开来，瞬间缠住逃之不及的狼族少主巴图。巴图的身体如同被吹气的皮球，急剧膨胀，皮肤上浮现无数跳动的脓包，然后砰的一声炸成一团脓血。古域之外的混沌气团中，光幕前的苏九和水月也变了脸色。夫君，这玩意儿有点邪门。水月秀眉微蹙，娇躯下意识地向洛安靠了靠，一层水幕护盾在他们周围张开，力量层次不高，但污染性极强，沾上一点恐怕元婴都要被化掉。哼，那焦三变就是个银样蜡枪头，打不过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苏九气得鼓起了腮帮子，抓着洛安的胳膊摇晃。夫君，那只笨狐狸快撑不住了，你再不出手，还没捂热的毛茸茸可就要没了。正如他所言，光幕中的胡千妹俏脸惨白如纸，她催动全身妖力，9条银光闪烁的狐尾交织成一道纯白护盾，却也在黑色触手的冲击下光芒暗淡，摇摇欲坠。这片天地的规则正在崩溃，她的初入化神境的修为在这场灾难面前显得极为渺小，绝望从心底攀升，淹没了最后一丝希望。就在她快要支撑不住，准备燃烧神魂做最后一搏时，一个熟悉的身影突兀地出现在她身前。洛安。他一出现，整个狂暴的世界安静了，狂风停了，能量停止了流动。那些乱舞的黑色触手在靠近洛安周身3尺的范围时，前端开始诡异的化为透明，无声无息的湮灭。狂暴的能量被抚平，混乱的法则被镇压。以洛安为中心，一个看不见却能让万物归于虚无的领域，已然覆盖了整个古域核心。归墟，不，
这不可能，这是什么力量？焦三变脸上的疯狂被惊恐取代，他尖叫着，发觉自己体内的妖力正在不受控制的溃散。他想逃，身体却像是被冻结在万年玄冰里，连动一根手指都成了奢望。洛安抬起另一只手，对着焦三变的方向，随意的凌空一握，一只由混沌气构成的灰色手掌凭空出现。那手掌无视了空间，直接抓住焦三变和他手中的堕天魔心。在焦三变惊恐中，他魔化的蛟龙之躯和那颗邪恶心脏从边缘开始一寸寸的被抹除。他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被从这个世界上剥离，那种归于虚无的恐惧让他神魂欲裂。就在堕天魔心消散的刹那，洛安眉头微动，从中捕捉到了一缕标记性的精神烙印血脉猎手。混沌之手将所有能量吸收殆尽，仿佛焦三变这个人连同他存在过的痕迹都从未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胡千妹被洛安宽厚的后背护着，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前一晚还在自己身上留下无数印记，说着羞人荤话的男人，随意就能抹去防极为强悍的蛟龙一族。他到底是调戏自己的登徒子，还是眼前这位言出法随、执掌生死的无上神明？昨夜那令人面红耳赤的记忆与眼前的身影疯狂交织，让他的大脑一片空白，身体轻轻颤抖。万妖城黄金狮子宫殿，黄金狮皇金光一闪，化成人形，他从白骨王座上站起，兽瞳中满是骇然。他感应到古域内凌驾于一切法则之上的归虚之力，那是存在对虚无的绝对支配，是造物主在擦除一切的手段。皇亲卫不解地看着自家皇者，扑通，黄金狮皇巨大身躯竟然直接跪伏在地，五体投地，朝着古域的方向深深叩首，对着天空无嘶吼。那是无，是万物的终点，是连天道都要退避的禁忌。古域内，洛安处理完焦三变，那只混沌之手也随之消散。他转过身，看着依旧处于失神状态的胡千妹，伸手在她绷得浑圆挺翘的臀上拍了一下，啪！清脆的响声让胡千妹身体猛地一颤，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喘，瞬间回过神来。一股热流从被拍打处涌遍全身，脸上腾起一片醉人的红霞，从脸颊一直蔓延到雪白的耳根。想什么呢，小狐狸？有夫君在，天塌不下来。洛安的语气又恢复了懒散的温柔，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他从破碎的祭坛中拿起还在发光的信物，塞进胡千妹的手中。诺，你的东西拿好了，回去可以跟你族人炫耀了。胡千妹捧着那颗温热的万妖之心，指尖都在颤抖。她抬头看着洛安那张笑脸，心中翻江倒海，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能用一种混杂着敬畏、感激、羞涩与依恋的复杂眼神看着他。青丘玉楼，当胡千妹带着万妖之心走出古域时，老族长带着所有青丘族人早已虔诚地跪在入口处。青丘全族叩谢上仙救世之恩。老族长高举着一枚古朴的令牌，那是万妖古域的控制权凭证。我青丘愿将万妖古域控制权献给上仙，从此我青丘一族愿为上仙世代奴仆，听候差遣。他顿了顿，又看了一眼身旁垂首不语、脸颊绯红的胡千妹，用尽全身力气补充了一句：妹儿能侍奉上仙，是他三生修来的福分。青丘的血脉从今日起一直属于上仙一人，还请上仙不要嫌弃。苏九和水月一左一右的靠着洛安，他打了个哈欠。古玉什么的太麻烦，我没兴趣。他看了看满脸娇羞不敢与他对视的胡千妹，不过嘛，洛安的笑容变得意味深长。这只小狐狸我倒是笑纳了。万妖大会草草结束，成了一场闹剧。黑水蛟龙一族因为堕天魔心的事被震怒的黄金狮皇和黑狼族联手问责，下场凄惨，自是后话。洛安带着他的新战利品登上了返回的非洲。非洲之上，他看了一眼身旁故作镇定、尾巴间却在颤抖的胡千妹，又瞥了一眼旁边眼神不善、一个满脸写着你敢冷落老娘试试的苏九，和另一个笑意盈盈，仿佛在说夫君可要一碗水端平瓯的水月。洛安咧嘴一笑，用只有他们几人能听到的声音低语道：今晚或许可以同时研究一下混沌道体、天命神体、先天水灵体、魅魔体和九尾天狐形态，究竟哪一种组合才能让本夫君感受到一丝丝的压力呢？非洲穿行在云海之上，舱内气氛和谐中透着一丝古怪。胡千妹换了深素雅的青裙，端坐着，双手紧张地放在膝上。她时不时偷偷瞟一眼那闭目养神的男人，心头乱跳。自己现在就像一只误入狼窝的小狐狸，还是那种从里到外连敏感点都被人摸透了的。妹妹别这么拘谨，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阵香风袭来，苏九自来熟地挽住胡千妹的胳膊，火辣的身段紧紧挨着她，双眼在她胸口扫来扫去，再看看自己的，充满了骄傲。快跟姐姐说说，夫君那独门疗法感觉怎么样？是不是通体舒畅，
连魂儿都快飞出来了。胡千妹的脸颊疼得一下红透，昨夜那颠鸾倒凤的记忆涌上心头，让她双腿下意识地夹紧。九儿，别吓着新妹妹。水月真人摇曳着丰腴的身姿走来，掩嘴轻笑，眼波流转。他坐在另一边，柔声对胡千妹说道：妹儿妹妹，你别听他瞎说。不过啊，咱们这个家夫君虽然疼人，可这后院的花这么多，谁开的最眼，还得看各自的本事。他意有所指地瞟了苏九儿一眼，又对胡千妹眨眨眼。以后有什么不懂的，随时可以来问姐姐，姐姐保证倾囊相授，让你早日摸清咱们夫君的。一句话让胡千妹的脸颊快要滴出血来，苏九儿则是不屑地轻哼一声。洛安依旧闭着眼，嘴角却微微上扬。他享受这种吵闹，这才是家的感觉。就在此时，一道清冷平淡的声音在三女的脑海中同时响起：你们三人都来主进室。是瑶光。苏九儿和水月对视一眼，立刻收敛了所有的小心思，脸上挂上了乖巧的笑容。进室内，瑶光抱着熟睡的骆长生，仙姿玉貌，气质清朗。他只是静静坐在那，却刚刚还在争奇斗艳的水月和苏九二人都安分了下来。他的视线扫过三人，最后在胡千妹身上停顿了一瞬。骆家的根基在于夫君，夫君的强大系于家族的和谐与繁盛，你们任何一人都是夫君力量的一部分，内斗只会削弱他。他顿了顿，语气柔和了些许。往后我们皆是姐妹，互相扶持，一致对外，方是正途。一番话算是正式接纳了胡千妹。水月和苏九齐声应是，胡千妹也连忙起身行礼，心中对这位气度非凡的正宫夫人愈发敬佩。夜深，洛安推开胡千妹的房门，她正坐在梳妆台前对着镜子发呆。听到动静，她娇躯一颤，从镜中看到那个让她又怕又念的身影，心跳霎时乱了节奏。夫君，她轻声唤道，声音细若蚊蚋。在想什么？洛安走到她身后，双手搭在她的香肩上，从镜中看着她那张宜喜宜嗔的俏脸。我在想，这一切太不真实了。胡千妹垂下眼帘，长长的睫毛不住地颤抖。诅咒被解了，而我也成了夫君的人，这不是吗？洛安俯身在她耳边低语，温热的气息吹得她耳根泛红。以后你和你的族人都不必再担惊受怕。他打横将她抱起，走向那张柔软的玉床。现在是时候进行第二个疗程了，我得检查一下昨晚的成果，看看你有没有进步。胡千妹发出一声惊呼，被轻轻放在床上，她下意识地抓紧了身下的颈背，心中小鹿乱撞。当那股熟悉又霸道的混沌本体涌入，胡千妹所有的矜持都在瞬间被击溃。昨夜的被动已化作今夜的主动，她明白了什么叫食髓知味，什么叫乐在其中。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圣女，而是一个只想榨干夫君的狐狸精。她身后那9条毛茸茸的狐尾舒展开来，缠上了洛安的身体，有的轻抚着他的后背，有的缠住了他的腰，最调皮的一条探到他面前，用柔软的尾巴尖轻轻搔刮着他的下巴。静室内的温度节节攀升，止于下让人面红耳赤的喘息。他感觉到自己的体内被洛安种下一颗种子。定，与道侣胡千妹进行双修，其9尾天湖血脉与宿主混沌道体完美交融，宿主修为提升，进入元婴中期。胡千妹浑身泛着诱人的光泽，趴在洛安坚实的胸膛上。她彻底放下了心中所有的芥蒂，用脸颊蹭了蹭洛安的胸口，声音带着满足。从今往后，妹儿就是夫君一个人的小狐狸了，你可得好好善待人家。与此同时，遥远的北原魔窟深处，一座由骸骨与黑曜石铸成的神殿中，王座上一个身影猛地睁开了猩红的双眼，他的面前一颗布满裂纹的黑色金属心脏彻底化为齑粉。堕天魔心被抹除了，什么力量竟直接抹去了我的烙印，还有那9尾天狐的血脉诅咒也被净化了。我用来窥探上古妖族血脉奥秘的试验品就这么毁了。血图、鬼影这2个废物至今都没有消息，看来是凶多吉少了。究竟是谁在坏我好事？看来得本座亲自走一趟鸿蒙圣地了。愤怒的咆哮在神殿中回荡。非洲经过数日的航行，终于回到了中原。洛安感受着体内元婴中期圆融的力量，心中已有决断。如今家族成员渐多，是时候好好巩固一番，建立自己的势力。非洲缓缓降落在鸿蒙圣地，柳若曦、韩凌霜和颜如月，此刻正在院子里聊着天。哇，师父、夫君哥哥，你们终于回来了。咦，还带了2位新姐姐。元气满满的颜如月第一个飞奔过来，打量着苏九和胡千妹。夫君，你回来了。柳若曦还是温柔婉约，白衣胜雪，带着欣喜的笑意迎上前来。一旁的韩凌霜也微微颔首，清冷的脸庞上难得的带上了一丝暖意。苏九刚刚还在跟胡千妹炫耀自己在洛家的地位，
此刻见到三女，立刻挺了挺自己傲人的胸脯，准备给这些旧人一个下马威。可当他的视线落在柳若曦身上时，脸上的得意笑容僵住了。他的视线不受控制的被那天下第一峰所吸引，那袭看似保守的白衣，非但没能遮掩分毫，反而将其衬托得愈发雄伟壮观。行走之间，那惊人的饱满仿佛随时都会撑破衣物。苏九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滞了，他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自己引以为傲的资本，再抬头看了看柳若曦那能将人闷到窒息的宏伟，一股挫败感在他的心头升起，输了输得体无完肤。他猛地拽住洛安的袖子，瞪大了那双勾人的桃花眼，压低声音带着哭腔嚷嚷道：夫君，你老实交代，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奶牛精？这还让不让别的女人活了？苏九的惊呼在山门前回荡，柳若曦被这突如其来的称呼喊得一愣，雪白的脸颊上迅速飞起一抹红晕，她反而下意识地挺直了腰背，这个不经意的动作让那身素雅的白裙绷紧到了极致。夫君，苏九不干了，抱着洛安的胳膊使劲摇晃，你快老实交代，从哪儿找来这么个犯规的姐姐？这还让不让别的姐妹活了？他本想再喊奶牛精，可话到嘴边又觉得这词根本不足以形容眼前的波澜壮阔。他低头瞅瞅自己引以为傲的资本，再看看对方那几乎能当枕头的雄伟规模，一股挫败感冲上心头，输了，在天赋上输得一塌糊涂。洛安被他摇得哭笑不得，反手捏了捏他的脸蛋，坏笑道：怎么，我们家的小野猫也有知道怕的时候？这叫天外有天，以后你就知道，为夫的后院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没等苏九反驳，一道鹅黄身影冲了过来，颜如月一把抱住洛安的另一条胳膊，大眼睛在苏九和他身后拘谨的胡千妹身上来回巡视。他眨眨眼，得意地挺了挺自己已经微微隆起的小腹，小脸上写满了骄傲。喂，新来的，按照规矩，你们俩都得喊我一声姐姐。洛安这时才注意到，不只是活泼的颜如月，就连温柔婉约的柳若曦和一旁默不作声走来的韩凌霜都挺了个大肚子。三女的修为都稳稳踏入了金丹后期，身上更是多了一层母性光辉。好家伙，三喜临门！胡千妹站在一旁，看见这阵仗，哪里还有半分清秋圣女的清冷孤傲？她心头狂跳，目光从三位姐姐隆起的小腹上扫过。她看见苏九还在为身材赌气，看见颜如月得意的炫耀肚子，而柳若曦只是温柔的微笑。她瞬间明白了，这个家族核心的是什么？在这里，修为、地位、法宝，或许连自己的化神境的修为都不能让夫君满意，让他开枝散叶，这才是最大的功劳，是真正的立身之本。他连忙收敛心神，迈着莲步上前，对着柳若曦三女盈盈一拜，姿态放得极低。千妹见过三位姐姐，恭喜姐姐们身怀灵儿，以后还请姐姐们多多关照，若有差遣，千妹万死不辞。这番识趣又会说话的模样，让柳若曦和韩凌霜都露出了善意的微笑，就连苏九都看愣了，随即撇撇嘴，心里嘀咕一句：哼，不愧是狐狸精，就是会说话。哎呀，长生都这么大了。颜如月没再理会新人，三两步跑到瑶光面前，从他怀里接过骆长生，在他粉嫩的脸蛋上用力亲了一口。小长生乖，快叫小娘，我肚子里的宝宝很快就能出来陪你玩了。骆长生咧嘴一笑，甜甜的喊了声三娘。他小手扒拉着颜如月的肚子，好奇的用脸颊蹭了蹭，似乎在感受那里面即将诞生的生命。瑶光嘴角轻扬，温柔地看着儿子和身边的姐妹。洛安看着眼前这幅热闹的景象，心头涌上一阵满足。左边是苏九火辣的身段和时不时的吃醋，右边是颜如月欢脱的笑声和韩凌霜清冷的守护。不远处是柳若曦如水般的温柔和胡千妹的机敏，还有瑶光，他心中永远的依靠和女帝。走吧。洛安拍了拍苏九的手，声音带着愉悦。他抬步向宗门内走去，身后一群风格迥异的女人们簇拥着他跟了上去。当晚的家宴是一场精彩纷呈的宫心计，苏九夹起一块烤得金黄流油的龙溪腿肉，要放进洛安碗里。夫君，这个大补，你白天辛苦，晚上更辛苦，可得好好补补腰子。话音未落，柳若曦用公筷将那块肉截住，换上一碗清香四溢的灵羹。夫君最近火气旺，不宜油腻，这碗静心凝神羹能稳固道基，夫君尝尝。颜如月则直接拉着洛安的袖子，让他讲东荒的冒险故事。胡千妹则展现出了惊人的眼力见，她谁也不帮，只是在最恰当的时候为众人添上灵茶，为瑶光递上温热的毛巾，甚至还包了一盘晶莹的葡萄送到小长生嘴边，让瑶光都对他多看了两眼。夜深，洛安推开韩凌霜的房门，他正盘膝坐在床上，身前悬浮着古朴长剑，小腹的隆起让他冰山般的气质里多了一丝柔和。他睁开眼，清冷的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来，为夫给你和咱们的宝宝
做专业的胎教。洛安笑着坐到他身边，韩凌霜身体一僵，侧身避开他伸来的手，惜字如金：我要练剑。大晚上练什么剑？练我不好吗？剑心不稳。他又补了一句，脸颊泛起红晕，腹中生命气息与我无情剑道相冲，我需静心。傻瓜，赌不如输，让为夫来帮你疏通疏通。洛安没再给他闪躲的机会，直接将他揽入怀中。韩凌霜的身体从僵硬变得柔软，无力地靠在洛安怀里，眸子中水雾升腾。就在这温存时刻，房门被粗暴推开，颜如月气鼓鼓地站在门口，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床上的叠在一起的两人。夫君哥哥，你偏心。他指着韩凌霜，又指了指自己那只是略微隆起的胸脯，带着哭腔喊：你是不是嫌我的小包子没姐姐们的大，不喜欢我了？你跑来给师姐肚子里的小冰块做胎教，都不给我的小蜜糖讲睡前故事。洛安被这小丫头理直气壮的捉奸姿态说得哭笑不得，连忙松开韩凌霜，过去将颜如月捞进怀里。胡说，为夫这不是先攻克最难的堡垒吗？他抱着颜如月回到床边，让她也靠在自己怀里，一手一个孕妇，然后压低声音：等我把这座冰山融化了，再去你那片蜜田里好好耕耘，保证让你从里到外都甜透了。遥远的神州中原，天机阁顶，一个遍布五域，以买卖情报、推演天机为生的中立组织。他们不参与争霸，但其发布的乾隆榜、天骄榜、角色榜等榜单能轻易搅动天下风云。一个仙风道骨的老者正对着星盘推演，他面前那块传承万年的龟甲咔嚓一声裂开一道缝隙，老者一口鲜血喷出，骇然地望着前方。怪哉怪哉，他看到的不是龙盘虎踞，而是一片深邃的混沌。那混沌如同一张巨口，将所有探寻的天机、命理、气运尽数吞噬。中原的气运为何如龙盘虎踞，却又被一片混沌包裹，连天道都无法窥其全貌？那片混沌的中心究竟是何方神圣？次日清晨，洛安推开房门，伸了个懒腰，通体舒泰。昨夜的辛勤耕耘，收获颇丰。房内，韩凌霜和颜如月几乎是同时起身。韩凌霜依旧清冷，默默地穿上衣裙，只是那白皙的耳根处残留着未褪的粉色。她腹中胎儿的气息比往日稳固了数倍，像是在回应父亲的强大。夫君哥哥，你就是个精力旺盛的大坏蛋。颜如月则没师姐那份矜持，她揉着发酸的腰肢，从后面扑到洛安背上，小脸埋在他脖颈间，含糊不清的抱怨：累死我了，你是不是想让我的宝宝提前在娘胎里练拳呀？洛安反手托住他的臀，拍了一下：瞎说，这叫混沌本源胎教法，从生命的源头就开始赢在起跑线上。你看你师姐不就领悟得很好？话音刚落，韩凌霜穿衣的动作一滞，身体颤了一下。鸿蒙圣地如今已是另一番景象。洛安负手在山间漫步，瑶光抱着骆长生跟在身后。青云子和一众长老正带着弟子们开垦新的药田，人人干劲十足，脸上的神情狂热。自从洛家入主，圣地内的灵气浓度每日都在攀升，这简直就是洞天福地。夫君，我打算在后山引一道灵脉过来，专门开辟一片区域，用来种植北原的魔植，交给九儿妹妹打理。瑶光一边走一边轻声说着规划，俨然一副合格主母的模样。甚好。洛安点头赞同。妹儿也该有个差事，东荒妖族的特产就由她负责。以后家里的开销大了，小崽子们一个个都是吞金兽，得让他们学会自己挣钱养家。瑶光闻言莞尔一笑，风情万种。自家长生以后，铁定弟弟妹妹成群，确实该早做打算。此时丹堂长老要吃正对着一堆半死不活的药草唉声叹气，这些都是从古域里移植出来的珍稀品种，水土不服，眼看就要枯死，让他心疼的直揪胡子。被瑶光放在地上自己玩的骆长生迈着小短腿跑了过来，他伸出肉乎乎的小手，抓起一株快要干枯的龙血藤，放在嘴边哈了一口气，一道微弱的灰色气流从他口中喷出，融入了龙血藤。下一刻，在药痴呆滞的注视中，那株干瘪的藤蔓竟舒展开来，枯黄的叶片迅速转绿，藤身之上浮现出淡淡的龙形纹路，精纯的药力弥漫开来。药痴的手哆嗦着，他3步并作2步冲过来，却在离骆长生3尺外停住，随即跪倒在地，一把抱住骆长生的大腿，老泪纵横。小祖宗，我的小祖宗啊，您就是丹道的化身，是行走的人形神药，求您了，您就随便打个喷嚏，对着这片药田打个就行。洛安刚走到门口，就看见自家儿子被一个老头抱着腿，一脸的不知所措。药痴长老，成何体统？快放开我儿子！圣主！药痴抬起头，激动得满脸通红。您看，神迹啊！小少主一口气就让这株千年龙血藤的药性提升了3倍不止。
这简直是夺天地之造化啊！洛安看了看那株精神抖擞的龙血藤，又看了看自家儿子。哦，正常反应，别大惊小怪。我儿子可能就是零食吃多了。水月找到了正在丹堂里的洛安，他今日换上了一件水蓝色的合体工装，衣料的柔光衬得他肌肤胜雪。他走得不快，裙摆随着帘布轻轻摇曳，所过之处，周遭炼丹弟子的目光便不自觉地追随而去，连空气似乎都变得旖旎了几分。夫君，他挨着洛安坐下，脸上没了往日的媚笑，多了几分凝重。关于那个血脉猎手组织，妾身动用了百花谷所有的情报网，得到的消息很奇怪，说这个组织所有与他们有过接触的势力都变得模糊不清。妾身耗费巨大代价，才从一处上古遗迹的残壁上解读出几个残缺的古字上剑、牧场、猎等。洛安端起茶杯的手停在半空。上剑、牧场，我知道了。他放下茶杯，脸上依旧平静。一条懂得隐藏自己的毒蛇才最可怕。不用再查了，他们会自己找上门来的。他心中明白，从长生出生开始，自己和这个神秘的组织梁子已经结下了。洛安的平静生活并未持续太久。这一日，他正躺在摇椅上，看着不远处草地上柳若曦、颜如月、韩凌霜三位孕妇坐在一起，交流着育儿心得。苏九儿和胡千妹则在一旁斗嘴，一个说魅魔的幻术才是正道，一个说九尾狐的媚术才是无上神通，争得面红耳赤，恨不得当场比划比划。瑶光抱着骆长生，在给他说着9天仙域的古老故事。岁月静好，一派祥和。突然，洛安的身体微微一僵，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寒意袭来，不是杀气，也不是威压，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审视。混沌道体在他体内自行轰鸣，归虚之力悄然弥漫，将这股探查的恶意隔绝在外。夫君，怎么了？瑶光最先察觉到洛安的异样，他猛地抬头，清冷的脸庞上闪过一丝警惕。他怀里的骆长生也不安地抓紧了母亲的衣襟。呸！什么狗东西，敢偷看老娘！苏九儿的争吵声戛然而止，他身上的魅魔血脉本能地让他警觉起来。胡千妹更是俏脸发白，9条尾巴显现出来，将自己和身边的姐妹护在身后。柳若曦、韩凌霜和颜如月3位准妈妈不约而同地护住自己的小腹，她们也感觉到了一种恶意，在窥探他们腹中尚未出世的生命。洛安缓缓站起身，抬头望向万里无云的晴空，在他的感知中，这片大陆天道法则之外的虚空深处，一道漆黑的裂缝正缓缓张开，一股充满毁灭欲望的邪念正顺着那道裂缝跨越了无尽的空间，锁定了鸿蒙圣地的位置。那不是针对他一个人，而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猎人在俯瞰自己的猎物。洛安咧嘴一笑，对着空无一物的天空竖起一根中指，他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圣地。再看，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给我儿子当泡泡踩。嗡！韩凌霜身旁的长剑发出一声剑鸣，杀意自剑身弥漫，他原本平静的脸庞上浮现出煞气。他隆起的小腹处，腹中胎儿仿佛也感受到了来自天外的恶意，传递出一阵不安的悸动。哎呀！颜如月惊呼一声，下意识地抱紧肚子，娃娃脸此刻一片煞白。好了，我感觉有很坏的东西在看我的宝宝。就连最是温柔的柳若曦，周身的气息剧烈波动起来，她紧紧护住腹部，美眸中满是惊惧与愤怒。夫君，刚才那股恶意。瑶光抱着骆长生，将儿子紧紧护在怀里。他感觉到那道窥探的意志层次极高，仿佛是9天之上的神奇在俯瞰蝼蚁，充满了漠然。呸！什么藏头露尾的狗东西！苏九浑身一个机灵，魅魔血脉本能的站立，一袭红裙无风自动。洛安收回竖起的中指，脸上的懒散一扫而空。他环视着身边一张张担忧愤怒的娇颜，看着准妈妈们下意识护住腹部的动作，心中一股暖流涌过，随即化为能焚尽9天的滔天杀意。谁敢打他老婆孩子的主意，那就是触了他的逆鳞。既然有人喜欢在暗地里偷看，那我们就办一场大的，摆在台面上，让他们睁大眼睛看个够。洛安的声音平静，却透着一股决断。众女都是一愣。夫君，你的意思是？水月摇曳着丰腴的身姿走到洛安身边。道侣大典。洛安吐出4个字，掷地有声。我要为你们办一场昭告天下的道侣大典，我要让整个玄天大陆都知道，你们是我洛安的女人。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水月、柳若曦、韩凌霜、颜如月那已经显怀的小腹，更要让全天下都明白，你们腹中的孩子是我洛家的血脉。他们的降生将受天道祝福，受万众瞩目，而不是被当成可以觊觎的猎物。在玄天大陆，修士举办道侣大典，可引来天道祝福，不仅能增进双方气运，更能为诞下的子嗣平添一份先天负责。大典越是盛大，宾客越是尊贵，这份祝福便越是浓厚。瑶光闻言，
清冷的眼眸中泛起一丝波澜。她身为曾经的女帝，自然明白这场大典的深意。这不只是一场仪式，更是一次强硬的宣告，一次对所有暗中势力的正面威慑。夫君思虑周全，妾身无异议。他轻轻点头，算是定下了基调。哇！道侣大典，颜如月立刻兴奋起来，她拉着韩凌霜的衣袖，满脸放光。师姐，你听见没？以后我们就是名正言顺的洛夫人了。我们肚子里的宝宝，一出生就是顶着天道祝福的嫡系，看谁还敢小瞧我们。韩凌霜依旧没什么表情，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但那只搭在剑柄上的手却不自觉地松开了几分。柳若曦更是眼眶微红，她抚摸着小腹，抬头看向洛安的眼神充满了感动。这个男人永远是他们最坚实的依靠。有人欢喜，自然就有人不乐意。苏九他3两步冲到洛安面前，双手叉腰，那双勾人的桃花眼瞪得溜圆，满是委屈。夫君你偏心，他们都有了，我和这只狐狸精怎么办？他越说越气，指了指柳若曦他们的肚子，又指了指自己平坦的小腹。是不是我们肚子不争气，你就不认账了？他这一嚷嚷，把旁边本来还在盘算利弊的胡千妹也给拉下了水。胡千妹心中暗道一声糟糕，这魔女真是个惹祸精。但她反应极快，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迈着莲步走到洛安另一边，轻轻拽住她的衣袖。夫君，你别听九儿姐姐瞎说，我只是羡慕几位姐姐福气好，能早早为夫君开枝散叶，我也会努力，一定不会让夫君失望的。她这副梨花带雨又识大体的模样，看得水月都暗暗点头，心道这小狐狸段位可比苏九高多了。洛安被这2个活宝弄得哭笑不得，他一手一个将苏九和胡千妹揽进怀里。谁说你们没份了？我的道侣大典自然是所有人一起办，一个都不能少。那我们没怀上，会不会被别人笑话？苏九气焰消了半截，小声嘀咕。谁敢笑？洛安眉毛一挑，我的女人需要用肚子来证明地位吗？他抬起手，掌心一缕混沌气流转，他看着众女，大典之上，我会为我们洛家的每一个人都烙下一道鸿蒙祖龙的血脉烙印。这烙印不仅是我们家族的身份象征，见之如我亲临，更是一道护身符。你们彼此之间可以通过烙印进行心灵沟通，危急关头，我甚至能通过烙印将力量直接传递给你们任何一人。这番话让所有女人的眼睛都亮了起来，这才是真正的护身符，极致的护短。我要！苏九立刻改口，生怕洛安反悔似的。夫君，我现在就要，你快给我烙一个，要烙在最显眼的地方，比如这里。说着还挺了挺胸。你想得美。洛安在他挺翘的臀上拍了一下，这是要借助天道之力才能完成的，急什么？傍晚，鸿蒙圣地的后花园，柳若曦、颜如月和韩凌霜3位孕妇正坐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讨论着。若曦姐姐，你说我们的宝宝谁会先生出来啊？颜如月摸着肚子，一脸期待。我感觉我这个肯定最活泼，刚才还踢我了呢。不远处的凉亭里，苏九和胡千妹坐在一起，看着那边的其乐融融，心里五味杂陈。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苏九抓起一颗灵果，狠狠咬了一口，仿佛那果子是他的情敌。你看他们那得意的样子。不行，这道侣大典上，我们俩不能就这么灰溜溜的。小狐狸，你主意多，快想个办法。胡千妹媚眼一转，凑到苏九耳边低语：姐姐别急，这事儿光我们努力可不行，还得看夫君他愿不愿意在我们这片地里多用点心，多浇点水啊。苏九眼睛一亮，也凑了过去。你的意思是今天晚上？哼，胡千妹的露出一抹狡黠的笑容。姐姐你的魅魔体至阳至刚，我的九尾狐身擅长采补元阴，咱们姐妹联手，布下一个冰火9重天的阵势，我就不信夫君他还能把持得住。到时候咱们还怕得不肥苗不壮吗？两人凑在一起，嘀嘀咕咕地商量起了争宠夺嗣的具体战术，时不时发出一阵坏笑。是夜，洛安召集了青云子等一众高层，传我的令，以鸿蒙圣地的名义，向整个中原神州所有一流宗门、圣地世家发出请柬，就说我洛安将在3日之后于此地举办道侣大典，恭迎天下同道前来观礼。青云子等人闻言倒吸一口凉气，这何止是观礼，这简直是要把整个中原的目光都吸引过来啊！天机阁、万剑山、太医门一个都不能漏，特别是那个天机阁，务必把请柬送到他们阁主手上。洛安站起身，走到殿外，遥望着被夜色笼罩的中原方向，眼中闪过锋芒。从那堕天魔心中捕捉到的血脉猎手烙印，让他明白敌人远比想象的更古老、更隐秘。我要让全天下都知道，我洛安的女人和孩子谁都不能碰。3日后，鸿蒙圣地山门洞开，天空中数不清的流光划过，每一道都代表着一方豪强。驾驭1000丈巨剑的万剑山长老，乘坐9龙玉辇的太医门掌教，
还有各路世家家主，此刻都收敛了平日的威势，带着厚礼，毕恭毕敬地落在山门前。太医门掌教真人，这鸿蒙圣地的灵气是否有些过于浓郁了？一名世家家主压低声音，脸上满是惊骇。何止是浓郁？太医门掌教深吸一口气，只觉得五脏六腑都被洗涤了一遍。此地的灵气怕是已经液化成雾，呼吸一口，胜过我等苦修医院。此地乃神仙洞府。众人闻言，心中更是敬畏。天机阁的飞星舟都来了，阁主天机子亲自驾临。众人抬头，只见一艘星辉流转的宝船悬在空中，仙风道骨的天机子捻着胡须，俯瞰下方这片气韵如龙，几乎要冲破天际的圣地。大典广场，洛安站在高台之上，只穿了一身朴素的月白道袍。他站在首位，身后姚光、柳若曦、韩凌霜、颜如月、水月、苏九、胡千妹7位佳人一字排开。7人或清冷如仙，或温婉似水，或丰腴妖娆，或娇俏可人，环肥燕瘦，各有千秋，看得台下无数青年捶胸顿足，眼珠子都快嫉妒红了。这洛安到底是何方神圣？怎么什么好事都让他一个人占了？苏九听见台下的哀嚎，腰杆挺得笔直，胸前惊人的曲线愈发饱满。他凑到胡千妹耳边，温热的气息吹得胡千妹耳根微痒。看见没，小狐狸，这就是咱们夫君的牌面。你呀，以后可得学着点，别整天就知道摇尾巴。胡千妹掩着嘴，轻轻点头，嗓音又媚又软。是呢，还是九儿姐姐厉害，不像妹妹，只会些上不得台面的小伎俩。就在这时，天机子从宝船上飘落，手中托着一卷金光闪闪的卷轴。诸位，天机子的声音传遍全场。今日我天机阁不开乾隆榜，不评天骄榜。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高台上的洛安一家，最终定格在洛安脸上，眼中闪过一抹深意。只为洛家特开一榜玄天万古第一家。话音落下，卷轴自行展开，悬浮于空，万丈金光冲天而起，一道道由法则凝聚而成的金色古字在卷轴上浮现，其上散发出的气韵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一阵心悸。天命之主洛安，正宫帝后瑶光，平宇，万古基石，鸿蒙之始，福泽天飞，柳若曦，平宇，坤德载物，福运无双。台下不少人的目光在柳若曦那宏伟的曲线上扫过，又赶忙低下头，心中暗道一声贴切，实在是贴切。剑骨神飞，韩凌霜，平宇，玄冰护道，剑佑灵儿，百花灵飞，颜如月，平宇，密运仙胎，生机之源，天狐媚飞，胡千妹，平宇，慧心善谋，多子多福，碧波玄飞，水月，平宇，善舞长袖，掌家钱库。高台之上，胡千妹与水月皆对着洛安羞涩一笑，眼波流转，尽是媚意。苏九儿一开始还挺着胸脯，得意洋洋，等着看天机阁会用什么华丽的词藻来夸赞自己。可他左等右等，看到狐狸的名字都出来了，还没轮到自己，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终于在最后一行，他的名字姗姗来迟。九天魔妃，苏九儿，平宇，红尘历劫，魅惑天成。看到这里，苏九儿的嘴角刚刚翘起，可后面紧跟着浮现出4个却格外刺眼的字：待啃良田。苏九儿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他眨了眨眼，又眨了眨眼，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待啃良田，一股血气直冲天灵盖。他的脸蛋由白转红，由红转紫，精彩纷呈。台下已经有憋不住的年轻修士，肩膀开始剧烈抖动。他猛地一跺脚，扭过头，对准洛安腰间的软肉，纤纤玉指凝成一股麻花，狠狠地转了一圈。洛安，苏九儿咬牙切齿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你是不是早就跟着老神棍串通好了？什么叫待啃良田？你倒是说说，老娘这块田哪里不好啃了？就在全场气氛热烈到顶点，天道降下祝福金光，笼罩住洛安一家人时，异变陡升。颜如月正笑嘻嘻的跟身旁的韩凌霜比划肚子大小，感觉腹中胎儿被金光一照，欢快的踢了他一脚。可紧接着一股剧痛袭来，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娃娃脸皱成一团，抱紧了自己高高隆起的小腹。哎呀，他的身体开始颤抖。夫君哥哥，我肚子好痛，好像要出来了。这声惊呼让高台上的气氛凝固了。怎么回事？苏九儿脸上的委屈被惊慌取代，一步窜到颜如月身边扶住他。小月月，你别吓我。韩凌霜面色一凛，抽出半截长剑，冰冷的剑意扩散开来，护在师妹身侧。一股温热的暖流顺着颜如月的大腿滑下，羊水破了，满场宾客都懵了。道侣大典上现场生娃，这可真是玄天大陆万古未闻的奇景。快看，
天道祝福金光非但没有散去，反而全部汇聚到了他的身上。此子竟是应天道祝福而生，闻所未闻。天机子双目圆睁，手指飞快掐算，却只算到一片混沌。他震撼地望着高台，喃喃自语：变数，天大的变数。洛安身形一晃，已出现在颜如月身边，将她稳稳地拦腰抱起，动作轻柔。若曦，稳住场面，安抚宾客。水月、瑶光，跟我来。是，夫君。柳若曦当即应声，身上福泽天飞的气运散开，一股温和安定的力量抚平了广场上的骚动。话音未落，洛安已抱着颜如月，化作一道流光，冲向内殿。瑶光面色清冷，屈指一弹，一道地气化作无形结界，将整个产房笼罩，隔绝外界一切法则波动。颜如月疼得小脸惨白，冷汗浸湿了她的额发。夫君哥哥，我是不是要死了？好疼，疼死我了！傻丫头，说什么胡话！洛安握紧她的手，混沌之气渡入她的体内，包裹住腹中的胎儿。别怕，有我。记得我教你的呼吸法吗？对，跟着我的节奏，把这股力量引导出去，送咱们的宝宝出来。在他的安抚和引导下，颜如月的痛苦减轻了许多。她咬着牙，拼尽全力。哇！一声清脆的啼哭响彻云霄。婴儿降生的刹那，天地巨变。鸿蒙圣地上空，紫气散去，取而代之的是9色霞光普照。仙音自9天垂落，整个鸿蒙圣地的草木疯狂生长，百花齐放。丁，恭喜宿主与道侣颜如月诞下神话吉子嗣。奖励1，修为提升至元婴后期。奖励2，道侣百花蜜体优化为先天灵体百花蜜源。一股磅礴的力量涌入洛安体内，他的元婴猛地膨胀了一圈，修为瓶颈应声而破。他小心翼翼地抱起那个小小的婴孩，婴儿皮肤如玉，不哭不闹，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打量着他，周身环绕着生命光晕。这是他的女儿，是个女儿。洛安低头在颜如月汗湿的额头上轻轻一吻。辛苦了，如月，你为咱们洛家添了一位小公主。颜如月虚弱地笑了，眼中是满满的幸福。那给她取个名字吧，就叫她安颜。洛安看着怀里这个继承了母亲所有优点的小家伙，温柔地说道。然而这份温馨并未持续多久。洛安低头看着怀中女儿清澈的眼眸，他小小的嘴巴咂拌了一下，粉嫩的舌尖舔了舔嘴唇，似乎在感受这个全新的世界。可就在下一瞬，他猛地抬头望向殿外，那温柔在刹那间被无尽的森寒所取代。一股充满亵渎意味的恶意如同毒蛇般缠了上来，目标直指他怀中这脆弱的心声。远处的天际，一道漆黑的裂缝骤然扩大。广场上所有宾客无论修为高低，都感到一股战栗，体内法力运转都变得艰涩。不好！天机子脸色巨变，他手中的星盘疯狂转动，却只发出一阵悲鸣，龟甲上的裂纹再次扩大。他骇然道：天机被彻底遮蔽了，事大恐怖，来者不善。裂缝深处，几道散发着滔天魔威的庞大身影缓缓挤出，为首的是一个由无数惨白眼球堆积而成的肉山，每一颗眼球都在转动，流淌着腥臭的黑色浓液。旁边则是一个手持巨大骨质镰刀的骸骨君王，他身披破败黑袍，脸上没有五官，只有一张咧到耳根、布满交错利齿的巨口。他们贪婪而恶毒的目光跨越虚空，无视了在场的所有人，锁定了内殿之中那刚刚降世的生命气息。一个刚刚降生的先天灵体，血脉纯净至此，还沐浴着天道祝福，真是万年难遇的上好祭品。裂缝深处，隐藏在最后的血脉猎手首领尊上发出了沙哑的低语，充满了对猎物的赞叹。洛安低头看了看怀中的女儿，他似乎也感受到了恶意，小脸上眉头微微蹙起，小嘴不满地瘪了瘪。就是这个微小的表情点燃了洛安的雷霆之怒，他脸上的笑意一点点收敛，化为无尽的森寒。来得好，正好拿你们的命给我女儿当贺礼。话音未落，那裂缝中的肉山发出一阵蠕动，无数眼球同时锁定了鸿蒙圣地，喷射出铺天盖地的黑色光束。放肆！一声娇斥，瑶光的身影已然出现在高台之上，他单手抱着骆长生，但那张清冷的脸上地微流转。他甚至没有动用任何法宝，只是屈指一弹，一道纤薄的金色光幕凭空出现，将整个圣地笼罩。黑色光束撞在光幕之上，如泥牛入海，悄无声息的湮灭。哼，敢在老娘的地盘上撒野，活腻歪了。苏九儿的火爆脾气也被点燃，他一步踏出，魅魔体全力催动，周身魔气升腾，却凝而不散，化作一袭暗红色的战甲。小狐狸，看好了，今天姐姐就让你瞧瞧什么叫真正的战斗。胡千妹掩嘴轻笑，眼波流转，9条毛茸茸的雪白狐尾在身后舒展开来。姐姐莫急，这些丑东西妹妹也看不过去呢，咱们姐妹联手
速战速决，别耽误了夫君晚上给咱们补课。两女一左一右，化作2道流光，主动迎向了那骸骨君王。天罗魔舞，苏九儿手中出现一条布满魔纹的长鞭，鞭影重重，化作一张巨大的魔网，封锁了骸骨君王所有退路。九尾幻杀剑，胡千妹的9条尾巴同时摇曳，一股无形的灵魂波动扩散开来。骸骨君王眼中的魂火剧烈摇曳，他眼前的景象瞬间变了，苏九儿与胡千妹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无数散发着神圣气息的天使，用圣光长矛将他定在原地，一遍又一遍地净化着他的邪恶之躯，让他发出无声的痛苦嘶吼。他手中巨镰疯狂挥舞，却连两女的衣角都碰不到。师妹别怕。韩凌霜的身影出现在产房门前，古朴的长剑已然出鞘，飞剑冲天而起，将试图靠近的几只小魔物刺穿。柳若曦抚摸着自己高高隆起的腹部，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对着满场惊慌的宾客轻声道：诸位不必惊慌，些许宵小，扰不了我夫君的雅兴。他抬起手，一股柔和的金色气运之力化作点点光雨，加持在了所有参战的姐妹身上。苏九儿感觉自己的魔气运转速度快了3分，魔鞭挥舞得更加凌厉。胡千妹的幻术变得更加凝实，让骸骨君王彻底沉沦，就连韩凌霜剑上的寒气都似乎要将空间冻裂。一群蝼蚁也敢反抗？裂缝中，尊上终于发出了沙哑难听的声音：下界的2种就该乖乖成为牧场的养料，你们的挣扎只会让收获的过程更有趣。他祭出一面巨大的血色古幡，迎风一晃，万千冤魂从中咆哮而出，汇聚成一尊100丈高的漆黑魔神。魔神手持巨镰，一镰斩落，目标正是下方护住全场的柳若曦。这一击蕴含着污染法则，空间都在寸寸碎裂。找死！洛安动了，他将怀中的女儿轻轻递给身旁的韩凌霜，身形一晃，已出现在柳若曦身前。面对那毁天灭地的一镰，他抬起了右手，混沌之手。一只由灰色气流组成的巨手凭空出现，无视了所有法则，握住了那柄漆黑巨镰。不可能！尊上心头巨震，他感觉到自己与本命法宝的联系被一股无法理解的力量强行切断了。咔嚓！有法则和冤魂凝聚的魔神巨镰在那只灰色手掌中被捏成了碎片。归墟。洛安轻轻吐出2个字，以他为中心，一道无形的灰色波纹扩散开来。那尊100丈魔神连同漫天冤魂在接触到灰色波纹的刹那被瓦解，全场一片死寂。无论是来犯的强敌还是关里的宾客，所有人都被这一幕震慑的大脑一片空白。不可能！我的堕天魔幡！血脉猎手尊上发出了嘶吼，那可是他的本命法宝，就这么没了。洛安没有理会他，他看了一眼那正在与水月的阵法纠缠的恶心肉山，皱了皱眉。长得太丑，影响我女儿审美。他隔空一指点出，那正在疯狂喷射光束的肉山身体猛地一僵，随后他身上那数不清的眼球一个接一个的爆开，黑色的脓液四处飞溅，最终整个庞大的身躯化为了一滩恶臭的烂肉，从空中坠落。转瞬之间，局势逆转。尊上看着自己带来的精锐被屠戮殆尽，而那个白衣男子挣踏空向自己走来，他转身就想逃回空间裂缝。留下来！瑶光清冷的声音响起，他不知何时已出现在裂缝之前，单手抱着骆长生，另一只手轻轻一挥，砰！那道巨大的空间裂缝竟被他一袖子直接扇得闭合了。尊上脸上最后的希望彻底破灭，他看着下方向他走来的洛安，嘶吼道：你可知道我是谁？我是上界。洛安抬起眼，脸上带着一丝冰冷的微笑，打断了他的话：我管你是谁，我只知道今天是我女儿的好日子，你们就是献给她的第一场烟火。尊上彻底绝望了，他看着一步步走来的洛安，那姿态比魔神降临还要让他恐惧，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身体抖如筛糠。饶命！前辈！求饶的话语戛然而止，因为他看到洛安的脚步没有丝毫停顿，那双深邃的眼眸里只有杀意。尊上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与其被这样未知的恐惧折磨致死，不如拼死一搏。爆！他凄厉的尖笑一声，整个肉身轰然炸开，混杂着血肉与法则碎片的毁灭性能量朝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然而这些狂暴的能量刚冲出不到3尺，就撞上了一层壁障。以洛安为中心，那灰色的归墟领域将所有的爆炸威力连同声音和光芒尽数吞噬。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没有毁天灭地的冲击，一场化神强者的自爆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一道寸许高的流光从那爆炸的中心朝着天际激射而去。那是一个缩小了无数倍的尊上，元婴之体散发着光晕，脸上满是劫后余生的狂喜。元婴出鞘，只要元婴能逃脱，他就有夺舍重生的机会。然而他脸上的狂喜
仅仅维持了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洛安只是站在原地，对着那道流光逃窜的方向缓缓抬起手，五指轻轻一握，给我下来。那正在高速飞遁的元婴猛地一顿，紧接着他周遭的空间变得凝固，一股禁锢之力将他死死包裹，任凭他如何挣扎都动弹不得分毫。那小小的脸上转为惊骇，他被一股力量牵引着，不受控制的倒飞而回，最终悬停在了洛安的眼前。洛安伸出2根手指，将那不断挣扎的元婴夹住，龟须之力如同发丝，一丝丝地缠绕上去。啊！元婴发出了无声的惨嚎，他的体表开始溢散出点点光粒，是他的本源在被抹除。告诉我，为什么要一直盯着我的家人？这平静的语调配合着神魂被寸寸磨灭的剧痛，成了压垮尊上最后心理防线的酷刑。别杀我！我说，是上剑，是关于飞升，关于这个世界最大的骗局。洛安夹着元婴的手指微微一松，龟须之力的侵蚀停下了。说，飞升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尊上为了活命，语速极快地尖叫道：玄天大陆，包括我们来时的所有下界，都只是一个牧场。所谓的飞升通道根本不是通往仙域，而是一个收割场。洛安夹着元婴的手指微微一松，龟须之力的侵蚀停下了。证据？没有证据。尊上为了活命，语速极快，所有飞升者都会被剥夺道果和毕生修为，炼成仙丹，供给仙域的权贵享用。这番话如同一道创世惊雷，炸响在所有宾客的脑海里。天机子猛地喷出一口鲜血，他手中的星盘裂纹密布。他毕生推演天机，追求天道，到头来天道之上竟是屠刀。他的道心在这一刻出现了裂痕。广场上成百上千的修士，无论是宗门掌教还是世家老祖，全都面色煞白。骗局，历代祖师前仆后继追求的飞升竟是骗局。一名万剑山长老失魂落魄地跌坐在地，道心摇摇欲坠。我太一门古籍记载，飞升成仙，光耀万古，原来是去给别人当药材。绝望蔓延，无数人毕生的信仰在这一刻轰然倒塌。我呸！苏九的怒骂声格外响亮。什么狗屁仙域，等老娘杀上去，非把他们那帮伪君子的脸皮都给撕下来不可。天道枷锁也是他们设下的。尊上继续抛出猛料，他们限制一个时代只允许诞生一尊大帝，就是怕出现无法控制的强者，发现这个秘密，挑战他们的统治。我只是他们麾下负责看管牧场的一条狗。我把一切都告诉您，求您饶我一命，我可以为您效力，帮您对付他们。尊上的话让洛安的眼神变得深邃，他下意识地看向瑶光，却发现妻子的脸上没有他预想中的惊讶，只有一片冰冷和哀伤。瑶光那双清冷的凤眸，此刻只剩下无尽的杀意。他的脑海中一幕幕血色的画面闪过，忠心耿耿的部将为了护他逃离，自爆仙体前，那双充血的眼睛最后望向他，嘶吼着陛下快走，为我等复仇。情同姐妹的侍女在他面前被洞穿神魂，临死前冰凉的手还紧紧抓着他的衣角，嘴里呢喃着女帝要活下去。原来是这样，原来他们不是死于征战，而是死于一场卑劣的阴谋。原来他曾用生命守护的世界只是别人圈养的牲口棚。原来是这样。瑶光的声音轻得仿佛梦呓，却蕴含着足以冻结9天的寒意。尊上感觉到一股致命的危机，他惊恐地看着瑶光，从那双眼睛里他看到了尸山血海。你是那个逃掉的前朝女帝，你不该提起这件事。瑶光的声音冷得不带一丝情感，他没有再给尊上任何开口的机会。一根晶莹剔透的玉簪从他发间飞出，在空中化作一道流光，快到极致。洛安指尖的元婴眉心处出现了一个细小的红点，他眼中的惊恐和哀求凝固了。下一刻，他的元婴连同神魂被一股无上的地气彻底湮灭。广场上死一般的寂静，所有宾客都沉浸在刚才那惊世骇俗的秘密和瑶光的一击之中，兀自失神。洛安走到瑶光身边，轻轻握住他冰凉的手。灵儿，他将他的手包裹在掌心，声音温柔：你的痛就是我的痛，他们的血债我陪你一笔一笔地讨回来。瑶光身体一颤，眼中杀意缓缓褪去，重新化为柔情。他靠在洛安的肩头，轻轻点头。洛安转过身，目光扫过全场那一张张茫然、绝望甚至崩溃的脸，最后望向那被瑶光强行关闭却依旧残留着空间波动的虚空。他朗声道：今日我洛安道侣大典，诸位送来的贺礼，洛某心领了。现在洛某也回赠诸位一个消息。他顿了顿，声音传遍四野，震得每个人心神摇曳，将他们从失神中唤醒。从今日起，我鸿蒙洛家修行不为飞升。洛安的声音斩钉截铁，充满了力量。
让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他身上，只为打穿仙域，重见上界。整个鸿蒙圣地广场陷入了一种比死亡还要可怕的寂静，时间仿佛凝固，连风都屏住了呼吸。成百上千的修士，无论是宗门掌教还是世家老祖，此刻都像被施了定身咒，大脑一片空白。打穿仙域，重见天庭，这几个字拆开来他们都认识，可组合在一起却是一种他们连想象都无法触及的疯狂。那可是仙域啊，是他们毕生追求，认为是万道终点的至高存在。这个男人竟然说要去打穿它，这已经不是狂妄了，这是对整个世界修行体系的颠覆，是对所有修士万古信仰的宣战。咕咚，不知是谁咽了口唾沫，这声音格外清晰，打破了这诡异的平静。疯了，他一定是疯了。一名世家老祖浑身颤抖，嘴唇哆嗦着。打穿仙域，他以为他是谁？上古神明吗？这种话也敢说出口，不怕天谴吗？快走，快走，此地不宜久留。这鸿蒙圣地怕是要成为整个玄天大陆的公敌了。最先反应过来的是那些修为较低、道心不稳的小宗门修士，他们脸上写满了恐惧，仿佛多待一秒就会被卷入一场无法想象的滔天浩劫之中。他们连招呼都不打，祭出法宝，化作一道道流光，仓皇逃离，恨不得爹娘多生2条腿。而那些顶级势力的大佬们，则是一个个面色阴晴不定，眼神复杂。万剑山的长老猛地站了起来，他紧紧握住腰间的剑柄，能感受到古剑在与他重燃的道心共鸣。他死死地盯着洛安，眼中没有了之前的绝望，反而燃烧起一团炙热的火焰。飞升是假，天道是屠刀，那我们万剑山万古以来所修的剑是为了什么？他喃喃自语，随即眼中爆发出惊人的光芒。若天道不公，我辈剑修当以手中之剑展开一条新路。打穿仙域，好一个打穿仙域！他没有多言，只是对着洛安的方向遥遥地拱了拱手，然后化作一道冲天剑光破空而去。他要回宗门，将这个惊天秘密告知所有长老。太乙门的掌教真人则是满脸苦涩，他内心天人交战。太乙门以顺天应人为宗旨，可如今天已是恶天，是继续顺从，还是逆天而行？他看了一眼身边同样震撼的几位掌教，低声道：诸位，看来这玄天大陆要变天了。何止是变天，这简直是要把天给捅个窟窿。另一位以精于算计闻名的谷主，眼中却闪烁着异样的光芒。不过与其当一辈子被圈养的猪，不如跟着这个疯子赌一把大的。此事太大，我等必须立刻返回宗门，从长计议。一时间，广场上的宾客们心思各异，纷纷起身告辞。天机阁的飞星舟上，天机子在弟子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站着，他望着下方那气运已经化作实质，如同一条沉睡祖龙盘踞的鸿蒙圣地，再次掐动手指，噗，又是一口鲜血喷出，他手中的星盘上的裂纹又多了几道。师尊，弟子们大惊失色。无妨，无妨。天机子摆了摆手，眼中带着的狂热与激动。老夫看到了，我天机阁万载推演所求的变数终于出现了。他不是在对抗天道，他是在重塑天道。不，他要成为天道之上的存在。传我令，天机阁从今日起封山，所有弟子不得外出，全力推演洛安之气运走向。此乃我天机阁万古未有之大机缘。随着天机阁的飞星舟化作流光消失，广场上的宾客也走得七七八八。洛安对这一切恍若未闻，他清楚，当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是待宰的羔羊时，恐惧会让一部分人沉沦，也会让另一部分人燃起反抗的烈火，而他只需要成为那面最鲜明的旗帜。他转过身，看着身边的家人们，夫君威武霸气，苏九才不管什么仙域不仙域，只要是洛安说的，他都觉得是对的。他兴奋地抱着洛安的胳膊，火辣的身段紧紧贴着他。夫君，咱们什么时候杀上去？胡仙妹则是掩嘴轻笑，眼波流转，他想得更深。夫君此举看似疯狂，实则是将整个玄天大陆的修士都拉到了他的战船上，要么一起在绝望中被收割，要么就跟着他杀出一条血路。这一手阳谋玩得实在是高。我的剑会为夫君斩尽前路一切荆棘。一直沉默的韩凌霜抚摸着小腹，清冷的声音里满是决断。柳若曦和颜如月也满眼崇拜地看着洛安，在他们心中，自己的男人就是无所不能的神。洛安感受着家人们的目光，心中的杀意缓缓散去，又恢复了那富懒洋洋的模样。他拍了拍苏九儿的翘臀，坏笑道：急什么？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打架之前总得先填饱肚子，先清点一下今天的收获。他看向瑶光，握着他的手依旧没有松开。瑶光眼中柔情似水，洛安刚才那番话更多的是说给他听的。这个男人
用他自己的方式为他抚平心中的创伤。好了，客人都走光了，咱们也回家吧。洛安环视了一圈，目光落在了风情万种的水月身上，对他眨了眨眼。水月，你不是一直说家底薄吗？去，把青云子他们带上，把宾客们送的诚意都清点好，分门别类登记入库。水月真人一怔，随即掩嘴娇笑，丰腴的身段款款一扭。是，夫君。妾身这就去看看各家都送了多少诚意来，保证把咱们洛家起兵反天的第一笔军饷一分不差的算清楚。洛安不再理会外面的纷纷扰扰，他一手牵着瑶光，一手抱着刚刚降生的女儿洛安言，领着一群莺莺燕燕朝着内殿走去。那背影在夕阳的余晖下被拉得很长，身后是信仰崩塌，即将迎来巨变的新世界，身前是温馨和睦，充满了欢声笑语的家。洛安低头看了一眼女儿，她的小嘴动了动，似乎在做什么美梦。他伸出手指轻轻触碰了一下她粉嫩的脸颊，嘴角微微上扬。灵儿，他轻声对身边的瑶光说，这感觉真不赖。瑶光靠着他的肩膀，感受着他掌心的温度，轻声回应，有夫君在，一切都不赖。洛安的目光再次回到女儿脸上，眼神温柔而坚定。为了安言，纵使要让诸天换新颜，又有何妨？傍晚，家宴设在了一处风景秀丽的湖心亭，都是些灵气充裕的家常菜，但在新添了小公主洛安言之后，气氛却格外热闹温馨。只是苏九和胡千妹依旧是针尖对麦芒。夫君，你最近白天辛苦，晚上更辛苦，这个龙溪腿最补腰子了，快尝尝。苏九夹起一块腿肉就要往洛安碗里送，斜刺里一双玉筷却轻巧地探出，不偏不倚地截住了那块肉。胡千妹柔柔一笑，转而将一碗清香四溢的灵羹推到洛安面前。夫君近日连番大战，又为小公主降生耗费本源，火气正旺，不宜油腻。这碗静心凝神羹能稳固道基，润物无声，夫君还是喝这个吧。苏九的笑脸僵住了，你个狐狸精，安的什么心？他柳眉倒竖，手中的筷子都快被捏断了，全忘记了之前两人还在一起商量，怎么能让夫君多给自己浇水施肥。夫君身子骨好着呢，龙精虎猛，用你在这假惺惺。胡千妹也不生气，只是用手帕轻轻试了试嘴角，眼角微垂，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九儿姐姐说的这是什么话？妹妹只是心疼夫君，不像某些人只知道一味索取，也不管夫君的身体能不能受得住。你桌上的暗战，苏九输得一败涂地。眼看胡千妹那副胜利者的姿态，苏九银牙一咬，心一横，比心眼我比不过你，但比别的你可差远了。苏九儿眼珠子一转，悄悄凑到洛安身边，娇滴滴地问道，夫君。他这一声叫的是媚意入骨，你之前在非洲上答应人家的事还算不算数呀？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洛安的大腿上摩擦着。我娘亲还有我那几个姐妹可都还等着你的独门疗法去根治呢。洛安被他撩拨的心里一荡，差点没把持住。这个小妖精真是时时刻刻都不忘给自己挖坑。他露出一副为难表情，便从储物戒里掏出几个玉瓶塞到苏九手里。嘿嘿，这个嘛，为夫耗费了不少本源，实在是分身乏术。洛安一脸正气地说道，莫，这是为夫特制的混沌本源温养液，你带回去让你娘和你姐妹们服下，效果是一样的，保证药到病除。苏九接过玉瓶，先是愣了一下，他打开瓶塞，一股精纯的混沌气息扑面而来。这玉瓶里的力量和当初洛安在他体内横冲直撞的是同一种东西。他猛然醒悟过来，原来所谓的治疗根本就不需要脱光光，更不需要什么深入的交流。他回想起当初在静室里自己被那个男人摆成各种羞人的姿势，还以为是治疗必须的流程，那些令人面红耳赤的画面涌上脑海。他甚至记得自己当时还主动迎合，以为越深入效果越好。这个大骗子，坏蛋，洛安。苏九的脸蛋，他死死地攥着玉瓶，气得浑身发抖，感觉头顶都要羞愤地冒出烟了。你这个大骗子，你还我清白！他又羞又愤，可看着洛安那一本正经又带着促狭笑意的脸，心里却又涌上一股说不清的甜蜜和无奈。这个坏家伙总是能用这种方式让他又爱又恨。就在这时，一直没怎么说话的瑶光放下了手中的玉筷。好了，家宴也吃得差不多了，说点正事。他清冷的声音响起。洛安笑着将炸毛的苏九拉回怀里，在他气鼓鼓的脸蛋上捏了一下，这才顺势接过了瑶光的话头，神色也变得郑重起来。好了，先别闹，打穿仙域不是一句口号，从今天起我们洛家就要为这个目标做准备了。瑶光目光扫过众女，与洛安交换了一个眼神后，开始分派任务。我和夫君商议过了，我们洛家就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长处，为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贡献力量。若曦，你心思缜密，性子沉稳，
继续负责圣地的日常管理和资源统筹。我们的后方基地必须稳如泰山，这是所有行动的基石。柳若曦立刻正色道：是，夫君。姐姐，若曦定不负所托。水月，你精于算计，人脉广博，负责对外的情报收集和资源联络。这玄天大陆该拉拢谁，该敲打谁，你心里要有数。我要你将百花谷的情报网变成我们刺向仙域的第一双眼睛。水月真人掩嘴轻笑，眼波流转。夫君和姐姐放心，妾身最擅长和人打交道了。这可是咱们洛家起兵反天的第一笔大买卖，可不能亏了本。凌霜，你剑心通明，主掌杀伐，负责圣地的护卫和弟子们的战力培养。我需要你将无情剑道与圣地战阵结合，打造出一支剑修大军。韩凌霜言简意赅。好，一个字便蕴含了无尽的剑意。如月，你身具百花蜜源，天生清河草木，丹堂就交给你了。颜如月兴奋地一拍手，嘻嘻，太好了，我早就想炼制一吃就变猪，闻了就跳舞的丹药了。我还要继续研制竹筒倒豆子丹，让敌人吃了什么秘密都藏不住。洛安拍板道：既然都清楚了，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正式运转起来。各位姐妹各司其职，可有异议？瑶光的话音落下，柳若曦、水月、韩凌霜和颜如月都各自领命，眼中有了明确的目标。唯独苏九和胡千妹面面相觑。苏九憋不住了，他双手往纤腰上一插，那双勾人的桃花眼瞪得溜圆，满是委屈。夫君，这是什么意思？若曦姐姐他们都有差事，就我和这只狐狸精无所事事。他越说越气，指了指自己小腹，声音里还带上了哭腔。是不是我们肚子不争气，你就不把我们当自家人了？是不是就指着晚上我们给你暖床了？他这一嚷嚷，把旁边本来还在盘算利弊的胡千妹也给拉下了水。胡千妹反应极快，眼眶一红，走到洛安另一边，轻轻拽住他的衣袖。夫君，你别听九儿姐姐瞎说，是我们姐妹俩修为低微，帮不上什么忙，拖了大家的后腿。夫君和姐姐们不嫌弃我们，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洛安被这两个活宝一唱一和，弄得哭笑不得。他一手一个将苏九和胡千妹揽进怀里。谁说你们没任务了？他故意板起脸，在两人挺翘的臀上各拍了一下。你们俩的任务最重要，也最危险。苏九和胡千妹都是一愣，洛安这才松开他们，神色变得郑重起来。收拾一下，明天我们出发。去哪儿？苏九下意识地问道。南疆巫蛊之地。洛安的眼中闪过一丝金光。我从那人的记忆里找到了一些关于仙域势力的线索，而在南疆似乎有被他们需要的特殊血脉。而且洛安的笑容变得有些意味深长。那里有我们的家人在等着呢。临行前，洛安一叮嘱。他走到瑶光面前，声音不自觉地放柔。灵儿，家里交给你了，万事求稳。瑶光为他理了理衣领，凤眸里水波流转。夫君放心，家里有我，你此行务必小心。洛安握了握他微凉的手，又走到摇篮边，俯身看着熟睡的女儿洛安言。小家伙睡得正香，粉嫩的小嘴咂巴了一下，血脉相连的感觉让洛安的心都化了。爹爹出去给你找点好玩的，很快回来。他拍了拍旁边站得笔直的洛长生，长生，你是哥哥，保护好妈妈们和妹妹。洛长生用力地点了点头，小脸上满是郑重。洛安这才转身，冲着风情万种的水月眨了眨眼。水月，咱们家反天大业的第一笔军饷，可就全看你了。账要算清楚，别让人家觉得咱洛家小气，也别让咱们自己吃了亏。水月真人掩嘴娇笑，丰腴的身段一扭，抛了个媚眼。夫君放心，妾身最会跟人打交道了，保证把各家的诚意都榨干，一分一毫都给你存进小金库里。他又来到柳若曦身前，目光在她愈发宏伟的曲线上扫过，坏笑道：若曦，你这福泽天妃当真是名不虚传，福气都快包不住了。你这尊大佛在家里镇着，我才能安心出门，咱们洛家的气运可全靠你了。柳若曦被他看得俏脸飞霞，羞得低下头，伸手在他胳膊上轻轻拍了一下。夫君又取笑人家。哎呀，夫君哥哥要走了。话音未落，一道香风扑来，颜如月直接挂在了洛安的脖子上，撅着小嘴。哼，罚你回来的时候要给我带南疆最好吃的百毒果、幻心菇、爆浆虫，要100种，不，1000种。韩凌霜站在一旁，握着剑柄的手攥得很紧。他看着被师妹缠住的洛安，走上前，只吐出2个字：早归。洛安被颜如月逗笑了，在他脸上用力亲了一口，又郑重地对韩凌霜点头，这才转身出发。鸿蒙非洲无声升空，化作一道流光，直奔南疆。非洲之上，胡千妹已经泡好了灵茶，盘算着此行如何为夫君建功，巩固自己的地位。苏九则一直憋着火，等非洲平稳后，他终于忍不住了。他几步冲到洛安面前，
叉着腰，一双桃花眼几乎要喷出火来。洛安，他咬牙切齿，你给我解释解释，那玉瓶到底怎么回事？洛安故作茫然地挑了挑眉，特制药液啊，怎么了？你还装？苏九儿的脸蛋涨得通红，又羞又愤。你当初治我的时候，用的根本就是你自己的力量。说，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借口，就是缠我身子，故意骗老娘脱光光的？洛安没忍住，笑出声来。他一把将这个炸毛的小野猫拉进怀里，让他坐在自己腿上。话不能这么说，药效一样，用法不同，效果自然天差地别。他一脸正经的胡说八道。有为夫亲自疏导，将药力打入你魅魔体的深处，药力吸收能有10成，光靠喝能有7、8成就不错了。怎么，你真想让你娘亲和姐妹们也来享受为夫的独门手法？你个无耻之徒！苏九儿被他堵得哑口无言，羞愤地在他胸口捶了一拳，却被抱得更紧，挣扎不得。一旁的胡千妹掩嘴轻笑，递上一杯茶，看似劝解，实则补刀。九儿姐姐，这你可就错怪夫君了，想必是姐姐的魅魔体太过霸道，寻常药力难以化解，夫君才不得不耗费本源，亲力亲为。不像妹妹身子骨弱，怕是承受不起夫君这般深入的疗法呢。你个小狐狸精，少在这里阴阳怪气！这茶言茶语听得苏九儿差点当场跟他打起来。非洲穿过中原神州的锦绣山河，一路向南，地貌从平原丘陵逐渐变为连绵不绝的10万大山，空气中开始弥漫着一股草木腐朽的湿热气息。当非洲穿过一片厚重的毒云障后，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却又让人心头发闷。这里就是南疆，入眼是无边无际的原始雨林，参天巨木遮蔽了天空，树干上流淌着腐蚀性的黑色树枝，将地面都染得坑坑洼洼。林间终年弥漫着七彩瘴气，地面上长满了会模拟婴儿哭声的魔音花，还有色彩斑斓的剧毒蜘蛛啧啧。这地方可真够带劲的。洛安收起非洲，3人落在一棵巨大的古树枝干上。苏九儿一落地便皱起了好看的鼻子，满脸嫌弃：什么鬼地方，又潮又臭！九儿姐姐，话可不能这么说。胡千妹掩嘴轻笑，9条狐尾轻轻摇曳，将靠近的毒瘴和蚊虫都隔绝在外。越是险恶的环境，越容易养出强大的生灵。这里的法则充满了原始的野性，对我等妖魔族来说反而是个好地方。洛安点头，妹儿说的没错，走吧，我们深入看看。深入雨林百里，空气中突然弥漫气血腥味起来，还夹杂着厮杀与惨叫。胡千妹突然停步，琼鼻微动，脸色凝重。夫君，血腥味很浓，前面有大规模的厮杀。洛安的神识早已覆盖了过去。运气不错，刚来就赶上好戏了，过去看看。3人加快速度，很快来到一处林间空地，眼前的景象堪称地狱。一个古老的巫族部落正遭受毁灭性的屠杀，攻击部落的是一群狰狞的青灰色怪物，他们身上流淌着恶心的血色粘液，包裹着破碎的骨头和一张张无声哀嚎的人脸。他们的脸上没有五官，只有一个口气，开合间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撕咬着幸存的巫族人。血灵傀！胡千妹脸色凝重，以精血和怨气炼制的杀戮傀儡，悍不畏死，没有神魂，我的幻术对他们没用，背后必有高人操控。哼，一堆破烂罢了，看老娘的！苏九儿冷哼一声，就要冲上去。等等！洛安一把按住了他，他的视线越过那些血灵傀，落在了部落中央的祭坛之上。在那里，一个矫健的女子正在死战，她身穿兽皮短衣，露出大片古铜色的肌肤，上面绘着的蓝色图腾正散发着微光，手持一柄古制法杖，每一次挥舞都带着狂暴的力量，硬生生将一只血灵傀的头颅砸碎。但血灵傀太多，他的身上已经添了数道伤口，动作渐渐慢了下来。可即便如此，他的眼神依旧凶狠，像一头被逼入绝境的母狼，没有丝毫退缩。有点意思。洛安看着那浴血奋战的身影，心生欣赏。燃烧生命也要守护族人吗？就在此时，脑海中响起了久违的系统提示音。叮！检测到高纯度远古巫神血脉，评级神话级，该血脉与宿主混沌道体契合度 96%， 可孕育特殊子嗣，觉醒图腾守护，万古之王等超凡天赋。系统发布家族任务，将图腾之女娜迦纳入洛家，奖励混沌道体提升，解锁新能力归墟领域强化。自己的眼光果然和系统一样毒辣，他眼神微眯，沉声道：看，他们的攻击都刻意避开了他的要害，他们的目标不是屠杀，是想活捉他。这么好的血脉，这么烈的性子，可不能便宜了外人。此刻，那家正手持古杖，口中念诵着古老的咒语。他兽皮短衣紧绷，
展现出矫健且充满爆发力的身体曲线。大片裸露的古铜色肌肤上，蓝色图腾纹路亮起，每一次闪烁都会抽走他的生命力，却也赋予他狂野的力量。他胸口急剧起伏，那被兽皮包裹的饱满处更显压迫感。随着咒语缓缓吐出，地面震颤，无数毒蝎、鬼脸蜘蛛、漆黑的蜈蚣破土而出，汇成一股虫潮，冲向那些青灰色的血灵傀儡。然而，那些血灵傀儡悍不畏死，挥舞利爪之间，轻易就将蛊虫撕成碎片。那家的蛊虫大军很快就被撕开一道道口子。他渐渐感到力不从心，每一次催动巫力，胸口都传来一阵闷痛。一缕鲜血从嘴角溢出，滴在胸前古铜色的肌肤上，更添几分气焰。即便如此，他依旧紧握骨杖，眼神凶狠，没有丝毫退缩。这小妞骨头还挺硬，身材也够辣，能撑到现在。苏九环抱着双臂，火爆的身段靠在树干上，红唇一撇，眼神却在那充满力量感的翘臀和长腿上扫过，暗自比较了一下，觉得自己的似乎更软更翘。洛安的注意力却完全不在战斗上，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家每次燃烧生命施展巫术时，身上都会散发出一股独特的异香，这股味道是一种源自生命本源的芬芳，让他的混沌道体都产生了悸动。他更欣赏的是他眼中那股为了守护族人不惜燃尽一切的决绝，这与他守护家人的道不谋而合。好东西啊！洛安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这味道这性子他都喜欢。夫君，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苏九酸溜溜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纤手在他腰间拧了一把，刚把我们姐妹清点完，你就又惦记上别的女人了，你还真是不爱得很啊。胡说！洛安反手抓住他作怪的小手，一脸正气的坏笑道，我是在想，这种野性血脉生出的孩子肯定跟你一样浑身是劲儿。就在他们打情骂俏的功夫，场上的局势已经岌岌可危。那家法力消耗巨大，眼前发黑，一个冲破虫巢的血灵鬼抓住了他的破绽，布满粘液的锋利骨爪带着恶风狠狠地抓向他的香肩。那家身体僵硬，已经来不及反应，要死了吗？他心中涌起一股不甘，为了部落，他连生命都可以燃烧，却连敌人的真面目都未见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洛安对着那只血灵鬼随意地弹了一下手指，嗡，一道肉眼无法捕捉的灰色波纹一闪而逝。在那家的感知中，时间仿佛停滞了一瞬，那只气势汹汹的血灵鬼在他眼前被强行抹除了，凭空瓦解消散，整个血腥的战场为之一静。怎么回事？那家心头狂震，他杏眼圆睁，完全无法理解刚才发生了什么。隐藏在暗处的血脉猎手头目发出一声嘶吼，是谁竟敢插手我血脉猎手的事？滚出来！哼，你们尊上都被我当烟火放了，你这种小鱼小虾还敢犬吠？洛安笑了，他不再隐藏，揽着苏九的纤腰，带着胡千妹从树冠上一跃而下，落在了那家的身前。那家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心头一惊，这个男人身上的气息让他感觉亲近。不等那家开口，苏九已经抢先一步，扭着水蛇腰走上前，他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那家，红唇微翘。喂！苏九用手中磨边的鞭梢指了指那家，语气张扬，腰是腰，腿是腿，屁股也够翘，难怪我家夫君眼睛都看直了。别白费力气了，我家夫君点名要你了，现在过来乖乖站好，以后我就是你姐姐，保管有你的好处。那家何曾受过这种挑衅？他本就是部落里说一不二的首领，性如烈火，当即勃然大怒，反手一掌拍开苏九的鞭梢，鼓杖横扫，怒斥道：滚开！你们是什么人？哎呦，脾气还挺暴。苏九不怒反笑，身形一晃便躲开攻击，手中的魔鞭甩出个鞭花，这还没进门呢，就敢跟姐姐动手，以后我还怎么教育你啊？九儿姐姐，你又吓到人家了。胡千妹掩嘴轻笑，款款走来，柔声对那家说道：妹妹你别介意，九儿姐姐就是这么个直性子，我家夫君只是看你血脉奇特，想帮你一把，没有恶意的。他这话说得温婉，可那家听着怎么都觉得这三个人是一伙的，把自己当成了砧板上的鱼肉，在这里一唱一和的消遣自己。少废话，要么滚，要么死。那家彻底被激怒，身上图腾再次亮起，准备拼命。嘿，这小野马还挺有劲儿。苏九舔了舔红唇，战意升腾，转身对洛安邀功：夫君，你瞧好了，这匹小野马今天我就帮你训得服服帖帖的。姐姐莫急。一道柔媚的声音却悠悠响起，胡千妹莲步轻移，挡在了苏九身前。她瞥了一眼周围蠢蠢欲动的血灵鬼，掩嘴轻笑：驯服之前总得先把这些嗡嗡叫的苍蝇拍死吧。话音未落，胡千妹的9条雪白狐尾在身后舒展开来，没有带起一丝风。她那双漂亮的眸子看向前方，瞳孔深处
仿佛有万千星辰在流转，空气微微扭曲，在那家眼中，整个世界都荡漾起一层水波般的涟漪。九尾星魔劫，幻术如水波般悄然荡开，全身笼罩在黑袍中的血脉猎手头目，眼前的景象骤然扭曲。他看到了已经被洛安捏爆的尊上，正用那双怨毒空洞的眼睛死死瞪着他。废物，一个下界的土著都抓不住，我要你何用？不，尊上饶命！他心神俱震，道心失守，对血灵魁的控制出现了一丝致命的紊乱。场上那些原本凶悍的血灵魁动作变得僵硬迟滞。还是小狐狸，你醒醒！苏九看准了时机，冲胡千妹抛了个媚眼，两人之间闪过姐妹联手先亲外敌的默契。下一刻，火红的身影化作一道残影，手中的魔鞭卷着魔音抽向血脉猎手头目。啪！一声脆响。啊！他挣扎着抬起头，声音里满是惊怒与不解。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一个将死之人问那么多干嘛？话音落下，苏九不再废话，脚尖一点，身形已经七进，魅魔体的气息全力爆发。他没再用鞭子，而是直接伸出纤纤玉手，五指如钩，按在了那头目的天灵盖上。不，那头目只觉得自己的神魂乃至生命本源都化作一道道血色符文，被一股力量疯狂抽取，身体迅速干瘪下去。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源源不断地反馈给眼前的女人。而苏九的脸颊上则泛起一抹满足，舒服地发出一声轻吟：你是魔鬼！砰！话未说完，他已经化作一具人干，被苏九嫌弃的一脚踢开。随着操控者的死去，场上所有血灵傀儡同时一僵，随即化作一滩滩腥臭的血水融入了泥土里。转瞬之间，血流成河的战场只剩下洛安三人和浑身浴血的巫族女子。那家猛了！他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那对野性十足的眸子写满了震撼与警惕。从这两个风情各异的女人出现到结束战斗，前后不过10几个呼吸，一个眼神就让敌人心神崩溃，一个出手就将强敌吸成人干。而那个为首的男人从头到尾只是弹了一下手指。这三个人究竟是什么来头？他们到底有多强？这时，一直没有动作的洛安才缓缓向他走来。他的脚步很轻，脸上没有苏九的张扬，也没有胡千妹的狡黠，只有一种让人心安的平静。他一边走一边对那家悠悠开口：你看，打架这种粗活一般用不着我出手，我们家讲究分工合作。洛安来到那家面前，无视了他警惕的眼神和紧握的鼓杖，伸出手用指腹轻轻抹去他脸颊上的一道血痕。你的部落回不来了。洛安的声音很平淡，却让他紧绷的身体微微一颤。但仇我可以帮你报，那些东西的背后有更大的黑手，你们惹不起。你的血脉很特别，他在渴望更强的力量，渴望进化。跟着我，我能给你这一切。洛安收回手，附在身后，目光变得极具侵略性。他无视了那家身后的整个部落，仿佛全世界在他眼中只有他一人值得关注。现在告诉我你的选择。我洛家正好缺一个像你这样够野够味又能打的女人。那家闪烁着野性光芒的眸子充满了警惕。我不需要你的帮助。那家的声音异常坚定。我们蛮荒部落的勇士，就算是战死，也绝不向外人低头。就在这时，几位幸存的部落长老拄着鼓杖踉踉跄跄地走了过来。他们看着洛安，眼神复杂，既有感激，也有深深的疑虑。多谢阁下出手相助。为首的一位老妪是部落的大祭司，他对着洛安行了一个古老的巫族礼节。但我们部落的命运将由我们自己掌握。阁下的恩情，我们蛮荒部落日后必将报答。报答？洛安笑了，笑得有些玩味。你们拿什么报答？用你们部落仅剩的这点人丁，还是这些破铜烂铁？他环视了一圈这个残破的部落，语气充满了不屑。别误会，我对你们的部落没有半点兴趣。洛安的目光重新落回到那家那矫健火辣的身体曲线上。我感兴趣的只有你。这赤裸裸的话语让那家的脸颊腾起一片红晕，是气的。你休想！是吗？洛安的笑容收敛了，他不再废话。一股源自混沌道体的恐怖威压轰然降临，整个部落所有的巫族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在这股威压下双腿一软跪了下去。那家作为部落的最强者，承受的压力最大。他拼命地催动体内的巫力，想要站直身体，但那股威压冲垮了他所有的防御。他浑身颤抖，最终还是单膝跪在了地上。他这才明白，在这个男人面前，他的所有骄傲与反抗是多么的可笑。现在你还要拒绝吗？洛安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声音威严。那家咬着牙没有说话，但那双眼睛里已经多了一分绝望。就在这时，
远处的雨林中传来了更多血灵傀儡的嘶吼声，血脉猎手的大部队正在逼近，部落的长老们脸上彻底失去了血色。完了，完了！大祭司喃喃自语，眼中满是死灰。洛安没有理会那些正在逼近的威胁，他对着那家伸出了手：“跟我走，你的部落可以活。拒绝我，你们所有人都会成为那些怪物的晚餐。选一个吧。”那家看着洛安伸出的手，又看了看身后那些满脸绝望的族人，他眼中的挣扎最终化为了一片黯然。他缓缓地将自己颤抖的手放在了洛安手掌中。洛安笑了，他握紧那只柔软却充满力量的小手，将他从地上一把拉起，直接打横抱在了怀里。啊！那家发出一声惊呼，下意识地搂住了他的脖子。夫君！远处，苏九和胡千妹飞了过来。苏九看着洛安怀里的那家，立刻就不高兴了，鼓着腮帮子，一脸的醋意，把剩下的血灵魁都清理掉。洛安对着他们吩咐了一句，然后抱着怀里还在挣扎的那家，身形一晃便消失在了原地，只留下一句话在空中回荡：我去就回。夫君真是的，大白天的就这么猴急。苏九跺了跺脚，却还是和胡千妹相视一眼，开始清理战场。一处隐蔽的山洞内，洛安将那家放在一块干净的石床上，那家一落地就立刻警惕地退到角落，浑身肌肉紧绷。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洛安一脸坦然地走了过去，理直气壮地说道：当然是给你治病了，我已经好几章没给人深入治疗了，我的宝子们都不评论了。那家的脸瞬间涨红，这个男人比他见过的任何蛮荒恶徒都要无耻。我不需要，我的伤自己会好，他色厉内荏地喊道。洛安身形一晃，已经出现在他面前，他伸出一根手指，指尖萦绕着灰色的混沌气流，悬在他肩胛骨的伤口上方。别动！那家身体一僵，本能的想躲开，却被一股力量禁锢在原地。他只能看着那根手指落下，指尖处碰到肌肤的刹那，一股温润的气息涌入伤口，那撕裂的皮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蠕动，恢复成光洁紧致的古铜色肌肤，连疤痕都没留下。你！那家心头狂震，这是什么疗伤手段？比部落大祭司献祭10年寿命换来的治愈数还要快上百倍。洛安沿着他那玄奥的蓝色图腾，指腹与他体内传来的气息交织在一起。你的巫神血脉因为强行催动，已经出现了无法逆转的亏空。洛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外伤好治，内损难补，再这么下去，不出3年，你的血脉就会彻底枯竭。要你管？那家嘴硬道，但声音却没了底气。他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哼，现在是我的人了，我当然要管。放松点，不然药效进不去。而且你这身兽皮太碍事了，上面的血污会污染我精纯的本源，影响治疗效果。话音未落，那家只觉得身上一凉，他那件紧身的兽皮短衣和短裙在混沌气流的浮动下化作了飞灰。啊！那家发出一声惊呼，双手下意识地护在胸前，整个人蜷缩起来，又羞又怒。这个男人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洛安却无视了他的抗议，欣赏着眼前这具充满了原始野性美感的酮体。健康的小麦色肌肤，紧实而富有弹性的肌肉线条，那蓝色的图腾从他的锁骨一直蔓延到大腿，如同活物般在他身上流淌，更添了几分神秘的诱惑。底子不错，看来南疆的水土确实很养人。洛安自顾自地点评着，像是在看一件艺术品。看着我，那家倔强地扭过头，却被他捏住了下巴，强行转了回来。别嘴硬了。洛安的指尖点在了他心口处那最复杂的图腾核心上。血脉在雀跃，在蜕变，在向着更完美的形态进化。肌肤变得愈发滚烫，那蓝色的图腾光芒大盛，让他整个人都仿佛笼罩在一层宝光之中。想要你的部落活下去，想要你的血脉延续下去，你就得学会接受我的全部。他的声音仿佛带着魔力，瓦解着那家最后的心理防线。他的血脉深处，古老的巫神虚影在对这股混沌之力顶礼膜拜，那是源自生命本源的臣服。抗拒在绝对的生命层次压制下显得如此可笑。他的骄傲，他的不甘，在血脉的进化和臣服面前轰然崩塌。与其被动地承受这份恩赐，不如主动去掠夺，去融合，这才是蛮荒的法则。那家迷离的眼神骤然清明，闪过一丝野性。他不再是被动承受的祭品，而是发现了猎物的饿狼，那双野性的眸子死死盯着他。洛安微微一愣，随即大笑起来，这才是他看上的南疆小野马。他喜欢这种野性。叮！恭喜宿主与那家缔结道侣，其远古巫神血脉与宿主混沌道体完美交融。奖励1，宿主修为提升至元婴后期圆满。奖励2，混沌道体解锁新天赋生命同化，万毒免疫。奖励3，
家族光环生命力共享效果提升。山洞内光芒散去，那家身上蓝色的图腾此刻正散发着柔光晕，仿佛在向新的主人宣誓效忠。山洞外，苏九和胡千妹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一个托着腮，一个轻轻摇着狐尾。哼，又是深度治疗这套。苏九鼓着腮帮子，气得用小脚踢着地上的石子。这个混蛋夫君，借口都不知道换个新的。下次是不是又轮到哪个圣地的圣女说人家功法有缺陷，需要他亲自用本源去疏通啊？胡千妹则掩嘴偷笑。九儿姐姐，夫君每次治疗完，咱们家就多一个姐妹，实力也跟着水涨船高。这买卖怎么看都不亏啊！我呸！你这只骚狐狸就知道帮他说话。苏九伸手就在胡千妹那丰腴的腰间掐了一把，引来一阵娇嗔，但他心里却也不得不承认，这小狐狸说的是歪理，但偏偏又是事实。两人打闹了一阵，看着那幽深的山洞，决定还是不打扰夫君的正事，联袂飞回了部落营地。次日清晨，山洞内，那家在一阵酥麻感中醒来，他睁开眼，发现自己正趴在一个坚实的胸膛上，身上不着寸缕，而那个男人的手正放在他挺翘的臀上，有一下没一下的揉捏着。昨夜的疯狂画面涌入脑海，从最初的抗拒到最后的反客为主，将这个男人压在身下，疯狂地掠夺那让他站立的力量。那家的脸颊红得发烫，他感觉自己体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血脉圆融无瑕，充满了磅礴生机，甚至能感知到周围每一株植物的情绪。看着洛安的脸，眼神中再无半分抗拒，只剩下迷离和深深的依恋。这个男人用最粗暴的方式征服了他的身体，也征服了他的心。醒了，洛安笑着调侃道，昨晚不是骑在我身上的吗？怎么现在就没力气了？我……那家红着脸羞怯地往他怀里缩了缩，声音细若文瑞。还行。洛安哈哈一笑，在他脸上亲了一口。不错，看来你已经是我百草园里最娇艳的一朵毒花了，以后可得让夫多多浇灌才行啊。当大家跟着洛安回到部落时，所有族人都惊呆了，他们眼中的圣女仿佛脱胎换骨，那股源自血脉深处的自信与强大，让他们不由自主地想要跪拜。我蛮荒部落的那家，从今日起奉洛安为我主。那家对着所有族人郑重宣布，他将带领我们走向新的纪元。部落的长老们在见识到那家的蜕变后，再无半分怀疑，深信洛安是部落传说中那位执掌生命本源的神明将士。大祭司领着所有长老对着洛安五体投地，蛮荒部落愿世代侍奉神主。他颤抖着从怀中捧出两件东西，一个是由无数蛊虫尸骸构成的还在微微蠕动的黑色巢穴，另一个则是一截已经干枯却依旧散发着微弱生命气息的树枝。此乃我族世代守护的万古母巢与生命之树残骸，今日一并献给神主，只求神主能庇护我族血脉得以延续。洛安的目光首先落在了那个黑色的巢穴上，这东西约莫人头大小，通体漆黑，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孔洞，它还在微微蠕动，仿佛拥有自己的生命，散发出一股古老的气息。万古母巢，洛安来了兴趣，他伸出手触摸了一下母巢的表面，一股冰凉滑腻的触感传来。叮，检测到蕴含原始生命法则碎片的奇物万古母巢。功能1，可培育、孵化、变异天下万古。功能2，可吞噬血肉、能量、法则转化为培育蛊虫的养料。融合建议，可与宿主的归墟领域融合，将其改造为混沌蛊巢，大幅度提升其吞噬与孕育能力，并有几率孕育出蕴含混沌属性的虚空灵蛊。哦，有点意思。洛安的眼睛亮了，这玩意儿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兵工厂和垃圾回收站，以后打架杀人连清理战场的功夫都省了，直接让这母巢一口吞掉，还能变废为宝，生产出各种功能奇特的蛊虫大军。这要是跟大家的生命嫁接能力结合起来，岂不是能创造出各种匪夷所思的复合型蛊虫？比如长着翅膀的剧毒蝎子，会隐身的自爆甲虫，甚至能吐出幻术烟雾的毛毛虫。洛安越想越觉得有趣，他毫不客气地将万古母巢收进了自己的储物空间。这东西我收下了。随后他的目光又转向了那截干枯的树枝，这树枝只有手臂长短，通体焦黑，看起来平平无奇，就像是普通木头，但洛安能感觉到在那焦黑的外表下隐藏着极其微弱的生命气息。叮，检测到太古神物生命之树残骸。状态，本源枯竭，濒临死亡。激活方式，需以同等级别的生命本源进行滋养，方有几率复苏。价值，若能完全复苏，可成长为真正的生命圣树，自成一界，化为家族的生命源泉，为所有家族成员提供无尽的生命力。洛安的心头猛地一跳，
生命圣树，这可是传说中连仙域都寻不到的至宝。这个我也收下了。洛安将生命之树的残骸也收了起来，心情大好。这次南疆之行真是收获满满，不仅收了个身怀异香、体质独特的巫女老婆，还白得了2件神物。看着洛安收下献礼，大祭司和一众长老们都松了口气，脸上露出了喜悦。在他们看来，神主收下了他们最重要的东西，就代表着接纳了他们蛮荒部落。好了，都起来吧。洛安挥了挥手，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鸿蒙圣地的人了。那迦，你留在这里，整合部落，安抚族人，顺便研究一下这个。洛安将万古母巢又取了出来，递给那迦。我已用我的力量对它进行了初步的改造，你试试，看能不能将你的生命嫁接之术与它结合起来。那迦接过母巢，入手温热，他能感觉到自己与这个母巢之间建立起了奇妙的联系。他将一缕巫力注入其中，母巢表面的孔洞中探出无数细小的触须，亲密地缠绕着他的手指。我感觉我能创造出全新的生命。那迦的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就在这时，苏九和胡千妹也走了过来。苏九看着在洛安面前温顺乖巧的那迦，心里就来气。喂，野丫头！苏九双手叉腰，走到那迦面前，故意挺了挺胸脯，试图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别以为得了夫君的宠幸，就能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告诉你，这个家我才是。他话还没说完，那迦只是瞥了他一眼，然后一只指甲盖大小的七彩毛虫从那迦的指尖飞出，落在了苏九的鼻尖上。啊！苏九吓得花容失色，连连后退，拼命地想把那只小虫子甩掉。她堂堂天魔宗圣女，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这种毛茸茸、软乎乎的小虫子。你快把它拿开！苏九的声音都带上了哭腔。那迦面无表情地收回了蛊虫，淡淡地说道：“这是静心蛊，能治疗心火旺盛之症。我看你火气很大，对身体不好。”噗嗤！胡千妹在一旁笑得花枝乱颤。洛安也是看得直乐，这后院的战争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从最初的言语交锋到现在的法术攻击，手段越来越丰富了。洛安的眉头突然一皱，他抬起头望向远方的天际，一股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强大、都要邪恶的气息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这边逼近。那气息中蕴含着浓郁的腐朽与死亡，带着对整个生灵世界的憎恨。与此同时，整个南疆的天空都暗了下来，一团巨大的血色云团遮天蔽日从北方滚滚而来。云团之中，无数血脉猎手的身影若隐若现，他们的气息比之前遇到的那些要强大数倍不止。不好，是血脉猎手的主力。胡千妹的脸色也变了，他们这是要对整个南疆的巫族进行无差别清洗。那迦的脸色也变得惨白，他能感觉到那股气息正是冲着他们蛮荒部落来的，或者说是冲着他体内的生命归真体和万古母巢来的夫君。那迦下意识地抓住了洛安的衣角。血色云团之中，一位半边身躯已经腐化，如同干枯树皮，另一半身躯则流淌着黑色浓液的仙人缓缓显露出身形。他正是血脉猎手组织派来南疆的最高统领，他曾是仙域的一位天仙，因犯下大错被贬下界，神魂与肉身都遭受了纪元牧者的污染。他俯瞰着下方那个小小的巫族部落，眼中满是蔑视。一群蝼蚁也敢反抗牧者的意志？尊者的声音沙哑而又刺耳。今天本尊便将这片污秽的南疆炼成本座的血脉秘境。他抬起那只流淌着黑色浓液的手，化作一只遮天蔽日的巨掌，朝着下方的部落狠狠拍下。哦，口气不小。洛安将那家护在身后，抬头看着那只巨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能感觉到对方身上那令人作呕的牧场气息。又一个送上门来的养料，今天就拿你做我们新蛊虫的第一批养料。洛安的身形如同一道电光冲天而起，归墟领域毫无保留地展开。一场针对仙域爪牙的血腥反击在南疆的上空正式拉开帷幕。遮天蔽日的一掌携带着压塌山川的威能轰然落下，掌心流淌的黑色浓液尚未触地，下方的林木便已枯萎成灰。一群蝼蚁仰望本尊都是一种恩赐。尊者沙哑的声音在天际回荡，充满了漠然。整个蛮荒部落的族人都在这股威压下瑟瑟发抖，在他们眼中这与天罚无异。然而就在那巨掌即将触及部落的刹那，嗡！一道领域以冲天而起的洛安为中心，瞬间笼罩了方圆百里的空域。归墟领域，那只蕴含着腐朽仙力的巨掌一头撞入这片领域，却连一丝涟漪都未能激起。在尊者惊愕的瞳孔中，他引以为傲的仙术从掌心开始一寸寸的分解消弭于无形。法则崩解。不，这不是法则。尊者脸上的蔑视被前所未有的震惊所取代，
声音都变了调。这是抹除？是更高层次的权柄？不可能，下界怎么可能存在这种力量？就在他失神的瞬间，下方的那家抓住了机会。他那双野性的眸子里战意盎然，对着天空中的男人充满了崇拜与信赖。夫君创造了最好的时机，万古齐出。他将自己的巫力疯狂地注入手中的万古母巢，经过洛安改造的母巢爆发出璀璨的乌光。巢穴表面的无数孔洞中，无数蛊虫逆流而上，朝着天空中的尊者席卷而去。这些蛊虫形态各异，狰狞可怖，有的长着蝉翼，却有着蝎子的尾针；有的如同蜈蚣，甲壳上布满了诡异的魔纹，口中能喷出腐蚀仙体的剧毒浓雾。这些都是那家利用生命嫁接之术，结合万古母巢创造出的全新兵种。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那具充满了庞大生命能量的仙躯。区区蛊虫也敢在本尊面前放肆。尊者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虽然对洛安的力量感到恐惧，但他身为仙人的骄傲却不容许他被这些下界的虫子挑衅。他咆哮一声，身上爆发出更加浓郁的腐朽仙力，化作一道道黑色的锁链抽向蛊虫大军。然而就在此时，咯咯喽，老东西，你的对手可是我们姐妹呢，让妹妹们来疼疼你啊！苏九那娇媚入骨的笑声响起，小狐狸，看准了，姐姐我先上，给你创造机会。天魔领域，红尘域海，一片粉红色的领域悄然展开，将尊者笼罩。领域之中，无数身姿妖娆的魔女虚影浮现，她们皆是薄纱遮体，曲线毕露，对着尊者搔首弄姿，发出阵阵销魂的吟哦。那声音直透神魂，引动他心底最原始的欲望。饶是尊者仙心稳固，也被这景象搅得一阵气血翻涌，心头竟生出一丝燥热。九儿姐姐莫要逞强，小心闪了你的仙腰，这种老不休还是交给妹妹来对付。胡千妹的调笑声紧随其后。九尾、幻杀界、地陨，她的9条狐尾在空中交织，构建出一个更加真实的幻境。在尊者的眼中，苏九和那些魔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他此生最大的梦魇，当初将他贬下凡间，满脸威严的仙域大能。孽障，汝罪当诛！帝君的声音如同9天惊雷在他识海中炸响，那道剑锋上的杀意让他神魂都感到刺痛。不，帝君饶命！双重幻术叠加，饶是尊者身为天仙，也在这突如其来的精神攻击下出现了刹那的恍惚。就是这刹那的恍惚，成了致命的破绽。无数蛊虫疯狂地涌了上去，附着在他的仙躯之上，开始啃噬着他腐朽的血肉与仙力。仙躯之上传来一阵令人牙酸的咔嚓声。啊！剧烈的痛楚让尊者从幻境中惊醒，他看着自己身上那些如同枯骨之躯的蛊虫，发出了野兽般的咆哮：一群蝼蚁，都给本尊去死！他体内的腐朽仙力如同火山般爆发，他竟开始燃烧自己的仙人本源。一股毁灭性的黑色能量波以他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去。他要将这些胆敢伤到他的蛊虫，连同那2个施展幻术的女人一同化为飞灰。玩够了吗？洛安娜平淡的声音响起。他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尊者的面前，他看着对方那疯狂燃烧本源的举动，摇了摇头。在我家里人面前耍威风，谁给你的胆子？燃烧本源，在我面前，你连死的壮烈一点的资格都没有。洛安伸出了手，那只由混沌气流组成的灰色手掌再次出现。混沌之手无视了所有爆发的腐朽仙力，直接抓住了尊者的头颅。尊者感觉连挣扎都成了一种奢望。你的力量比魔渊的那些垃圾还要让人恶心。洛安的声音冷得不带一丝情感。混沌气流顺着手掌疯狂地涌入尊者的体内，尊者感觉自己的仙力、生命本源乃至神魂都在被这无法抗拒的力量疯狂地吞噬。不，这是原初混沌。尊者终于认出了这股力量的本质，他的眼中流露出比死亡还要深刻的恐惧。你到底是谁？你不是下界的人。你……他的嘶吼戛然而止。原来下界真的有神，这是尊者最后的念头。他的身体被彻底抹除，化作最精纯的本源能量，尽数被洛安的混沌道体吸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洛安出手的瞬间，下方的苏九、胡千妹那家3人都感觉到一股磅礴的力量，通过某种玄妙的联系，从洛安身上加持到了他们体内。苏九的魔气运转速度快了数倍，胡千妹的幻术变得更加凝实，那家对蛊虫的控制力也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家族光环，力量叠加。随着尊者的陨落，天空中庞大的血色云团也失去了控制，开始溃散。残余的血脉猎手们看着自己的首领被如此轻易的抹杀，一个个都吓破了胆，四散奔逃，一个不留。洛安冰冷的声音传遍了整个战场：是，
夫君。苏九和胡千妹娇喝一声，想跑？问过老娘的鞭子没有？两人化作流光，展开了对残敌的追杀。那家则指挥着自己的蛊虫大军，将那些逃窜的血脉猎手一个个拖拽回来，直接扔进了不断蠕动的万古母巢之中。母巢发出兴奋的嗡鸣，将这些强大的血肉化作了养料。一场足以颠覆整个南疆格局的大战就这么戏剧性的结束了。与此同时，洛安体内那股由仙人本源转化而来的混沌能量轰然炸开，他的识海中那尊与他一模一样的元婴猛地睁开双眼，体表浮现出无数大道符文。只听咔嚓一声，元婴的外壳寸寸碎裂，从中走出一个通体散发着神性光辉的崭新灵体元神。叮！恭喜宿主斩杀仙域，腐朽仙人尊者，完成成就，下界斩仙。奖励1，宿主修为提升至化神初期。奖励2，混沌道体解锁新天赋真理之眼，可看破一切虚妄，看破万物法则本质。化神境成。洛安缓缓睁开眼，在他的视野中，整个世界都变得不一样了。他能看到苏九身上那火红色的魅魔之力法则正在向着更深邃的元域本质演化，能看到胡千妹身后9条狐尾的根部，一缕代表着天狐血脉的金色法则正在缓缓凝聚，其终点指向一片青丘神国的虚影。他的目光落在那家身上时，更是穿透了血肉的阻碍。他清晰地看到，在那家的小腹中，一个微弱到极致的生命光点正在孕育。真理之眼让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仙人陨落的异象震动了整个南疆，无数隐藏在深山老林中的强大存在都将神念投向蛮荒部落。当他们看到悬浮半空如同神明般的男人时，都吓得立刻收回神念，不敢再有半分窥探。鸿蒙圣地，洛安之名在这一日响彻南疆。回程的非洲上，气氛又恢复了往日的和谐。夫君，你偏心。苏九缠了上来，不满地在他怀里拱来拱去，火爆的娇躯蹭得他心猿意马。刚才打架的时候，你的眼睛就没离开过那个野丫头。就是。胡千妹也轻摇狐尾，凑了过来，吐气如兰。夫君，你是不是觉得还是新来的姐妹身子骨比较紧致，更有新鲜感呀？不像我们，都快成旧人了。那家则红着脸，娇羞地依偎在洛安的另一边。她已经从一个野性难驯的部落圣女，彻底变成了一个粘人的小女人。她拉着洛安的大手放到自己的小腹上，抬起那双水汪汪的眸子，用带着一丝祈求和期待的语气小声地说道：夫君，我也要胎教。洛安左拥右抱，还有一个在旁边虎视眈眈，只觉得幸福的负担又重了几分。他清了清嗓子，大手在三女挺翘的曲线上各拍了一下。好，今晚都排好队，一个个来，别急。为夫我啊，最讲究雨露均沾了。非洲上，哼，这个小野马身子骨是铁打的吗？这都进去多久了？夫君的深度治疗还没完事。苏九盘腿坐在蒲团上，两只手托着香腮，一张俏脸鼓得像个包子。小狐狸，你说夫君是不是把咱们的看家本领全用在他身上了？胡千妹正慢条斯理地沏着茶，闻言掩嘴一笑。九儿姐姐，话可不能这么说，新人嘛，总是需要夫君多费些心力去开垦的。再说了，夫君越是尽心，咱们家得到的好处才越大。我呸，就你向着他。苏九儿撇了撇嘴，伸手就想去掐胡千妹的腰，却被他笑着躲开。话音刚落，卧室内那家的一声惊呼陡然拔高，充满了震撼与狂喜。紧接着，一股精纯浩瀚的生命气息直接冲破了门板和阵法。轰！整艘鸿蒙非洲都为之巨震，洲内角落里一株作为点缀的灵草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花结果，而后化作精纯的灵气消散。怎么回事？苏九和胡千妹齐齐变了脸色。这股气息神圣古老，充满了生命本源的威严。两人对视一眼，再也顾不得拌嘴，身形一晃便冲破了房门。眼前的景象让他们瞬间愣在原地。那家那古铜色的铜体此刻正绽放出璀璨的光芒。惊人的是，在他的背脊上空，一道通天巨树的虚影正在缓缓凝聚。那巨树的枝叶散发着古老而神圣的气息。那家的双眼圆睁，瞳孔中倒映着那道虚影，娇躯在轻微的颤抖，口中喃喃自语：圣树是生命圣树的虚影。夫君！他猛地回过神，激动地扭动娇躯，回眸看向身后的男人。夫君，我看到了，我感觉到了。洛安看着他背后的异象，心中了然，自己的混沌道体与他的生命归真体果然是天作之合。这种深度的能量交融，竟直接触碰到了他血脉最深处的太古印记。那家迫不及待地分享自己的发现。生命本源，我族自古以来信仰的就是生命本源。他喘息着，话语都有些不连贯。古籍上说，太古时代整个大陆都被一棵通天的生命圣树笼罩，
它就是一切生命的源头。后来圣树崩塌，才有了五欲。哦，还有这等秘辛。洛安来了兴趣，苏九和胡千妹也竖起了耳朵。他们虽然出身不凡，但对这种涉及世界起源的太古秘闻也是知之甚少。我们蛮荒部落世代守护的就是那节生命之树的残骸。那家的声音里带着虔信与狂热。族中代代相传的预言说，终有一日会有一位执掌原初混沌的神主降临，他将用自己的本源浇灌圣树，让它复苏，带领我们巫族重现太古的荣光。说到这里，那家艰难地转过身来，抬起头，那双野性的眸子里此刻只剩下崇拜。夫君，你就是预言中的那个人，你的力量，你的本源，让我的血脉在欢呼。神主，这名头不错，我喜欢。洛安笑着捏捏他的脸蛋，心想这名头以后倒是又能忽悠几个圣女。苏九在门口听得直翻白眼，小声对胡千妹吐槽：你看，又来一个被夫君忽悠瘸了的。当初灵儿姐姐也是这么说的，什么命中注定的道侣，我看都是她的套路。胡千妹点了点头，但美眸中的异彩却越来越浓。那家却没有理会门口两人的调侃，他现在满心都是部落复兴的希望。他想了想，提出了一个让洛安心头一震的建议：夫君，我们巫族有一种秘法，名为生命嫁接，可以将自身的生命本源注入地脉之中，从而改变一方水土的生机。若是能将我们整个蛮荒部落所有族人的本源通过我进行中转，全部嫁接到鸿蒙圣地的灵脉之上，或许能对那节圣树残骸的复苏起到关键作用。几乎在同时，系统的提示音响起，叮，检测到新的家族发展路线，激活条件，将生命之树残骸植入鸿蒙圣地灵脉，并以巫族生命嫁接秘法进行浇灌，效果可将鸿蒙圣地改造为生命神国，大幅度提升圣地内所有灵植的生长速度与品质，并有几率培养出生命炼丹师，直接以生命力催生，融合丹药，为家族未来的丹药供给提供核心战略保障。洛安听完，眼睛猛地一亮，一条通往无敌家族的康庄大道就这么铺在了眼前。好主意，那家，你可真是我的福星。胡千妹心思玲珑，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巨大价值，一双美眸亮晶晶的。若真能如此，我们鸿蒙圣地的底蕴恐怕用不了几年就能超越那些传承万年的古老圣地了。到时候光是卖神药都能让整个修仙界为我们疯狂。哈哈，说得好。洛安大笑一声，目光在三女凹凸有致的身上扫过，笑得别有深意。不过生命嫁接这种大事，需要我们几位核心成员的生命本源达到完美的同调共振，不能有丝毫的差池。苏九和胡千妹对视一眼，瞬间就懂了。夫君说得对。苏九抢先一步，扭着水蛇腰就缠了上来。事关重大，绝不能马虎。妾身愿为家族大计第一个现身。九儿姐姐莫急。胡千妹紧随其后，柔弱无骨地贴上洛安的另一边。此事当雨露均沾，夫君，你说对吗？那家还有些懵懂，但看着两位姐姐如此积极，也挺起饱满的胸脯，用行动表示自己绝不落后。很好，很有觉悟。洛安感受着环绕的温香软玉，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那就开始吧。为了我们家族的未来，今晚谁也别想睡。鸿蒙飞舟降落在圣地中央的广场上，舱门还未完全开启，一股浓郁的生命气息便扑面而来。这股气息带着草木萌发的芬芳，让浑身酸软的苏九和胡千妹精神都为之一振。那家更是猛地吸了一大口，那野性的眸子里满是惊异与陶醉。这里的空气是活的，他喃喃自语，体内的巫神血脉都在欢愉。洛安率先走出飞舟，看着眼前的景象也有些意外。才离开短短几日，原本只是灵气充裕的药田，此刻每一株灵草都疯长了一圈，叶片上挂着晶莹的露珠，那露珠里蕴含的灵力比得上寻常的灵液。此刻有不少弟子们正在采集这些露珠，空气中淡青色的生命能量如薄雾般缭绕，吸入一口，四肢百骸都暖洋洋的，说不出的舒服。看来我不在家的这几天，他们也没闲着嘛。洛安笑着感叹。夫君，一道清脆呼喊声传来，颜如月从不远处的丹堂里飞奔而出，一下子扑进洛安怀里。你可算回来了，再不回来，我跟师姐就要被这些灵药给埋起来了。紧随其后，柳若曦迈着款款的步子走来，她一袭素雅的白裙更衬得身前那惊人的饱满。夫君一路辛苦了，家里一切都好。苏九刚从飞舟上下来，扶着自己快要散架的腰，一看到柳若曦，那双勾人的桃花眼就眯了起来。哟，原来是若曦姐姐。他故意拉长了语调，视线在对方胸前的傲人的规模上扫过。几天不见，咱家这头奶牛精好像又大了不少，看来家里的伙食是真的好啊，都补到不该补的地方去了。柳若曦听到了，无奈的白了他一眼，那风情让苏九都愣了一下。随后
柳若曦嘴角微翘，一手轻轻托了托自己引以为傲的资本，带着笑意回应道：总比某些妹妹光打雷不下雨要强些，家里的粮仓自然要备得足足的，好喂养未来的小英雄们。九儿妹妹，你说对吗？你……苏九儿一时语塞，竟被对了回来。大家跟在后面，他细细观察着圣地的每一个角落，以及柳若曦那惊天动地的胸脯，心中暗道：神主的家人果然不简单，不仅实力深不可测，连吵架的方式都如此直白。就在这时，一道风情万种的身影从议事大殿的方向走来，正是水月。夫君，你回来的正好。水月走到近前，美眸在新来的那家身上转了一圈，最后落在洛安身上，表情严肃。他挥手布下一道隔音结界，将几人笼罩其中，这才递过来一枚储物戒。道侣大典上，那些宾客送来的贺礼，妾身已经清点完毕了。他顿了顿，红唇轻启，声音里带着一丝激动与凝重。大部分都是些寻常的天材地宝和零食，但有3样东西，妾身觉得夫君你必须立刻过目。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天机阁送来的。水月真人眼中闪过一丝异彩，一字一顿地说道：那是一块据说是从9天仙域坠落的天碑残片。水月话音一落，广场上叽叽喳喳的声音全没了。苏九准备给新来的那家上一课，话都到嘴边了，又硬生生咽了回去。胡千妹身后摇摆的几根雪白狐尾也停在了半空，一双媚眼之中多了几分探究。所有人的视线都汇聚在水月递过来的那枚储物戒指上。夫君，你自己看吧。水月的语气听着很复杂。洛安接过戒指，神念直接探入其中。他首先取出的是一枚拳头大小、通体幽蓝的玉符。玉符刚一出现，周围的温度都下降了好几分，其表面刻满了冰蓝色的繁复阵纹。这是北原极寒之地的万里冰封符。水月在一旁解释，是北原王送来的贺礼，一旦激发，能瞬间冰封千里。寻常的元婴修士若是被卷入其中，不出3息便会神魂俱灭，化为冰雕。哟，好东西啊！苏九儿眼睛立刻就亮了，伸手就想从洛安手里拿过来。夫君，这个给我。这玩意儿跟韩凌霜那张冰块脸的气质简直是绝配。洛安笑着躲开了他的小手，顺势在他挺翘的臀上拍了一下，消停点。这么大的杀气给你，我怕你哪天跟千妹斗嘴，把咱们家后山给冻成冰原。他这话引来胡千妹一阵掩嘴偷笑。洛安没再理会这个活宝，又取出了第2件物品。那是一个古朴的紫檀木盒，打开的瞬间，一股浓郁药香便四散开来。盒中静静躺着一枚龙眼大小、通体金黄的丹药，丹身上天然形成了9道玄奥的纹路。9纹圣灵丹。这次惊呼出声的是胡千妹。她身为青丘公主，见过的天材地宝不计其数，可看到这枚丹药时，还是难掩惊容。传闻此丹乃是上古丹方，能让化神修士增长100年精纯修为，甚至在冲击瓶颈之时，有勘破心魔、稳固道基的奇效。这是哪个圣地送来的大手笔？丹鼎圣地。水月缓缓吐出4个字，他们的圣子亲自登门送上的贺礼。众人又是一阵惊叹，这丹鼎圣地向来眼高于顶，这次居然肯下如此血本，可见鸿蒙圣地如今的威势已经到了何种地步。柳若曦看着那枚丹药，柔声道：夫君如今刚入化神，根基尚需稳固，此丹正好能助夫君一臂之力。洛安却摇了摇头，将丹药和玉符一并递给了水月。这些东西你先收着，按需分配。咱们家底子薄，好东西得省着点用。他表情从始至终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这2件足以让外界疯狂的至宝，在他眼中也不过如此。这让一众女人的心里又多了几分安定和自豪。这便是他们的男人，眼界早已超脱了凡俗的宝物。最后，洛安从储物戒指里取出了最后一样东西，一块通体漆黑、满是裂纹的破石头掉在了地上。它没有灵气波动，表面坑坑洼洼，丢在山脚下的乱石堆里都毫不起眼。广场上的气氛再次陷入了寂静。哇，这石头好丑哦！颜如月不知何时凑了过来，正蹲在地上，好奇地用手指戳着那块黑石头。天机阁的人是不是挖矿的时候挖错了，把一块煤炭给我们送来了？在他旁边，一身白衣、清冷如雪的韩凌霜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然后他便转过头去，再多看一眼都是浪费时间。水月姐姐，你说的天碑残片就是这玩意儿。苏九儿也凑了过来，撇着嘴，满脸嫌弃。天机阁那群神棍，该不会是随便捡了块破烂来糊弄我们吧？这也太寒碜了，看不起谁呢？夫君，我们把这东西退回去，让他们换一箱子上品灵石来。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水月苦笑，但表情严肃。可天机阁那位使者临走前说，此物关乎仙域隐秘，乃是他们阁主亲自出手，耗费了100年寿元推演天机，付出了巨大代价才从一处上古遗迹中找到的。关乎仙域，
耗费100年寿元。这话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洛安没有说话，他弯腰捡起了那块破石头，入手冰凉，质感沉重，除此之外再无特异之处。他闭上眼，催动了混沌道体新得的天赋真理之眼，一闭眼再睁开，他所见的世界已完全不同。整个世界都由无穷无尽的法则构成，唯独他手中的这块石头是个例外。这块石头里空无一物，世间的一切法则都在主动绕开它，不敢靠近分毫。它是一个绝对的禁区。洛安的视线穿透了漆黑的表层，深入其核心。在石头最核心的深处，他看到了一点微弱的金色光芒，那光芒里蕴含着宇宙诞生、星辰演化、万物出生的奥秘。就在此时，系统的提示音在他的脑海中响起。叮！检测到太古神物鸿蒙祖龙道碑残片，来历：此乃构筑此方天地的本源之一，于太古神战中破碎，坠落凡尘，遗失万古。功能：蕴含创造与秩序的本源法则，可作为宿主混沌道体的核心，推演万法，补全天道，建立属于宿主自己的大道规则。警告：此物本源气息已因出世而泄露，极有可能引来仙域未知存在的觊觎。洛安的心脏重重地跳了一下。鸿蒙祖龙道碑，建立自己的大道规则，这已经不是让他当天道那么简单了。这意味着他的孩子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可以不必受这方天地法则的束缚。他们修炼的将是独属于鸿蒙洛家的，由他亲手缔造的至高大道，根基、起点都将凌驾于诸天万界所有天骄之上。他缓缓睁开眼，眼底深处是足以颠覆纪元的野心和对家人的无尽柔情。天机阁这群老神棍，洛安内心闪过一丝凝重，随即又化为冷笑。送这么个烫手山芋过来，这不是贺礼，这是投资，是下注，赌他洛安，或者说他们鸿蒙洛家，能不能扛得住来自仙域的风暴。有意思，这个赌注我接了。鸿蒙祖龙道碑，这东西将是他为孩子们打造的最强修炼根基。有了它，他的孩子们将不再是修炼这个世界已有的道，而是直接修炼由他亲手创造的道。夫君怎么样？可是有什么不妥？柳若曦看他神色几番变化，忍不住关切地问。何止是不妥？洛安掂了掂手里的石片，脸上露出一抹自嘲的笑容。天机阁这次是送了份能把天都给捅破的大礼啊。听到这话，刚才还叽叽喳喳的女人们都安静下来。苏九那妖媚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的凝重，胡千妹的狐尾都停止了摇摆，媚眼微眯，开始盘算着其中的风险与收益。连一向天真烂漫的颜如月都感觉到了不对劲，紧张地抓住了柳若曦的衣袖。洛安看向自己的女人们，瑶光的高贵，若曦的温婉，如月的活泼，凌霜的清冷，水月的风情，九儿的火辣，千妹的狡黠，那家的野性，压力好像也不是那么大了。洛安又恢复了那副玩世不恭的德性，他大大咧咧地说道：天塌下来由我顶着。他随手将那块天碑残片收回储物戒指，视线在极女婀娜起伏的曲线上扫了一圈。家里有这么多块能生养的好地，还怕未来的战力不够强？行了，这事你们就别瞎操心了。洛安摆了摆手，语气轻松。该修炼的修炼，该带娃的带娃，有时间不如多研究研究新姿势，想想怎么伺候好我，这才是头等大事。他这么一说，刚才还紧张兮兮的女人们都松了口气，女人们都忍不住白了他一眼，心里却都安稳了不少。不管面对什么，他们的夫君永远都是这副胸有成竹的模样。洛安拍了拍手，转身便向后山禁地的方向走去，那里是瑶光女帝的清修之所。这件神物事关重大，我得先去和灵儿通个气。他的声音远远传来，顺便咱们家正宫娘娘闭关这么久，也该好好滋润滋润了。你们几个今晚好好休息，别等我了。看着洛安的背影消失在花林深处，广场上一时陷入了奇妙的寂静。刚才那足以震动整个大陆的消息还萦绕在众人心头，但很快苏九就回过神来。夫君的麻烦自然有夫君去顶着，而他眼前的麻烦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刚才被打断的立威必须找回来。他扭着腰肢走到那家面前，双手叉腰，将自己那火爆的曲线尽情展现，挑了挑眉梢。喂，新来的野丫头，别以为得了夫君的宠幸就能在这个家里高枕无忧。告诉你，在这个家实力才是硬道理，想站稳脚跟可得先问过姐姐我手里的鞭子答不答应。那家静静地看着他，那双充满了原始野性的眸子里没有半点畏惧。就在苏九儿以为他怕了，正准备再说几句场面话巩固一下战果时，那家的脚边一根平平无奇的青草突然疯长起来，化作一根碧绿而柔韧的藤蔓，闪电般缠住了苏九儿的脚踝。什么东西？苏九儿一惊，力道不大，却让他动弹不得。他尝试催动魅魔之力，那妖艳的红色魔气刚一浮现，
就被藤蔓上散发的青绿光晕压制得死死的。那股生机勃勃的气息，仿佛是他魅魔之力的天生克星。那家这才抬起漂亮的脸蛋，缓缓回了一句：“夫君说，我的生命嫁接之术是家族未来的核心战略之一。你呢？除了会用腰缠着夫君，还能做什么？”你……苏九顿时语塞，一张妖媚的俏脸涨得通红，想发作，却发现那藤蔓坚韧无比，附着在脚踝上，酥酥麻麻，竟让他半边身子都有些使不上劲，气得他只能在原地直跺另一只脚。哎呀呀，九儿姐姐怎么又上火了呀？一旁的胡千妹掩嘴偷笑，9条大尾巴在身后惬意地摇曳着。夫君最喜欢看我们姐妹团结的样子了，咱们各司其职，才能把家族打理得井井有条嘛。这话听着是劝架，实则是在拱火，听得苏九牙根都痒痒。哇，那家姐姐好厉害啊！颜如月闪着崇拜的小星星，她跑到苏九面前，好奇地打量着她的脸。苏姐姐，你的脸怎么红得跟猴子屁股一样？是不是又上火了？我这里有新炼制的清心丹哦，你要不要来一颗？草莓味的呢？你才猴子屁股，你们全家都是猴子屁股！苏九快气炸了。就在这时，柳若曦上前一步，伸出纤纤玉手，在那根藤蔓上轻轻一指，藤蔓便如受惊的小蛇，迅速缩回了地下。他拉过那家的手，又拍了拍苏九的肩膀：“好了好了，都是一家人，别闹了。妹妹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九儿你作为姐姐，要多照顾她才是。”他的话温和有力，瞬间让那家紧绷的气场缓和了不少，也让苏九找到了台阶下。那家看着被柳若曦扶着，还在气鼓鼓瞪着自己的苏九，心中暗道：看来想在神主的家里站稳脚跟，光能生养还不够，还得能打。洛安来到后山禁地，这里是他家的大后方，也是心灵的港湾。草坪上，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娃穿着件可爱的百花肚兜，正撅着小屁股在草地上爬来爬去，正是他的宝贝女儿洛安言。他看见洛安，大眼睛一亮，立刻停下动作，张开小手，咿咿呀呀的求抱抱。旁边洛长生盘膝而坐，他抬起头，用那双和他爹一样深邃的眼眸看着洛安。父亲，欢迎回家，您身上的道韵又浑厚了。一句沉稳的话，让洛安的心都快化了。我的好蛋儿，还有我的乖女儿。他3步并作2步上前，一手一个将2个小家伙抱进怀里，在他们粉嫩的脸蛋上亲了一口。什么仙玉大敌，什么天杯残片，在这一刻都不如怀里这2个小家伙来得真实。你俩玩，爹去找你们娘亲商量点正事。洛安揉了揉2个小家伙的脑袋，语气里满是宠溺。洛长生懂事地点点头，继续盘膝打坐，稳固自身与生俱来的混沌根基。洛安言则挥舞着小拳头，嘴里发出呀呀的声音，像是在给爹爹加油。享受了片刻的天伦之乐，洛安才收敛心神，转身走向禁地深处。竹楼内，静室中，瑶光正盘膝于蒲团之上，周身仙光缭绕，地威弥漫开来。他闭关日久，化神后期的修为越发稳固。洛安推门而入，他没有出声打扰，只是缓步走到他身后，伸出双臂，从后面将那具娇躯拥入怀中。在他触碰到灵儿的瞬间，那股凛然的地威便消融得无影无踪。瑶光长长的睫毛颤了颤，睁开眼，他顺势向后靠去，将整个身体都交给了身后的男人。回来了，他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慵懒。洛安将下巴搁在他的香肩上，鼻尖萦绕着他身上的清香。他的大手不安分地滑落，附在他柔软的小腹上，那里曾孕育了他们第一个孩子。道心可还稳固？尚可。灵儿的声音细若蚊蝇，身子微微一颤，按住了他作怪的手。别闹，长生和安言还在外面，他们很乖。洛安轻笑一声，另一只手却环得更紧，将他完全禁锢在怀中。倒是你闭关这么久，道心都快变得跟凌霜那丫头一样，又冷又硬了。话音未落，一股精纯的混沌气流顺着他的掌心温和地渡入灵儿体内。他眼波流转，回头嗔了他一眼，那一瞬间的风情足以让天下任何男人疯狂。就你歪理多。洛安不再说话，只是拦腰将他抱起，轻轻放在柔软的床榻上，栖身而上。他看着身下这张颠倒众生的绝色容颜，此刻那双凤眸中只剩下羞怯与期待。瑶光闭上了眼，长长的睫毛如同受惊的蝶翼，剧烈地颤抖着。这才是真正的双修。夫君，我的修炼确实遇到了瓶颈，正需要与你好好论一论。许久之后，论道结束。洛安神清气爽，灵儿则是面若桃花。一番论道，巩固了夫妻感情，也交流了彼此的修行感悟。洛安这才将天杯残片和生命之树残骸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灵儿听完，神色也凝重起来。都是好东西，但也都是烫手山芋。不愧是当过女帝的女人，眼光就是毒辣。所以我准备干一票大的。
洛安看着他，嘿嘿一笑：“我帮你。”灵儿毫不犹豫。有了正宫娘娘的首肯，洛安的底气更足了。他召集了所有在家的女人，来到了圣地灵脉的核心。这里鸿蒙圣地的灵气浓郁，呼吸间都满是甘甜。洛安捧出那截焦黑的生命之树残骸，今天咱们来干件大事。他环视一圈，目光最后落在那家身上，那眼神中的信任让那家心头一暖，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杆。那家，这东西是你们蛮荒部落的圣物，也将会是我们鸿蒙圣地未来的根基。它的复苏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力量，但最关键的一环是你。那家重重地点了点头，眸子里满是郑重。夫君，我该怎么做？很简单。洛安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用你的生命本源去灌溉它，剩下的交给我。说着，他单手按在地上，混沌道体的力量发动，地面裂开，泥土翻涌，一个深坑自动形成，坑底的灵脉如同心脏般跳动着，散发出沛然的灵机。来吧，让我看看你的真本事。那家深吸一口气，走到坑边，他咬破指尖，一滴蕴含着巫神血脉的精血滴落在焦黑的树枝上。他闭上双眼，双手结印，口中吟诵起古老的巫族咒文。他背后的蓝色图腾亮起，一股纯粹而磅礴的生命气息从他身上涌出，化作一道碧绿色的光流，注入到树枝之中。然而那结焦黑的树枝没有半点反应。洛安走到那家身后，将手掌贴在了他柔软的后腰上，一股精纯的混沌气流温和地渡了过去。别分心，感受我的力量，将它转化为你的生命巫力，再给他。那家只觉得一股温润如玉的力量涌入体内，那感觉比在非洲上论道时还要奇妙。他那点消耗的生命本源瞬间被补充得满满当当，甚至更加精纯。他福至心灵，不再保留，将这股融合了混沌之力的生命洪流疯狂地注入生命之树的残骸中。嗡！这一次，焦黑的树枝剧烈地颤动起来，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那焦黑的表皮开始寸寸剥落，露出了底下晶莹剔透的枝干。一抹微弱的绿光在枝干的顶端亮起，然后一株娇嫩的绿芽顶开了最后一层焦黑的树皮，钻了出来。成了！在嫩芽出现的一瞬间，一股生命波动以它为中心，席卷了整个鸿蒙圣地。药田里所有的灵药如同打了催熟剂一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长。几棵上了年份的老树竟开满了鲜花，缤纷的落英之中满是新生。圣地内的每一个弟子都感觉自己被一股暖流包裹，浑身的疲惫一扫而空，修为瓶颈都有了松动的迹象。我的天！颜如月张大了小嘴，他百花蜜原体的力量正在和这股生命气息产生共鸣，炼丹的思路都开阔了不少。瑶光和柳若曦还有水月三人互相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撼。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灵植，这是神物，是足以改变一方天地法则的神物。胡千妹的9条尾巴兴奋地摇成了风车，有了这棵神树，未来圣地的丹药产量和品质将达到一个何等恐怖的程度。苏九看着身处生命能量风暴中心，被衬托得如同生命女神般的那家，心里有了一丝佩服，但嘴上还是不肯认输，小声嘀咕：哼，有什么了不起的？要是夫君给我也能开花。鸿蒙圣地灵脉核心，随着娇嫩的绿芽破开树皮，钻出来的一瞬间，整个圣地都鲜活了起来。一股肉眼看不见却能让灵魂都感到舒畅的生命波动，以那株嫩芽为中心，荡开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这涟漪所过之处，奇迹正在发生。外围的药田里，上万名弟子正在辛勤劳作。突然，他们脚下的土地传来一阵轻微的震动，怎么回事？地龙翻身了！一个弟子惊呼：不对，你们看那些灵草！所有人的目光望向药田，一株100年年份的火云枝，表面的赤红色纹路加深了一圈，顶端甚至凝结出了一滴赤红露珠。几株只有10年药龄的青木藤，藤蔓疯狂生长，交织缠绕，几个呼吸间就长了数尺，叶片变得清脆欲滴。我的亲娘啊，这灵气浓度又涨了，何止是涨了？你们吸一口气试试。卡了我3年的炼气5层瓶颈，好像要松了。我也是。这股气息钻进身体里，暖洋洋的，浑身的疲惫都没了。整个圣地都沸腾了，所有弟子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计，呼吸着这甘甜如蜜的灵气，感受着体内奔涌的灵力。而在灵脉核心处，感受最深的自然是洛安的家人们。哇，好舒服呀！颜如月那张可爱的娃娃脸上满是陶醉，她的百花蜜原体与这股磅礴的生命气息产生了最直接的共鸣。她闭上眼，脑海中无数残缺的上古丹方，许多想不通的药理关节豁然开朗。嘻嘻，我知道了，原来那张一吃就让人说真话的丹方，缺的不是药材，而是这种最本源的生命之力来中和药性。小丫头兴奋地一拍手，
恨不得现在就重回丹堂。柳若曦和水月并肩立，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都从对方的脸上看到了震撼。柳若曦一袭素雅的白裙，身前那惊人的饱满随着呼吸微微起伏，真是通天彻地。此等神物足以让我鸿蒙圣地成为玄天大陆真正的洞天福地。水月一身水蓝色的宫装，她掩着红唇娇笑，何止是洞天福地，我看呐，有这棵神树在，我们家以后光是卖丹药都能把整个玄天大陆的灵石给赚光了，到时候夫君就是这天下最富裕的男人了。胡千妹身为青丘圣女，对生命气息的感知最为敏锐，她感觉到这棵神树不仅能催熟灵药，更能净化灵药中的杂质，提升其品质。这意味着未来鸿蒙圣地出产的丹药每一颗都将是毫无单独的极品，这对于任何一个宗门来说都是无法想象的巨大财富和底蕴。就在这时，一声嘹亮的龙吟从后山禁地的方向传来，众人闻声望去，一道粗壮的灰色气柱冲天而起，气柱之中一条模糊的祖龙虚影盘旋环绕，散发出君临天下的霸道威压。是长生。瑶光面色一动，后山草坪上盘膝而坐的洛长生猛地睁开了眼，他感受到了那股磅礴的生命气息，体内的鸿蒙祖龙血脉被引动，竟不由自主地开始运转。他张开小嘴，对着生命圣树的方向轻轻吐出了一口灰蒙蒙的气。那一口鸿蒙祖气看似微不足道，却蕴含着开天辟地般的本源之力，它飘飘悠悠地飞过半个圣地，落在了那株刚刚破土的嫩芽之上。嗡！生命圣树的嫩芽在接触到鸿蒙祖气的刹那，光芒大盛，原本只有指甲盖大小的嫩芽开始疯长，1寸、2寸、3寸，几个呼吸的功夫，它就长成了一株半人高的小树苗。树干晶莹剔透，树叶之上天然生成了玄奥的大道纹路，散发出的生命气息比刚才浓郁了10倍不止。叮！生命圣树成功植入鸿蒙圣地灵脉，生命圣树吸收鸿蒙祖气，生长速度大幅提升。鸿蒙圣地属性升级为生命神国，雏形。家族光环，家族领地灵气浓度额外提升5倍。洛安的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接连响起，让他心情大好。成了，这下家族的基地算是彻底稳了。他满意的看着眼前的小树苗，又看了看远处的儿子的方向，心中满是自豪。不愧是我洛安的种，随便哈口气都能顶别人苦修100年。然而就在圣树生长加速的同一时间，洛安怀中的储物戒指里，那被他随手丢进去的黑色石头，也就是鸿蒙祖龙道碑的残片，轻微地震动了一下。这震动极为细微，若非洛安的混沌道体与他有着一丝联系，根本无法察觉。洛安眉头微挑，这破石头怎么跟圣树产生反应了？就在他准备用真理之眼探查一番时，遥远的天际之上，虚空之中，几道隐晦而强大的神念被这骤然爆发的磅礴生命力所惊动。咦，下界蝼蚁之地竟有如此纯粹的生命本源波动，似乎是太古神木的气息，莫非是生命之树的残骸复苏了？有意思，待本座探查一番。若是真品，正好取来，为本座的仙缘再添一景。几道神念交流过后，穿透层层空间壁垒，朝着鸿蒙圣地的方向而来。然而他们还未靠近圣地100里范围，瑶光那双颠倒众生的凤眸闪过一丝杀机，他冷哼一声，一股精纯至极的太阴仙力冲天而起，化作一轮冰冷的弯月虚影。那弯月只是轻轻一转，几道跨越虚空而来的仙域神念便消散了。9天仙域，几处金碧辉煌的仙宫道府之内，同时传来了几声闷哼。好霸道的太阴之力，下界何时出了这等人物？那股力量为何让我感到一丝熟悉？罢了，此地有大能守护，暂且退避，待查明情况再做打算。几位仙域大能吃了暗亏，纷纷收回了神念，不敢再轻举妄动。圣地内，洛安感受到了瑶光那霸道的一击，心中一暖。不愧是当过女帝的女人，护起家来就是这么不讲道理。广场上，苏九和胡千妹看着那家被众女围在中心，嘘寒问暖，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危机感。不行，不能再等了。苏九咬着银牙，拉着胡千妹走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小狐狸，我问你，你想不想给夫君生个娃？胡千妹的脸颊一红，随即重重的点了点头。那好。苏九一拍大腿，今晚咱们姐妹俩就联手。我就不信了，我们俩一个魅魔体，一个九尾天狐，还不如他们会结果了。自从生命圣树在鸿蒙圣地扎根，整个宗门都进入了一种亢奋状态。圣地内的灵气浓郁，随便找个地方盘膝坐下，修炼速度都比得上在外面狂吞丹药强。药田里的灵草疯长，今天刚采摘完，明天一看又冒出了新的嫩芽。弟子们每天都跟过年一样，干劲十足。以前是宗门给他们发月历，
现在他们是抢着干活，生怕干得少了，对不起这神仙般的修炼环境。鸿蒙洛家的日常也在这份欣欣向荣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丹堂现在已经成了整个圣地最热闹的地方。颜如月这丫头，自从在生命圣树下悟道之后，炼丹的思路彻底被打开了。她整天把自己关在丹房里，没日没夜地研究着各种稀奇古怪的丹药。嘻嘻，成功了！丹房内，颜如月举着一枚粉红色的丹药，兴奋得又蹦又跳。她那张可爱的娃娃脸上沾着几点黑灰。如月又练出什么好东西了？柳若曦端着一碗清新安神的灵羹走了进来，她一袭素雅的白裙将惊人的饱满衬托得愈发宏伟，随着她的走动，裙摆下的曲线摇曳生姿，让人挪不开眼。她现在将整个圣地的资源调配、弟子管理都打理得井井有条。若曦姐姐，你来了。颜如月将那枚粉色丹药递了过去，你快看，这是我最新研制的姐妹同心丹，只要2个女人同时吃下去，就能在一段时间内心意相通，连对方在想什么都知道哦。柳若曦接过丹药，无奈地笑了笑，伸手擦掉她脸上的灰尘。你呀，又弄这些没用的东西，有这功夫，不如多炼制几炉筑基丹，外面那些新来的弟子可都等着呢。哎呀，那些普通的丹药多没意思呀。颜如月撅着小嘴，拉着柳若曦的胳膊撒娇。若曦姐姐，你看苏九和胡千妹，他们俩最近老是偷偷摸摸地凑在一起，不知道在商量什么坏事。等下次我把这个丹药偷偷给他们吃了，就知道他们是不是在背后说我们坏话了。柳若曦被他逗得哭笑不得，只能由着他去。而此刻被颜如月惦记的2个人，正在各自负责的园子里进行着一场无声的较量。圣地后山被开辟出了2片特殊的区域，一片是魔之园，里面种满了从北原魔窟移植过来的各种魔花异草，魔气森森，由苏九负责。另一片是妖灵果园，里面栽种着东荒妖域特有的奇珍异果，妖气缭绕，归胡千妹打理。这是洛安给他们俩安排的差事，美其名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但2个女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这哪是让他们干活，这分明是夫君看他们俩太闲了，怕他们在后院里斗得太厉害，给他们找点事做。魔之园里，苏九儿一身火红色的劲装，火辣的身形被展现得一览无余。他叉着腰，看着眼前一株半死不活的噬魂魔花，气得直跺脚。没用的东西，老娘天天用自己的魅魔本源喂你，你怎么就不开花呢？他伸出纤纤玉指，戳了戳那魔花的花苞。你再不开花结果，马上就要被别人抛弃了。他嘴上骂着，心里却急得不行。自从那家那野丫头靠着浇灌圣树大出风头之后，苏九就感觉到危机感。现在柳若曦、韩凌霜、水月几个肚子里都有货，地位稳如泰山，就连新来的那家也隐隐有后来居上的架势。再看看自己，除了晚上能把夫君的腰缠得紧一点，好像就没什么核心竞争力了。不行，我必须尽快怀上。苏九咬着银牙，暗下决心。另一边，妖灵果园里，胡千妹一袭青色罗裙，正优雅地为一株9转灵狐果梳理着枝叶。她动作轻柔，9条毛茸茸的狐尾在身后轻轻摇曳，散发着淡淡的媚香。她看似平静，心里的小算盘却打得噼里啪啦响。九儿那个胸大无脑的女人，只知道用蛮力，肯定成不了事。胡千妹心里盘算着，夫君是干大事的人，想要得到他的宠爱，光会暖床可不行，得能帮他分忧。她心思玲珑，早就看出来，洛安虽然嘴上不说，但对那个来自仙域的威胁一直都放在心上。我得想办法，利用我青丘一族的渠道，为夫君打探到更多关于仙域融合不同妖族血脉的消息。只要我能在这件事上立功，还怕夫君不来我这里多多浇水施肥吗？2个女人心中各怀鬼胎，都把对方当成了最大的竞争对手。而他们竞争的核心洛安，此刻正在后山禁地的草坪上享受着难得的天伦之乐。他躺在摇椅上，左边是已经能到处乱跑的洛安言，小丫头穿着可爱的百花肚兜，正追着一只七彩蝴蝶；右边是盘膝打坐的洛长生，小大人似的正在稳固自己的混沌根基。洛安看着这一对可爱的儿女，什么仙域大敌，什么家族发展，全都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鸿蒙圣地，议事大殿，水月启动了洛安交给他的预警系统。这是洛安利用天杯残片的一丝规则，结合瑶光的仙道阵法，创造出的一个覆盖整个圣地周边万里的监控网络。任何气运异常、身怀恶意或是不属于此界法则的存在，一旦进入这个范围，都会在预警系统上显示为一个红点。很快，圣地外围的地图上就亮起了几个微弱的红点。这么快就来了？水月真人美眸微眯，立刻下令加强圣地外围的巡逻。圣地外围一片新开垦的林田里，一个乔装成普通农夫的修士正低着头假装在除草。他的动作看似寻常，但每一步都踩在灵脉的节点上，试图在不惊动护山大阵的情况下探查圣地内部的虚实。他就是仙域派来的探子之一，
修为合体境在下界足以横着走。然而当他踏入一片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区域时，一股威压扑面而来。他抬头一看，只见一个3岁左右、眉心有着淡淡印记的男童正站在不远处的田埂上看着他，正是出来溜达的骆长生。骆长生并没有做什么，他只是觉得这个农夫身上的气息很奇怪，让他很不舒服。他无意识地鼓了鼓腮帮子，散发出了一缕微弱的鸿蒙祖气。那探子只觉得一座太古神山压在了自己身上，别说前进了，连动一根手指头都做不到。他体内的仙灵之力在这鸿蒙祖气面前被压制得死死的。这是什么力量？大道本源？一个奶娃？怎么可能？暴露了！他心中骇然，刚想引爆本体，同归于尽。就在这时，一道冰冷刺骨的剑气从天而降，咻！那剑气快到极致，悄无声息，直接将他钉死在了地上。瞬杀！出手的正是负责圣地护卫的韩凌霜。不远处，韩凌霜一袭白衣胜雪，怀中抱着一个刚刚睡醒的襁褓，正是他和陆安的女儿陆安兰。小腹虽已平坦，但身上那冰山般的气质却因为做了母亲多了一丝柔和的锋芒。他感应到这里的异常，便随手扔出了一剑。圣地的护卫队闻声而至，将现场团团围住。洛安和瑶光也很快赶到。洛安走到那探子的尸体旁，真理之眼扫过，果然他在那探子的神魂深处发现了一道极其隐秘的仙域烙印。这烙印不仅能传递信息，更能在探子死后抹除其所有记忆。看来敌人比我们想象的要谨慎得多。洛安的语气很平静。瑶光走到他身边，那张仙姿玉貌的脸上一片冰冷。他们既然敢把爪子伸过来，那就别想再收回去了。夜深人静，洛安的卧房内，瑶光依偎在他怀里。夫君，这些探子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大鱼还在后面。瑶光的声音带着一丝担忧。我知道。洛安将他搂得更紧，所以我才要让你把咱们家的防御再加固一点。他翻身将瑶光压在身下，坏笑。来，灵儿，为夫再帮你滋润滋润，让你有更多的力气去布置那天下第一的护山大阵。瑶光白了他一眼，那风情足以让星月失色。他主动伸出玉臂，勾住了他的脖子。那夫君你可要用点力了。在洛安夜以继日的帮助下，瑶光的修为愈发深不可测。那张本就仙姿玉貌的脸上更是添了几分媚态。这一日，鸿蒙圣地灵脉核心，洛安站在灵脉最中央，手中捧着黑色石块鸿蒙祖龙道杯。他看向一旁的瑶光，调笑道：灵儿，为夫的混沌本源都快被你榨干了，你可得悠着点。瑶光白了他一眼，那眼波流转间的魅意看得洛安心头一热。他没有理会洛安的骚话，而是神色一肃，女帝的威仪笼罩全场。就是现在，随着他一声轻斥，洛安将道杯按入了灵脉深处。嗡，一股厚重气息从大地深处轰然升起。瑶光双手结印，指尖快的只剩下残影。他引动9天之上的星辰之力，一道道璀璨星光垂落而下。那生命圣树仿佛感应到了召唤，树干发光，无数碧绿色的根须破土而出，竟是主动与星光交织，在大地上勾勒出繁复玄奥的阵纹。切！瑶光玉足轻点，飞身至半空。他一口精纯的太阴仙力喷出，化作一轮弯月，悬于圣地正上方。绝世大阵在这一刻落成，一片朦胧的仙光如同轻纱，缓缓将整个鸿蒙圣地笼罩。从外界看，这里云雾缭绕，再无圣地的半点踪迹。同一时间，远在中原神州的天机阁，阁主天机子正对着面前的星盘耗费心血，试图再次窥探禁忌之地。突然，咔嚓，他视若珍宝的本命星盘竟从中心开始皲裂，裂纹疯狂蔓延至四周。噗！天机子一口逆血狂喷而出，整个人萎靡下去，像是被抽走了几百年寿元。不可测，不可窥。他指着星盘的方向，眼中满是惊恐与骇然。那片土地已经从这方天地的因果中跳出去了。他顾不得伤势，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一声嘶吼：传令，将鸿蒙圣地列为永世禁忌，所有相关记载全部销毁，谁敢再探，便是与老夫为敌。大阵之内，洛安收回了手，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苏九扭着腰肢走了过来，靠在他身上。夫君，你和灵儿姐姐弄出这么大阵仗，这乌龟壳够硬吗？洛安搂住他的纤腰，在他耳边坏笑：够不够硬，你晚上来试试不就知道了。正好家里的防御工事搞定了，也该好好加固一下内部防御了。洛安召集了所有家人，在议事大殿开了一次正式的家庭会议。洛安坐在主位上，心里那叫一个舒坦。左边是高贵冷艳的正宫女帝，右边是风情万种的百花谷主，下面还坐着温柔大管家冰山女战神。
元气炼丹师，个个都是能顶起一片天的绝色佳人。这后宫啊不，这管理团队谁看了不迷糊？嗨嗨，洛安清了清嗓子，摆出一家之主的架势。今天开个会，主要讲2个字：发展。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整合整个玄天大陆的势力，为将来打穿仙域做好最充分的准备。他的目光落在柳若曦身上，她今日穿着一身淡青色的宫装，更显得温婉贤淑，或许是怀有身孕的缘故。她身前那本就惊人之处愈发宏伟，坐着时都需将腰背挺得更直一些，自有一股母性的光辉。若曦，你心思缜密，继续当好我们家的大管家，所有资源调配、后勤保障都由你负责，辛苦你了。回头我单独给你开小灶，好好补补身子。夫君放心，这都是妾身分内之事。柳若曦温柔地点了点头，脸颊微红。水月，洛安又看向风情万种的水月，她正摇曳着丰腴的身姿为众人添茶，宫装紧贴着她成熟的曲线，裙摆下的风光引人遐想。对外联络、合纵连横就交给你了，哪些势力可以拉拢，哪些需要敲打或者抹去，你看着办。水月真人闻言掩嘴娇笑，夫君真霸道，不过妾身就喜欢你这霸道的样子。凌霜，你主杀伐，圣地的护卫队和战力培养由你全权负责。韩凌霜依旧清冷，怀里抱着洛安兰，让她的气质柔和许多，她还是那样言简意赅。好，至于如月，洛安看向颜如月，丹堂还是你的，我需要你炼制出足够多的丹药，不仅要满足我们自己人，还要能拿出去当做拉拢盟友的筹码。颜如月兴奋地举起小手，没问题，夫君哥哥，我最近又研究出了好几种新丹药，保证让那些人心甘情愿地给我们卖命。就在这时，颜如月突然哎呀一声，小脸皱成一团，好像刚想起来什么天大的事。她手忙脚乱地在自己的储物袋里翻找起来，叮里当啷地调出好几瓶丹药和零食。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中，她终于摸出了几枚粉红色的玉符，递给水月。师傅妹妹，天大的喜讯，你看我最新研制的验孕符，只要往肚子上一贴，粉色就是有，蓝色就是没有。我刚刚偷偷给瑶光姐姐测了一下，你看亮得发光。她举起一枚玉符，那粉色的光芒简直能闪瞎人的眼。然后她又把另一枚贴在自己肚子上，那枚玉符也亮起了粉光。小丫头挺起小腹，得意地宣布：嘻嘻，我也有啦。什么？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哐当，苏九手里的茶杯没拿稳，直接摔在地上，碎成了几片。她那张妖媚的俏脸瞬间没了血色，随即又涨得通红，胸口急剧起伏，死死咬着嘴唇。坐在她旁边的胡千妹也是一脸的失魂落魄，身后惬意摇摆的9条虎尾僵住，毛都炸开了一些，随即又被她强行抚平，只是那勉强挤出的笑容比哭还难看。洛安整个人都定住了，嘴巴张了张，半天没说出话来。他看看瑶光那微带羞意的绝美容颜，又看看颜如月那得意洋洋的小脸，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他猛地一拍大腿，站了起来，一把将瑶光和颜如月揽入怀中。我就说我最近总感觉自己耕耘的土地格外肥沃，原来是双双开花结果了，不愧是我，这效率诸天万界谁能与我争锋。定，道侣瑶光成功受孕，奖励家族成员气运凝聚，逢凶化吉概率提升 30%。 定，道侣颜如月成功受孕，奖励宿主混沌道体与百花蜜原体融合，获得天品丹方造化丹。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在洛安脑海中炸响，让他幸福的差点找不到北。这边的喜讯却成了对某些人的酷刑。苏九狠狠瞪了一眼胡千妹，传音道，语气里满是抓狂，看见没，又被他们抢先了，连那个整天只知道吃喝玩的小丫头片子都，我们俩的肚子怎么就这么不争气？难道是我们太贫瘠了？胡千妹咬着红唇回道，急什么？夫君是龙，他的雨露早晚会下到我们田里，我们得讲究策略。什么策略？再讲策略，孩子都满地跑了。不行，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催孕联盟，今晚就联手。你用你的9尾幻术困住他，让他在温柔乡里出不来，我再用我的魅魔之体榨干他最后一滴。我就不信了，2块地一起耕还种不出一根苗。胡千妹眼中重新燃起了斗志，重重的点了点头。就在2人偷偷结盟，盘算着晚上怎么把洛安就地正法的时候，一直负责情报的水月轻咳一声，打破了店内的喜悦气氛。夫君，喜事说完，也该谈谈正事了。他从储物戒中取出一份玉简，神色凝重。这是天机阁最新发布的乾隆榜，还有10几个不朽神朝和万古世家的天骄联名发来的一封天骄论道帖。哦，洛安饶有兴致地问道，榜首是谁啊？让他们这么大阵仗？水月红唇微翘，勾起一抹骄傲的笑容。他看着洛安，一字一顿地说道，榜首是咱们的
长生。评语：天命所归，气运如龙，鸿蒙开辟者。至于那封帖子，是向我们长生下的战书。水月真人脸上满是冷笑：夫君，看来有人坐不住了，想来探探我们家的虚实。洛安看都没看那帖子，只是揉了揉身边洛长生的脑袋。长生，外面有一群不开眼的家伙，想找你切磋一下，你去不去？洛长生抬起头，沉稳地点了点头。父亲，孩儿愿为家族扫平一切障碍。好，有志气。洛安哈哈大笑，他转头面对水月，去广发请柬，告诉全天下的人，我鸿蒙圣地将于1月之后举办天骄论道大会，欢迎天下同道前来观礼。正好也让那些宵小之辈好好看清楚我洛家的孩子究竟有多强。苏九和胡千妹一听，眼睛都亮了，刚才的失落一扫而空，立刻又开始了新的战争。夫君，长生出战总得有护法吧？我魅魔之体最擅长扰乱心神，能帮长生在战前就取得优势。苏九挺了挺胸脯，抢先说道：是呀，夫君。胡千妹的9条尾巴摇得欢快，也需要有人在旁边摇旗呐喊才行。我青丘狐族的幻术能为长生营造最有利的战斗环境，让他立于不败之地。刚刚组建的崔运联盟又一次为了长生特训教练的职位争得不可开交。1个月后，鸿蒙圣地山门大开。这一日，玄天大陆风云汇聚，天穹之上仙光流转，瑞兽奔腾。一艘艘雕龙画凤的巨大飞舟撕裂云层，上面站满了气息强横的修士，更有威武不凡的异兽拉着战车碾过虚空，发出隆隆声响。他们的目标正是这场号称玄天大陆有史以来最为盛大的天骄论道大会。鸿蒙圣地，哼，好大的口气。一艘飞舟之上，一个身穿锦衣的年轻天骄撇了撇嘴，脸上满是不屑。天机阁那些老神棍越来越糊涂了，居然把一个3岁的奶娃娃捧上乾隆榜榜首，我看他们是疯了。休得胡言。他身旁的一位老者沉声呵斥，遥望着远处那座云雾缭绕的仙山，眼中却也难掩疑虑。只是以3岁之龄登顶榜首，此事的确匪夷所思。我们此行既是观礼，也是探一探虚实。飞舟缓缓靠近鸿蒙圣地的山门，当他们穿过护山大阵时，飞舟上所有人都集体失声了。这是什么灵气？先前还满脸不屑的年轻天骄，此刻正张大着嘴拼命地呼吸着，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灵气扑面而来。这已经不能称之为灵气了，这简直就是灵液的海洋。仅仅只是吸了一口，他就感觉自己卡了数年的修为瓶颈竟然有了松动。快，都给我坐下。运功。老者最先反应过来，他一屁股坐在甲板上，也顾不得什么威严了，双目赤红，疯狂地吞吐着周围的灵气。天杀的，在这里当一条狗都比我在宗门灵脉里修炼强啊。这一幕在每一艘抵达山门的飞舟，每一柄飞剑，每一架战车上同时上演。一位来自瑶池圣地的长老刚踏出飞舟，差点被这股灵气冲得一个踉跄。他看着山门内那些正在扫地的外门弟子，一个个面色红润，气息沉稳，修为最低的竟然都是元婴期。再看看路边那些随处可见的花草，每一株都流光溢彩，蕴含着惊人的药力，比他瑶池药园里精心培育的100年灵药长势还要好。疯了，疯了！这位见多识广的长老，此刻的世界观正在被一点点地碾碎。他们原本是来看一个奶娃的笑话的，可现在他们觉得自己才是那个最大的笑话。一个能用这种灵气来养花草、养外门弟子的宗门培养出来的长子，该有多恐怖？那个被放在榜首的3岁奶娃，真的只是个笑话吗？所有人心中的轻视与怀疑，在踏入鸿蒙圣地的这一刻便烟消云散。圣地中央的广场上搭建起了一座巨大的白玉论道台，洛安带着一群国色天香的妻妾坐在主位上，品着灵茶，吃着瓜果。夫君，你说长生他能行吗？柳若曦挺着愈发宏伟的胸脯，有些担忧地问道。放心吧。洛安捏了捏他的小手，你该担心的是那些所谓的天骄，道心会不会被长生给打崩了？就在这时，在一众期待的目光中，洛长生出场了，就是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娃娃，穿着一身简单的青色劲装，一步步走上了论道台。他虽然只有3岁模样，但那份沉稳的气度、深邃的眼眸以及眉心若隐若现的印记，让所有看到他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这真是个3岁的孩子，好强的气场！我只是看着他，就感觉自己的灵力运转都有些不畅。在众人惊疑不定之际，第一个挑战者迫不及待地跳上了论道台。来者是东部神州大夏神朝的太子夏九幽，他年约20，修为已是元婴后期，身穿金龙战甲，手持一柄地兵残片所化的长枪，整个人气势汹汹，威压逼人。3岁小儿
也敢妄称开辟者。今日本太子就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天骄。夏九幽长枪一指，枪尖迸发出璀璨的神光，直指骆长生。骆长生站在原地，小脸上古井无波。他抬起头，用那双深邃的眼眸平静地看着夏九幽。出手吧。一句沉稳的话从一个3岁孩童口中说出，让夏九幽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找死！他怒吼一声，不再留手，手中的地兵长枪发出一声龙吟，化作一条金色的巨龙，携带着撕裂虚空的威能，朝着骆长生当头砸下。然而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骆长生只是抬起了他的小拳头，没有动用任何灵力，没有任何花哨的招式，就是这么平平无奇的一拳迎向了那条金色的巨龙。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拳头与巨龙撞在了一起。那条由地兵之力所化的金色巨龙，在接触到骆长生拳头的刹那，就像是纸糊的一样，寸寸碎裂，化作了漫天的光点。而骆长生站在原地，毫发无损，连衣角都没有动一下。夏九幽脸上的血色退得一干二净。不可能，我的全力一击，你怎么可能？他的话还没说完，骆长生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小小的身影却给了夏九幽一种面对太古神山的窒息感。骆长生轻轻抬起手，一缕灰蒙蒙的鸿蒙祖气自他指尖萦绕而出，化作一道细丝，快到极致，瞬间洞穿了夏九幽身上的金龙战甲以及他所有的护体灵光，最终停留在了他的眉心之前。夏九幽的身体僵在了原地，动弹不得。他能感觉到，只要那道细丝再前进一分，他的神魂就会被彻底湮灭。冷汗顺着他的额角滑落下来，他败了，败得如此干脆，如此彻底。叮，您的子嗣骆长生在战斗中领悟鸿蒙破法，境界突破至元婴后期，家族气运反馈，恭喜宿主获得修为灌顶，突破至化神后期。洛安的脑海中系统的声音响起，让他舒服地眯起了眼。儿子打架，老子升级，这感觉真不赖。广场上所有人都被这一幕震得大脑一片空白。第二个挑战者是来自瑶池圣地的圣女，她一袭白衣，飘然若仙，擅长精神攻击和幻术。她走上台，对着骆长生盈盈一拜，随即双眸之中泛起七彩的霞光。小弟弟小心喽，姐姐的幻术可是很厉害的。一股无形的灵魂波动朝着骆长生笼罩而去。在众人眼中，骆长生的小脸上出现了一丝丝迷茫。哼，果然还是个孩子，心智不坚，这么容易就中招了。夏九幽在台下冷哼一声，心里稍稍平衡了一些。然而就在这时，主位上被如月抱在怀里的安岩似乎是觉得有些无聊了，他张开小嘴打了个哈欠，这声音稚嫩无比，却蕴含着一丝最本源的混沌之力。声音荡开，瑶池圣女的身体猛地一颤，她眼中的七彩霞光瞬间溃散，脸色一白，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萎靡了下去。她的心魔幻境被这一声哈欠直接震碎了。哎呀，伤到人了，那可真是太不好意思了。洛安笑着抱起女儿，在她粉嫩的脸蛋上亲了一口。安言，以后打哈欠要捂着嘴，知道吗？他转头对颜如月说道。如月，去给那位圣女送一颗疗伤丹药过去。颜如月嘻嘻一笑，蹦蹦跳跳的跑到瑶池圣女面前，不由分说就塞了一颗丹药到她嘴里。片刻后，瑶池圣女抱着柱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把自己在圣地里跟谁有一腿，谁又偷了掌教的肚兜，全都给说了出来。哎呀，我拿错了，这是竹筒倒豆子蛋。没关系，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就好了。颜如月看着死死捂住自己嘴的圣母，吐了吐舌头，安慰道。全场再次陷入了石化。这一家子都是什么魔鬼啊？剩下的那些天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还敢上台？论道大会就以极其荒诞的方式落下了帷幕。鸿蒙洛家那两个小魔王的名声在这一日响彻了整个玄天大陆。就在此时，玄天大陆极北之地，那深不见底的幽冥魔渊深处，一尊沉睡了万古的古老魔王缓缓睁开了如同血色漩涡般的眼眸。他感受到了那股让他既熟悉又憎恨的气息，正在玄天大陆上蓬勃壮大。是那个叛徒的气息。这一次，本王将这片污秽的大陆彻底化为我的魔土。低沉的嘶吼在魔渊深处回荡，引得万魔跪服。天骄论道大会的余波久久不息。鸿蒙圣地这4个字成了玄天大陆修士心中的禁忌。山门外，求见者排出千里，往日高高在上的神朝圣地使者现在也得老实排队。议事殿内，水月翻着堆积如山的礼物清单，脸上笑开了花。夫君，大夏神朝送来10箱神元和3000名侍女，指明要向长生少主赔罪。您看这角落里，苏九翘着2郎腿，
火爆的身材随着动作轻轻一晃，红唇一撇赔罪，台上那嚣张劲儿呢。水月姐姐，下次她再来，让我去，非得让她跪在山门口学3声狗叫。至于侍女，送回去。想给我家夫君色女人，经过老娘同意了吗？胡千妹掩嘴轻笑，9条虎尾在身后惬意地摇晃着。那些侍女吗？一个个姿色平平，哪有我们姐妹半分颜色，纯属浪费粮食。洛安正躺在瑶光温润的大腿上，享受着她送到嘴边的葡萄，听着女人们叽叽喳喳的争吵，只觉得这才是神仙过的日子。什么天下敬畏，都不如家里这份吵吵闹闹的热闹。就在他享受这份宁静时，眼底深处真理之眼映照的因果线颤动了一下。与此同时，正准备回对胡千妹的苏九突然捂住胸口，那张妖媚的俏脸瞬间煞白。一股钻心的悸动传来，他眼前猛地一黑，一片尸山血海的幻象在他识海中浮现。那是他再熟悉不过的魅魔宗广场，此刻却插满了残破的宗门旗帜。怎么了？开始装病了？胡千妹还在调笑。你才装病！苏九烦躁地骂了一句，那股不祥的预感让他坐立不安。就在整个大陆的目光都聚焦于这座新兴的圣地时，灾难降临了。北方的天空被一道横贯天际的巨大裂缝撕开，如墨的魔气从中倾泻而出。短短几个时辰，整个北原那片曾经无法无天的魔道乐土归于死寂。圣地外，一道空间裂缝被强行撕开，几道狼狈不堪的身影从中重重跌落。他们身上熟悉的魅魔宗功法气息，让苏九儿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为首的美妇衣衫破碎，嘴角挂着乌黑的血迹，气息萎靡。但那张与苏九儿有7、8分相似的绝色容颜，依旧能看出昔日的风华绝代。娘，大姐，三妹！苏九儿发出一声凄尖叫，化作一道红影冲了出去。平日里所有的嚣张跋扈，所有的活泼搞笑，在这一刻消失得一干二净。九儿！美妇看到苏九儿，紧绷的神经一松，一口污血狂喷而出，她死死抓住苏九儿的手，眼眸中只剩下无尽的恐惧。快跑！北原都完了！一个从幽冥魔渊最深处爬出来的怪物，整个宗门为了送我们出来都没了。苏九儿抱着自己的母亲，娇躯剧烈的颤抖着，泪珠不受控制的滚落。下一秒，滔天的恨意与怒火取代了恐惧，她咬碎银牙，指甲深深嵌进掌心的嫩肉里，鲜血顺着指缝滴落。是谁？究竟是谁？洛安悄无声息地来到他身后，宽厚温暖的手掌按住他的肩膀，一股混沌之气渡了过去，抚平了他激进暴走的气息。别怕，有我。简简单单几个字，让六神无主的苏九找到了主心骨。他猛地回过头，看着自己男人那平静如水的脸，仿佛只要他在这里，天就塌不下来。夫君。洛安扫过那几位惊魂未定的美妇人，真理之眼已然看穿一切。他们是靠着苏九当初留下的一枚混沌气息的本命玉佩，才在空间乱流中锁定了圣地的方向，死里逃生。而在他们身上还附着着一道充满毁灭气息的魔王印记。若曦、水月，安顿好他们。如月，去把你炼的那些号称能起死回生的宝贝丹药拿出来，别藏着掖着了。哦，好的，夫君哥哥。颜如月小脸煞白，但还是第一时间化作一道风冲回了丹堂。他知道现在不是玩闹的时候。就在此时，一股撼天动地的恐怖威压自北方席卷而来，笼罩了整个天地。一尊山岳般的恐怖阴影从那道裂缝中缓缓挤出，他头生狰狞，螺旋双脚，身披无数生灵骸骨铸就的漆黑魔甲，一双猩红的眼眸燃烧着毁灭与疯狂。他光是存在于那里，本身就是对这方天地法则的无情践踏。幽冥魔渊之主降临了。在他身后，数之不尽的天魔大军发出刺耳的咆哮。魔王猩红的眼眸穿透万里虚空，锁定了鸿蒙圣地，全员戒备，开启护山大阵。洛安的声音平静而有力，传遍圣地每一个角落。长生，看好妹妹们。洛长生牵起妹妹安颜的手，小小的身影挡在瑶光身前，点了点头。是，父亲。是，夫君。众女齐声应和，没有半分慌乱，这是对洛安绝对的信任。瑶光一步踏出，风华绝代的身影出现在圣地上空。他素手一挥，绝世大阵轰然运转，生命圣树的虚影拔地而起，与瑶光精纯的太阴仙力交织，形成一道光幕，将整个圣地牢牢护住。古老魔王那双猩红的眼眸锁定了鸿蒙气息的源头洛安。鸿蒙原罪的气息结，果然在这里。他发出震彻天地的咆哮，抬起魔爪，死亡与腐朽的法则在其上疯狂缠绕，所过之处空间都在崩塌。他朝着下方的光幕狠狠拍下。真是会挑时间。洛安撇了撇嘴，身形一闪，便出现在高空之上，与那顶天立地的魔影遥遥相对。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我享受家庭温暖的时候来，
这么没眼力见的 boss 通常活不过一集。喂，你这个长得跟山羊精一样的家伙，在我家门口撒野，还逗我女人的娘家，你出门没看黄历吗？洛安的混沌道体全面爆发，归墟领域瞬息展开，那足以让渡劫境强者都为之绝望的魔气巨掌，却在进入归墟领域的刹那被消融，连一丝涟漪都未能激起，就凭空消失了。不是力量的对抗，而是规则直接抹除。古老魔王猩红的眼眸中露出了惊疑不定的神色，这是混沌之力。你竟然是那个叛徒的后裔！无尽的怒火夹杂着一丝无法抑制的贪婪，在魔王心中熊熊燃起。就在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天空中的魔气裂缝突然剧烈扭曲，一道狼狈的身影被狂暴的空间乱流从裂缝中狠狠甩了出来。那是一个穿着白色仙裙的女子，她身形踉跄，圣洁的白衣上沾染着点点金色鲜血，绝美的脸上满是疲惫，但身上高贵的仙域气息却怎么也掩盖不住。她一出现，古老魔王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过去，仙域的人也来插手，正好先吸了你，当本王的开胃小菜。魔王狞笑，分出一股魔气，化作漆黑的锁链，朝着那女子缠绕而去。洛安眉头一皱，屈指一弹，一道混沌气流激射而出，后发先至，将那魔气锁链击碎。白衣女子趁机稳住身形，她警惕地看了一眼洛安，又看了看下方虎视眈眈的魔王大军，脸上满是凝重。她的视线穿透层层仙光，最终定格在了圣地上空。当她看到风华绝代、清冷如月的女帝时，她整个人都僵住了。瑶光，白衣女子的声音里此刻充满了难以置信。圣地上空，瑶光在听到这个声音的刹那，整个娇躯猛地一颤，仿佛被9天神雷击中。她缓缓回望过去，看着那张既熟悉的脸，那双凤眸中掀起了滔天巨浪，眼角那颗泪痣仿佛都瞬间染上了万载的思念与哀伤。她朱唇轻启，声音机不可闻，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从喉间挤出2个字：星月。万载岁月，故人重逢，竟是在这般绝望与希望交织的光景。洛安看着自家老婆的失态模样，又看了看天上的魔主和新来的仙子，摸了摸下巴。好家伙，这下可真热闹了！灭门的仇家，失散的闺蜜，全都凑一块了。古老魔王可不会给他们姐妹的重逢留下时间。他捕捉到洛安头像下方的视线，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瞬间便发起了雷霆万钧的攻击。无尽的魔气凝练被他化作一柄横亘天际的漆黑魔刀，刀锋之上无数冤魂在咆哮，携带着斩断山河的威能，朝着洛安的头顶怒劈而下。灵儿，专心护阵！洛安一声长啸，声如龙吟，将心神激荡的瑶光唤醒。他没有回防的念头，而是将整个后背交给了下方被光幕笼罩的家。他相信有瑶光在，有长生和安颜、安澜在，有一群望着自己的莺莺燕燕在，鸿蒙圣地就是这世上最安稳的港湾。他转过身，直面那柄毁天灭地的魔刀，混沌道体运转起来。结，原来如此。他感受着洛安身上那包容万物的气息，好一个胆大包天的毒神者，竟敢将如此多的强大血脉融于一炉，孕育出这等身负鸿蒙原罪的孽种。你这是在复刻当年混沌古魔的灭世之路。原罪，老古董，你的思想该更新换代了。洛安嗤笑一声，真理之眼早已看穿了对方话语中的恐惧与渴望。别说的那么难听，什么原罪，在我这里，这叫血脉优化，产业升级。你这种被淘汰的残次品，当然理解不了什么叫先进生产力。他言语间满是轻蔑，我家的血脉就是这片天地全新的秩序，而你注定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话音未落，他悍然出手，混沌之手，一只完全由混沌气流构成的灰色巨手探出，无视了魔刀上的锋芒，直接抓向了刀身。与此同时，他心念一动，境地深处的鸿蒙祖龙倒杯残片嗡然作响，发出一声震彻神魂的龙吟。一道蕴含着创造法则的气息冲天而起，化作一条威严的祖龙虚影，盘绕在洛安周身。吼！神龙咆哮，那股源自世界最本源的威压，让古老魔王庞大的身躯都迟滞了片刻，魔刀上的凶威也削弱了3分。叮！鸿蒙祖龙倒杯残片首次被主动激活，与宿主混沌道体融合度提升10%，解锁新能力万法源流，可短时间内模拟部分天地法则。一股玄奥的明悟涌上心头，洛安感觉自己像是在俯瞰着万千法则的运转轨迹。在我开创的秩序面前，你所谓的魔道一文不值。他暴喝一声，混沌之手猛地一握，滋啦咔嚓，那柄由魔气凝聚的魔刀并未直接碎裂，而是被混沌之手上无数细小的灰色漩涡疯狂啃噬，刀身上的法则被吞噬。被震退的古老魔王猩红的眼眸中，惊怒与贪婪交织成了疯狂。
鸿蒙祖龙的气息，你竟然是他这一脉的混沌道体！哈哈哈，太好了！只要吞了你，本王就能超越当年的鸿蒙谷主，成为这诸天万界唯一的主宰。魔王彻底癫狂，庞大的魔躯开始燃烧，化作无边无际的黑色魔焰，朝着洛安涌来。天空中的星月仙子趁着这个空档，挣脱了魔王的法则锁定，化作一道流光，朝着下方的鸿蒙圣地飞去。他圣洁的白裙在逃遁中，被空间乱流撕开了一道口子，从锁骨一路向下，划过胸前的饱满，在腰之处堪堪止住，露出大片雪腻的肌肤。凝脂般的肌肤上，几滴金色的鲜血顺着曲线缓缓滑落，更衬得她有一种破碎的美感。灵儿，开门迎客！洛安高声喊道。圣地内，苏九的桃花也眯了起来，酸溜溜的嘀咕：“哼，又来一个！看那身段，跟瑶光姐姐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胡千妹在他耳边轻笑：“又吃醋了。不过这仙子确实好看，夫君怕是要心动了。”瑶光没有犹豫，立刻在光幕上打开一道缺口，将星月仙子接了进来。一进入圣地，那股浓郁的生命气息与鸿蒙祖气扑面而来，星月仙子的伤口竟有了自动愈合的迹象。她再也支撑不住，娇躯一软，直接栽倒在瑶光怀中，鼻尖萦绕着闺蜜身上熟悉的清冷体香语，她从未闻过的男人的阳刚气息。瑶光，真的是你，我不是在做梦。她喃喃自语，声音虚弱。丰盈的胸口剧烈起伏，一惊下，那道雪白深褐若隐若现，她的视线却被高空的战斗所吸引。是我，星月。瑶光紧紧抱着她，眼眶泛红。而此时，洛安与魔王的战斗也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你说我是原罪，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天道审判。洛安高举双手，在他的操控下，鸿蒙祖龙道碑的力量开始强行模拟这方天地的至高法则。天空中风云变色，厚重的乌云凭空汇聚，一道道紫金色的神雷在云层中狂舞。它们不是普通的雷电，而是天道秩序的具象化，化作一条条秩序神链，带着对一切邪魔外道的毁灭之意。万法源流，天道审判。巨大的雷网从天而降，朝着魔王笼罩而去。吼啊！古老魔王发出痛苦到极点的嘶吼，他身上的黑色魔焰在紫金神雷的净化下，大片大片的湮灭，冒出滚滚黑烟。圣地内，被瑶光抱在怀里的星月仙子，一双凤眸瞪得溜圆，充满了不可思议。这个男人是谁？他竟能操控天法，这在仙域也是唯有执掌天庭权柄的帝君才能做到的事。还有他身上的力量，为何如此霸道？那灰色的气流仿佛能将一切回归虚无。再看他身边的那些女人，红裙妖女、九尾狐女，一个个气息强大，媚骨天成，看向那男人的眼神却充满了绝对的信任与崇拜。更别提那两个在观战的小娃娃，他们身上纯净浩瀚的鸿蒙祖气，让他这个见惯了仙域天才的仙子都感到一阵心悸。这个地方，这个家，和他所知的那个冰冷、死寂、充满背叛的仙域，完全是两个世界。就在他震撼之际，系统的提示音又在洛安的脑海中悄然响起。叮，检测到高品质道侣候选人星月仙子，体质月光神体受损，血脉仙域月神宫嫡系血脉，与宿主混沌道体契合度 97%， 结合优势可大幅度提升子4对仙道法则的亲和力，并有几率觉醒月之神童天赋，可帮助宿主混沌道体融合太阴之力，解锁月之祝福能力，让宿主在月夜之下战力翻倍。洛安在激战的间隙还不忘抽空瞥了一眼下方正被自家老婆抱在怀里的白衣仙子，心里乐开了花。好家伙，打怪送老婆啊，还是灵儿的老闺蜜，这下好了，连感情基础都不用培养了。熟人好办事，直接一步到位，回头还能跟瑶光玩点闺蜜同乐的刺激花样。魔头，热身结束，该送你上路了。洛安不再保留，归墟领域全力展开，他化作一道流光，冲进了魔王的黑色火焰之中。啊，这是什么领域？我的魔躯，我的法则！魔王发出了最凄厉的惨叫。在归墟领域内，他引以为傲的不死魔躯正在被从法则层面一点点地抹除。最终，洛安那只混沌之手撕裂了重重魔焰，抓住了魔王的本源核心，猛地一捏，轰！古老魔王的魔躯轰然炸开，化作精纯的魔道本源，被洛安的混沌道体鲸吞入腹。只有一缕怨毒的残魂尖笑着遁入了虚空裂缝，逃之夭夭。战斗结束，洛安的身影从高空中缓缓落下，他脸色微微泛白，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气息也有些起伏。同时催动鸿蒙祖龙道碑和归墟领域，对他的消耗也是巨大的。他身形轻微地晃了晃，径直走向瑶光。在所有人，尤其是星月仙子的注视下，他露出一个略带疲惫却又充满安心的笑容。他极其自然地伸出手，将瑶光一把揽入自己怀里。完事了，
洛安低沉的声音在他们耳边响起，一只手搂着自家老婆的软腰，另一只手则不经意地按在了星月仙子裸露的雪白香肩上，温和的混沌之气渡了过去，抚平了她的伤势。他看着一脸错愕绝美仙子，露出了一个堪称无懈可击的温和笑容。你好，我叫洛安，是你闺蜜的夫君。从今天起，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他的家就是你的家。言下之意，他的男人也是你的男人。夫君。香风扑面，一群国色天香的女人瞬间将洛安包围。水月挤开众人，也顾不得旁边还有个刚从天上掉下来的仙子，直接将洛安的头按进了自己柔软怀抱里，表达着他的关切。夫君，你怎么样？伤到哪了？快，让妾身给你好好检查检查。他娇声说着，手掌已经紧贴上洛安的胸膛，指尖不老实地顺着他的腹部一路下滑，几乎要探到禁区边缘。精纯的水灵力如丝如缕地渡过去，名为探查，实则撩拨。苏九和胡千妹也不甘示弱，一左一右地架住他的胳膊，将他整个人都瓜分了。夫君，你没事吧？都怪那个丑八怪魔王，还敢把你累成这样。苏九嘴里骂骂咧咧，娇躯却紧贴着洛安的手臂，仿佛要将他整条手臂都融化在自己的峰峦之间。是呀，夫君，您辛苦了。胡千妹的声音柔软，其中一条狐尾已经缠上了洛安的手腕，用尾巴间最柔软的绒毛轻轻地摩挲着他的掌心。洛安顺势靠在水月的怀里，整个人都快陷了进去。他确实消耗不小，脸色也白了3分，但此刻更多的是在享受。他正要开口说几句骚话，享受这重伤员的顶级福利，洛安略显疲惫的模样让瑶光心疼不已。他伸出纤纤玉手贴在洛安的后心，太阴仙力涌入，为他梳理体内略显紊乱的气息。他转过头对旁边已经石化的星月仙子继续介绍：星月，这位是我的夫君，也是我们红龙洛家的家主。星月仙子看着这荒唐至极的一幕，整个人都僵住了。他记忆中那个君临9天视万物为刍狗的瑶光女帝，竟然会在这个下界嫁人了，还和魔女、狐女共侍一夫，这太荒谬了。仙域之中哪个不是孤家寡人，父子相残，道侣反目的事比比皆是，何曾有过这种吵吵闹闹却又透着温情的？可瑶光那份安宁与柔和又是那么真实。星月忽然觉得，或许这乱糟糟的温暖远胜过仙宫万载的清冷。洛安享受着众女的救治，透过人群缝隙打量着这位新来的仙子姐姐。他捕捉到对方审视的目光，反而咧嘴一笑，挑了挑眉，眼神里带着几分得意。星月的俏脸一下就红了，连忙避开他的目光，心中一阵羞恼。这男人好生轻浮。就在这气氛逐渐暧昧的时刻，一直安静站在一旁的柳若曦突然发出一声闷哼。她温婉的脸血色褪尽，双手捂住了自己高高隆起的小腹，紧接着用身子支撑着洛安的水月也是娇躯一颤，眉头紧蹙，脸上那份媚态被惊愕所取代，一滴香汗从他额角滑落。这是2股浩瀚无比的生命气机在他们腹中剧烈翻腾，甚至透体而出，化作一龙一凤2道巨大的虚影，在半空中盘旋对峙，互不相让。洛安脸上的疲惫瞬间消失，换上了一片凝重。他心中一紧，妻儿就是他最好的灵丹妙药，那份责任感让他强行压下混沌之力的消耗感，从水月怀里站直了身体。他一手扶住摇摇欲坠的柳若曦，一手按住水月的香肩，混沌之气探入2人体内。卧槽，要生了！2个一起。洛安先是脱口而出一句家乡话，随即才反应过来，满场皆惊。什么？苏九的桃花眼瞪得溜圆，怎么回事？说生就生，打个架还能催产的吗？哎呀呀，师父妹妹和若曦姐姐要生了。颜如月愣了一下，随即兴奋的原地蹦了起来。我的产后一条龙服务终于能开张了，接生丹、保胎服、婴儿专用小肚兜，我来了！小丫头话音未落，人已经化作一道风冲回了丹堂。瑶光反应最快，女帝的威严展露，沉声下令：都别慌，凌霜、部下姐姐，九儿，你去安抚你母亲他们，千妹去把安言和安澜带到后山，让长生看着他们。命令清晰，有条不紊。整个圣地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手忙脚乱却又有序地运转起来。星月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眼前这荒诞离奇的一幕，脑子一片空白。刚打完灭世魔王，女帝的姐妹就挺着大肚子要生了，还是2个一起。这个家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叫洛安的男人究竟是什么怪物？主卧内，柳若曦和水月被安置在2张床榻上，洛安站在2张床的中间，双手分别按在他们的小腹上，混沌本源之力源源不断地渡入，分开2股互相较劲的生命气息，同时滋养着即将降生的胎儿。夫君，我好像要撑不住了。柳若曦疼得秀眉紧蹙，额上香汗淋漓。别怕，有我。深呼吸，
跟着我的气息走。洛安柔声安慰。另一边，水月死死咬着红唇，虽然疼得厉害，却还是对着洛安媚声道：夫君，你可真是好本事，这一下双喜临门。那是自然，洛安还有心情开玩笑。他们这是感应到外敌入侵，迫不及待的要出来帮老爹打架了。嗡！后山的生命圣树感应到了新生命的降临，无风自动。精纯的生命本源之力化作2条碧绿色的光带，穿透殿宇，分别注入柳若曦和水月的体内。哇！一声嘹亮的啼哭响彻大殿，这声音中充满了浩然正气，涤荡世间一切污秽。殿外，金色祥云笼罩圣地，有圣贤虚影显化，吟诵经文，天女散花，仙鹤飞舞。紧接着，几乎是同一时间，哇！又一声啼哭响起，这声音清越空灵，带着奇异的韵律。殿外另一片天空中，则有万千水汽凝结，化作一朵蓝色莲花，缓缓旋转，洒下点点灵雨。双子降临，天地同贺。定，检测到道侣柳若曦成功诞下子嗣，其身负浩然正气，潜力超绝。奖励：复制并优化母体天赋青云灵体，宿主获得鸿蒙圣心，万法不侵，百邪辟易，对一切邪魔外道伤害提升100%。定，检测到道侣水月成功诞下子嗣，其身负先天水灵体，与水亲和。奖励：宿主混沌道体与先天水灵体融合，解锁新能力万水之源，念动间可号令万里之水，水中战力翻倍。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让洛安爽得差点没站稳，一股神圣的力量自他心脏处轰然散开，他心境变得澄澈，胸口仿佛有一轮微缩的太阳，让一旁的星月都感觉到一股发自灵魂的温暖与敬畏。同时，殿内茶杯中的水竟化作微小的水龙，朝着洛安的方向朝拜。他一手抱着一个襁褓，左边是柳若曦生下的儿子，右边是水月生下的女儿，脸上笑开了花。好，好啊！他看着怀里2个小家伙，儿子眉心有一点淡金色的印记，双目开合间正气凛然；女儿则肌肤水嫩，天生便被一缕缕水韵环绕。儿子取名洛长歌，女儿取名洛安月。殿外，苏九和胡千妹看着天上的异象消失，听着殿内传来的喜悦笑声，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绝望，又生了2个。苏九的声音发颤，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胸口急促起伏着。胡妹子，我受不了了。瑶光生了又怀，小月生了又怀了，现在若曦和水月也生了。再这样下去，等到长生他们的孩子出生，都得管咱们俩叫师祖了。胡千妹也是一脸的生无可恋，9条狐尾无力地耷拉在地上，毛都失去了光泽。急什么？我们肯定也能行的。他的话说的自己都没底气。不行！苏九一把拉住胡千妹的手，那张妖媚的脸上此刻满是决绝。今晚，就今晚，什么狗屁的催孕联盟，不搞了，直接来硬的。主卧内满是奶香，混杂着众女身上淡淡的体香。洛安左手抱着儿子洛长歌，右手抱着女儿洛安月，嘴巴都快咧到耳根了，那副傻乐的模样让旁人忍俊不禁。夫君，你至于吗？又不是第一次当爹了。柳若曦躺在床上，脸蛋略显苍白，看着洛安那副没出息的样子，又心疼又好笑。另一张床上，水月气息虚弱，她斜倚在枕上，身上的锦被随着呼吸微微起伏，滑落至腰际，露出白皙的香肩和胸前因需哺乳而变得更加饱满的雪白。她声音沙哑，却更添媚意。夫君，瞧你那点出息，我儿都被勾走了，以后有你忙的，咱们家这片地可还等着你继续深耕灌溉呢。他说着，身子扭动了一下，水汪汪的眸子看着洛安。洛安脸色此刻依旧有些苍白，催动归墟领域和模拟天法确实消耗巨大，几乎抽空了他大半的混沌之气。可怀中的儿女却是世间最好的灵丹妙药，让他心头的疲惫被冲散。被水月这么一撩拨，一股邪火从小腹升起。都别围着了，让他和若曦他们好好休息。瑶光发话，自有女主人的威严。他走到洛安身边，接过安月，将小家伙包裹好，那清冷的仙颜上也染上了几分人间烟火。苏九和胡千妹等人悻悻地退开，看着瑶光这副正宫派头，心里又酸又妒。星月，你也受伤了，先随我来。瑶光安排好一切，对旁边还在发愣、世界观反复被重塑的星月仙子招呼了一声。他扶着星月进了隔壁的静室。静室中，瑶光和星月相对而坐。瑶光，你真的？星月仙子看着眼前熟悉的脸，有太多的话想问。想问她为何会在此处，为何会嫁给一个下界凡人，还和一群妖女、魔女共侍一夫，更想告诉她关于仙域的那个惊天阴谋。你想说，仙域世下借为牧场，圈养众生，收割气运和本源，对吗？
瑶光先一步开口，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都知道了。星月仙子大为惊愕，娇躯一震。为了追查这个秘密，她九死一生，被仙域几大不朽势力联手追杀，才逃到这里。难道你当初消失也是因为此事？瑶光为他斟上一杯灵茶，茶香中蕴含着丝丝混沌气。是的，我不仅知道，夫君还要带着我们打穿仙域，把那些仙域的伪君子一个个从宝座上踹下来，重建天庭。这不可能！星月仙子脱口而出。他们是何等存在，每一个都执掌着一方天道，万劫不磨。他看着瑶光，看着他那份安宁与幸福，那不是装出来的。曾几何时，她这位闺蜜是仙域最孤高的女帝，剑锋所指，万仙俯首。可现在，她却只为那个叫洛安的男人而温柔。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瑶光轻声说，夫君的混沌道体包容万物，也净化万物。他走的是一条全新的路，一条仙域从未有过的路。星月仙子被这番话镇住了，她沉默许久，才将自己被追杀的经过娓娓道来。她查到了线索，直指几大古老仙庭，却在关键时刻暴露，引来杀身之祸。我这里有他们部分牧场运作的证据。星月仙子取出一枚玉简，郑重地递给瑶光。另一间静室中，洛安盘膝而坐，闭目养神。新获得的鸿蒙圣心在他胸口缓缓跳动，每一次搏动都让他对天地间的正邪二气感知得无比清晰。而万水之源的能力则让他感觉能操控圣地内的每一滴水珠。与此同时，他的真理之眼也在高速运转。他看到逃遁的魔王残魂并未远去，正借助魔渊深处的一件邪物缓慢重塑魔躯，气息更加诡异，似乎与仙域的某种力量产生了勾连。同时，另一股隐秘的力量带着仙域的法则气息，正在悄然接近鸿蒙圣地。冲着星月来的吗？洛安冷笑，这位新来的仙子姐姐不单是道侣候选，还是个移动的线索包，正好把鱼都引过来，一锅端了。他正盘算着如何将计就计，外面就传来了颜如月的叫嚷声，人未倒，升仙至。颜如月一阵风似的冲进柳若曦和水月的房间。师父妹妹，若曦姐姐，你们的救星丹道小天后，我来啦。他掏出2个玉瓶，瓶身一个画着青莲，一个画着水蜜桃，画风清奇，灵魂不羁。看，我最新研制的产后急速恢复丹，青春少女版和风韵熟女版。还有这个。他又掏出一本厚厚的书，封面上龙飞凤舞的写着月月牌育儿心经，从入门到精通，从换尿布的108种手法，到液体的18种解决方案，再到如何辨别宝宝是饿了还是只想让你抱，里面应有尽有，包教包会，不会退钱。他夸张的样子逗得2位新晋母亲哭笑不得，连疲惫都消散不少，夜色渐深。水月来到洛安的静室，他的身体在丹药和自身修为下恢复了七七八八，走动间成熟的曲线更添母性柔媚。他走到洛安身后，一双柔弱无骨的手臂环住他的脖子，丰满的身子紧贴着他的后背，吐气如兰。夫君，外面那些宗门使者烦死了，赶都赶不走。还有天机阁又送来个角色谱，瑶光姐姐第1，竟把我挤到第5，气死我了。夫君，你说我哪一点比他们差？是不是妾身刚生完，魅力下降了？知道了，那些使者就让他们等着。洛安睁开眼，反手抓住他作乱的小手，将他拉到自己腿上坐好，对榜单毫不在意。他手指轻轻摩挲着水月的手背，感受着他肌肤下的细腻，笑道：你刚生完，正是最有韵味的时候，那成熟的蜜桃香比以前更醉人。先稳住，我还有更重要的家事要处理。他安抚好水月，忽然心头一动，鸿蒙圣心感应到苏九儿那边传来一阵剧烈的情绪波动，充满了焦躁、抓狂。这丫头又在闹什么幺蛾子？洛安眉头一挑，决定去看看。还有丈母娘上门，他这个女婿总得去拜见一下。结果还未到别院门口，洛安就听到了里面苏九儿压低嗓门却难掩激动的咆哮，还有胡千妹无奈的劝说声。胡妹子，我不管，今晚必须动手。别急嘛，九儿姐姐，此事要讲究策略。什么策略？老娘不等了。瑶光生了幼怀，月月也幼怀了，现在若曦和水月也生了，我这肚子再没动静，以后在这个家里还怎么抬头？苏九儿的声音都带了哭腔，胸口剧烈的起伏着，可以想象她此刻抓狂的样子。我决定了，今晚就用我魅魔宗的禁术九转合欢锁心阵，以你的九尾为阵眼，我的魅魔心血为引，再灌他3斤如月那丫头制作的虎狼药。门外的洛安听得眼皮直跳，后腰发凉。好家伙，这是要把自己往死里整啊！九尾幻术、魅魔禁法，再加上颜如月那不靠谱的虎狼药，太狠了，但也太刺激了。他清了清嗓子，收敛了所有气息，推门而入，
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仿佛什么都没听见，声音温和的打招呼：“九儿，千妹，聊什么呢？这么热闹。”屋内正盘算着怎么把洛安就地正法的两个女人，身体猛地一僵，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像是被施了定身术。苏九儿那句杀气腾腾的话，余音还在梁上绕着，始作俑者却已经石化在了原地。他看着门口那个面带和煦微笑的男人，那张妖媚的俏脸从煞白转为绯红，再到快要滴出血的艳红。胡千妹反应快了半瞬，身后9条雪白狐尾一下炸开，慌乱地挡住自己羞红的脸，只露出一双波光潋滟的眸子，声音发颤，带着哭腔：“夫君，您什么时候来的？走路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是想吓死妾身吗？”刚到。洛安笑呵呵地走进来，反手将门带上，伴随着一声轻响，混沌结界无声无息地笼罩了整个别院，隔绝了内外的一切探查与声息。他踱着步子，眼神在两个风情各异的尤物身上来回打量，充满了玩味。这不是听说丈母娘大驾光临，特地过来拜见一下？没曾想恰好撞见你们俩姐妹情深，正商量着怎么帮为夫强身健体，增进修为呢。苏九儿脑子里嗡的一声，偷袭计划彻底败露。但她可是北元魅魔宗杀出来的圣女，字典里就没认怂2个字，丢人也不能丢朕。她干脆心一横，雪白的脖梗用力一梗，她桃花眼用力一挑，强行挤出几分凶巴巴的样子。听见了又怎么样？没错，我们姐妹就是商量着怎么把你办了。谁让其他姐妹那么能生，雨露均沾，偏偏到我们这就成了毛毛雨。凭什么？瑶光姐姐她们的肚子是宝地，我们的肚子就是盐碱地吗？我不服。她越说越委屈，越说越气，最后重重一跺脚，那双眸子里竟真的泛起了水光。胡千妹跟着连连点头，身后耷拉的狐尾都跟着晃了晃，眼眶也红了，楚楚可怜的附和：“就是。”洛安看着他们俩这副又凶又委屈的模样，心里又好气又好笑。好了，感受着怀中截然不同却同样惊人的弹性。这事儿能全怪我吗？我也很苦恼啊。他这话不说还好，一说苏九儿的火气一下窜了上来。他从洛安怀里猛地挣扎出来，双手叉腰，像是只浑身毛发都炸起来的红色小野猫。今天老娘就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尾巴间那一撮绒毛隔着衣物不轻不重地摇曳着，挠得他心里一阵阵发痒。夫君单打独斗，这辈子都排不上号了，所以我决定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九尾锁魂，什么叫魅魔炼心。洛安闻言反而仰头大笑起来，他一把将苏九儿拦腰横抱而起，引得他发出一声惊呼：“就凭你们俩！”他语气里满是挑衅，别到时候哭着喊着求我停下。你胡说！苏九被他气得俏脸血红，在他怀里拳打脚踢，可那点力道跟猫爪挠痒痒没什么区别。谁哭谁是小狗，今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好，有志气。洛安大笑，大步流星的就往卧房走去。我今天就成全你们。什么叫混沌道体？什么叫夫为妻纲？卧房内红烛摇曳，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紧张、兴奋又暧昧的气息。洛安坐在床边，苏九和胡千妹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破釜沉舟的决绝骚狐狸。布阵好。胡千妹9条雪白的狐尾冲天而起，在空中交织成一张粉光巨网，一股奇异的甜香弥漫开来，整个房间的景象开始扭曲，不再是简单的卧房，而是一片落英缤纷的桃林，粉色的花瓣如雨落下，地面铺满了柔软如茵的草地。远处传来叮咚的泉水声，空气中满是让人骨头发酥、心神迷醉的气息。夫君，欢迎来到妾身的九尾幻界桃花坞。胡千妹的声音带着蛊惑人心的魔力。在这里，妾身就是法则，您可要小心喽，别一不小心就沉沦在妾身的温柔乡里，再也出不去了。话音刚落，那9条狐尾化作的巨网便从天而降，朝着洛安笼罩而来。每一根狐尾都像线索，又像最柔软的绸缎，将洛安的四肢和身体牢牢捆住，固定在床榻上，动弹不得。那毛茸茸的触感不断地撩拨着他的每一寸皮肤，让他体内的气血都开始加速。洛安闷哼一声，似乎真的被这幻境所困。看到这一幕，他们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狂喜。成了。苏九更是得意地挺了挺胸，他那双桃花眼此刻变成了2个粉色漩涡，身上散发出炙热的气息，让整个桃花林的温度都开始升高。魅魔之体全力发动，他连步轻移，缓缓走到洛安面前，伸出指尖轻轻划过他的胸膛，感受着那坚实有力的肌肉线条。夫君，感觉怎么样？身体是不是开始不听使唤了？心跳的好快呢。苏九在他耳边吐气，声音充满了致命的魅惑。别挣扎了，今晚我会让你尝遍世间最极致的快乐。他说着，那
那火爆惹火的娇躯便如一条无骨的火蛇，紧紧地缠了上来。就在苏九儿的红唇即将映上洛安的瞬间，那双原本迷茫的眼眸骤然恢复了清明，那清澈的眼神中带着一丝戏谑。玩够了吗？他身上看似被压制的混沌之气化作一个灰色的微型黑洞，在他体内悄然旋转。龟须捆绑着他的九尾巨网被那灰色的力量疯狂分解吞噬。胡千妹发出一声娇呼，9条虎尾上的光芒瞬间暗淡，幻境剧烈摇晃，漫天桃花瞬间枯萎成灰。苏九更是如遭雷击，只觉得一股浩瀚力量传来，他的魅魔之力就像是溪流汇入大海，瞬间被吞噬得一干二净。天旋地转间，他整个人就被按在了床榻之上。紧接着身边的香风一闪，胡千妹也被抓了过来，丢在了他的旁边，媚眼迷离地看着缓缓站起身的男人。洛安俯视着他们，慢条斯理地活动了一下手腕。准备好了，那该我表演了。他伸出手，灰色的混沌之气自他掌心涌出，化作2条柔和的锁链，将他们摆成一个令人羞愤欲绝的大字形，牢牢锁在了床榻之上。苏九和胡千妹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同样的讯息。完了，玩脱了，这下要被吃到骨头都不剩了。我们错了。胡千妹声音都带上了哭腔，听起来可怜极了。现在求饶。洛安俯下身。晚了。卧房内一片狼藉，苏九和胡千妹像2朵娇花瘫软在床榻上。苏九神采飞扬的桃花眼此刻半睁半闭，只剩下迷离和空洞，他嘴里还无意识地呢喃着：水，我要喝水。旁边的胡千妹更是凄惨，9条雪白虎尾无力地耷拉着，毛色都暗淡了几分。他连求饶的力气都没了，只觉得自己会都被炸成了空壳。反观洛安，神清气爽地从床榻上起身，只觉得浑身筋骨都舒展开了。混沌道体经过一夜的深度交流，反而更加圆融，新获得的2种能力也彻底稳固。说了你们不行，非不信。洛安看着床上的2具尸体，撇了撇嘴，这才1晚上，离7天7夜还差得远呢。听到这话，苏九和胡千妹的身体同时抽搐了一下。洛安哈哈一笑，也不再逗他们，转身出了卧房。今天他这个好女婿总要去拜见一下刚从鬼门关逃回来的丈母娘。魅魔宗众人下榻的别院，洛安刚一踏入，一道成熟妖娆的身影便迎了上来。来者正是苏九的母亲，当代魅魔宗主苏妹。她一袭紫色宫装，身段丰腴成熟，与苏九有7分相似的脸上，此刻写满了感激。在她身后还跟着2位绝色女子，一位气质温婉，身形高挑，是苏九的大姐苏雨；另一位则显得娇俏羞怯，躲在师姐身后，偷偷打量着洛安，是3妹苏婵。姑爷大恩不言谢，请受苏妹一拜。苏妹宗主说着便要盈盈下拜，洛安一步上前，连忙扶住她的手臂，让她无法拜下。丈母娘，这就见外了。九儿是我的妻子，她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洛安的笑容温和真诚，让人如沐春风。苏雨和苏婵也跟着行礼，声音娇柔：见过姑爷。不必多礼。洛安的目光在2位师姐师妹身上扫过。苏妹宗主将洛安请到上座，亲自为他奉上香茗，言辞恳切：姑爷，此前九儿带回的那个玉瓶简直是仙家至宝，困扰了历代的诅咒都缓解了大半，连修为都精进了不少。只是妾身有一事不明。他顿了顿，美眸中带着困惑：如此神物，为何嘱咐我们不可多用？这话一出，拖着2条发软的腿，扶着墙壁挪进来的苏九，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他抬起头，看向主位上那个一脸高深莫测的男人，脑子里轰然炸响：必须深入治疗，你是最佳的本源媒介。那些无耻的话语此刻与母亲的疑问交织在一起，真相只有一个，这个混蛋从头到尾都在骗他的身子。洛安。苏九儿咬牙切齿，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洛安面对着杀人般的目光，他呷了一口茶，慢条斯理地放下茶杯，发出一声轻响。他这才抬眼看向苏妹宗主，脸上挂着一副高人神情，缓缓开口：丈母娘有所不知，那玉瓶之中所蕴含的不过是本座一缕微末的混沌气息，只能治标，无法治本。而九儿的体质经我改造，已是独一无二的太阴魅魔体。苏妹、苏雨、苏婵3人听得云里雾里，但都感觉到了事情的不凡。苏九在一旁气得快要原地爆炸，本源媒介说的这么好听，不就是个充电宝吗？洛安无视了即将喷发的火山，继续他那高深莫测的忽悠。但这媒介也仅仅是媒介，若要根除你们血脉深处的顽疾，涤荡所有污秽，唯有一种办法。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苏雨和苏婵那略带紧张的俏脸，声音变得郑重：那便是需要我亲自耗费巨大的灵力进行深度治疗，只有通过最直接本源交换，将我的混沌本源
注入你们的血脉最深处，方能达到完美根治之效。此言一出，整个大殿的空气都凝固了。苏九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他算是听明白了，这混蛋现在还想当着他的面把他姐妹也骗上床。而苏妹宗主，这位在魔道摸爬滚打多年的女人，瞬间就理解了深度交融的含义。她的脸颊飞上两抹红霞，但眼中更多的却是思索与权衡。她看向自己的女儿苏雨修的低下头，耳根都红透了。苏禅更是将半个身子都藏到了大姐身后，只露出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又怕又好奇地看着洛安。血脉诅咒的痛苦，他们比谁都清楚。那不只是修为的停滞，更是日日夜夜神魂被侵蚀的折磨。如今一个能彻底根治的机会摆在面前，代价似乎也并非不能接受。毕竟眼前这个男人是自家圣女的夫君，是鸿蒙圣地之主，是能一己之力击退灭世魔王的存在。这波怎么算都不亏。殿内的气氛变得异常微妙起来。大姐苏雨甚至悄悄地用指尖在身后拉了拉苏九的衣角，那意思不言而喻。苏九彻底崩溃了，家被偷了，当着他的面，连锅都快被端走了。傍晚时分，丹堂内，颜如月正哼着小曲，将一锅颜色五彩斑斓、气味一言难尽的丹药倒进玉盘里。嘿，我的竹筒倒豆子丹，孕妇安心板成了，吃了保证准妈妈们心情舒畅。实话实说，杜绝产前抑郁。就在他欣赏自己的杰作时，两道幽魂般的身影飘了进来。月月，苏九的声音有气无力，脸上写满了生无可恋。他身边的胡千妹也好不到哪去，走路都打晃。哎呀，九儿，千妹，你们怎么了？颜如月看到两人这副模样，立刻丢下丹药，蹦了过来，围着他们转圈。你们不是说要榨干夫君哥哥吗？怎么感觉像是被榨干了呀？别提了。苏九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感觉人生一片灰暗。月月，你不是丹道小天后吗？快，给我和你千妹姐姐炼点催孕丹，要最猛的那种。再怀不上，我们在这个家就真的没法混了。催孕丹，颜如月眼睛一亮，小手一拍胸脯，一脸得意洋洋。问我就问对人了，不过那种低级的东西我已经不玩了，看我的最新研究成果。说着，他从储物袋里掏出3样东西，一盘看起来像是发霉了的绿色糕点，上面还点缀着几颗红色浆果。这是运灵糕，以生命圣树的落叶为主料，采集天地灵机，烘焙7749天而成，吃了保证你地力肥沃，一波就种。接着他又拿出一沓画满了各种小人祈祷图案的黄色符纸，这是子嗣祈福符，每一张都由我亲笔绘制，蕴含了我对你们最诚挚的祝福。最后他清了清嗓子，摆出一个奇怪的姿势，开始手舞足蹈。还有我自创的玄天催孕舞，配合心法，每天跳9遍，保证龙凤胎都来找你报道。苏九和胡千妹看着他那套如同抽风般的舞姿和桌上那2样奇葩的东西，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月月，胡千妹扶着额头，有气无力地说，有没有靠谱点的方法？哎呀，你们真没眼光。颜如月鼓起腮帮子，有些不高兴，但她眼珠一转，又嘻嘻一笑，从怀里掏出一叠崭新的符箓。这符箓呈玉白色，上面用金色的朱砂画着一个玄奥的韵字，散发着淡淡的混沌气息。好吧好吧，看在姐妹一场的份上，这个宝贝就给你们试试。他故作神秘的压低声音，这可是我求了夫君哥哥好久，才让他用混沌本源加持过的鸿蒙验孕符，准得不得了。你们要不先试试？验孕。苏九和胡千妹对视一眼，都觉得有些荒唐。这才刚，怎么可能就有？但看着颜如月那信誓旦旦的样子，两人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半信半疑的各自接过一张符箓。怎么用？往小腹上一贴就行了。苏九撇撇嘴，随手将符箓往自己的小腹上一按。胡千妹也学着他的样子，将符箓贴了上去。下一秒，异变突生，2张验孕符在接触到他们肌肤的刹那，爆发出2道璀璨夺目的9色霞光，光芒之盛，瞬间照亮了整个丹堂，甚至隐隐有龙凤虚影在霞光中盘旋吟唱。颜如月被这阵仗吓了一跳，小嘴张成了 O 型，而苏九和胡千妹则僵在原地，缓缓低下头。只见那2道霞光的源头，符箓之上2个金色大字，正熠熠生辉，清晰无比。已孕。